玄天界长生观。道观之中早已没有了香火，四处破败不堪，地面上的青砖裂缝里都遍布杂草，这里与其说是道观，都不如说是贫民窟。道观中一处荒凉的小院，李寒洲正在屋内发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并非是玄天界的人，而是来自一个叫做地球的地方，从小无父无母，被一个老道士给捡了回去，生活在道观中。老道士传授他风水相术、算命占卜、画符驱魔，还有道门心法。然而这些东西在李寒洲看来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只是为了骗一口饭钱而已。这世界上哪来的妖魔？还有那道门心法，老道士修炼到死都没有修炼出一缕灵气。直到老道士去世以后，道观被拆，李寒洲也不得已靠着这些本事骗口饭吃。晚上在网上直播给人算命看风水，白天的时候开了个修理站，帮人修理家电什么的，日子清贫但也能过得去。而就在3天前，李寒洲终于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他买的彩票居然中奖了，足足中了3000万，钱已经到账。李寒洲在惊喜之余，发现自己修炼多年的道门心法竟然在身体之中产生了一缕灵气，这让李寒洲更是惊喜交加。没想到所有的幸运都出现在了同一天。然而伴随着这一缕灵气的出现，李寒洲眼前一黑，再次醒来的时候就出现在了这里。他穿越了。李寒洲很想大骂老天为什么要这么玩他，自己有3000万，美好的人生刚要开始，就来了这么一个鬼地方。师叔，您到底好了没有啊？明天太玄圣地的考核就要开始了，你的灵宝做出来没有吗？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一个焦急的督促声。李寒洲顺着门缝往外一看，院子里站着3个人，2个少年以及一个小女孩。哎，快了，再等等。李寒洲只好敷衍着说。转过身，李寒洲就有些头疼。这长生观说是一个宗门，但是早已落魄至极，宗主1年之前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而宗主不在，就只剩下李寒洲这个副宗主。但是原身根本就是个废物，没有什么修炼天赋，修为不高不说，还是赌入命，能当上副宗主完全是因为是宗主的师弟。宗主不在，原身已经将长生观里值钱的东西都给输完了，道观之中的弟子从一开始的几百人也就剩下现在4个人，如今就快连饭也吃不起了，外面还欠了800两银子的外债，还有不到7天就是要还钱的日子了。若是还不上的话，要债的人是会上门打断李寒洲一双手的。而前几日太玄圣地举办的宗门大比，整个太玄圣地麾下的宗门弟子修为达到5品的都可以参加，只要取得前1000名的成绩就奖励1000两白银。宗门大弟子不在宗门，二弟子柳东岳刚刚5品，勉强够参加的资格，于是原身就哄骗柳东岳去参加太玄圣地的宗门大比。但是柳东岳可不是傻子，他这个修为去参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到时候说不定连命都丢了。人家弟子要装备有装备，要丹药有丹药，要灵宝有灵宝的，自己穷的就剩个脑子了，去参加干嘛？最后原身答应柳东岳给他制造一件灵宝，柳东岳才勉强答应下来。结果前身制造灵宝的时候意外猝死了，只留下穿越而来一脸懵逼的李寒洲。李寒洲也很服气原身的胆魄，在这个世界能制造灵宝的人都是被称之为灵宝师，那是需要极强的神魂才行的，否则神魂不够，强行制造灵宝最终就会被吸干神魂，当场死亡。原身根本就没有制造灵宝的经验，仅仅是不知道从哪弄来一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灵宝制造指南，就开始操作了。李寒洲也是凭借前世修理洗衣机电风扇的经验，研究了2天，发现灵宝这种东西仅仅是先制造出一个外形来，然后就开始用神魂之力在灵宝上撰写符文，将完整的符文写上去，然后以真气激活，就能催动灵宝。此刻摆在李寒洲面前的是一个红色的葫芦，名字叫做七宝葫芦，作用是能够强行将敌人的兵器都给吸收到自己的葫芦中，但法宝的威力也是要根据制造法宝的人的神魂修为来判定。李寒洲这3天想了各种办法，想回到地球去，但是始终都没有头绪。而此时此刻摆在李寒洲面前的只有2条路，一个是等债主上门来废了自己的双手，第二个就是让柳东岳去参加太玄圣地的弟子大比，赢了1000两，先把债务危机解决了。左右都是个死，试一试吧。李寒洲将那红葫芦给拿了起来，然后按照书中指引的方法凝神静气地专注上去，伸出手指沾着朱砂，继续在葫芦上撰写接下来的符文。这一写就是2个时辰过去，当李寒洲将最后一个符文撰写上去之后，这才从那种专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奇怪，李寒洲有些纳闷，书中所说灵宝师制造灵宝的时候神魂消耗过度会觉得头疼，甚至头晕眼花，但是自己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仅仅是2个时辰就将七宝葫芦给做好了。我试试看。李寒洲手指一点葫芦身，体内那一丝灵力直接注入到葫芦中，刹那间手中的七宝葫芦开始震动起来，
一股淡绿色的光芒从葫芦上弥漫开来，这就是激活了。李寒洲有些惊喜，自己竟然真的制造了传说中的灵宝。那这么说，自己就算是灵宝师了？咦，好像哪里不对。李寒洲认真地对比了制造灵宝的册子，七宝葫芦这一页写着，七宝葫芦制造完成之后会发出红色的光芒。但是李寒洲记得清楚，自己的七宝葫芦刚刚散发的是绿色的光芒，这是怎么回事？是哪里弄错了吗？李寒洲认真地对比了一下自己撰写的符文，莫不是哪一行代码写错了？可是认真对比了3遍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师叔，还没好吗？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又传来了催促的声音。催什么？李寒洲推开了门，看到门外一脸焦急的3个人，其中修为最高的那个自然就是柳东岳，如今是宗门的2师兄。旁边的年纪小一些的少年叫石命，女孩叫云千竹。给你。李寒洲将七宝葫芦扔给柳东岳，柳东岳接过来，眼睛一亮。七宝葫芦？真的是七宝葫芦？石命和云千竹也是惊喜的围上来。或许对于一些大宗门或者大家族的弟子来说，这种后天灵宝并不是多么罕见的东西，可是对长生观的弟子来说，这东西完全就是奢侈品了，是他们根本买不起的存在。李寒洲刚刚也想过，干脆将这个七宝葫芦卖了，但是只有有名气的灵宝师制造出来的灵宝才有人买，李寒洲这种没什么名气的人制造出来的东西根本没人认，垃圾的灵宝根本不值钱。二师兄，快试试看。石命赶紧催促地说着。是什么事？柳东岳摇摇头。后天灵宝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灵宝只能使用9次，异常珍贵，怎么可以浪费在这里？师兄，我也想看。云千竹凑上来，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柳东岳。平日里只要自己撒撒娇，师兄都会心软的，但是今天柳东岳却很坚定，这灵宝来之不易，不能随便用。其实李寒洲也想说，要不你还是试试吧。想到刚刚的绿光，李寒洲也觉得这灵宝有些不对劲，可是具体哪里不对劲，李寒洲也说不上来。见柳东岳怎么都不舍得试，两人也是倍感无趣，然后就转身去准备晚饭去了。柳东岳则是和李寒洲道谢，然后抱着葫芦就喜滋滋的回去了。看着几个弟子身上穿着满是补丁的道袍，李寒洲也是轻叹一口气，原身是赌如命，几乎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马上宗门都要没钱买米了。在考虑怎么回到地球之前，自己要先想想怎么不被饿死才是，要不自己明天还是摆摊算命去吧。翌日清晨，柳东岳来到这里和李寒洲告别。师叔，我离开以后，还希望师叔能好好照顾师弟师妹。柳东岳沉吟了一下，尽量少出去赌钱吧。作为宗门小辈，本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是柳东岳又怕小石命和师妹云千竹跟着李寒洲受苦，也忍不住叮嘱了一句。放心吧，李寒洲早已经不是之前的李寒洲了，自然不会再度赌博了。那弟子走了。等等，这个东西给你。李寒洲拿出来一张符，转符给柳东岳。柳东岳诧异的接过来一看，那难道金刚符？出门在外，万事小心，没有什么盘缠给你。这东西虽然没什么用，但是就当个护身符吧。李寒洲昨天看到做灵宝还剩下点朱砂，就顺手画了一道金刚符送给柳东岳保平安。长生观本就有符箓之术，但是李寒洲不过也才6品修为，他画出来的符篆可以说仅仅是入门级的，根本没什么威力，也就只能当个念想了。然而柳东岳却突然觉得这张符篆与往日自己见过的符篆不一样，上面的画法笔走龙蛇，尤为玄妙。更主要的是，这符篆上隐隐约约仿佛弥漫着一股沉稳之力，好似禁锢一座巍峨的山岳，岿然不动。是错觉吗？多谢师叔。柳东岳将金刚符贴身收好，然后郑重对着李寒洲一拜，转身就走了。二师兄要加油呀！云千竹也挥手喊着。一直到柳东岳走远了，李寒洲问道：宋瑜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大师兄下山除妖去了，倒是没说什么时候回来。石命道：呵。李寒洲冷笑一声，除妖？每次宗门出事的时候，宋瑜这个宗门的大师兄都下山除妖，然后等宗门的危机过去了，就又回来了。这次听说有要债之人要上门要债，这位宗门大师兄就又下山除妖去了。罢了。看着山上所剩无几的粮食，还有2个嗷嗷待哺的弟子，李寒洲在长生观中找出一根木棍，一块布，弄了个平津幡，就准备出去谋生了。来到这里好几天了，李寒洲连肉都没吃过。在地球的时候，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是起码餐餐都能吃到肉啊。来到这里以后，顿顿都是菜叶子，都快给李寒洲的脸吃绿了。师叔，你去哪里？石命和云千竹看着李寒洲要出去，连忙问。师尊已经离开1年多了，莫不是李寒洲也要离开他们了？虽然李寒洲平日不着调，对他们也不好，但是宗门有李寒洲在，2个小家伙总是安心的。如今他们很怕李寒洲也不要他们了。看着2人的眼神，李寒洲明白他们在想什么，于是笑笑。我出去赚点钱给你们买肉吃，
你们好好的待在宗门里，我晚上就回来了，赚钱买肉。两个小家伙相视一眼，这是师叔会做的事情，怕又是要下山赌钱去了吧？指望李寒州给他们买肉，那都不如指望从天上掉块肉下来。1个时辰之后，白云城，这里是靠近长生关最近的城池了。这还是李寒州第一次走出长生关，城中的东西也很有趣。李寒州一路上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摸了摸怀里的几个铜板，这是出门之前云千竹把自己攒下来的钱都给了自己，留着给自己吃午饭的。尽管李寒州那个样子，但云千竹还是不忍心李寒州挨饿，这让李寒州着实感动一把。在白云城一条热闹的街道上，李寒州找了个犄角旮旯摆了一个小摊位，然后将平金幡给竖在一边，只是等了1个时辰都不见有客人上门。对于这样的情况，李寒州也不着急，他很有经验，在这种时候自己就要主动出击了。体内灵力运转，李寒州双眸中闪过一丝青色的气息，这是李寒州修炼的旺气术。在地球的时候，因为没有灵力无法施展，但是在这个世界，李寒州修炼出了灵气，发现自己竟然真的能施展旺气术了。此刻在李寒州的眼中，这些来往的人头顶上都有一些不同颜色的气息，代表着他们的运势。李寒州观察着来往的路人，这些人头顶上的气运大多都还不错。李寒州准备找一个明显的目标来打响自己的第一战。一直等到中午，李寒州在隔壁买了2个包子，一边吃着素包子一边感慨，两世为人，人心都不好骗啊。忙活了1个上午，一共才算了2个。算命是凭打赏的，一个算完了说了句谢谢就走了，而另外一个大婶也只给了10文钱，还摸了李寒州半天的手，口水都快滴下来了。就在李寒州想着要不要收摊的时候，在街道上有一辆马车正缓缓驶来，那马车很是漂亮，似乎是什么权贵之人。然而震惊的是，马车顶上竟然乌云盖顶，乌云之中还弥漫着血色。好家伙！李寒州大吃一惊，如此凶厉！车夫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个人拦住了自己的车，于是赶紧勒住了马，开口骂道：你找死啊！什么事？此时车帘卷下来，从车里探出来一名少年人的脑袋。这位施主，你最近有血光之灾啊？李寒州走上来对着少年说道。你放屁！车夫开口就骂，然而那少年人却是眼前一亮，从马车上一跃而下，惊喜地抓住李寒州的手说道：你能看得出来？李寒州一愣，这少年怎么这么大的反应？这位前辈，不瞒你说，我家里最近闹妖怪，没想到前辈你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快救救我吧。少年认真地看着李寒州。李寒州有点傻眼，他早就准备好了一套忽悠人的套话，结果自己什么话都没说呢，这少年竟然就求自己救他，是不是有点太容易相信人了？少爷，这人一看就是个骗子吧？车夫有些无语。啊！少年惊讶地看着李寒州，你是骗子吗？李寒州连忙摇头，贫道当然不是。你看，他说他不是。少年对车夫说。李寒州，车夫，嗨。李寒州觉得好不容易碰到个傻子，不骗一骗真的说不过去了。但是旺气他会，除妖他不会啊。尽管长生关中留存下来不少功法，但这2天李寒州也看了，随便一个功法都说是要练个30-50年才能略有小成，李寒州才懒得练。原身的修为也是差的一批，否则也不至于怕那些要债的了。若是别的事情趋吉避祸，李寒州还能想想办法，除妖是真的一点也出不来。可是好不容易来个大冤种，李寒州也不能轻易放走。放心，有贫道在。李寒州拿起笔，沾着朱砂，直接在黄纸上画下了一道符篆。这是本门秘法撰写的驱邪符，你贴在床头上就能保你无恙。李寒州将符篆递给那少年手里。太好了！少年当作是宝贝一样的收了起来。李寒州心中轻叹一声，只能祝你好运了。多少钱？少年问。李寒州大手一挥，伸出5根手指。这少年一看就是有钱人，自己宰他5两银子不过分吧？才500两，这么便宜，给你。少年直接掏出来5张银票递给了李寒州。李寒州当事人都骂了，500两，钱这么好赚的吗？多谢前辈，等我回去灭了那妖怪，改天再来登门拜谢。少年嘿嘿一笑，让爹爹知道，肯定会夸我的。李寒州愣神的功夫，那少年已经上车离开了。发财了！看着那500两银票，李寒州狠狠咽了咽口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李寒州旁边摆摊卖红薯的小哥冷笑一声：哥们，你完了。啥意思？李寒州不禁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卖红薯的小哥笑道。他可是白云城主之子叶云，你骗他倒是没什么，但是他有一个姐姐名叫叶子英，是上清宗的弟子，脾气火爆，嫉恶如仇，让叶子英知道你骗了他弟弟，他怕是要打断你最少30根肋骨。这李寒州冷汗都下来了。
这边有要债的要打断自己一双手，现在又多了一个叶子英会打断自己30根肋骨，日子还过不过了。但是看着这500两银票，李寒舟还是决定铤而走险一下，大不了自己明天不来了，反正这500两足够长生关花好久了。于是李寒舟火速的收摊，走为上计。在白云城中买了很多肉，还买了米，另外出城之前还顺手给石命和云千竹带了2根糖葫芦。就在李寒舟溜之大吉的时候，叶云也回到了城主府。少爷！城主府的守卫都恭敬地喊着，但是叶云此刻根本没空搭理他们，而是一路兴奋地小跑着。爹，我买到了好东西！刚跑进大殿中，叶云就看到自己父亲叶清北正坐着和一名少女说话。多大个人了，还风风火火的。叶清北责怪地说了一声，然后说道：你姐姐回来了，你没看见吗？还不快点过来打招呼。姐！叶云只好走上去，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自己这个姐姐从小就是天才，早早就拜入了上清宗，一直都是叶清北的骄傲。叶云从小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你姐姐，你怎么就……哎，又跑去哪里玩了？叶子英皱眉说道：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还出去乱跑，这么大了也不知道替爹分忧。我没有。叶云感觉很是委屈，我出去就是想办法解决家里的事情去了。爹说最近天天做噩梦，头疼欲裂，所以我才出去想办法去了。而且我已经找到办法了。不用了。叶清北摆摆手，不耐地说道：你能有什么办法？你姐姐是上清宗弟子，一身修为强横，就算是有妖，你姐姐也会解决的。我真的找到办法了。叶云倔强地从怀中拿出李寒舟给他的驱邪符。我遇到一个高人前辈，他说只要用这张符篆就能消灭那个妖怪。看着叶云手中那平平无奇的符纸，叶清北长叹一声，无奈地摇摇头。道家符篆。叶子英伸出手，那符箓便是从叶云的手中飞出，直接落到叶子英手里。看着手里的符篆，叶子英冷笑一声。自从800年前天地异变，灵海封锁，天地无法再汲取灵气之后，道门便早已没落，他们的符篆更是屁用没有，道家就连弟子都十不存一。你这是又让人骗了。这东西是你多少钱买的？啊，我500两。叶云磕磕巴巴地说着。呵。叶子英眯下眼睛。好啊，好得很。等我解决了家里的这只妖之后，我再去找那个骗子算账，骗人骗到我们白云城主府头上了，看我不打断他30根肋骨。回山门路上的李寒舟莫名地感觉到一股冷意，总觉得好像是有谁在背后算计他一样。不会是那个算命的大婶在念叨我吧？想到那个大婶临走时候依依不舍想要吃了自己的表情，李寒舟就一身冷战。这边听叶子英说完，叶云也是失望至极。本以为这次他终于能帮上家里，能帮上父亲了，谁知道最后竟然还是被人骗了。于是随手就将符篆给放到桌子上，失望地离开了。这么大的人了，还能被路边的骗子轻易的就给骗了，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儿子？你看看你姐，你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是上清宗的弟子了，你……叶清北气不打一处来的对着叶云的背影唉声叹气地说着。叶云麻木地走出去，这些话他都已经听得耳朵快出茧子了。自己就是不如姐姐，这有什么办法？叶子英没有说什么，似乎对自己这个弟弟也是失望透顶。爹，你放心好了。叶子英此刻淡淡地说道。家中的确是有淡淡的妖气，我没有找到这只妖怪到底在哪，不过只要他再出现，我必定让他试试我上清宗的武学。好，有你在，为父就放心了。叶清北满意的点点头。等李寒舟回到长生关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回来了。李寒舟喊着。石命和云千竹听到李寒舟的声音，都不太情愿地从自己的屋子里出来。因为李寒舟以前每次回来都是赌输了钱，还会喝很多酒，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心情不好，拿他们撒气。石命上次顶嘴过一次，还被李寒舟狠狠打过一巴掌，所以他们听到李寒舟回来的声音都会浑身发怵。都看什么呢？过来搭把手。看到两人躲在石墩子后面看着自己，李寒舟笑着说。两人讪讪地走近过来，才发现李寒舟似乎并没有喝酒。这是什么？两人看到李寒舟手里拿着的肉还有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他们记事起，都是李寒舟拿宗门的东西出去卖，什么时候往回拿过东西？这今天是赌赢了吗？米和肉，去拿厨房去。李寒舟吩咐着。是。两人扛起肉和米就去厨房了。别看他们年纪小，但是也有2品修为了，论力气比普通人要强得多得多，这点东西轻轻松松就搬了过去。我晚上给你们露一手。李寒舟宰了肥羊，心情很好，决定亲自下厨。这几天的素菜真的是吃腻了。说着，李寒舟就将买来的糖葫芦递给了石命和云千竹，一人一串，别打架。说完，李寒舟就进厨房准备去做饭了。
石命和云千竹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的糖葫芦，两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三师兄，师叔怕是在外面欠债还不上，打算把可爱的我给卖了吧？云千竹此刻双腿都在打哆嗦，石命更是狠狠咽了一口口水。又买吃的回来，又做饭，还有钱给我们买糖葫芦，怕是连我也要卖啊！估计已经商量好价格了，人家付了定金了吧？师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师兄们都不在，我们两个要自救才行。石命坚定地对云千竹说着。三师兄，糖葫芦真甜。翌日清晨，太玄圣地。太玄圣地乃是神阙国最强圣地之一，即便是在整个东延州也是声名赫赫。武道分9品，1品最低，9品最高，而超越9品便是达到传说中的超脱境，真正超脱了凡人的界限。而太玄圣地便是拥有很多达到了超脱境的强者。太玄圣地麾下数十个宗门，大小世家更是数不胜数，所以这次太玄圣地的弟子大比来了，足足有数千人参加。入门的门槛便是5品的修为，而这次来的弟子都是各个宗门的精英，实力强的甚至已经有达到8品境界的，这在一些小宗门足以成为宗门长老的存在。清晨跟着浩浩荡荡的弟子大军上山，柳东岳的心情是非常胆怯的。平日只是在道观中安心修炼，很少与人争斗，想到今天要和这么多高手争斗，柳东岳就很紧张。然而摸了摸腰间的7宝葫芦，柳东岳的紧张感就弱了不少。自己身上有师叔炼制的灵宝，自己怕什么？看，那边有个穿道袍的，还破破烂烂的。这个时候，有一名弟子笑着说：“还真是道修啊，这个年代居然还有纯道修，道术不是都没有人修了吗？真罕见，有意思。”柳东岳被人指指点点的也是很恼火，但碍于自己势力单薄，也就没有说什么，全当没听见。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考核进入前1000赢得1000两银子的，至于前100的5000两银子，以及前10名那更优秀的奖励，柳东岳压根想都不敢想。他很有自知之明，那东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此次我太玄圣地的弟子大比内容非常简单。此时太玄圣地的高层长老走出来，他的声音瞬间压过了所有人，众人都赶紧认真的听。待会所有人会传送到我们太玄圣地的风沙谷中，风沙谷一直往北，一直到风沙谷深处有一座百窟山，前面1000个到达百窟山的弟子都有我们太玄圣地赐下的奖励。长老说道：“路上你们可以相互争斗，但是不许杀人，否则会取消资格。而第1名到达百窟山的弟子可以上山挑战接下来的3个关卡。3个关卡的太玄圣地弟子会和你们切磋，但是都是点到为止，并且让你们3招。他们会将修为压制到和你同样的等级。若是能击败我太玄圣地3名弟子，百窟山山巅上的那把般若斧就是他的。”太玄圣地的高层笑着说：“就算没有通过考核也没关系，前10名根据排名还有额外想不到的奖励。”般若斧，众人倒吸一口凉气。五洲神兵榜上，般若斧排名第47位，能上榜单的都是当之无愧的神兵啊，竟然会奖励给第1名。此话一出，在场一些精英弟子眼睛都亮了，他们已经摩拳擦掌，是要将般若斧给拿回去。唯有柳东岳一脸的不在乎。般若斧，哼，这东西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目标是进1000名就行，考核以先到的1000名为准，到时候考核就会结束。太玄圣的长老扫视一眼众人，那么现在考核开始。一声开始，整个广场上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阵，那传送阵上金光闪过，整个广场上的弟子们全部消失。等他们回过神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一座山谷之中。看着空荡荡的广场，太玄圣地的高层以及其他宗门来的高层都纷纷落座。太玄圣地的长老随手一点，整个广场的地面都好似落入了一个水滴，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镜面，从那镜面中就能看到风沙谷中此刻的场景。太玄圣地的镜花水月，好神奇的武学！众人唏嘘不已，他们也很眼馋太玄圣地中有很多无上武学，同时他们也都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寻找自己宗门的弟子，希望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天行那孩子没问题吧？太玄圣地的另外一名长老开口缓缓问道。放心吧，旁边的白衣长老笑着说道。陆天行是我们太玄圣地百年难遇的天才，才16岁就将盘斧功给修炼到了第4重，这放眼我们太玄圣地的历史上都未曾有过。不然你以为圣主为什么千辛万苦的将这般弱斧给弄来？今天这弟子考核不就是为了给天行造势吗？等他拿到般若斧，实力再进一步，放眼神阙甚至是云荒，年轻一代终也是杳无敌手，未来甚至有望承载天命。众人微微一笑，今天弄得这么大阵仗，可不就是为了陆天行？至于别人拿了第1，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陆天行年仅16岁，修为已达9品，根本不是这些野路子宗门的弟子能比的。而且就算是别人拿了第1，太玄圣地的3道考核也不是他们能过的。可以说
这个第一名早就内定好了。而此时此刻，考核已经开始，数千弟子宛若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已经奔着百窟山的方向去了。各个宗门也都已经组成了自己的小联盟。这不仅是要比谁的速度更快，更是要看谁的实力强，否则半路上很有可能就被人给干掉了。我靠，那个道士怎么那么快？才5品修为，轻功竟然这么好，此人肯定要占据一个名额，先把他干掉。柳东岳施展着自己绝妙的身法，正在人群中穿梭。论正面搏杀的能力，他柳东岳不行，长生关的功法也都太难练。这么多年，柳东岳也只会一套长春剑法。然而，柳东岳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修炼自己的轻功。他的修为不是最高的，但是轻功绝对是顶级的。长生关的雨布九星法可谓是顶级的轻功之一了。柳东岳脚踏九星，身影飘逸，仅仅是开局没多一会，就已经冲到了前面，前1000名有望。柳东岳眼睛一亮，哪里来的臭道士，滚回去！此时一声怒吼，一道刀光斩来，刀光的速度很快，柳东岳吓了一跳，拔剑抵挡，但是强大的力道让柳东岳当场就被震退10几步。霸天刀！柳东岳心中一惊，抬起头一看，周围已经全部都是霸刀门的弟子，此刻7、8个弟子围着柳东岳。柳东岳手中的剑都在颤抖，被刚刚这一刀给震得发麻。先废了他！带头的霸刀门弟子年纪轻轻就已经一脸胡子，正是霸刀门的首席。其他的弟子也都冷笑着看向柳东岳。杀！就当众人要杀上来的时候，柳东岳腰间的七宝葫芦直接出现在手里。七宝葫芦！霸刀门弟子惊呼一声，下意识顿住脚步。就连霸刀门首席弟子也是吓一跳，他们没想到落魄的道门弟子竟然还有七宝葫芦。速速退去，否则别怪我吸走你们的兵器。你们若是没了兵器，你们恐怕也不好走出这片山脉吧。柳东岳秉承着能节省就节省的原则，尽量不用灵宝，而是选择吓唬。这不得不说，灵宝的威慑力还是很强的，像是霸刀门这样的小门派同样是买不起灵宝的，若是这个时候被柳东岳吸走了他们的兵器，他们也是没有机会了。好，你走吧。霸刀门首席想了想，还是决定放柳东岳离开。柳东岳这才松了一口气，哈哈，没想到霸刀门的人竟然是一群怂货不说，还是一群没有脑子的蠢货。这个时候，一个轻蔑的声音传来：谁？霸刀门弟子一回头，发现一名白衣青年笑着走了上来，手中一把折扇，宛若书生，身后还跟着几个弟子。赵家人。霸刀门首席显然认识来人，冷哼道：赵贤，你是想打一架吗？赵贤却是摇摇头，我没兴趣和你打架，我只是在旁边看不下去你们的愚蠢了。说罢，赵贤指着柳东岳说道：你们看看他，道门弟子，一身补丁，落魄至极，他这样的穷鬼哪里有钱买七宝葫芦？众人一愣，也是啊，他们霸刀门都买不起灵宝，还有七宝葫芦乃是红光弥漫，你们何曾见过谁家的七宝葫芦冒着绿气的？假的不能再假了吧？赵贤忍不住说道。众人看去，可不是吗？那七宝葫芦还冒着绿气呢，给柳东岳脸都照绿了。妈的，差点让你糊弄过去，拿个假葫芦骗我们，看我不废了你一只手！霸刀门的弟子又靠了上去，一个个气愤不已。这一下柳东岳是真的慌了，因为听赵贤说完，柳东岳都有点怀疑自己的七宝葫芦是假的了。七宝葫芦的确是泛着红光没错，自己的冒绿光不会真的是假的吧？师叔啊师叔，我要被你害死了！是真是假，一试便知。柳东岳狠狠一咬牙，直接将七宝葫芦从腰间取下，真气注入其中，大吼一声：收！话音一落，七宝葫芦顿时绿光大盛，照得柳东岳头顶都绿了起来。众人愣神的功夫，从七宝葫芦中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流漩涡，奔着所有人吸去。我靠，这灵宝是真的？不好，我们的兵器要被吸走了！霸刀门弟子和赵家的弟子都慌了，七宝葫芦能吸走兵器，他们真的见识到了。他们更是没想到，落魄的道门弟子竟然真的有这样的宝贝。嗖嗖嗖，他们手中的刀剑再也握不住，全部都奔着葫芦飞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到哧啦一声，只见霸刀门的一名弟子身上的衣服竟然瞬间开线，下一秒连衣服也飞出去，连同这里面的内衣都直接被撕裂，化作破布被七宝葫芦给收了进去。那弟子一身赤裸的站在原地，顿时呆住了。什么玩意？那弟子脸色大变。柳东岳更是瞠目结舌，发生什么事情了？七宝葫芦是收兵器的灵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没听说七宝葫芦还能收人衣服啊！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面前众人的衣服齐齐崩裂，下一刻就全部都吸到了七宝葫芦中。此时此刻，霸刀门和赵家的弟子全部都光溜溜的站在风沙谷中，一脸懵逼的看着彼此。有变态啊！不远处的女弟子看到这一幕，当场把剑扔了，赶紧捂住眼睛。
整个风沙谷的弟子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手中的战斗，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这架打得这么刺激吗？成何体统？柳东月更是看着自己的七宝葫芦，咽了一口口水。师叔，你这是给我炼制个什么玩意？臭道士，我要杀了你！霸刀门首席此刻怒不可遏，对着柳东月咆哮着，就像是一条疯狗一样。杀了他！妈的，我要拿你祭刀！赵家的弟子们也都满脸恼怒地嘶吼着。然而所有人都只是吼着，却是没有一个人上来，因为他们所有人这个时候全都蹲在地上，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屁股，另外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胯下，根本腾不出手来去杀柳东月。感受着周围人的目光和尖叫声，他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是他们还不敢站起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诸位，抱歉啊。柳东月此时也是尴尬至极，这特么是什么灵宝？收人武器就算了，怎么还代收人家衣服的？说完，柳东月直接摆脱他们，奔着百窟山的方向飞奔。王八蛋，你给我回来！你把衣服还给我！等我出去，一定宰了你！赵家和霸刀门的人都在大声地咆哮着，周围的人也都憋着笑，继续他们的争斗。没有人理会霸刀门和赵家人，他们注定是要被淘汰了。然而此刻在太玄圣地的广场上，霸刀门和赵家的高层此时已经满脸羞红，他们的弟子竟然被人连衣服都扒了。两家弟子赤身裸体的在风沙谷聚成一堆，白花花的肉，几千人就从他们身边走过，在他们身边战斗，好像在参观一样，这样的场景简直辣眼睛。哈哈，你们霸刀门的弟子挺白啊，赵家的那个赵贤小屁股还挺翘啊，哈哈。周围嗤笑的声音让两家的高层恨不得现在转身就走，但是他们走了，他们的弟子怎么办呢？就连太玄圣地的几个长老也是感觉有点尴尬，赶紧将镜花水月的镜头给转到别的地方。那个小道士是长生观的弟子吧？他的七宝葫芦好奇怪，怎么还会将人的衣服给收走呢？一名长老嘀嘀咕咕地说着，其他人也是深以为然，他们也想不通，以前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灵宝啊。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在意，毕竟这样的考核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小辈们的打打闹闹，根本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况且这次考核本就是给他们太玄圣地的弟子铺路罢了。此时柳东月一路狂奔，凭借着高深的轻功，柳东月发现此时在他前面的人竟然不多了。莫非我有希望争一争那5000两银子？柳东月脸色一喜，前100名可是有5000两银子的奖励的，到时候拿出800两给李寒州还了赌债，剩下的自己留起来，留着修炼，再给师弟师妹买几身衣服，留着生活。想到这里，柳东月更有动力了。哪里来的道士？好轻功！这个时候，一道雷霆一般的声音炸响，紧接着一个身影拦住了柳东月的去路。来人气息强横，腰间一把弯刀，尤为锋利。岳山宗身宗傲。看到来人的装扮，柳东月心中一沉，对方的气息看上去像是7品修为，自己根本不是对手。没落的道门弟子竟然能追逐到前30名来，也是有点本事，但是前面的名额不是你个小小的5品武者跑得快就能拿到的。申宗傲缓缓地说：拼了！柳东月这次没有任何犹豫，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是申宗傲的对手，此人乃是岳山宗首席，在年轻一代中也是声名赫赫，完全不是自己能比的。于是七宝葫芦直接飞出，直接将申宗傲的脸给照得哇绿哇绿的。什么玩意？申宗傲开始就一马当前跑出去了，一直在队伍前列，根本就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只是看着那七宝葫芦冷笑道：看着像七宝葫芦，但是七宝葫芦哪有绿光的？你个小小的5品武者，就算是有七宝葫芦在手，又能如何？申宗傲压根不相信柳东月的七宝葫芦能吸走他的兵器，除非是顶级的灵宝师炼制的，否则凭借柳东月的实力，根本撼动不了他手中的兵器。而看着眼前柳东月穷的道袍都是破了，他自然不相信柳东月手中的七宝葫芦能有多强。收！柳东月也是知道自己这次可能真的栽了，自己的七宝葫芦或许对申宗傲真的没用，但此时也没别的办法，只能拼一拼了。咻！七宝葫芦剧烈的震动，超强的吸力从七宝葫芦中涌出，奔着申宗傲袭来。哼！申宗傲冷哼一声，周身金光大放。千钧铁！申宗傲的身体宛若陈氏千钧，手中的弯刀更是被死死地锁在手里。你休想吸走我的兵器！申宗傲冷笑一声。咦？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申宗傲手中的弯刀还没飞出去，身上的衣服竟然哧啦一声破开了。紧接着申宗傲都没明白怎么回事，他的衣服就变成了碎布，直接被柳东月给吸到了葫芦里。眨眼的功夫，申宗傲就光溜溜地站在了柳东月的面前。卧槽！申宗傲猛地蹲下来，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隐私部位，而手里的弯刀这个时候也飞了出去，被吸进了葫芦。柳东月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幕，他也是没想到自己的葫芦竟然连这等高手的衣服都给吸过来。你他妈有毛病吧？你用的什么灵宝？
你变态吧！申宗傲破口大骂：“你把我衣服还给我！”申宗傲都要哭了，他也是声名赫赫的年轻一辈中的天才，让人看到他光着屁股，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了？对不住啊，你的衣服碎了，没办法给你了。柳东岳连忙道歉，然后说道：“我就先走了，待会看到你的同门的话，你跟他们要一件衣服吧。”说着，柳东岳施展轻功，迅速离开。王八蛋，你给我回来！申宗傲破口大骂。这个时候，有人从后面追上来，看到申宗傲居然光着屁股蹲在那里，忍不住笑了出来。笑你大爷，等老子出去杀了你！后面跟着上来的几个弟子看到申宗傲的样子，先是一愣，紧接着全都捧腹大笑起来。申宗傲此刻已经没有力气骂人了，他现在叛国的心都有了，离开这个国家，找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活下去。柳东岳的轻功越来越快，此时距离百窟山已经不远，柳东岳开始将前面的人一个个都给甩到了后面。看着前面的人越来越少，柳东岳的内心也是越来越兴奋。本来只是想考核能进入前1000名就不错了，拿了银子走人，谁知道自己竟然能闯到现在这个地步。虽然说手段有点不耻，但是现在根本管不了那么多了。作为一个武者，柳东岳此刻炽热的心也是被点燃起来了。现在自己已经是前10名了，前面好像还有3、4个人，那这么说的话，就算是第一，自己也是能争上一争的。若是自己能获得太玄圣的考核第一，那太玄圣帝得给自己多少钱啊？5万两，还是10万两？有这么大一笔钱，小师弟和小师妹以后都不会饿肚子，都有肉吃了。这小道士好快，道门竟然还有如此凌厉的步伐。就在这个时候，排名第3的江南燕看到柳东岳就要超过自己了，江南燕眉头一皱，就想要出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江南燕的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不可阻拦。”那声音很是急切。听到这个声音，江南燕的神色一愣，然后就看着柳东岳超越了自己。爹的声音。江南燕不明白为什么爹爹不让自己对这个小道士出手，不过是一个5品境界，自己堂堂7品江家嫡女，难不成还打不过他不成？看到江南燕让柳东岳过去了，在太玄圣地广场上的江岩才松了一口气。江岩身后的几个江家长老也都擦了擦冷汗，还好小姐没出手，不然的话，他们几个人都不敢想，江南燕若是出手，被柳东岳手中的7宝葫芦把衣服收走了，那江南燕一个女儿家岂不是被人看光了？以后还怎么嫁人了？他们江家丢脸就丢大了。排名第2的乃是一名剑宗弟子，也是在要对柳东岳出手的时候被家族长辈给制止了，这让柳东岳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幸运。这2个人还怪好的嘞，居然都没有对他出手，不然又要浪费一次7宝葫芦的次数。柳东岳咂咂嘴，想到刚刚的江南燕，莫名的觉得还有点可惜。还有一个人，看到前方不远处的陆天行，柳东岳的双眸都变得炽热了。自己现在既然有希望争一争那第一，那柳东岳自然是想要试试看，万一能成呢？第1名给的银子肯定更多。想到这里，柳东岳的内心充满了动力，余部九星法施展得更为顺畅。柳东岳宛若化作一道流星一般追了上去，那速度之快，俨然已经超越了他平时的极限。就连他那5品的修为竟然也有了松动的迹象，似乎有要突破6品的样子。稳居第1的陆天行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道气息追上来，这让陆天行有些诧异。自己从开始都是第1，自己的身法也是名列前茅的，这个时候竟然有人能追上自己。陆天行下意识的就回头看去，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宗门的翘楚。然而当陆天行看到竟然只是一个区5品的小道士的时候，陆天行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区5品竟然能追上来，其他人都是干什么吃的？都没有人对这个小道士下手吗？天行小心。就在这个时候，陆天行的耳边也是传来了太玄圣的长老的声音：此人腰间法宝有些许古怪，万万不可轻敌。法宝？陆天行定睛一看，发现柳东岳的腰间竟然有一个葫芦。哼，区7宝葫芦还只是个5品武者使用的，能有什么危险？陆天行不屑地撇撇嘴，在乃是太玄圣地100年来最优秀的弟子，柳东岳不过一个5品落魄小道士，这样的人在陆天行眼中根本连马楼都算不上。此刻陆天行的身影直接站在了山崖的一块石壁上，背后的一把战斧自动挣脱绳索飞出，斧鸣之音响彻山谷。在陆天行的背后，竟然隐隐约约出现了一道虚影，硕大如巨人，威压横扫8方。盘斧功第4重。场外不少高手看到这一幕，都纷纷露出震惊之色。如此年纪就将太玄圣地的盘斧功修炼到第4重，难怪太玄圣主会将般若斧给弄来。一名强者此时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宗门这些弟子都只不过是陪衬，太玄圣地是想要给他们这个最优秀的弟子造势。一时间，所有人都想明白了太玄圣地的做法，
但是他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太玄上的强他们太多了。对于太玄圣地的这种炫耀行为，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柳东月的身上，他们很希望柳东月出手让太玄圣地颜面扫地，但是他们心中也清楚，怕是不容易。这陆天行太优秀了，和他们的弟子不同，此刻那9品的修为，柳东月的7宝葫芦也未必能起作用啊。此刻正在前进的柳东月也是心中一震，他感受到前方宛若传来了无边的巨浪一样的力量，那种压迫感让他感觉自己面对的好似什么洪荒猛兽一样好强。柳东月大吃一惊，这一斧下来，自己不死也要没半条命。柳东月下意识的就要去拿腰间的7宝葫芦，不会给你机会的。此刻陆天行一步踏出，脚下玄妙的步伐被发挥到了极致，手中的战斧更是猛然砸落，巨大的斧芒犹如湾一样碾压下来，这一斧好似流星坠落，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到柳东月都没有时间动用7宝葫芦。完了，感受到那锋芒之势，简直能将自己劈开。柳东月知道自己完蛋了，我的东西不容许任何人染指。陆天行冰冷的眸子下满是强烈的胜负欲。轰！斧芒惊天动地，浩瀚的真气下，大地都在崩裂。后面的弟子们全部都脸色苍白，和陆天行比起来，他们差得太多了。然而，就当柳东月感觉自己就要完蛋的时候，此时在柳东月身体中的金刚符竟然瞬间震动，紧接着一道金光直接将柳东月给笼罩。金光之上，符文环伺，陆天行那一斧狠狠地劈到了柳东月身上的金光上，那恐怖的气势将柳东月脚下的大地都给崩裂，但是却没能伤到柳东月半点毫毛。什么？陆天行脸色一变，自己这一斧就感觉到劈到了一块钢铁上，不，比钢铁还要硬。那是什么？太玄圣地广场上的众多高手也是尤为惊讶，那金光是什么东西，竟然能挡住陆天行的一斧？要知道，在场的这些高手，他们的修为大部分都没有陆天行高呢，就算是有和陆天行平等9品修为的，自认为刚刚遇到陆天行那一斧，他们也未必扛得住，硬抗也肯定要受伤的。然而柳东月一个小小的5品武者，竟然扛得住这一斧，还一点伤都没受，太离谱了吧！道门符箓，太玄圣地的几个长老都猛地起身，他们认得出来，在柳东月身上的是道门符传，但是道门没落之后，道门符传也是威力大减，早就被道门手段给淘汰了，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现世了。在这柳东月的身上出现了道门符传不说，一张小小的符传竟然挡得住陆天行这9品修为的一斧，这符传是何人所画？难不成道门出了什么高手不成？金刚符起作用了。柳东月这个时候也是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金刚符本以为是李寒洲给自己的纪念品，没成想竟然能挡住陆天行的一击。怎么会？就师叔的那个修为，他怎么做到的？柳东月想不通，但是眼下这个时候也不是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趁着陆天行愣神的功夫，柳东月也是举起手中的7宝葫芦，大喝一声收，狂风骤起。陆天行的身体一个踉跄，手中的战斧一个没抓住就飞了出去，然后就被吸到了柳东月的7宝葫芦里。天行，快跑！这个时候，陆天行的耳边传来了太玄圣地长老们的集体呐喊，那声音十分的着急。跑！陆天行冷哼一声，我的兵器就算被收走了，我也不至于惧怕一个区区5品，他的符传功效不会有太久的，等他符传散了，我就算是用拳头也能锤残他。我陆天行傲骨铮铮，只有战死，没有逃走。陆天行傲气逼人，太玄圣地的长老们此刻都忍不住捂上了眼睛。陆天行的傲骨还没撑上2个呼吸，就听到哧啦一声，陆天行发现自己的裤裆开线了。陆天行，陆天行，哎我操！陆天行，你特么变态啊！陆天行，我的内裤！陆天行，你他妈有本事别走啊！你给老子滚回来！陆天行，师尊救救我！整个圣地的广场都寂静得很，许多人都想笑，但是他们都不敢，只能强忍着。太玄圣地的长老们此刻也是全部沉默不语，本来想为陆天行造势，结果没想到此刻陆天行竟然成了笑柄，光溜溜的被所有人看光了不说，关键还那么小，太玄圣地的脸是要丢尽了。柳东月，太玄圣地大长老看着水月镜花中柳东月的背影，恨得牙根痒痒。这祖宗是从哪冒出来的？他的这种奇奇怪怪的灵宝是从哪来的？还有那金刚符到底是什么人画的？竟然能挡住9品4重的盘斧功！给我查！太玄圣地大长老怒喝一声，给我查查这个叫柳东月的是从哪来的？是。身后的人赶紧去查，你们3个给我好好招呼这个柳东月。此时大长老又开口传音给太玄圣地的3个考核弟子，百窟山、山脚、山腰、山顶上都分别有一位弟子。他们3人本来在盘膝打坐，在听到大长老传音之后，都纷纷睁开眼睛，
眼神中都带着不解的神色。柳东岳是谁？来的人不是他们的师弟陆天行吗？他们虽然同样是太玄圣地的弟子，但是他们三个的修为却远非陆天行可比。他们三个人都是已经超越了九品的存在，达到了超脱境，在太玄圣地中也是高手之列。本来按照剧本，陆天行来到这里，他们三个放水，让陆天行通过考核来到山顶，然后将般若斧在所有人的面前赐给陆天行。但是没想到来的竟然不是陆天行。之前长老有交代过，若是真的发生意外，来的人不是陆天行的话，那就给我往死里招呼，坚决不能让他拿到般若斧。整个太玄圣地的广场上的众多宗门也都没有想到，最后考核的第一名竟然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弟子，还只是区区五品，太讽刺了。今天太玄圣地的人算是丢大了。所有人的心中都在幸灾乐祸，他们不介意看到太玄圣地今天将丢人进行到底。太玄圣地此刻也赶紧安排人到风沙谷去给陆天行送衣服去了。而与此同时，柳东岳也已经来到了百窟山的山脚下了。此刻柳东岳的心情尤为兴奋，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来参加考核来的，竟然拿了个第一。而这个时候，在山脚下，一名太玄圣地的弟子已经等在那里了。他背后靠着古树，看到迎面走来的柳东岳，不禁一愣，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道袍，并且从真气的境界来判断，眼前这个小子仅仅是五品修为吧？这样的修为是怎么夺得第一的？开玩笑吗？你就是第一？那太玄圣地的弟子走上来打量着柳东岳问：是，这位师兄，我来接受考核。柳东岳此刻的心情还没平复下来，略有激动地说：呵。那太玄圣地的弟子冷笑一声：好啊，那考核就开始吧。按照规矩，我把修为压制到跟你一样，然后你先出手，等3招之后我再出手。那这位师兄，那就对不住了。柳东岳抱拳一拜：还不一定是谁对不住谁呢，这位师弟，你尽全力出手吧。那太玄弟子笑了笑：那得罪了。柳东岳自然不可能真的上去和太玄圣地的弟子比拼，那绝对是找死。他能仰仗的自然就是七宝葫芦了。这七宝葫芦的功能虽然猥琐，但是真的有用啊，将人的衣服给吸得溜光，谁也不好意思光着屁股甩着腊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冲上来继续战斗吧。收！一声大吼，七宝葫芦绿光大放。那太玄弟子一愣，没想到柳东岳出手就动用了灵宝，真是可笑，我连兵器都未曾带，你用七宝葫芦对我能有什么？哎，那太玄弟子还没说完，顿时就发现自己的衣服竟然当场撕裂，然后连同裤子都被那七宝葫芦给收了进去。眨眼的功夫，那太玄弟子就像是被扒了皮的鸡蛋一样。岂有此理！你这小贼竟敢羞辱于我！你别走，你站住！柳东岳哪管那么多，任凭那太玄弟子躲在草丛里，在后面对着自己一顿骂，柳东岳全当听不见。反正今天这一路上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骂了，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多骂几句也不能少一块肉。小子，我记住你了。山腰上，第二个太玄弟子看到柳东岳走上来，显然是更加不可思议。区区五品，竟然拿了第一不说，还能从山脚走上来。马恒师弟真是个废物，居然连个五品都对付不了。小子，你先出手吧，按照规矩让你3招。哈哈，七宝葫芦对我能有什么用？我就算不用兵器，用拳头也能轻松玩虐你。卧槽，你臭不要脸，你那是什么玩意？你给我回来，有本事把衣服还给我，咱们再打。别他妈装听不见，你个臭不要脸的！此刻太玄圣地的广场上，所有人都傻眼了，这是什么灵宝？竟然恐怖如斯，弄得他们都想要一个了。这简直是羞辱人的神器啊！就是有点太不道德了，有伤风化。太玄圣的几大长老的脸此刻黑得跟鞋底子似的。大长老，若是连最后一关的顾炎之都败了的话，那可如何是好？那般若府一名太玄圣的高层脸色难看地说。大长老死死地盯着镜花水月，始终没有说话。那是太玄圣主好不容易弄回来的般若斧，若是就这么拱手送给了外人，他们太玄圣地的脸就真的丢光了。不管如何，这最后一关都不能让他过。大长老的目光闪过一抹阴沉之色。顾言之，这一关你万万不能丢太玄圣地的脸。大长老直接传音给了山顶的顾言之。此刻在那山顶的一块青石上，一名青年正躺在那里，手中一个酒杯，正在品酒。他听到大长老的传音，轻蔑一笑，旋即缓缓摇摇头。大长老放心吧，我顾言之肯定不丢太玄圣地的脸。说罢，顾言之手掌一探，不远处的一块巨石轰然破碎，在那巨石之中，一把闪烁着银色寒芒的战斧就这么飞到了顾言之的手中。那战斧嗡嗡一颤，仿佛锋利到能将山河都给劈开。那就是般若斧。外面的众人看到这斧头都不禁心动，那可是神兵榜上的神兵，哪怕并不是修炼斧头兵器的武者，
在看到这样的神兵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想要放弃自己本身的兵器去修炼符法。拥有这样一把神兵在手，实力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提升一点那么简单。这样的神兵可遇不可求，也就只有太玄圣地这样的大势力能有，而且还是神兵榜上排名前50的。好，就用般若斧对付他。大长老点点头，露出一丝赞许。他不知道柳东岳的身上是不是还有那金刚符，不过就算是有金刚符也不怕，那顾延之可是超脱境的高手，加上手中有般若斧，任何的金刚符都能给你劈开。况且规则也没有说太玄弟子考核的时候不能用般若斧吧。此刻在万众瞩目中，柳东岳也是终于来到了山顶上。哦，顾延之看到柳东岳笑了笑，五品。是。柳东岳点点头，然后抱拳道，这位师兄，你就是最后一关的考核人吗？没错。顾延之缓缓说道，我在山顶上把你和马恒师弟还有徐云师弟的战斗都看到了，不得不说你的七宝葫芦还真是有意思。柳东岳眉头一皱，此人看到了自己的七宝葫芦还如此云淡风轻，看来他是胸有成竹啊。棘手了，此人必定是有了应对之策，已经走到最后一关了，难道就要败在这里了吗？好了，这位师兄，那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了，现在开始吧。柳东岳小心翼翼地问道，之前你们的规矩是会让我先出手3招，这个规矩不会临时更改吧？自然不会，我太玄圣的一口唾沫一个钉，怎么会出尔反尔？顾延之抬起下巴，一脸骄傲地说。那好。柳东岳深吸一口气，然后拿起葫芦。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是看到顾延之的嘴角闪过一丝弧度，只见他上前一步，在所有人震惊和错愕的目光中，只见顾延之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柳东岳的面前，把般若斧举过头顶。我认输，般若斧是你的了。噗！太玄圣地大肠老一口老血直接喷了出来，这孙子直接认输了。其他人更是全部傻眼，这是什么操作？就连柳东岳也是当场懵逼，自己还没动手呢，这顾延之就认输了。柳东岳懵逼地看着面前的般若斧，然后给拿了起来，入手温热，竟然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而顾延之也是起身哈哈一笑，然后转身离去。他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马恒和徐云衣服被柳东岳给扒光，两个人只能藏在草丛里露个屁股骂街，丢死个人。他顾延之是要脸的人，他可不想裸奔。而且大长老也说了，不能丢太玄圣地的脸，那他自然就顺手将般若斧给送了，不然也被扒光的话，岂不是丢太玄圣地的脸？而随着柳东岳拿到了般若斧，考核也正式结束，所有人的脚下都发出了传送阵的光芒。片刻之后，所有人都回到了太玄圣地的广场上，而此时此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柳东岳的身上。柳东岳此刻感觉到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目光，有羡慕，有嫉妒，有恨意，有杀意，有不满，有不服，还有惧怕。柳东岳感觉有些人好像是想给自己吃了一样，目光扫过去，发现那些对自己有杀意和恨意的，几乎都是刚刚在风沙谷给自己扒光了的，也难怪他们对柳东岳有这么强的恨意。柳东岳全当时没看见，因为他也没办法解释。师叔啊师叔，你的灵宝是真的好用，但也真的是害死我了。柳东岳苦涩地想着，只能厚着脸皮把目光转向别处。而太玄圣地的几个长老看着柳东岳的眼神就是十分的不满，他们太玄圣的辛辛苦苦的弄了这么大一场考核，结果给这个道门的小子做了嫁衣，甚至连般若斧都赔进去了，他们看柳东岳怎么可能顺眼？奈何当着所有宗门的面也不好说什么，否则太玄圣地的威信何在？今天就算是打碎了牙也得咽下去。考核结束，首先恭喜这次进入前1000名的弟子，接下来我们会开始发放奖励。太玄圣地的大长老走上前来，胸前还沾染着刚刚弃土的血。第101名到第1000名，奖励白银1000两，还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太玄圣地的大长老说道。多谢大长老。众多弟子异常开心，1000两白银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是能买一些修炼丹药的。第11名到第100名的弟子可以获得白银5000两，另外可以获得聚灵丹1枚。消息一出，众人又是开心起来，如此奖励还有聚灵丹，足以让他们的实力更进一步。柳东岳这个时候眼睛都炽热了，前10名的奖励岂不是更好？1万两还是5万两？嗨嗨！大长老咳嗽2声，然后对着剩下的人说道，前10名你们的奖励更为丰厚。听到这话，众人的眼神都亮了。前10名的弟子，你们可以成为我们太玄圣地的内门弟子，由太玄圣地的长老亲自教导，并且传授给你们太玄圣地的顶级武学，获得内门弟子修炼的资源。等你们将来想要离开的时候，还是可以回到以前的宗门的。太玄圣的大长老笑眯眯地说着。此话一出，众人大吃一惊，能进太玄圣地，有这样的好事，
他们都不敢相信这样的馅饼能落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以他们的资质，根本是没有资格进入太玄圣地的，更不要说享用太玄圣地的修炼资源了。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唯有柳东月此刻直接傻眼了。就这，不给钱吗？那个柳东月尴尬地上前一步说道：大长老，我作为第一名，难道没有点别的奖励吗？你这人好贪得无厌。一名太玄圣地的弟子怒气冲冲地走上来说道：你已经得到我太玄圣地的般若斧了，还想要什么？柳东月都要哭了，本以为第一名的奖励会更好，谁知道就拿回去一把破斧头，这玩意他根本不想要啊，还不如换成钱呢。柳东月很想问问周围这些宗门的高层有没有人愿意用银子换他的般若斧，但是柳东月明显看得出来，很多人对般若斧又羡慕又忌惮。柳东月也想得明白，这些人虽然眼馋，却没有几个敢要的，因为这东西本来就是内定给太玄圣地弟子的宝物。柳东月缺心眼，他们可不缺心眼，可不敢要这种烫手的山芋。这回去要怎么和师叔交代啊？柳东月无奈地摇摇头。至于什么成为太玄圣地的内门弟子，柳东月毫无兴趣。长生观、藏书楼，李寒洲泡在藏书楼里一天一夜了，前身根本就是个不看书的货。李寒洲在藏书楼中倒是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书，并且李寒洲发现书中记载着一件让李寒洲很感兴趣的事情，那就是飞升。按照书中所说，浩瀚宇宙充满着无穷大的世界，而当修为达到一定的地步，飞升成仙便是离开这片小世界，可以前往其他的世界。看到这里，李寒洲激动了。若是这样的话，自己岂不是就可以回地球了？自己那3000万还没花你，香车豪宅、美女陪伴，那才是自己该过的人生。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蹉跎自己的青春怎么行时？至中午，李寒洲出来吃饭，在饭桌上，石命和云千竹正在大快朵颐地吃着肉。云千竹满脸的满足，石命则是忧心忡忡看着面前的肉，总觉得自己吃一顿少一顿，吃完这顿估计就会有人上门将他们两个给接走了。李寒洲绝逼是给他们卖掉了。石命，李寒洲这个时候开口说道：来了。石命浑身一僵。什么来了？李寒洲诧异地问。没，师叔你说，弟子听着呢。石命连忙坐好，尽量表现得自己乖一点。你知道怎么才能飞升吗？李寒洲开口问。飞升？石命眨眨眼。李寒洲问这种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是干什么？但是石命还是认真地解释道：飞升自然是需要强大的实力的，听闻不仅如此，还要争夺天命，唯有争夺到天命才有飞升的资格。我们玄天界也已经飞升了好几位前辈了，其中神阙国第一代皇帝就已经飞升成仙了，当年修为突破到了无上破碎境界，在天下瞩目，终白日飞升，所以神阙国才有如今坚定不移的地位。无上破碎，那是什么境界？石命放下筷子，认真地说道。9品之后便是超脱，而在超脱之上乃是通玄大道，再往上便是感悟天地，踏入天罡境，在天罡之后又可成为立仙人，之后便是凝聚半部神池，才能冲击最后的无上破碎，到那个时候就有资格争夺天命。李寒洲听得头都大了，这么麻烦，自己现在才6品修为，飞升有希望吗？师叔，云千竹忍不住说道。躲个赌债而已，用不着飞升吧？吃你的饭。李寒洲无语。师叔，飞升就不要想了，当年七绝剑仙那般精彩艳艳，号称玄天界第一天才，从修炼到举家飞升也是耗费了400多年呢。石命对李寒洲说。等等，举家飞升？李寒洲瞪大眼睛看向石命。你是说飞升还可以带家人的？可以啊。石命点头。那石命，有朝一日你若是飞升了，你愿不愿意带着师叔？李寒洲仿佛看到了希望。自己这辈子不行，但是自己弟子可以啊，自己可以望子成龙。石命听到这个问题不禁一愣，然后木讷地点点头。只要李寒洲不把他卖了，李寒洲说什么都答应。好，看石命答应，李寒洲决定想办法帮弟子提升实力，到时候他们不管是谁飞升了，自己都能离开这里，回到地球享受自己的人生。石命看李寒洲高兴了，也是松了一口气，但是也觉得李寒洲有些异想天开，就凭借他们长生关这个三流小道观，怎么可能出现争夺天命之人？等着师叔多多赚钱，到时候给你们买丹药、买兵器，我就不信不能给你们变成高手。李寒洲信誓旦旦地说。云千竹和石命相视一眼，很是无奈。赚钱，师叔怕又是要去赌了吧？对于李寒洲画的饼，他们也是就敢闻闻，不敢吃。李寒洲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他也不懂得修炼，只能考虑用这种办法砸出来的高手。毕竟不管在哪个世界，钱都是硬通货，赚钱是很重要的。算算时间，你们二师兄也快回来了吧？李寒洲看向远方，距离赌方来收债的日子也不远了。入夜时分，白云城主府，叶子英此刻正在房中修炼，他修炼的乃是上清宗的玉照功，一呼一吸之间，
体内的真气就自动运转，在叶子英的身上此刻还流转着真气的光芒，身体上弥漫着洁白的气息，宛若圣灵。叶子英在上清宗虽然算不得天才弟子，但资质也是上流，年纪轻轻就已经达到7品。玉照公也是修炼到了第3层境界，在上清宗的年轻一代中也是少有敌手。回来有一天了，但是家中那淡淡的妖气始终存在，却是没有露面。叶子英没有办法，只能静静地等待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叶子英突然听到叶清北的一声惨叫，来了。叶子英一步踏出，奔着叶清北的房间而去。只听轰的一声，叶清北的房门都碎了，叶清北从里面跑出来，整个人痛苦不已，捂着自己的头，似乎生不如死。城主府中的护卫们也都冲了进来，但是他们看到这个情况，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散开。叶子英双目闪过一道紫电，顿时就看到在叶清北的身上有一道黑影，正在啃食自己父亲叶清北的灵魂。梦妖看到这东西，叶子英神色一变，旋即体内真气运转，对着叶清北便是一掌拍出，掌心上汇聚着紫色的雷霆，宛若能驱除一切邪祟。砰一声闷响，那梦妖被这一掌给震出去，黑色飘渺的身影被震退10几步，然后抬头冷笑道：玉照公，不过修炼的火候还不够，我还以为来了个上清宗的高手，没想到也不过如此。哼，收拾你足够。叶子英冷冷地看着梦妖，我看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这里，背后到底何人指使？你的问题太多了。梦妖裂开大嘴笑道，我还没有品尝过上清宗弟子是什么味道的，让我尝尝看。说罢直接化作一股妖风和叶子英大战到一起。叶子英也是将自身的真气给发挥到极致，和那梦妖对战。但是叶子英不过是7品的境界，而这梦妖的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8品，凭借玉照功，叶子英勉强能和梦妖抗衡。可是随着时间过去，叶子英的体力有些跟不上了，就连真气都有些枯竭了。渐渐的，叶子英就落入到了下风。爹，你快走！叶子英知道自己怕是拦不住这梦妖，于是想让叶清北赶紧离开。叶清北此刻脸色极为紧张，但是让他把女儿给丢下来离开这里，他根本做不到。砰！梦妖一道掌力轰出，此刻叶子英已经无法阻挡，被这一掌给逼退，忍不住吐出一口血。上清宗弟子不过如此，梦妖笑着说，然后就奔着叶清北走去。爹！叶子英此刻有些后悔自己拖大了，本来离开之前，宗门的师兄还问要不要帮忙，结果自己觉得能在白云城中横行的肯定只是小妖罢了，自己轻轻松松就能解决，甚至连灵宝都没带。结果怎么都没想到，来白云城的梦妖竟然足足有8品，并且是为了对付父亲而来。不许动我爹！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沉闷的声响传来，只见竟然是叶云站在梦妖的身后，手中握着一根长棍，狠狠地敲在了梦妖的头顶上。只不过就凭借叶云的实力，这还不够给梦妖挠痒痒的呢。小子，你还真的很勇啊！梦妖回眸咧嘴一笑，然后仅仅是抬起枯瘦的手掌，就将叶云给打飞到屋里。叶云当场吐血，摔到地上，摔了个7荤8素。云儿！叶清北大声惊呼着。罢了。梦妖回头看向叶清北说道，本来我是想以入梦的形式去寻找一些东西的，但是现在我也懒得自己去找了。你告诉我，九皇子去哪里了？听到这话，叶清北神色一变，然后说道，九皇子的行踪我怎么可能会知道？是吗？梦妖点点头，然后转身走向屋内。你若是不知道的话，我就杀了你儿子，给你提提醒。说完，梦妖将在地上痛苦挣扎的叶云给抓了起来，一只手掐着叶云的脖子，叶云的表情十分痛苦，而梦妖的手掌仿佛下一秒就能将叶云给捏死。住手！叶清北怒吼着，他的青筋暴起，心中也在做着痛苦的挣扎。我给你3个呼吸的时间。梦妖的手掌此刻缓缓捏紧，叶子英看着弟弟被梦妖捏在手中，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梦妖却是听到此刻涨红了脸的叶云仿佛在说着什么。你说什么？梦妖好奇地将脸凑过去。我说你去死！叶云拼了命地喊出这几个字，然后猛然抬起手，不知何时在叶云的手中出现了一道符篆。趁着梦妖完全没有防备，叶云手中的符篆直接就贴到了梦妖的额头上。刚刚叶云倒地的时候，那符篆就在他的手边，虽然他相信叶子英说的这东西很可能就是骗人的，可到了这个时候，叶云还是宁愿赌一把。嗡！刹那间，从那符篆上竟然瞬间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这光芒之下，好似一切的妖魔邪祟都被净化一般。那8品梦妖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叫出来，便是直接被这驱邪符给净化，在几个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化作了飞灰。咣当！叶云掉了下来，甩到地上，猛烈地咳嗽着，然后吃惊地看着地面上的飞灰说道，这驱邪符有用。爹，姐姐，这驱邪符有用啊，
那倒是没有骗我，这幅是真的，他果然是个绝世高人啊。叶子英此时愣愣地望着这一幕，眼前的一幕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道门没落，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甚至如今天下都已经没有正统道门的存在，更是没听说有达到超脱境的道门高手。一张符篆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那可是八品梦妖，仅仅是一道符篆就将八品梦妖顷刻间化作飞灰。那么绘画这符篆的高人又是什么层次的高手？必须要结交一下这样的高手，对于白云城来说只会有莫大的好处。雨儿，叶清北点点头，做得不错，明日就去找到那位前辈，好好的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一定要请到城主府来做客。交给我吧。第一次被父亲夸赞，此刻叶云非常的开心。怎么还没回来？长生关里按理说今天柳东月就应该回来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柳东月的身影，这让李寒舟今天都没有心情看书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让李寒舟十分的无语，原本自己还有6品境界的真气，结果随着自己的灵气增强，那灵气竟然霸道的将自身所有的真气都给吞噬了，仿佛将真气化作了养料。所以此刻的李寒舟身上再无半点真气的痕迹，看上去压根就是个普通人。但是让李寒舟没想到的是，按照自己修炼的北地诀中的解释，自己如今的修为则是达到了炼气期，跟人家完全修炼的不是一个体系。可惜的是，他的北地诀仅仅是内门心法，并没有包含任何的法术。师叔，二师兄回来了。这个时候云千竹从外面小跑着进来。终于回来了。李寒舟眼睛一亮，柳东月带着1000两银子回来了。然而当李寒舟走出院门，却是看到柳东月哭丧着脸，还背着一把银色的大斧头。咋了？李寒舟一愣，没能进入前1000名。啊对，柳东月回来的路上都想好了，与其说自己得了第一，还不如说压根没进去，这样还能好过一点。谁能想到第1名压根就没给什么奖励啊，有了我的7宝葫芦都没能进去前1000名。李寒舟的表情很失落，似乎有些接受不了。1000两银子没了，马上就要到还债的日子了。那白云城里赌坊中可是有高手在，整个长生关算上自己，老弱病残还有未成年，怎么也打不过人家。那斧头哪来的？李寒舟看着那般弱斧，不禁有些诧异，柳东月什么时候改用斧头当兵器了？哦，人家送的纪念品。柳东月连忙说。哈。李寒舟将般若斧给拿过来，在手里掂了掂，不禁有些无语地说道，堂堂太玄圣地，这么大个地方，参与奖就给一把破斧头，哎，罢了罢了，一切都是命，还请师叔责罚。柳东月抱拳说着。算了，怪不得你。李寒舟并没有想要责罚柳东月的想法，毕竟在他看来，柳东月肯定也是尽力了。这长生关一穷二白的，平日里给弟子的营养都不够，他们又怎么可能比得过那些平日里要什么有什么的优秀弟子呢？柳东月也是有些意外，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让李寒舟劈头盖脸给骂一顿了，结果李寒舟竟然没有骂人，好奇怪啊。对了，师叔，你的7宝葫芦在炼制上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柳东月还是忍不住问。问题？李寒舟心中一突突，从7宝葫芦发绿光的时候，李寒舟就觉察到这葫芦可能有问题了，看来这次是因为7宝葫芦不好用，所以才没有拿到名次吧。柳东月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这次的事情给说了一遍，但是省略了自己最后夺冠的事情，他怕李寒舟承受不住。袭人衣服。李寒舟听完之后也是愣了愣，说明书上也没说7宝葫芦有这样的功能啊，自己码的代码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么说，赵家人还有霸刀门的弟子，你都给他们扒光了？李寒舟不禁一怔。是。柳东月讪讪地说着。还有太玄圣地的陆天行等等。李寒舟满脸的黑线，钱没拿回来不说，还得罪了这么多人，要是人家找上门要个说法怎么办？要不大家散伙算了，我回我的高老庄得了。看到李寒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柳东月赶紧说，但是师叔你画的符篆是真的厉害，那陆天行9品的修为，一斧下来竟然都没能破开师叔你的金刚符，师叔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强的修为？话还没说完，柳东月就有点懵逼了，因为此时他才发现李寒舟身上一点真气的痕迹都没有了，宛若是一个普通人一般。啥情况？虽然之前修为也不高，但是起码还有6品的修为呢，怎么现在连1品都没有了？哎，这日子可怎么过？李寒舟压根没理会柳东月说的金刚符的事，在他看来不过是柳东月转移话题罢了，自己画的什么玩意自己能不知道吗？那东西怎么可能有用呢？还挡住9品武者的攻击，听听就算了。师叔到底是怎么了？看到李寒舟回到自己的小院里去，柳东月才问旁边的石命和云千竹，但是两人都只摇摇头，他们也不知道李寒舟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师叔说想飞升。石命对柳东月说。噗！柳东月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师叔不会是病了吧？
柳东岳猜想。没过多久，李寒洲就拿着自己的平金帆出门了。他只能再去白云城一趟，看看能不能再碰到几个冤大头，赚点钱，然后将赌债给还了，你们在家好好的，我出去挣钱去了。丢下这句话，李寒洲就离开了长生关。挣钱。柳东岳轻叹一声，看来师叔病得不轻啊。来到熟悉的白云城，李寒洲先是在街上随便打探了一下城主府的事情。那天他的望气术看到叶云的头顶上凶煞冲天，猜测叶家应该死绝了才是。但是打听了之后，却发现城主府竟然没有半点事情发生。奇怪，李寒洲诧异地自言自语道：那般凶煞竟然都还活着，莫不是我的望气术出了问题？抱着这个怀疑，李寒洲刚想要将摊子给支起来，就听到众多的脚步声出现在自己的身后。李寒洲回眸一看，却是看到足足有20-30人走了过来，为首之人的脸上带着一抹刀疤，显得非常的凶狠。其他的人也都虎视眈眈地看着李寒洲，这不禁让李寒洲心中咯噔一声。从记忆里得知，这些人就是赌场的人。李寒洲，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钱凑得怎么样了？刀疤脸冷笑一声，还有3天就是还钱的日子了，若是不将钱还给我们，你的手就别想要了。这不是还有3天吗？李寒洲皱眉说道：3天之后，我一定将那800两银子还给你们就是了。800两。刀疤脸男子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然后说道：800两只是本金，利息你还没有算呢，算上利息一共是4200两。听得这话，李寒洲沉默了一下，他并没有去争辩，因为他很清楚对方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是自己争辩就有用的。看来自己真的要跑路了。4200两，自己去哪抢？800两银子算利息4200两，好大的口气，是谁允许你们这么算钱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刀疤男身后传来：谁这么大胆子，敢管我们白云赌场的事？刀疤男怒喝一声，然后回头看去，却是看到身后一辆马车上一名少年人正冷笑着看向他们。叶云。刀疤脸一惊，原来是叶云少爷。刀疤脸赶紧客气地说着：这位前辈欠你们多少钱，我帮他还了。此时马车的帘子卷开，叶子英的身影从里面缓缓走了出来，那种强大的气场瞬间压迫而至，赌场众人都吓一跳，没想到是叶子英亲自来了。小姐。众人都恭敬地说了一句。刀疤男也是讪讪笑道：800两，他欠我们赌场800两没还。叶子英没有废话，直接拿出一张银票扔到刀疤男的面前。这里是1000两，拿上银子滚，不要影响前辈的心情。是，我们这就走。刀疤男捡起银票，赶紧带着人走了。李寒洲在一旁看的心都在滴血，自己只欠了800两，那200两怎么就不找了呀？上清宗弟子叶子英拜见前辈。叶子英此刻走上来，对着李寒洲便是恭敬一拜。叶云见过前辈。叶云也是赶紧上来行礼，这倒是让李寒洲有些诧异，这两人不是来找自己麻烦的，帮自己还了赌债，然后还这么客气。因为点啥？免礼吧。李寒洲此刻开启了望气术，看向叶云，赫然发现叶云头顶上那凶煞之气已经消失殆尽，凶煞解了，莫非有人帮他们逆天改命了？多谢前辈赐予我那匹邪符，这才保住了我全家一命。爹爹今日让我们来，请前辈一定要去城主府做客，让我们尽尽地主之谊。叶云连忙说着：请我做客。李寒洲看着两人的样子，沉思了一下，这两个货不会是发现自己被我骗了，然后想把我骗到城主府去，趁着没人打断我30根肋骨吧？也不对啊，我才骗了他们500两，但是刚刚还赌债就还了1000两银子，这也不划算啊。难不成我的辟邪符真的帮他们解决了问题？难不成？李寒洲忍不住想到前世的时候闲得无聊看的一些网络小说，莫非自己是个高手，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画的符其实真的很厉害，其实自己是个天才。就在李寒洲沉思的时候，叶子英也是打量着李寒洲，他发现在李寒洲的身上竟然觉察不到半点的真气痕迹，他更加确定李寒洲是一位绝世高手，因为他曾经在上清宗见过一次上清宗老祖达到那般的境界，同样是深不可测，完全感应不到真气的存在。这位大佬已经达到那个层次了吗？这是家父的请帖。叶子英从腰间拿出一个小布袋，然后手掌从布袋上轻轻划过，便有一张请帖出现在手里。储物袋。李寒洲眼热了，这东西非常方便，属于后天灵宝的一种，可以将东西存放到储物空间之中。李寒洲也很想要，决定之后买材料自己做一个。好，既然叶城主有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李寒洲接过请帖，笑着说：不管怎么说，人家毕竟刚帮自己还了赌债，拿人手短，不去也不好。另外，李寒洲也想看看这位城主找自己有什么事情，说不定还能得到点好处呢。请前辈上车。叶云和叶子英将李寒洲给请上了马车，
然后便奔着城主府去了。不知道前辈出自何门何派？叶子英在车上恭敬地说道。说不定前辈和我上清宗的前辈也有一定的渊源呢。李寒州完全不认识上清宗的人，但是也知道上清宗乃是大门大派。我来自长生关。李寒州也是实话实说。叶子英回忆了一下，记忆中并不认识这么个地方。长生关实在是太小了，3流宗门之中都是末尾的排行，叶子英实在是没听说过。前辈真是低调，如此修为竟然不显山不露水，就连宗门都如此隐秘。叶子英心中想着，原来是长生关的前辈，久仰久仰。叶子英客套了2句，马车很快就进了城主府。李寒州掀开车帘向外看去，城主府中如此华丽，和自己的长生关比起来，自己的长生关真是连狗窝都不如啊！自己一定要好好赚钱，然后将长生关好好的装修一下才行。爹，前辈来了！叶云连忙喊着。多大的人了，还如此咋咋呼呼的让前辈看笑话。叶清北走了出来，先是责备了叶云一句，然后来到马车的面前恭敬一拜。叶清北拜见前辈。叶城主客气了。李寒州走出来打量着眼前的叶清北，从叶清北的身上并未感受到强者的气息。能在白云城中当上一城之主，在神阙国中也必定是一方诸侯。但是李寒州的神魂扫了一下整个城主府，却发现这城主府中并未有什么高手存在，这倒是有些奇怪。堂堂一方城主，府中一个高手都没有，难怪之前血煞之气那么重。前辈请进。来人，上茶。叶清北热情地招呼着李寒州，感谢前辈的救命之恩，昨日若是没有前辈赐予的神符，我叶清北的命恐怕都要交代在这里了。叶清北笑呵呵地说。客气。李寒州听到这话也只是点点头，并未深问，因为李寒州知道能让一方城主殒命的肯定涉及到很复杂的内情，李寒州可不想参与到这样的事情中来，只是敷衍地答应了一句之后就开始品茶。茶叶倒是不错，比起长生关里的茶叶要好上不少。听闻如今道门很少插手江湖事，叶清北此刻认真地问道。就连江湖发布的一些任务也都很少去接，这事可是真的？是。李寒州点点头。那不是很少插手江湖事，那是他们道门的弟子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好吧？别的宗门还能接到一些委托任务用来赚钱，他们长生关如今连香火都快断了，谁肯花钱找他们长生关办事？李前辈清心寡欲，一心清修，也是让在下佩服。叶清北抱拳说着。呵呵。李寒州尬笑一下，他觉得叶清北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找他，但是又不好直接说，所以在这里和他浪费时间。茶很不错。李寒州将茶杯放下，然后说道，还要感谢叶城主今天帮了我的忙，我看天色也不早了，若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告辞了。看到李寒州要走，叶清北却是有些急了。前辈请留步。叶清北连忙说，还有事。李寒州看向叶清北，叶清北对着周围的奴仆和丫鬟挥挥手，示意他们下去。云儿，你先出去。叶清北对叶云说着。啊。叶云没想到就连自己都要出去，这让叶云有些不服气，但是看到叶清北那严厉的眼神，也只能嘟着嘴离开了。叶子英倒是留了下来。前辈，叶某有一件事情想请前辈帮忙。叶清北凝重地说。你可以说说看，若是帮得上忙的话，自然没有问题。李寒州点点头。但若是有危险的话，那就恕难从命了。我知道前辈神功盖世，一身修为深不可测，所以想请前辈帮我送一人出城。叶清北开口说道。我神功盖世，修为深不可测。李寒州一愣，这是从哪听来的小道消息？从这里到城门也不过1个时辰的距离，叶城主想要送人出城，还需要偷偷摸摸的。李寒州笑道。而且我看你女儿的修为就很不错，有她护送还不行吗？前辈莫要开玩笑了，晚辈这点修为在前辈面前根本什么都不算。叶子英苦笑着说。叶清北也是无奈的说道。或许前辈会好奇，为何我白云城主身边连个高手都没有？其实之前我城中也有几位9品高手，甚至还有超脱境的强者在，但是在半年前的一战中全部战死。我本以为半年的时间相安无事，结果没想到麻烦又来了。如今我白云城没有可用之人，只能拜托前辈出手帮忙。我这白云城早已被人盯上了，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人给送走，唯有前辈这样的高手才能做到。叶清北说完，站起身来对着李寒州恭敬一拜。叶城主真的高看我了，我可没有这样的本事。李寒州赶紧拒绝。开玩笑，你的人都战死了，现在还被人盯上，你要护送的人得多危险？我这点本事，护送你要送走的人，那不是找死吗？李寒州表示送不了一点，必须拒绝。若是前辈答应帮忙的话，我愿意送上2万两银子当做报酬。叶子英这个时候上来说道。之前李寒州被赌场的人逼债，加上李寒州身上的道袍都破破烂烂了，
叶子英就猜测李寒舟应该是缺钱的。然而这样的强者缺钱，一定是因为太低调了，又不愿意作恶，所以人品上完全可以信得过。只是叶子英也在赌，希望李寒舟真的是愿意为钱出手，否则他们白云城真的是给不出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到底要护送什么人？李寒舟心动了，2万两，完全能给长生关都好好的装修一下了。看到李寒舟松口了，叶清北和叶子英不禁眼睛一亮，是一位年轻人。叶清北连忙说道，只要将这位年轻人送到30里外的松林中就可。李寒舟又沉思了一下，我的辟邪符真的将那个妖物彻底杀死了。对啊，叶子英不知道李寒舟为什么这么问，但还是说道，那8品的梦妖在前辈的符篆面前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了，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好吧，我答应下来了。李寒舟点点头，多谢前辈。那什么时候动手？叶清北有些激动。不急。李寒舟伸出手，然后掐指盘算一些事情。他的实力虽然不行，但是李寒舟知道自己在前世学的那些道法如今是可以用的，既然他的符篆能用，那他就准备用一些特殊的办法将人给送出城去。但是此刻还需要一些天时才行，所以在李寒舟盘算了片刻之后，李寒舟说道：“3日之后，我送此人出城。”3日。叶清北沉思片刻，然后点点头：“那就有劳李前辈了。”叶清北郑重地抱拳说着：“这2000两银子就算是给前辈的定金。”叶清北拿出来2张1000两的银票递给了李寒舟。这怎么好意思啊？李寒舟一边说着，一边将银票接过来，然后放到了自己的袖袍中，脸上洋溢出了热情的微笑。这一下给叶清北都弄得不会了。叶清北觉得李寒舟和自己平日里遇到的那些高手还真的是不一样，非常的特殊。李寒舟带着钱离开了城主府，承诺3日之后肯定会来。一直到李寒舟走了之后，叶子英看着李寒舟的背影说道：“爹，这李前辈的性格还真的是有些古怪，没有一点前辈高人的样子呢。”叶清北没说什么，只是将几张纸拿出来扔到桌子上。这是什么？叶子英拿起来好奇地看了看，旋即叶子英脸色一变。这纸上面写的是李寒舟的事情，叶清北作为一城之主，自然更容易调查清楚一个人。嗜赌成性，不学无术。叶子英看着纸上的描写，不禁有些诧异，这上面的描写真的是李寒舟吗？爹，李前辈怎么会是这样的人？而且上面写他只有6品的修为，可是叶子英很是不解，若是6品修为，那他应该看得出来才是。不知道。叶清北也是摇摇头，我调查到的李寒舟和今天见到的这个李寒舟不太一样。叶清北说道，那符篆能瞬间就将8品的梦妖给斩杀，按理说他应该是有大本事之人，但是查到的关于他的资料又觉得像是个骗子。但是爹也是没有办法了，只能选择赌一把，希望他能将九皇子给带出白云城吧。爹，实在不行的话，我回宗门请我师尊。叶子英连忙说。不可。叶清北连忙拒绝，九皇子的消息不能泄露。叶清北皱眉道，神阙国中的势力错综复杂，就连你们上清宗也和神阙皇室有扯不清的关系，一旦有人知道九皇子的行踪，九皇子的命就危险了。他未来是要继承大统的人，倘若在为父的手中发生意外，那爹就是神阙国第一罪人。那李寒舟虽然调查的资料上十分不靠谱，但是根据调查，长生关这么多年来和其他的宗门以及神阙皇室没有半点关系，这李寒舟是目前唯一干净的人。但是子英，叶清北看向叶子英说道，那李寒舟帮九皇子出城的时候，你要跟在身边，不怕1万就怕万一，倘若到时候你发现这李寒舟有问题，是个浪得虚名的家伙。说到这里，叶清北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杀机，然后比划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叶子英点点头，明白。李寒舟手里有了钱，没有着急回长生关，而是去了一趟神机商会。神机商会遍布整个神阙国，乃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势力，并且在神机商会中号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李寒舟本来是想要去买个储物袋的，今天叶子英用储物袋的时候，真的给李寒舟眼馋得够呛。然而一个仅仅是1立方米大小的储物袋就要5万两白银，这个价格给李寒舟吓得下巴都要掉了，这也太贵了，他就算是拿到了全部的报酬也买不起啊。正当李寒舟心灰意冷的时候，他看到有卖半成品的储物袋的，也就是专门卖给灵宝师的，灵宝师可以买回去撰写符文，然后将这个半成品储物袋给变成真正的储物袋，仅仅是需要500两一个。李寒舟没有犹豫，直接就买了下来。买不起成品的，大不了我回去自己做嘛。紧接着又在神机商会中订购了许多的肉、菜、米，还有调味料，让神机商会的人给送到了长生关去。紧接着又给自己买了一套新衣服，有心想给柳东月还有石命他们也买一套，但是李寒舟实在是不知道他们的尺码，决定等回去以后再给他们银子，让他们自己下山来买。我回来了。回到长生关之后，李寒舟喊了一声，
只是石命和云千竹不知道跑哪玩去了。柳东岳正在砍柴，手中一把柴刀劈的都快要卷刃了。师叔，柳东岳拍了拍手，赶紧站起身来。不是有太玄圣的发的那个斧头吗？怎么还有这柴刀？李寒洲看着旁边那锃明瓦亮的斧头不用，还用这钝刀，一时间有些觉得好笑，感觉柳东岳是舍不得用新斧头。这柳东岳一愣，用神兵榜上排名第47的般若斧砍柴，不太好吧？让太玄圣的知道了，太玄圣主还不气到吐血啊！以后这斧头太玄圣帝肯定是会想办法要回去的，现在也只不过是暂时在自己的手里罢了。太玄圣帝之所以现在没上门要，无非是因为斧头才刚刚送出去，这么快就弄回去，怕是外面的人会说3到4柳东岳生怕给这斧头弄坏了，把整个长生关都卖了也赔不起了。瞅你那小气的样子，我跟你说，师叔我现在是有钱人了，以后长生关的日子都会好起来的。李寒洲随手丢出10两银子到柳东岳的怀里，然后说道：叫上石命还有小云千竹，明天带你师弟师妹下山去给他们买套新衣服。多谢师叔。看到怀里的银子，柳东岳眼睛都亮了，心想这还真的是太阳系变出来了，李寒洲竟然给他钱了。好好修炼，争取早日到达那个什么无上破碎的境界，然后带着你师叔我飞升。李寒洲拍了拍柳东岳的肩膀，鼓励着。柳东岳都懵逼了，给了10两银子就让我飞升，太为难人了吧？师叔你不要开玩笑了。柳东岳苦笑着说道，我们长生关的心法和武学如今废了大多半，几乎都不能修炼，能修炼的也都是平平无奇的功法，凭借那东西想要飞升，那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个嘛，李寒洲知道柳东岳说的也是，如今天地灵气封锁，而长生关的功法几乎都是用灵气催动的，所以现在能用的功法真的很少。不过李寒洲也很奇怪，他们都修炼不出来灵气，为什么自己修炼就能修炼出灵气来？莫非自己是什么万中无一的体质？李寒洲感觉若是不解决这个事情，还真的没有办法飞升，就没有办法回到地球了，自己的3000多万财产还没享受呢。你等我研究研究。李寒洲丢下这句话就进屋去了。他现在有更感兴趣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做一个储物袋出来。半成品的储物袋，李寒洲只要用自己的神魂撰写符文就行了。有了制作7宝葫芦的经验，第2次李寒洲也勉强算是轻车熟路了。所以仅仅是2个时辰之后，李寒洲就松了一口气，他的储物袋做好了。伴随着储物袋之中升起一股黑烟，预示着储物袋完成。这么大的空间，李寒洲看着自己的储物袋，里面最少有10个立方。不过李寒洲抓起说明书看了一眼，奇怪地说道，说明书上说储物袋制作好了，里面会弥漫出青烟，之后就代表着储物袋完成了。为什么我的储物袋冒黑烟？放点什么进去看看。李寒洲抓起银票就想放进去，但是抬到半空中的手停住了。不行，万一这储物袋有什么问题，银票进去之后碎了怎么办？李寒洲摇摇头，准备找个不值钱的东西试试。而碰巧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云千竹的声音：师叔，师叔，吃晚饭了，今天晚上有鸡腿吃。等李寒洲从屋内走出来的时候，桌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好菜。李寒洲今天带回来不少的好吃的，云千竹和石命2个小家伙忙活了半天，做了这一桌子。柳东岳也是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丰盛的饭菜了，3个人口水欲滴。但是李寒洲还没上桌，他们自然是不能先动筷子。吃吧。李寒洲坐上来，开口说完，掰下来一个鸡腿放到了云千竹的碗里。师叔先吃。云千竹赶紧将鸡腿给夹了回来。在云千竹看来，这些好东西都是师叔在外面努力弄回来的，肯定很辛苦，不管是赌博还是怎么得来的，理应李寒洲先吃。好好。李寒洲笑了笑。云千竹这个小丫头虽然年纪小，但是真的很懂事。李寒洲拿起鸡腿咬了一口。云千竹和石命2人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菜没那么好吃，但好在是食材不错，也不难吃，起码比李寒洲刚穿越来天天吃菜叶子强。看着手里咬了一口的鸡腿，李寒洲突发奇想，拿出了储物袋。储物袋。看到储物袋，柳东岳眼睛一亮，这东西是好东西啊，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大宗门的弟子身上有这样的好东西，柳东岳也是眼馋。师叔能炼制出储物袋了？柳东岳着急地问。算是成功了。李寒洲将手中的鸡腿轻轻放到了储物袋的袋口，然后储物袋中冒出一道黑烟，直接就将那鸡腿给吞噬进去了。成功了。李寒洲眼睛一亮。不是，师叔你等等。柳东岳赶紧摆摆手。我也见过别人的储物袋，人家都是冒出青烟，将东西收进去，怎么师叔你的储物袋冒的是黑烟？柳东岳想到了自己冒绿光的7宝葫芦，总觉得李寒洲炼制的储物袋有些不对劲。你那7宝葫芦就是个意外，但是这是个储物袋，这东西又没有什么攻击力，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就是颜色不同吗？李寒洲笑着说道。你不信，我把刚放进去的鸡腿拿出来给你看看。说完，
李寒洲掌心一股灵力汇聚，然后神魂进入到储物袋中，就要将那个鸡腿给拿出来证明一下。然而，没有，我鸡腿呢？李寒洲一愣，自己的鸡腿不见了。然而，此刻在李寒洲的储物袋中放着一个奇怪的东西。李寒洲不记得自己的储物袋里放过这种东西啊！他手中光芒一闪，黑烟漫过，在李寒洲的手中就出现了一朵复杂的莲花模样的东西，入手冰凉，给人一种幽森的气息，并且上面的零件精细的令人发指，沉甸甸的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杀气。这东西一出现，直接让在场几个人都震惊了。什么玩意？我鸡腿呢？李寒洲懵逼了，自己的鸡腿不见了，结果出现了这么个玩意。师叔，柳东岳猛地站起身，下意识地后退2步，一脸惊恐地说道：这是唐门第一杀器，千命鬼莲，你是从哪弄来的？这玩意整个唐门也就一个，传闻是唐门的镇宗之宝之一，怎么会在师叔你手里？唐门的镇宗之宝？李寒洲打量着手里的玩意，他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会在他的储物袋里。师叔，云千竹眼巴巴地看着李寒洲，你突然这么有钱，是把唐门给偷了吗？师妹，你太看得起师叔了。石命则是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李寒洲没有说话，他将这个千命鬼莲给放到了一边，然后随手在桌子上拿起一个碗，将碗给放到了储物袋里。果不其然，碗进入储物袋之后又消失不见了。然而下一刻，李寒洲从储物袋里又拿出来一个丹炉，整个丹炉上缠绕着青龙，非常的霸气，其中还蕴含着丹香。青龙百焰。柳东岳一怔，这不是药王谷九指神医孙耀先前辈的丹炉吗？师叔你不光偷了唐门，还偷了药王谷。柳东岳瞪大眼睛，一脸恐惧。这2个宗门哪个都不是他们长生关能得罪的。奇怪，李寒洲不理解自己的储物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于是李寒洲第3次想要拿起桌上的吃的再尝试一下，结果石命和云千竹赶紧将菜都给挪到自己面前去了。师叔，再拿我们就要饿肚子了。云千竹死死地盯着李寒洲。好好。李寒洲没办法，走进自己的屋里，看了看书架上的一些藏书，发现竟然还有一本画本，叫我背着师娘和师父双修的那些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李寒洲不禁啐了一口，前身真的是没点正事，然后毫不犹豫地将这本画本给扔到了储物袋里。储物袋照例冒出黑烟，然后紧接着李寒洲将东西拿了出来。咦，这次对了。李寒洲将画本给拿出来，不禁有些惊喜，自己的储物袋终于正常了。然而李寒洲突然发现这书不对，还没等李寒洲回过神来，手中的储物袋竟然在这一刻轰的一声碎了。我的储物袋！李寒洲脸色一变，储物袋怎么会碎了？储物袋虽然是后天灵宝，但是完全没有使用次数限制，怎么就碎了呢？师叔，你没事吧？听到声音，3人赶紧进屋来，就看到李寒洲愣在那里，然后手里还攥着一本书。没事，就是储物袋莫名其妙的就碎了。李寒洲有些无语，果然是自己炼制的东西质量不好吗？随手将手里那本书给扔到桌子上，李寒洲决定好好研究研究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这是什么？柳东岳好奇地凑上去看了看那本书，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大天象诀。师叔，这是星罗国镇国的功法，你这又是从哪弄来的？柳东岳差点一口气上不来，晕厥过去。星罗国，石命也是吃了一惊。是曾经被神缺打败的那个星罗国吗？是，星罗国无比强大，虽然败给神缺，但是星罗国依然是有一批人还好好的活着，如今隐藏在云荒之中。这大天象诀就是他们最厉害的功法，传闻修炼出来可以呼风唤雨，威力非凡。柳东岳给解释着。这么厉害？李寒洲看着这本书，到现在他都没想明白这功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验了几次也没有发现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规律，就好像是自己的东西随机就变成了这些东西。然而储物袋用3次就碎掉了。突然间李寒洲似乎有了个好主意，于是说道：既然这功法这么厉害，而我们长生关的功法你们又没有办法修炼，不如你们修炼这个东西得了，这样我们长生关就会强大起来，你们将来飞升的希望也就大了很多。听得这话，柳东岳神色一变。师叔你莫要胡说，这是星罗国的功法，若是我们修炼这个功法被人发现，就会被人认定是星罗余孽，怕是要遭受到整个神阙国的追杀，这么麻烦。李寒洲有些失落，本以为是长生关的机会来了，还有更麻烦的事情呢。柳东岳哭笑不得。青龙百焰、大天象诀还有千命鬼莲，这3种东西都出现在我们长生关，若是让人知道了，我们长生关怕是要惹来大麻烦，不管是药王谷还是唐门，或者是云荒之中的星罗余孽，我们都招惹不起啊。师叔，你这东西从哪弄来的？你还是给人还回去吧。李寒洲看着这几样东西也是有些头疼。还回去？说的简单，怎么还？
再炼制个储物袋，东西放进去，万一再出来了不得的东西呢？万一神阙皇帝的传国玉玺出来了怎么办？再说吧，先吃饭。李寒州目前也没有办法。几个人忧心忡忡地吃着饭，谁都没有吭声。他们时不时地偷看李寒州，似乎是在猜想着李寒州到底做了什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传来：“柳东岳在吗？”几个人抬头望去，发现是一名紫衣人正从门外走了进来，是九原镖局的人。石命看着来人对李寒州说道：“我是柳东岳。”柳东岳赶紧站起身，同时也有些好奇，九原镖局的人是来送信的，居然会有人给自己写信，这么多年来还真是第一次遇到的稀罕事。会不会是大师兄来的信？云千竹好奇地问。只见九原镖局的人从包里翻了半天，然后找出来3张帖子。柳东岳是吧？签收一下。九原镖局的人拿出一张单子递给柳东岳，然后说道：“这张是霸刀门送来的拜帖，还有这张是赵家的，还有一张是岳山宗的。他们说这是挑战帖，7日之后要来长生关和你比武切磋。”啥？柳东岳手一哆嗦，笔都掉了。霸刀门和赵家还有岳山宗的人要上门找自己切磋。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谁知道他们竟然还要上门挑战，这不纯纯的来报仇来了吗？自己不过是5品的修为，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啊？完了完了，这次怕是要被他们给打死了。自己在太玄圣的将他们给扒个干干净净，这次他们要是不把自己的屎给打出来，都算自己拉得干净。九原镖局的人走了，柳东岳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坐在了地上。挑战帖。李寒州看着3张帖子，顿时也明白过来，这3个宗门是来报仇来了。长生关还真是好久没那么热闹了。师叔，救我！柳东岳眼巴巴地看着李寒州，然后说道：“师叔，是因为你的7宝葫芦，我才得罪这么多人的，你可不能不管我啊！”这……李寒州无奈地说道：“我怎么管？我也打不过啊！要不你练练这个呢？”李寒州将那本大天相诀给拿出来，递给柳东岳。师叔，你不要开玩笑，柳东岳可不敢练这玩意，到时候不光要被神阙的人追杀，没准星罗国的高手都要追杀他。那你用这个。李寒州将千命鬼莲递给柳东岳。师叔，这玩意用了，怕是后果不堪设想啊！这3个宗门来的人恐怕都得死。柳东岳哭笑不得，开玩笑，这可是唐门第一暗器，给这些弟子都杀了，他们还不连手给长生关都灭了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李寒州皱了皱眉，然后看了看那青龙摆宴，突然说道：“我看这还有个丹炉，要不我炼制一些丹药给你吃，帮你提升一下实力，这样没准你就能打得过他们了。”啥？柳东岳瞪大眼睛看着李寒州。师叔，你还会炼丹？李寒州沉思一下，炖过红烧肉算吗？师叔，你别闹了。柳东岳没想到这种时候了，李寒州竟然还有心情和他开玩笑。没闹。李寒州转身从书架上拿出来一本《炼丹初级指南》，然后说道：“你看，我有这个，按照这上面的方法炼制，其实就不难，你等着就好了。我连灵宝都能炼制出来，炼制个丹药算什么？”李寒州自信满满。师叔啊，你炼制的灵宝问题就不小。柳东岳连忙说：“灵宝还好，就算是出了点岔子，但是问题不大。可是丹药若是炼制不好，会把我吃死的呀。师叔，你上次给我的金刚符很厉害，你不如再给我画几张，这样他们就打不死我了。”符啊！李寒州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这个技能，但李寒州还是摇摇头。金刚符虽然能保证你不死，但是你纯挨揍啊。那师叔，你有没有能攻击的符篆？你可以给我一点。柳东岳满脸期待地看着李寒州。李寒州依然摇头，他的符篆到底有多大的威力，他自己也不清楚。那叶云仅仅是凭借自己的辟邪符，就将一个8品的梦妖给斩杀了。自己的确有攻击手段的符篆，比如五雷符、镇关符等等，但是这东西威力不好说，万一给人家弟子劈成灰了，这不还是招惹强敌吗？一个不小心把长生关给劈了也不好啊。况且看到了这个青龙摆宴，李寒州的确很有兴趣试试炼丹。哎，没救了。柳东岳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入夜时分，北川城街道上的一处小酒馆还亮着灯，在那酒馆之中，一名头戴斗笠的中年人正在喝着酒，一人一壶酒，背饮寂寥。然而酒馆中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就连外边的街道上也都慢慢没了声音。小二，再来一壶酒。男子对着店里喊道，但是半晌过后却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声音。呵呵。中年人冷笑一声，突然间手掌一探，从那袖袍中猛然飞出无数的飞针，直奔着对面房屋。每一根飞针都凝聚着极强的内力，竟然瞬间将对面的房屋都洞穿，伴随着惨叫的声音。动手！一声动手，刹那间不知道多少的剑矢飞来。男子纵身一跃，一掌举天，直接将整个屋顶给轰出一个洞口。
而下一刻便是已经出现在了屋顶上。可是似乎对方早已料到，漫天的暗气如同暴雨一般袭来。哼！男子冷哼，挥手间也是无数的暗气飞出，直接和半空中的暗气碰撞着，动作流畅丝滑，丝毫没有拖泥带水。都出来吧！男子大喝一声，话音一落，3道身影便是出现在屋顶上，站在男子的对面。3长老、4长老还有执法堂主，看着对面来的3人，男子笑了笑。唐门还真的是看得起我，3位通玄境高手竟然一起出手，看来今天是吃定我了。执法堂主走上前一步，皱眉说道：周子音，你本是我唐门最杰出的弟子，结果竟然叛出唐门，还杀了你师父，你真是禽兽不如。今天我们就要清理门户。哈哈哈哈！唐门最杰出的弟子，男子突然狂笑起来。既然我是最杰出的弟子，那么为何千机孔雀翎的制作方法只传给了小师弟，而不是传给我？我不服，这么多年任何好事都是小师弟的，都没有我的份。既然如此，这样的唐门不带也罢。至于那个老东西，杀了就杀了，他一直不肯松口，将女儿嫁给我，为什么？我是那么的优秀？周子英的面目狰狞起来。你已经没救了，你乖乖束手就擒吧。3长老摇摇头。周子英冷笑道：若是换作平时，你们3个一起来，我肯定不是你们的对手，但是现在正好借助你们试试千命鬼莲的威力。千命鬼莲，3人听到这个词当即脸色大变。4长老怒道：千命鬼莲消失，果然是你偷的。没错，这唐门第一的暗器如今就在我手中，正好用你们3个老东西试试这第一暗器的威力。周子英大喝一声，腰间的储物袋光芒一闪，周子英的手里立刻出现一物。见识见识我的千命鸡腿吧，能死在唐门第一暗器千命鸡腿下，也是你们3个没有白在唐门。咦？周子英突然脸色一变，自己从储物袋里拿的分明是唐门第一暗器千命鬼莲，这个鸡腿是哪来的？还是被人咬了一口的鸡腿？卧槽！我暗器呢？看着周子英竟然举着一个鸡腿对着自己3人，还扬言要杀死他们3个，唐门执法堂主气的胡子都吹起来了。周子英，你胆敢侮辱我等，受死！说罢，执法堂主一步踏出，真气弥漫，瞬间让周围的空间都震荡起来。掌法如风，唐门白玉掌轰然而出。周子英脸色一变，对方可是通玄境强者，自己也不过刚刚达到超脱，根本不可能是这老贼的对手。原本自己最大倚仗的千命鬼莲也不在手，此时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跑。然而当他刚转过身，3长老和4长老的身影便是如同鬼魅一般的出现在他的身后，两人的手掌直接摁在了他的肩膀上，浑厚的真气瞬间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砰！白玉掌轰到了周子英的后背上，周子英当场喷出一口鲜血，全身的经脉都被这一掌给震得粉碎。周子英将千命鬼莲交出来！执法堂主怒喝一声。周子英此刻紧紧咬着牙关，他死死地盯着手里的鸡腿。此时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储物袋里的千命鬼莲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鸡腿。我恨！周子英大吼一声。快说！3长老手掌成爪，直接抓到了周子英的肩膀上，咔嚓一声，周子英的锁骨都被3长老的手掌给捏到裂开。周子英疼得满头大汗，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本来按照自己的计划，自己得到了千命鬼莲，就算是有唐门高手追杀过来，自己也不怕，有千命鬼莲在手，唐门来多少人他就杀多少人，然后只要逃出天阙，逃到云荒之中，以后天高任鸟飞了，自己和唐门就再也没有关系。结果不知道哪个孙子居然偷了自己的千命鬼莲，并且还换成了鸡腿。最可恶的是鸡腿还是咬过一口的，简直是侮辱自己。要杀要剐随你便。周子英恶狠狠地看着3人，他也知道自己说千命鬼莲不知道在哪，他们3个老东西也不可能相信。3长老和4长老相视一眼，眼神中都露出怒意。带回去。执法堂主淡淡的说道，唐门之中有无数的刑罚等着他，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周子英被带走了。唐门这样的势力本就被无数人暗中盯着，所以这样的事情一出，立刻就在江湖上传开了唐门的周子英背叛宗门，并且盗走了千命鬼莲。这件事在江湖上也是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只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李寒洲并不知道这件事。这2天，李寒洲一如既往的在看书、钻研炼丹，看看怎么能帮柳东岳把实力提升上来。然而柳东岳这几天闷闷不乐，觉都睡不好，总觉得李寒洲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仿佛是在看什么实验的小白鼠一样，闹得柳东岳都想要离家出走了。白云城主府，叶清北脸色微沉地坐在大厅中，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爹！这个时候叶子英走了进来。爹，你找我？叶清北沉声说道。今天已经到日子了，按照李寒洲所说，他今天应该来送九皇子出城的。爹，
送酒皇子肯定是要等到晚上才行，白天耳目太多了。叶子英说：“我派人监视长生关几天了。”叶清北说道：“这3天，李寒舟根本就没有出过长生关，并且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每天就是在屋子里看书。我现在都怀疑这李寒舟是不是耍我。他说要准备3天的时间，结果这3天的时间又什么都不做。送酒皇子出城乃是大事，现在想想，我真的太草率了。爹，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叶子英沉思了一下说道：“这样吧，我现在就去长生关，我看看那李寒舟到底搞什么鬼。去吧，若是那李寒舟想要搞事情的话，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叶清北也是动了杀心。放心。叶子英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城主府，奔着长生关去。一匹快马仅仅用了2刻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长生关之外。这就是长生关。叶子英看着这山门上长生关的3个字都已经快要看不清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地方居然也是个宗门。你找谁？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来。叶子英抬头看去，发现在山门口附近竟然有一个小姑娘正在那里。小姑娘身上穿着道袍，模样尤为可爱。你好，我找李寒舟李前辈。叶子英上前说着。哦，你找师叔呀？那我带你去。云千竹笑着说。有劳了。叶子英笑着问道。你也是长生关的弟子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云千竹。云千竹仔细打量了一下叶子英说道。姐姐，你好漂亮呀。没有女人不喜欢被夸的，叶子英的内心自然也是开心。想了想，从腰间的储物袋里拿出来一把长剑。这把剑送给你。叶子英将剑递了过去。哇，好漂亮的剑。云千竹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把剑。此剑是云间铁锻造的，削铁如泥。叶子英将剑递了过去，这是他刚刚修炼的时候家里给他特意打造的剑，但是现在他已经用不上了。多谢姐姐。云千竹连忙道谢。叶子英看着云千竹的样子，心中暗道，这长生关如此的贫穷，这小姑娘估计也没见过什么好的兵器吧。云间铁的剑对于长生关来说应该就算是神兵了。三师兄，你看我的剑是这位姐姐送给我的。此刻云千竹看到石命从对面走来，赶紧给石命炫耀着。哦，蛮漂亮的。石命意外地看了看叶子英，然后抱拳说道。多谢这位姑娘送我师妹神兵。不客气。叶子英说道。三师兄，你干什么去？云千竹问。没有柴火了，我去砍点柴，你先回去吧。石命说完，扛着斧头就走了。好的师兄。云千竹对叶子英说道。姐姐，我们走吧，前面就是师叔住的地方了。然而此刻叶子英整个人懵在那里了，他的目光完全凝聚到了石命扛着的斧头上，甚至叶子英忍不住揉了揉眼睛。般若斧？不会吧？叶子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神兵榜上排名第47位的般若斧吗？不是听闻般若斧之前在妖族的手中，前段时间太玄圣主亲自出手大闹妖族，将这般若斧给抢了回来，怎么会在长生关？千竹妹妹，那斧头是哪来的？叶子英怀疑自己看错了，赶紧问云千竹。斧头吗？云千竹眨眨眼，不知道叶子英为什么要问一把破斧头，但还是说道。从太玄圣的拿回来的呀。果然。叶子英惊呼道。前段时间听闻太玄圣的举办弟子大比，你们长生关也参加了？是啊。云千竹说道。二师兄去参加了，是师叔让他去的。叶子英的内心很是震撼。太玄圣地的弟子大比，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叶子英都高层说了，那是为了给陆天行铺路的，还有申宗傲这类的强者，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没想到最终居然落到了长生关弟子的手中。背后是李寒舟推动的吗？李寒舟为什么想要这般弱斧？明知道太玄圣主要为弟子铺路，李寒舟居然横插一杠，莫非李寒舟有什么密谋？他和太玄圣的有仇？此时叶子英更加断定李寒舟不简单，那么多天才弟子参加的考核，就连陆天行居然都败给了长生关弟子，那看来你二师兄很厉害了。叶子英不动声色地说着，看似随意的闲聊，实则是想要探一探长生关的底。二师兄吗？云千竹小姑娘丝毫都没有什么心眼。二师兄的实力并不强呀，就只有5品修为。这次要不是师叔给他炼制了灵宝，还送了他一道符传，他才不会去呢。云千竹嘟着嘴说道，结果就带了一把破斧头回来。听到这话，叶子英的内心大为震惊。5品修为，5品修为竟然夺得了太玄圣地的考核。等等，你说你师叔炼制了灵宝给你二师兄？叶子英怀疑自己听错了对啊。云千竹眨眨眼说着。叶子英看得出来云千竹不像是会撒谎的样子，此时叶子英的目光看向远处，原来他们都低估了李寒舟了。他不仅实力超群，竟然还是个灵宝师，并且在灵宝师的实力上也是不弱，一个5品修为的弟子用李寒舟的灵宝竟然能力压群雄，
甚至连年轻一代中的陆天行都给镇压，足以说明一切。这李寒州到底是什么人？不显山不露水，这么多年来，整个东岩州都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甚至这么多年来都扮猪吃虎，扮演成一个废物的形象。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次为何突然又出手了？而且并且首先将目标就放到了太玄圣地上。不管如何，等这次回到上清宗之后，一定要将这件事上报给宗门才行。想到这里，叶子英也是从马上下来，在这样的大佬面前，自己骑马过去，显得太不礼貌了。姐姐，到了。云千竹带着叶子英来到前面的小院，然后对着里面喊道：“师叔，有客人来了。”叶子英站在小院的门口，看向里面，没有想到李寒州住的地方竟然如此贫苦，一身通天的修为，还会炼制灵宝，这样的强者竟然过着这样的生活，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返璞归真吗？找我？谁啊？李寒州从屋内走出来，然后就看到叶子英站在门口。叶小姐。李寒州看到是叶子英来了，赶紧招呼她过来坐。叨扰前辈了。叶子英恭敬的抱拳说着，然后就走了进来。千竹，去泡茶。好的，师叔。云千竹跑开了。李前辈，今天前辈是答应我们城主府要送人出城的，您可还记得？叶子英开口问。自然是记得。李寒州笑着说道。因为送人的事情是在晚上，所以我也就没有着急，本来是想等着吃过晚饭就去白云城的，没想到你先来了。前辈别误会，我不是来催促前辈的。叶子英连忙说道。只是家父一直敬仰前辈，说这次能看到前辈出手，必定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想让我跟在前辈的身边学习学习，不知道前辈是否介意？你确定要跟着来？李寒州的表情突然变得古怪起来。若是前辈介意，晚辈就不打扰。叶子英赶紧站起身说着。我倒是无所谓。李寒州笑着说道。只不过我的手段有些，我是怕吓到你。前辈大可放心。叶子英也是笑了，自己是上清宗弟子，什么东西没见过？就连剑仙都见过，还有什么东西能吓到自己？那好，那吃过晚饭，我们就去做准备吧。李寒州说着。是，有需要晚辈帮忙的地方，就请李前辈吩咐。叶子英说道。那你帮我摘菜吧。是。等等，摘菜。对啊，要吃晚饭了，石命那小子砍柴去了，晚饭只能我亲自做了。你来帮我洗菜摘菜，我晚上做点好吃的给你尝尝。李寒州笑着说。好。叶子英尴尬地答应着。她作为白云城主府的大小姐，更是上清宗的弟子，哪里做过这样的事情？将2盆菜给摘好，让叶子英感觉比和几个人打了一架还累。李寒州则是轻车熟路，切肉炒菜一气呵成，动作比大厨还要娴熟，看得叶子英在一旁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样的高人竟然还会做菜，做的还有模有样的。本来叶子英不打算吃饭的，毕竟平日自己吃的也不多，结果还是没忍得住，李寒州做的菜实在是太勾人，叶子英最终没忍住吃了2碗。吃过以后，叶子英都怀疑李寒州以前是不是在哪个酒楼里干过，还真是一个谜一样的男人。渐渐的，天色渐晚，李寒州回到屋子里，不知道在准备着什么，叶子英就在外面等候着，一直等到了很晚的时候，叶子英看了看时间，眼看都要午夜了，不禁有些着急的说道：李前辈，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走了？等会。里面传来李寒州的声音。叶子英没办法，只能继续等。又等了近1个时辰的时间，李寒州的门终于开了。前辈，我们回白云城吧。叶子英连忙说。不，我们先去别的地方，然后再回白云城。李寒州的身上背着一个布袋，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去哪里？随我来吧。李寒州交代石命他们在道观中好好的，自己出去忙点事情。几个人都点头答应了。叶子英满心好奇的和李寒州离开了长生关，一路奔着西边去。2人一路向西，整个寂静的夜变得十分安静，官道上都看不到任何的人影。一路上李寒州都没有说话，叶子英总觉得莫名的有一种冷意传来。前辈，我们这是去啊？2人走了半个时辰，叶子英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前面就是了。李寒州指着前面。叶子英定睛望去，前方有一片树林，到处都是萧条的柳树，整个树林中此刻都没有半点声音，这种气氛甚至有些诡异。前辈，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叶子英虽然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总觉得这里仿佛有什么不对劲。借东西。李寒州带着叶子英走进树林，看着前方一条宽阔的道路。李寒州掐了掐手指，又抬头看了看月光，此时月光已经被遮住，四周寂静又黑漆漆。时间差不多到了。说完这句话，李寒州从布袋中拿出柳树的叶子，手指在那柳树的叶子上划过，刹那间仿佛有金光凝聚的字出现在柳叶上。还没等叶子英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只见李寒州将柳叶擦到了自己的眼皮上，同时另一片柳叶也擦到了叶子英的眼皮上。
李寒州手中印诀一出，大喝一声开。随着李寒州一声开，叶子英浑身一颤，忍不住一个激灵。此刻在叶子英的耳边竟然传来了一股悲鸣的唢呐声，这种声音响彻在这夜里，显得非常的凄凉。仅仅是片刻间，叶子英就感觉自己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的？然而还没等叶子英开口问，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叶子英双腿都发软了。原本前方空无一物的柳林中，竟然出现了一支仪仗队。为首的人吹着唢呐，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脸色苍白如纸，脸颊上还画着2个红色的腮红，双眸中没有半点生气，尤为瘆人。而跟在他们后面的人一样，他们穿着喜服，如同僵尸一样的走着，手中敲打着各种乐器，发出那种悲鸣的声音。更为可怕的是，在后面还有一个红色的轿子，轿子上贴着喜字，完全像是有人结婚嫁娶。可是谁家会在这大半夜的吹打着这种古怪的声音，然后嫁女儿啊？这可是大半夜啊，莫不是撞鬼了？果然有用。李寒州见到这一幕倒是没有害怕。自从他发现他的道术在这个世界能用之后，李寒州就知道自己肯定能看到这个世界的鬼魂，并且李寒州这2天也尝试过一下，的确是在山中看到了一些孤魂野鬼。之前掐指算过，今天的阴气最重，并且还算到有鬼新娘今天就要嫁娶，所以李寒州才带着叶子英来了。李寒州倒是不怕鬼，因为李寒州很清楚要怎么对付鬼。前辈，我们撞鬼了。叶子英此刻吓得小脸有些煞白，她毕竟还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场面？在这个玄天界中，有人族，有妖族，有魔族，但是从未听说过有鬼。这种东西一直以来都是小说志怪之中才存在的东西，用来吓唬人的。叶子英没有想到，这天地间竟然还真有这种东西。如今真的看见了，叶子英当真是全身毛骨悚然。这种未知的东西太恐怖了，而且李寒州竟然能带着自己撞鬼。看到这种东西，这李寒州到底是什么人？害怕了。李寒州笑着说。叶子英喉咙滚动，虽然没有回应李寒州的话，但是却悄悄地后退了一步，忍不住抓住了李寒州的衣角，就像是个受惊需要人保护的孩子。此刻那花轿好像是没有看到李寒州2人一样的继续往前走。李前辈，他们过来了。叶子英这个时候紧张的连声音都在颤抖，他甚至有些后悔今晚来这里了。然而此刻李寒州从布袋中拿出来一个铜铃，叮铃铃。随着铜铃响起，所有人全部都侧目过来，眼睛盯着李寒州和叶子英。叶子英只感觉寒气瞬间逼来。活人蓝鹰叫，此刻从那轿子中传来了一个很细的声音，声音有些瘆人，让人听了很不舒服。对不住。李寒州走上前一步，抱拳说道，今晚有事，想要见你的人还有你的鹰教一用，我知道你今晚成亲，就麻烦这位小姐走着去吧。你找死！鹰教中的女子勃然大怒，瞬间从里面飞出2道红绫，直奔着李寒州杀来。然而李寒州淡定地看着这一幕，手掌一翻，便是一道八卦镜出现在掌心中，借助天空上的月光照射下来，八卦镜折射出的光芒瞬间轰向那红绫。砰！一声炸响，那红绫竟然轰然炸开。而李寒州此刻拿出一根蜡烛，一道印诀，蜡烛直接点燃。李寒州手指点在蜡烛上，蜡烛上的火焰直接出现在李寒州的手指肚上，旋即顺着那炸开的红绫的轨迹，竟然直接化作火蛇喷了过去。火焰将整个柳树林都给照耀，如同白昼一般。火焰烧到了鹰教中，鹰教之中传来了一声惨叫，紧接着一个红衣服的新娘就从鹰教之中飞了出来，狠狠地摔到了地上。这一幕给旁边的叶子英看得呆若木鸡，这是什么手段？他怎么看不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神秘的道门手段吗？那鬼新娘此刻感觉到无比的憋屈，但是他也看得出来，李寒州身怀大本事，刚刚若不是李寒州手下留情，他刚才就被那2道火蛇给吞得阴魂溃散了。借还是不借？李寒州淡淡的问。你这是借，你这是抢。鬼新娘虽然看不清脸，戴着红带头，但是声音变得委屈了很多。等事情完事，我给你超度，如何？李寒州笑着说道。做鬼有什么好？不早点好好的去投胎，转世重新做人，难道不香？哼，超度。鬼新娘冷笑一声，看来你根本不清楚，这世间的轮回早已碎裂，哪里来的转世投胎？罢了，这鹰叫你拿走吧，我走着去成亲就是。轮回碎裂。李寒州听到这话不禁一愣，然后赶紧掐指算了一下，顿时脸色有些古怪。还真的是，他算出来这女人的确是没有投胎的命，哪怕是自己强行超度也没有办法送她去投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诡异的世界。我走了。鬼新娘看着李寒州有点害怕，起身就飘走了。而剩下一些仪仗队的人，他们好像是没有任何的意识一样，依然是站在那里。
李寒洲索性也不去所想，手中的铃铛按照一种特定的节奏去摇动，那些仪仗队的人竟然慢慢的调转方向，奔着白云城的方向去。前辈，他们奔着白云城的方向去了。叶子英刚刚真的是大气都不敢出，此刻看到所有的鬼都走了，这才敢开口说话。那我们也回去吧。李寒洲对叶子英说道。好，我们快点回去吧。叶子英再也不想在这种地方待着了，阴森森的，万一待会再出来个什么玩意怎么办？叶子英纵身一跃，便是施展出自己的轻功飞去，这让李寒洲一愣，这妮子是真的怕了啊。本来李寒洲想说自己不会轻功的，但是突然想起来，原神的修为虽然不强，但是起码轻功是修炼过的，只是李寒洲穿越过来之后就没有试过。此刻李寒洲也是将体内的灵力提起，然后施展出长生观的雨布九星法，刹那间李寒洲感觉自己身轻如燕，周围的风都好似强烈起来，仅仅是一个眨眼的功夫就出现在了数百米之外。好快！李寒洲有些惊喜，没想到自己还能施展轻功呢。哪个男人没有个轻功的武侠梦呢？前辈，你慢点，晚辈跟不上啊。叶子英刚刚仅仅是看到一抹残影，李寒洲就跑前面去了，那速度太快，根本不是他能跟上的。哦，李寒洲只好放慢速度，等着叶子英。2炷香之后，李寒洲和叶子英就回到了白云城主府。爹，我回来了。叶子英回到了城主府，才终于感觉到有了一种安全感。怎么了？叶清北看到叶子英的样子，突然觉得有些奇怪，自己这个女儿平日冷冰冰的，一副尽在掌握的样子，怎么看样子好像有点奇怪，竟然有了一点小女儿的姿态，就像是受了什么惊吓一般。叶城主，李寒洲此刻也走上来。李前辈。叶清北看到李寒洲走过来，也是抱拳一拜，然后若有若无的看了看叶子英。叶子英看到叶清北的眼神，也是微微点点头。叶清北这才放心下来，看来李寒洲是有真材实料的，已经得到自己女儿的认可了。女儿的实力虽然还不是很强，但是在上清宗这几年眼光还是有的。既然叶子英觉得没问题，那应该就没有问题。有劳李前辈了。叶清北侧过身，在叶清北的身后是一间小屋，他走过去，轻轻地敲了敲门，模样尤为恭敬。进来。里面传来了一声淡淡的声音。叶清北这才毕恭毕敬地打开了门，然后示意李寒洲先进去。李寒洲看到叶清北如此恭敬的样子，也是有些好奇。走进屋子里，整个屋子很是简陋，而在最中央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青年人。那青年人正在看书，仅仅是看上一眼，李寒洲就看得出来，这青年的身上竟然有一股帝王之气，原来是一位皇子。李寒洲知道此人必然不是神区皇帝，但是又有帝气护身，那就肯定是一位皇子了。青年将书放下，打量着眼前的李寒洲。今晚之事就有劳先生了。青年起身客气地说，对于叶清北安排的人，他还是很相信的。敢问这位公子怎么称呼？李寒洲开口问。雨清扬。清扬公子。李寒洲客气地说了一句。听到这个姓氏，李寒洲也确认了，的确是皇室之人，因为雨姓就是神阙皇室的姓氏。公子。叶清北有些着急，刚想说什么，却是被雨清扬抬手阻拦住，说道，既然要李前辈带我离开白云城，那自然要对前辈坦诚相待。是。既然雨清扬都这么说了，那叶清北也自然不好说什么了。先生，我们现在走吗？雨清扬开口问道。不着急，再等等。李寒洲笑着说。等。雨清扬有些好奇，是要等什么？然而话音一落，李寒洲突然看向门外，说道，来了。刹那间，一股阴风吹来，将房屋的门都给吹开。叶清北见状，赶紧走上前去，就要将门给关上。然而此时叶子英却是浑身汗毛又竖起来了，他瞪大眼睛看着门外，此刻那吹吹打打的众鬼又来了，还抬着那瘆人的红色鹰叫。只是叶清北却是看不见，而且竟然和那些仪仗队撞了个满怀，却是穿透叶清北的身体走了进来。他们来了。叶子英赶紧躲到李寒洲的身后，浑身都在发抖。他乃是上清宗的弟子，一身玉照功，也是修炼的不错，哪怕是遇到妖族或者是魔族，他也敢上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丝毫不会畏惧。但是面对鬼怪这种东西，叶子英却是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子英，怎么了？叶清北好奇地看着叶子英，怎么突然那么害怕？叶清北看着四周，并未发现有什么东西。此刻雨清扬也是好奇地盯着前方，但是任凭他睁大了眼睛，也看不到前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李寒洲也没有废话，直接从身上的布袋里拿出来一张符，抬起手直接贴到了雨清扬的眉头上。雨清扬瞳孔一缩，立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而这个时候，雨清扬的肩膀上还有头顶上分别燃起了一把火。公子，你……看到这一幕，叶子英惊讶地看着雨清扬。雨清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却见李寒洲又从布袋里拿出来一个小瓶子，
然后对着雨清扬两个肩膀上的火焰一吸，雨清扬双肩上的火焰就直接飞到了李寒洲手中的小瓶子里。而随着2道火焰下去，雨清扬感觉自己的身上好像少了什么似的。可是没等雨清扬反应过来，他便是看到了前方的众鬼。饶是雨清扬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猛然看到这一幕，也是吓得后退2步，瞪大眼睛，露出一丝恐惧。公子，你怎么了？叶清北看到雨清扬的样子，吓了一跳。李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叶清北赶紧问李寒洲。没事，就是看到了一些东西吓到了，问题不大。李寒洲对雨清扬说道。吓到了吗？这雨清扬的确是吓到了，他不可思议地看向李寒洲。这难道是鬼？一些小鬼罢了，我叫来送你出城的。李寒洲指了指雨清扬额头上的符篆，说道。这是封命符，我用这符篆暂时封印住了你活人的气息，待会你就上这个阴教，然后我会让这些小鬼送你到30里外的松林去。我坐在这里面。雨清扬看着那大红花轿，总觉得阴森森的，仅仅是看着都觉得心里毛愣愣的。公子，这是喜轿，是前辈晚上特意给你抢过来的。叶子英忍不住说道。原本轿子里有个鬼新娘，人家今晚冥婚，现在只能走着去了。嗨嗨，雨清扬咳嗽一声，木讷的点点头。我看你也是有修为在身。李寒洲打量了一下雨清扬，憋气没有问题吧？自然是没问题。雨清扬点点头。上了轿子之后，你要一直屏住呼吸，千万不能泄了气，否则被你的阳气一冲，那明路就会不稳，很容易就把你暴露出来。到那个时候会不会被人发现，就看你的运气了。李寒洲交代着。先生，我记住了。雨清扬凝重地说。上去吧。李寒洲指了指。看着那红色的轿子，雨清扬狠狠咽了一口口水，他还是觉得瘆得慌，但是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离开被监视的白云城了。所以雨清扬也是鼓足勇气，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便是奔着红色的轿子走去，掀开帘子上了轿子。对于李寒洲和叶子英来说，他们是看到雨清扬上了轿子，但是对于叶清北来说，他却是眼睁睁看着雨清扬凭空消失在了自己的面前。不过从刚刚他们的对话中，叶清北似乎也听明白了，仿佛有什么东西来接雨清扬了，而且这东西是自己看不见了。既然自己看不见，那其他人应该也看不见。走吧。李寒洲手中的铃铛一摇，众鬼便是吹拉弹唱又起来了，带着雨清扬离开了城主府。雨清扬坐在阴教中，偷偷看向外面，却是发现自己竟然穿墙而过。如此神奇，让雨清扬对李寒洲有了莫大的兴趣。这是什么神仙手段？我们也跟上去吧。李寒洲对叶子英说道。只要将他安全地护送到松林，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叶子英此刻咽了咽口水，指了指自己，尴尬地问道。我也要去吗？李寒洲一愣，这不是你家拼尽全力也要保护的人吗？你都不跟着过去看看的吗？子英，你说的这什么话？你当然要去了，要保证公子安全到达松林才行。叶清北沉声说着。是，爹。叶子英有点想哭，真想让李寒洲也给叶清北开一下天眼，看看那玩意到底有多么恐怖，看他能不能还说得如此理所当然。两人骑着马，就慢慢地跟在阴教的后面。大晚上，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跟着一群鬼，叶子英总觉得心突突的，于是便开始找话题和李寒洲聊。前辈，这世间真的有这东西，怎么一直以来都没有听说过呢？就连我们上清宗都未曾有记载过。因为你们看不到。阿里寒洲平静地说。阳间和阴间本就是两个世界，人走人路，鬼走冥道，自然是没听说过。那这些东西会对人出手吗？叶子英紧张地问。小的时候听过一些志怪小说，据说恶鬼害人，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都说了是志怪小说了。李寒洲摇摇头。你看不见鬼，鬼就没有办法伤到你，除非是有极强的实力能扰乱阴阳，才有可能和这东西碰上。你不用担心。哦，叶子英这才安心了不少，这东西不会害人就行。但是李寒洲此刻还在想之前那个问题，这个世界很奇怪，轮回到底是怎么碎的？李寒洲和叶子英跟着阴教出了城，李寒洲就隐隐约约感觉到城门附近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们，只是目光在他们的身上扫了扫之后就不再看了。不过依然是探子写了消息送出去，白云城主之女叶子英午夜出城，身边有人跟着，身份不明，但是未曾发现九皇子的身影。消息就这么散了出去，而雨清扬也就这么出了城。门口的那些人就是等着找雨清扬的吧？出了城，李寒洲开口问。是。叶子英点点头。看来他们根本没有发现公子已经出城了。不过李寒洲的目光却是看向远方。李寒洲的望气术看向远处，总觉得今晚这条路上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只是李寒洲也早就做了一些其他的准备，也算是李寒洲对这个世界的一次重要尝试。30里的距离，说近不近，但是说远也不算远。阴教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但是按照李寒舟的计算，在天亮之前肯定是能到松林的。破月湖，这是通往松林的必经之路。破月湖边，这里点燃着篝火，将这漆黑的夜给点亮。在那篝火的旁边坐着一名中年男人，男人的神情很专注的正在擦拭着他的刀，手中那洁白的手帕将刀的每一处都给擦拭得非常仔细，那专注的眸子中蕴含着一抹不易觉察的冷血之意。出来吧。男人此刻头也没抬，只是对着空气淡淡的说了一句。话音一落，在对面的一处山崖上，一名白衣男子施展轻功飞下，他的身影宛若鬼魅一般，在那天空上托起一道残影，仿佛万千的分身一般，而下一刻就来到了篝火旁边，身法之快简直令人啧舌。赵千秋。白衣男子看着篝火旁边的男人，开口问道：许久未曾在江湖上听过你的消息，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没想到竟然又出现在神阙国，这次来你是想要做什么？跟你没关系吧？赵千秋头也没抬，似乎根本不给这白衣男子的面子，起码跟你们太玄圣地没有任何的关系。赵千秋缓缓道：不是来找你们太玄圣地的麻烦的，我和你这位太玄圣主井水不犯河水，你没有必要盯着我。你们积血阁的话，能相信太玄圣主冷笑一声？你们积血阁做过的脏事难道还少吗？更何况你赵千秋一位天罡境的杀手来我太玄圣地的领地，你让我怎么放心？不放心又如何？赵千秋道：太玄圣主前段时间大闹西亭州的事情我也听说了，将般若府从神牛山给抢了回来。那神牛山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神牛山的人可不是吃素的，你抢回般若府必定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回来之后你太玄圣的举办弟子考核，你都未曾露面，你必定是受了伤。你觉得受了伤的你，我想做什么，你能拦得住我吗？太玄圣主听到这话，眼睛顿时眯了下来，下意识的就后退了半步。因为赵千秋说的是对的，自己在神牛山的确是受了伤，虽然说已经恢复了不少了，但是高手过招，一点因素都有可能败北。赵千秋乃是祭血阁的高手，天罡境巅峰的修为丝毫不比自己弱，真的动起手来，全盛时期固然是不怕，但是现在动手自己输面非常大。不过若是他真的打太玄圣地的主意，也没有那么容易，这里毕竟是太玄圣地的地盘，真的拼命的话，他赵千秋也讨不到好。仿佛觉察到了太玄圣主有那么一丝忌惮，赵千秋轻笑着摇摇头：放心好了，我懒得和你打，我接的任务目标并不是你，就算是杀了你也没有人给我钱，我才懒得在你的身上浪费我的时间和力气。你的目标到底是谁？太玄圣主沉吟一下问道。你管的有点多了。赵千秋继续擦拭着他的刀。太玄圣主看向那把刀，神兵榜32位，秋藏。死在这把刀下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太玄圣主感觉到有2个气息在靠近，便是此时赵千秋身影一动，就已经来到附近的一棵古树的树顶上。这漆黑的夜色对于他来说仿佛没有任何的阻碍，他的目光宛若鹰隼，远远的看到2个人正在奔着这边骑马来。不是。赵千秋皱了皱眉。而这个时候太玄圣主也是来到了树顶上，他也看到了奔着这边来的叶子英和李寒舟，叶清北的女儿。太玄圣主看见叶子英的时候就有了印象，小丫头很是灵性，他们太玄圣地当初也很喜欢，只是太玄圣地的功法大开大合，主要以符法为主，叶子英不喜欢，最终去了上清宗。如今再看叶子英，竟然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这么大半夜的，叶子英这是要做什么去？至于叶子英旁边的那个人，太玄圣主和赵千秋压根都没有关注，一个连半点真气痕迹都没有的人，仅仅是个普通人罢了。赵千秋转身就准备回去，他收到的任务是要斩杀很可能出现在神阙国9皇子，至于其他人，他没有任何的兴趣，并且也没有收那个钱。鹰教之中，宇清扬一直在闭气凝神，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宇清扬的脸色突然有所变化。他之前受了伤，还没有好彻底，平日里养的倒是还挺好，可是此时闭气这么久，让宇清扬突然有些扛不住了，一股气劲从身体之中涌上来。宇清扬终于还是没憋住，忍不住咳嗽了起来。嗨嗨，2道咳嗽的声音传来，宇清扬泄了阳气。随着这2道咳嗽声传来，整个鹰教以及周围的小鬼全部都从明路之中脱离而出，仅仅是片刻之后，那些小鬼也都身体摇晃，似乎不肯往前走了。仅仅是那么一瞬间的时间，赵千秋和太玄圣主全部都感应到了，有一个陌生的气息突然出现，但是紧接着又快速的隐匿起来，只不过隐匿的并不高明，若是仔细感应的话，还是能感觉到残留的气息的。目标来了。赵千秋的目光中闪过一抹兴奋之色，他等了2天，等的就是这个人。只见赵千秋瞬间拔刀，刀光纵横长夜，直接奔着刚才露出气息的那个地方劈砍而去。那弯月的刀芒瞬间将整个官道都给横空斩断，刹那间虚空震荡，
众多小鬼和鹰叫完全消失，而雨清扬也是直接从鹰叫中跌落出来，掉在了地上。不好！后面不远处的叶子英看到这一幕，当即神色一变，雨清扬被发现了，而且出手之人的实力好强，仅仅是刚刚那一道刀芒就证明来人的实力非常强。泄了阳气了。李寒舟在一旁看着，也是摇摇头。刚刚雨清扬咳嗽，阳气泄露，直接将他的身体从明路之中给震了出来。不过有人要杀皇子，李寒舟不禁感慨，生在皇家还真的是很麻烦，平平凡凡做个百姓很好。终于让我等到了。赵千秋身影缓缓飘落，来到了雨清扬的面前。雨清扬看着来人，感受到对方那通天彻地的实力，根本不是自己能抗衡的。此人是何人？太玄圣主并未见过九皇子，所以也没有出手，只是站在树顶上看着下面的事情。是赵千秋。叶子英脸色一变，他感觉今晚九皇子真的要完了。祭血阁的高手赵千秋，天罡境，此人的名号在江湖上也是令人闻风丧胆，手中更是握着神兵秋藏，葬在这把刀之下的亡魂不知道有多少。李前辈，救救公子！叶子英此刻只能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到李寒舟的身上。李寒舟骑在马上，倒是没说什么，他只是盯着前方。他知道眼前这个人肯定是个高手，但是具体高到什么地步他也不清楚。今晚李寒舟也想试试自己的实力到底能不能战斗，若是能救下来，这九皇子自然是好；若是救不下来，那自己的轻功也很不错，跑掉肯定是没问题的。受人之托，收你头颅。赵千秋缓缓抬起手，就要将雨清扬的头颅斩下。雨清扬有些绝望地闭上眼睛，面对赵千秋这样的高手，自己根本就没什么机会。然而就当赵千秋的刀要落下的时候，天空中竟然一道雷霆轰落，那雷霆化作咆哮的银蛇，张开血盆大口撕咬向赵千秋。赵千秋此刻神色未变，身影倒退，手中的刀直接斩向那雷霆。轰！一声巨响，那赵千秋的实力的确强横，这一道雷霆竟然硬生生被赵千秋给劈开。只是赵千秋也没有那般从容，他脚下的地面都均裂开，手中的秋藏刀更是嗡嗡作响，上面还缠绕着细微的雷弧，不停地颤抖。赵千秋感觉自己的手臂此刻都在发麻，怎么会突然降临一道天雷？太玄圣主也是有些吃惊，是有高人出手。是谁？雨清扬也是吓了一跳，但是看到有人出手，雨清扬便是纵身一跃，起身直接来到了叶子英和李寒舟的身边。李先生，让你的心血白费了。雨清扬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李寒舟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送他出城，一切都顺顺利利的，结果是因为他的原因最终导致失败，如今还要面对祭血阁的高手。无妨，李寒舟倒是显得无所谓。公子没事吧？叶子英赶紧上来说。我没事。雨清扬担心地说道。主要是连累你们两位了，此人不好对付。叶子英忍不住看了李寒舟一眼，刚刚别人或许没看清楚，但是叶子英看清楚了，刚才是李寒舟出手，一道符篆直接化作天雷降临，将赵千秋给逼退的。那赵千秋可是祭血阁的高手，李寒舟竟然一副退敌，他到底什么实力？李寒舟此刻看了看前面的赵千秋，他能感觉赵千秋应该是个挺厉害的人，只是具体有多厉害，李寒舟没有什么概念。自己的天雷竟然被此人一道斩断，也不知道是他太强，还是自己真的太弱。是哪位出手？不如出来一见。赵千秋此时目光警惕地看向四周，但是他却始终感应不到任何人的气息。此时竟然如此诡异，哪怕是来了一位立仙境，自己也不至于觉察不到才对。别找了，是我。李寒舟此刻骑马上前一步。你看到李寒舟站出来，赵千秋和后面的太玄圣主都愣住了，这不是个普通人吗？此时他们才注意到李寒舟身穿道袍，看起来像是个道士，道门的人。这世间还有真正的道门，如今大多身穿道袍的人都是在江湖上招摇撞骗之人，如今冒出来个真的不成。此人我保了，还希望这位兄台退去吧。李寒舟客气地对着赵千秋说。道长开玩笑了。赵千秋眼眸微眯，我祭血阁接的单子没有半路放弃一说，既然道长要护着他，那我也就只能赔本多杀一个人了。赵千秋再度抬起手中的刀。你可以试试。李寒舟镇定自若地看着赵千秋，本来以为自己面对这样的高手，生死之战自己可能会紧张，但是李寒舟此时发现自己非但没有紧张，骨子里竟然还有一种热血，李寒舟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有一个武侠或者修仙的梦想吗？是的吧，否则在地球的时候也不会多年如一日的在修炼那个根本修炼不成的北地诀了。如今既然自己有本事了，那怎么能不试试这种江湖呢？反正打不过就跑呗。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寒光闪过李寒舟的眼睛，赵千秋出刀了。他的刀很快，强大的刀势瞬间碾压上来，
李寒洲感觉四面八方都是这赵千秋的刀势，自己仿佛置身于此人的领域之中一般。落，李寒洲也没有客气，手掌一挥，顿时36道五雷符直接从手中飞出。李寒洲双手凝聚印诀，天罡五雷阵，36道符转刹那间化作恐怖的雷霆，瞬间凝聚大阵镇压下来，密密麻麻的雷光仿佛下了一场雷雨，当场就将那无尽的刀势给轰得粉碎。赵千秋的刀势瞬间破碎，整个人脸色一变。轰轰轰，天空之上雷霆轰然而落，追着赵千秋杀去。一道雷霆之下，巨石轰然破碎。赵千秋万万没想到李寒洲竟然能释放出这么多的雷霆，这雷霆的威力他是感受过的，不是那么好扛的。所以赵千秋直接施展出轻功快速的闪躲，同时真气涌现刀身，连出数刀和那咆哮的雷蛇抗衡，宛若末世降临一样。这一幕看得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就连太玄圣主都震惊了。这是什么手段？36道雷霆竟然汇聚成了一个阵法，专门追着赵千秋劈。赵千秋的刀芒锋利无边，但是竟然无法一道将雷霆斩落。血落七杀，砰砰砰，7道刀光虚影连续将3道雷霆给劈碎，但是第4道雷霆轰杀而来，赵千秋一口真气提上来，挥舞着手中的刀，只能硬拼。砰！赵千秋噔噔噔后退了数十步，此刻的模样尤为凄惨，头发已经凌乱，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身上还弥漫着一种焦味。噗！赵千秋没忍住喷出一口血。前辈好强！叶子英惊呆了，那可是赵千秋啊，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天罡境的修为已经是顶尖的那批高手了，结果竟然在李寒洲的手中如同丧家之犬一样。此人到底是谁？太玄圣主忍不住看向李寒洲，内心的惊愕不比叶子英要少。李先生竟然这么强！宇清扬也是眼睛一亮，这都没死。李寒洲没想到这赵千秋竟然这么强，居然可以在自己的天罡五雷阵中活下来，只是稍微受了点伤，倒是我小看了你。此刻赵千秋死死地盯着李寒洲，没想到东岩州竟然还有你这号人物，是我孤陋寡闻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季血阁要杀的人就一定要杀。说罢，赵千秋的储物袋中直接飞出一道画卷，不好，是灵宝。叶子英惊呼一声，是暴风图。宇清扬也是心中一惊，灵宝。李寒洲忍不住看向那东西，那一幅画也是灵宝吗？自己的那个初级灵宝指南上怎么没有？开！赵千秋一步踏出，真气涌现，直接将手中的画卷给打开，尚未看清楚那画卷中画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从那画卷中竟然涌出一股暴风。暴风一出，整个天地似乎都在被暴风席卷，妖风飒飒吹拂过来，几乎让人都睁不开眼睛。前辈，这是暴风图，里面的风会瞬间增强，到时候就不是风，而是无尽的刀。叶子英连忙对李寒洲说着。噗嗤，一棵古树当场就被暴风给吹成齑粉。这暴风图的威力简直令人不敢相信。李寒洲此刻手臂挡着眼睛，突然发现自己的衣服竟然也被这风暴给切开了。我的新衣服！李寒洲当即生气了，这衣服可是自己新买的，打架归打架，你撕我衣服干什么？这道袍3两银子呢。李寒洲压根都没想起来自己做的七宝葫芦不知道撕裂了多少人的衣服。嗡！一股精纯的灵力从李寒洲的身体涌现，手掌一挥，一股玄妙的力量竟然徒手将这风暴给撕裂开，并且众多的风暴竟然以李寒洲的手掌为中心全部汇聚过去。风暴在半空中形成气流漩涡，好似一片大海一样，最终幻化成一条条长河汇入李寒洲的手掌心上。叶子英等人突然就感觉不到风了，一抬头看到这一幕不禁有些错愕。什么？赵千秋看到自己的暴风图释放出来的刀锋竟然被李寒洲给收纳手掌中，不禁有些不敢相信。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赵千秋此刻声音都有些颤抖。太玄圣主也是倒吸一口气。星罗国无上秘法大天象诀。叶子英和宇清扬也是忍不住后退一步。李寒洲竟然会大天象诀，他和云荒的那些人是什么关系？李寒洲之前得到了大天象诀之后也是好奇这功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这几天闲来无事的时候也翻了翻，倒是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能施展出来。大天象诀修炼到极致，可以操控天象之力，风雨雷电自然之道。也正是因为这样，星罗国的强者掌握了这样的力量之后，被天下人视为真正的天子，天道的代表，甚至影响到了神阙国的人。神阙国才对星罗国发动了战争，神阙就是要证明在世人眼中这个真正代表天地的国家也并非那么无敌，唯有他们神阙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如今再看到大天象诀，他们自然是把李寒洲和星罗国余孽给联系到了一起。砰！那无尽的风暴在汇聚到李寒洲手掌中之后，便是当场溃散。
看到李寒洲手中的风之力溃散了，在场的人又是一愣，此人的大天象诀仅仅是修炼个入门。太玄圣主不禁有些诧异，大天象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是能将天地之力汇聚，更是能够操控，甚至演化成各种形态，威力极强。而李寒洲仅仅是将风汇聚过来，暴风图中那般强烈的暴风已经被李寒洲掌控，若是李寒洲出手反击的话，赵千秋此刻的状态怕是根本挡不住。结果没想到李寒洲竟然将得到手的暴风给散尽了，足以看出来李寒洲仅仅是修炼到了一点大天象诀的皮毛，根本没修炼的有多么高深。可是饶是如此，能修炼大天象诀也足以说明李寒洲不是常人。然而此时李寒洲的目光却是落到了赵千秋手中的暴风图上，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错，这灵宝值得研究研究，若是能将赵千秋手里的暴风图给抢过来就好了。噗！就在这个时候，赵千秋又忍不住吐了一口血，刚刚被李寒洲伤了，如今又强行催动暴风图，此刻他的伤势的确是有些重。赵千秋已经有想要退走的心思了，因为若是这个时候不走，待会李寒洲又是几道雷符下来，足以将他给轰杀。虽然心有不甘，但是今天刺杀九皇子的任务已经失败了，若是不走，自己也要交代在这里。任务固然重要，但是自己的命更重要，我们后会有期。赵千秋说完，转身就准备走。宇清扬上前一步，他看着赵千秋的背影，开口说道：李先生，此人在我神阙国内杀了很多人，不知道前辈可否出手将此人给留在此地，免得他再出去作恶。对，李前辈，用你那个雷劈死他。叶子英也是赶紧说着，曾经就连上青宗的高手都有人死在这赵千秋的手里。没有了。李寒洲摊摊手，我的五雷符已经用完了，就带了这么多，他现在想走，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宇清扬和叶子英也是傻眼了，好不容易将赵千秋这般人物给重伤了，难道就让他就这么走了？要知道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多。只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刚刚走出不远的赵千秋竟然又折了回来。你的雷没有了。赵千秋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来，不禁冷笑道：那我还走什么？他看得出来，李寒洲的攻击手段似乎就只有那个雷符厉害，其他的手段好像并没有什么，虽然会大天象诀，但是只是个皮毛，完全不用担心。虽然自己现在身受重伤，可是没有攻击手段的李寒洲根本不用惧怕。至于后面的太玄圣主，此人更是不用担心。太玄圣主他敢去西庭州抢神牛山，但是他不敢轻易招惹季血阁，神牛山的人不敢随便来东年州，可是季血阁无孔不入，为了太玄圣地，他也不会轻易出手。更何况他根本不认识九皇子，自己的胜算还是很大的，那小小的叶子英不过7品修为，完全可以无视。不好！叶子英和宇清扬看到赵千秋又回来了，当即脸色一变。前辈，叶子英只能将希望全部都放到李寒洲的身上，希望李寒洲还能有什么别的手段。只是李寒洲的身上的确是没带什么别的灵符了。受死！赵千秋知道不能夜长梦多，也懒得废话，拼着重伤之身杀向宇清扬。只要宇清扬死了，神阙黄兜里的那位就会给自己很多的钱，不知道这玩意行不行。李寒洲看赵千秋又要杀人了，于是从布袋里面拿出来一个东西。刚刚冲上来的赵千秋看到李寒洲手里的东西，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瞪大眼睛，怎么都不敢相信，李寒洲的手里竟然拿着千命鬼莲。这东西他曾经见过一次，唐门凭借千命鬼莲连斩2个天罡境高手，这玩意不是唐门至宝吗？怎么会在此人手上？赵千秋此刻哪里还顾得上杀宇清扬，转身就想跑，可是此刻李寒洲看到千命鬼莲上面的按钮，便是按了下去。刹那间，无数的恐怖暗气从那千命鬼莲中激发出来，那漫天的暗气仿佛是一片片的花瓣，直接形成了一片巨大的花海，密密麻麻直接将赵千秋给卷在了其中。这一幕尤为震撼，花海冲击着赵千秋，任凭他的真气如何的雄浑，都挡不住这千命鬼莲的轰杀。仅仅是2个呼吸的时间，他的真气就被破开，然后就再也没有了气息。而在斩杀了赵千秋之后，那无尽的花海竟然汇聚到一起，仿佛是一条大河，再度回到了千命鬼莲之中，非常的神奇。这就死了？李寒洲都没有想到，这赵千秋就这么死了。叶子英和宇清扬也是惊掉了下巴，千命鬼莲不愧是唐门最强暗器，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威力。太玄圣主在暗中越来越猜不透李寒洲的身份了，懂得大天象诀，有唐门至宝千命鬼莲，他到底是什么人？不过这千命鬼莲的威力的确是很强，虽然说赵千秋之前就受了伤，但是能顷刻间将一个重伤的天罡境强者斩杀，也足以说明这东西的威力。李寒洲没想到千命鬼莲意外的好用，只不过当这些花瓣回到千命鬼莲之中之后，千命鬼莲的形态似乎发生了什么变化。李寒洲发现这千命鬼莲竟然不能再用了，也不知道是进入到了冷却期，还是说需要什么电池之类的东西，反正这东西太过精密，
李寒洲没有研究明白。此刻他也不再研究，将千命鬼莲扔回到布袋里，然后纵身一跃，就来到了赵千秋的尸体旁边。看着赵千秋那千疮百孔的尸体，李寒洲不禁感觉一阵恶心。这还是他第一次杀人。此时心中的热血已经撤去了大半。李寒洲回头看向不远处还在震惊中的两个人，李寒洲不禁问道：官府不会找我麻烦吧？两人顿时有些无语。李先生放心，官府不会管的。宇清扬赶紧说着：开玩笑，死的是天罡镜，官府敢管？那就好。李寒洲将赵千秋身上的储物袋给拿了下来。他刚刚看到赵千秋将那暴风图给收到储物袋里去了，这东西李寒洲是很有兴趣研究研究的。储物袋收好，又看到那把刀在赵千秋的旁边，这刀不错。李寒洲将刀给捡了起来。前辈小心！看到李寒洲竟然将秋藏给捡起来了，叶子英惊呼一声。这样的神兵都是认主的，秋藏被赵千秋温养了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了赵千秋的真气。若是感受到别人的真气，那其中蕴含着属于赵千秋的刀气必定就要爆发，就会将新的主人给伤到。所以像是这样的神兵根本不可能得到就直接用，需要温养一段时间，除非是实力强过原主人太多，可以用自身的真气霸道的将其压制。但是赵千秋本身就是天罡境了，想要压制赵千秋的刀哪是那么容易的。李寒洲握住秋藏的那一刻，李寒洲体内的灵力便是直接进入到秋藏中。嗡！秋藏狠狠一震，里面原本被赵千秋温养了多年的刀气在这一刻竟然瞬间崩溃，秋藏更是直接沉沦在了李寒洲的灵力中。因为李寒洲的灵力比起赵千秋的真气要精纯太多了，秋藏当场沦陷，此刻还理会什么赵千秋？赵千秋是谁？压根不认识。被灵力温养过后，秋藏感觉以前自己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就仿佛吃了一辈子糠，今天突然尝到了红烧肉，怕是再也回不去了。随手一甩，便是一道刀芒飞出，竟然将不远处的一棵古树给当场轰碎。李寒洲有些诧异，这刀也太好了，应该能值不少钱。储物袋中有什么东西，李寒洲也很好奇，但是因为叶子英和宇清扬都还在这里，所以李寒洲也不好拿出来看，这样显得自己好像是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一样。多谢先生救命之恩。宇清扬犹豫了一下，走上前恭敬一拜：无妨，本就答应护你周全。李寒洲摆摆手：先生，你刚刚施展的是大天象诀吧？宇清扬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开口询问：好像是吧？李寒洲这才想起来，星罗国和神阙国是死敌，之前柳东岳也说过，在神阙施展大天象诀会被皇室给盯上的。无意中学到的一点皮毛，并不精通，我和星罗国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李寒洲将自己和星罗国的关系给撇清，至于相不相信，只能让宇清扬自己判断了。晚辈没有别的意思。宇清扬连忙说道：只是希望前辈还是尽量不要在别人面前施展这门武学的好，否则很容易给自己惹来麻烦。知道了。宇清扬又看了看李寒洲身上背的袋子，他很想继续问李寒洲为什么千命鬼莲会在他的手上，但是宇清扬最终没有问出口。若是自己问的太多，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李寒洲真的给他灭口了怎么办？前面就是松林了，我送你过去吧。李寒洲拍了拍宇清扬的肩膀：多谢李先生。宇清扬恭敬一拜，叶子英也是上前一拜。今晚这一战，叶子英真的看清楚了，这李寒洲就是一尊无上大佬，实力不详，但是毋庸置疑的强。东延州有这样一号人物，竟然在江湖上都无人知晓，隐藏的也太深了。等到李寒洲带着人离开了之后，太玄圣主才从暗中走出来。他来到赵千秋的尸体旁边，看着千疮百孔的赵千秋，太玄圣主感觉事情那么不真实。这赵千秋名号响彻江湖，继血阁中顶尖的高手，多少人都想找赵千秋报仇，但是最终都被赵千秋给反杀，一把秋藏杀的江湖上腥风血雨，名号令人闻风丧胆。这样一代传奇，竟然就死在了这样一个普通的夜里，被一个连名号都没有的人，他到底是谁？太玄圣主望着李寒洲远走的背影，会星罗国的大天象诀，更是有唐门的镇宗之宝，此人真是神秘啊。清晨时分，神阙皇都龙庭之中，神阙皇帝宇央从一座小塔之中走出，阳光照射下来，宇央身上的黄袍闪烁着光辉，他的身上隐隐约约有一种压迫感，令人望而生畏。年过60，看起来却像是一个40岁的人。此刻在那小塔之外，一名太监已经等候多时。陛下。那太监走上来，恭敬地将一份奏折递上。大天象诀出现了。那太监小声在宇央的身边说着。宇央没有吭声，只是静静地打开了手中的奏折，看了看上面的消息。大天象诀，千命鬼莲。宇央的表情上看不出半点表情，他将奏折合起来，然后看了看那太监，问道：你怎么看这个人？奴才不敢乱说。太监连忙说：随便说，朕不治你的罪。宇央说着奔着远处走去。太监赶紧跟上，
在宇央的身后说道：“陛下，此人懂得大天象诀，而这大天象诀更是那星罗国的不传之秘。那些星罗国的余孽中会此功法都不过一手之数，所以这个叫做李寒州的肯定是和星罗国余孽有关系的。只不过奴才担心的不是这件事。你是担心唐门？”宇央问。是。那太监沉思一下说道：“唐门乃是我神阙国最强宗门之一，先帝在世的时候，唐门多次出手帮忙平叛，所以唐门家主虽然是江湖中人，却也被封了一方诸侯。可如今这唐门的千命鬼莲竟然在那李寒州的手上，而李寒州又和星罗国余孽有关系，所以这唐门难免说不好。”说到这里，那太监没有继续说，因为他相信皇帝听得懂。宇央只是嗯了一声，并未说别的。陛下，那李寒州怎么办？要不要派人监视起来？此时那太监小心翼翼地问。那李寒州可是出自长生关？宇央问。是，暂且不去管他。宇央丢下这句话，这让这太监不禁有些摸不着头脑。平日里若是听说有星罗国余孽的消息，陛下肯定会下令将其诛杀，宁可杀错也不放过。今天这是怎么了？那李寒州都施展出大天象诀了，竟然说不用去管，圣心难测啊！他感觉自己在宇央身边这么多年，都猜不透自己这位陛下脑子里都在想什么。李寒州从叶子英那里拿到了剩下的3万两，就直接回到了长生关。罐里就这么几个小家伙，李寒州也不放心，更何况他还想看看那赵千秋的储物袋里究竟都有什么宝贝。我回来了，师叔，师叔回来了。石命正带着云千竹在做饭，柳东岳不见人影。你们二师兄呢？李寒州好奇地问。二师兄去后山修炼了。云千竹说道。二师兄最近修炼的可刻苦了。修炼？李寒州一愣，旋即想起来，再过几天那霸刀门还有赵家还有岳山宗都要来人挑战他，这个时候临时抱佛脚，还是等我忙完，我给你炼制丹药提升修为吧。李寒州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储物袋，结果这储物袋一开，着实给了李寒州一个惊喜，里面有几本功法，有各种修炼材料，还有灵宝，更重要的是李寒州发现了大量的银票。这赵千秋是祭血阁的杀手，平日里杀人赚钱，加上本身是个财迷，所以身上的钱那是不少的。李寒州抓起那么一沓银票，前前后后数了6遍，足足有70万两银子，这让李寒州的心跳都加速了。70万两，这对长生关来说真的是一笔巨款啊！看来能将长生关好好的装修了，以后再也不用住这么破破烂烂的地方了，咱也买个好点的床，给石命和云千竹他们也都换个好房子，还有这道观收拾收拾，起码得有个宗门的样不是？李寒州将银票收起来，走出门准备看看道观里要怎么装修。长生关其实不小，只是显得很空而已。李寒州发现自从自己来了之后，还从来都没有好好的逛过这长生关，正好今天仔细看看。走着走着，李寒州突然发现这最前方的大殿一直都在锁着门，自己之前也没注意。这里面放着什么？道观之中正常应该供奉着某位祖师，不知道这长生关供奉的人是谁。李寒州原身的记忆里也没有太多的资料，显然这货以前不光不修炼，就连长生关的事情都不管，仗着是关主的师弟，所以就在这里当个蛀虫了。师叔，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时候柳东岳刚刚修炼回来，看到李寒州站在大殿的面前，不禁上来好奇地问：大殿怎么锁了？李寒州回头说道：师叔，自从师父失踪之后，我们长生关弟子走的走，散的散，更是已经很久都没有香客来上香了。我们之前也没有钱买香火供奉祖师了，所以就给锁上了。师叔怎么突然想起来来大殿看看了？柳东岳有些好奇，这师叔最近真的是转性子了，以前800年都不会来大殿，今天这是怎么了？想看看。李寒州点点头。钥匙在谁那里？在大师兄手里吧。柳东岳不确定地说。话说你们大师兄还没回来，他是去除妖去了，还是被妖怪给吃了？李寒州无语地说。柳东岳表示也不知道。既然钥匙不在，李寒州直接走上前去，手中光芒一闪，秋藏就出现在手里，一刀下去，那锁头就直接烂掉了。好刀！看到这刀如此锋利，柳东岳眼睛亮了。不过这刀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呢？柳东岳挠挠头，那把刀的造型自己好像在哪里看过，但是一时间却也是想不起来了。不过师叔又有储物袋了，柳东岳看得眼馋，他也很想要一个。李寒州此时已经推开门走进去了。嘎吱，门板发出了摩擦的声音，紧接着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发霉的味道，到处都是烟尘。李寒州用手扇了扇，大殿很大，但是灰尘遍地，甚至还有不少的蜘蛛网，看得出来是很久都没有人进来了。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香炉，里面仅仅是残存的香灰。而当李寒州抬起头看前面那巨大的祖师雕像的时候，李寒州竟然愣在当场。那长生关的祖师模样竟然是那般的熟悉，那张脸
自己怎么可能忘记？那是老道士的模样啊！老道士，李寒舟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思念过度，所以才看错了。可是不管怎么看，那都是老道士那张脸，尤其是那个大酒糟鼻，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长生观的祖师和老道士长得一模一样？是巧合吗？师叔，你怎么了？柳东月走进来，看到李寒舟正对着祖师像发呆，于是有些好奇的上来询问：“这位就是我们长生观的祖师？”李寒舟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问：“对啊，此人就是我们长生观的开山鼻祖。”柳东月点点头，这种事来长生观之后自然会知晓。他叫什么名字？李寒舟又问。柳东月还以为李寒舟在考自己，于是也认真的说道：“师叔，这样的问题我作为长生观的弟子自然是记得的。师祖他老人家的名讳叫做李清风，曾经江湖上人称清风道祖。想当年我们长生观有清风道祖在，那可是威风凛凛。清风道祖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就在柳东月说出李清风3个字的时候，李寒舟就已经脑子一片空白了。没错，老道士的名字就是叫做李清风。这是怎么回事？李寒舟感觉自己的脑子很乱，原本他以为自己穿越到这个世界来是一种巧合，但是来到这长生观，而长生观的祖师竟然是老道士李清风，那李寒舟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巧合的了，而是李清风很早就计算好，他安排好的，因为修炼了北地诀，修炼出了一丝灵力，就来到这里，而那北地诀也正是老道士要求自己修炼的，还骗自己说只要修炼这个，将来修炼出灵力，可以一夜10次不倒，都是骗局。老东西，李寒舟死死地瞪着那个雕像，这老东西怕是在捡到自己的那一天就开始布局了。真黑啊，我的3000万啊！李寒舟的心在滴血。师叔，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柳东月在一旁看李寒舟脸色不对，不禁有些担心。我没事。李寒舟突然看向柳东月说道：“若是我没记错的话，你修炼的心法也是北地诀吧？”是，北地诀是我们长生观的顶级心法，但是自从天地异变之后，北地诀就失去了往日的威力。柳东月说道：“听闻在祖师那个年代，修炼北地诀可以汲取天地灵力到自身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你运转我看看。”李寒舟说道。是。柳东月没有问别的，开始运转自身的北地诀。李寒舟的手掌轻轻搭在柳东月的肩膀上，神魂探入柳东月的身体中。李寒舟认认真真地看着柳东月的运功路线，想要看看柳东月运转的北地诀和自己修炼的北地诀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然而当柳东月运转了几个周天之后，李寒舟却是惊愕地发现运功路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自己修炼的时候全身毛孔张开，可以将天地间的灵力给吸入到自己的身体中，而柳东月却是完全感应不到灵力的存在，最终功法运转之后凝聚成真气会入到丹田中，所以自己修炼出来的是灵气，而柳东月修炼出来的却是真气。而长生观众多绝世功法也是需要灵力才能运转，凭借真气根本无法发挥威力，难怪长生观没落了。车库里全是顶尖的跑车，但是只能靠5号电池驱动，那能跑得起来才怪呢。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李寒舟想不明白。若是长生观的人没有办法修炼灵力，那长生观根本就无法崛起，而自己又为什么能汲取灵力？老道士费劲巴力的给自己从地球弄到这里来，到底是想要自己做什么？一点提示都没给自己，这老东西搞什么？是想让自己重振长生观吗？唉，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修炼出灵力，我有什么办法？师叔，此时柳东月有些沮丧地说道：“三宗就要来了，弟子的实力没有半点寸进，怕是会被他们打死了。”不会的，李寒舟安慰地说道：“师叔现在有钱了，帮你提升实力还不是轻轻松松的，还能给咱们长生观好好的装修一番，给你换个新的床，怎么样？”有钱了？柳东月眼睛一亮：“我不要新的床，不如师叔给我买个厉害点的灵宝吧，这样我就能对付他们了。”柳东月连忙说道：“弟子在神机商会中看到一个灵宝，摄魂灵，有这个东西，弟子肯定就能打败他们，保住我长生观的颜面。好，为我长生观长远的事情，师叔肯定支持你。”李寒舟当即答应下来。有钱怕啥？只要20万两。柳东月眼巴巴地看着李寒舟，眼神中充满着兴奋。李寒舟，东月啊！李寒舟拍了拍柳东月的肩膀说道：“那什么摄魂灵并不复杂，居然卖20万两，这和抢钱有什么区别？当然了，师叔不是心疼钱啊，你想为我长生观长脸，这是好事。我也觉得他们3家太嚣张了，真当我长生观无人了。他们来必须狠狠地教训他们。至于摄魂灵嘛，师叔我给你炼制一个就是了，屁大点事，哪用得上20万两？师叔，你还是别炼制了吧。”柳东月浑身一个冷战。
上次炼制的七宝葫芦射死的情况，让柳东月依然心有余悸。放心，这次师叔炼制的东西肯定靠谱，你放心就是了。李寒洲拍着胸脯打包票。那师叔给我点钱买丹药吧，弟子买一颗神力丹，那丹药能短暂的提升弟子的实力，号称能以一敌四，是非常厉害的丹药，只要5万两一颗。柳东月伸出手，眼巴巴的等着李寒洲给银票。嗨，李寒洲开口说道，外边的东西别乱吃，都是科技与狠活，你知道吗？保不齐吃了就有什么副作用，不就是神力丹吗？师叔给你炼就是了，之前师叔都答应给你炼药了，正好这几天事情忙完了，我这就回去给你炼制，你放心，保证吃不死你，乖乖等着。李寒洲哈哈大笑着离开了大殿。看着李寒洲远走的背影，柳东月忍不住浑身一个激灵，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玩意怎么都卖得那么贵。李寒洲一边走一边唏嘘不已，本来以为从赵千秋的身上得到70万两银票就已经很有钱了，谁能想到一个灵宝和丹药就卖那么贵，自己能做为什么要出去买？李寒洲在地球过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深切明白一个道理，能自己动手的绝对不出去买，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当即李寒洲就出发去了白云城神机商会，准备去买东西。然而此刻赵千秋的死讯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整个江湖都大为震惊，赵千秋的实力已经快要踏入刀仙的境界了，没想到竟然死了。消息在各大门派之中流传，就连一些大宗门的高手听到这个消息也都不敢相信，只不过具体是谁杀的却是没有人知道。然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一个势力的身上，唐门。因为传闻赵千秋是死在了唐门暗器千命鬼莲的手中的，甚至有势力已经上唐门道喜，恭喜唐门解除了江湖上的一个祸害，更是要让他们警惕祭血阁的报复。唐门的门主唐觉从刚刚起床到现在会见了4、5波客人了，但是一直到客人都离开了，唐觉也依然是一脸懵逼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赵千秋死在千命鬼莲的手中，关键是千命鬼莲已经被唐门弟子周子英给偷走了。周子英在地牢之中被毒打了3天3夜，用火烧用毒，甚至连手指甲都拔了，依然是咬死牙关都没说千命鬼莲到底在谁的手中。唐门的弟子都开始佩服这位昔日的师兄如此嘴硬，打死就是不说暗器在谁手中，就是半夜没人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总嘟嘟囔囔的骂什么鸡腿贼什么的，别人也听不懂。门主，这个时候一名弟子走了进来，恭敬地说道，老祖请您过去。我这就去。唐觉知道这件事肯定是要惊动老祖的，于是整理了一下衣服，就去唐门的一处院落中见唐门老祖。老祖！进入小院，就看到一名老者正坐在棋桌的面前，自己在和自己对弈。觉儿你来了。唐门老祖唐世元头也没抬，只是将一张字条扔给唐觉，说道，看看吧。唐觉好奇的将纸条给捡起来，当他看到字条上的内容的时候，当即变了脸色。宫里传来的消息。唐世元淡淡的说道，赵千秋死在我唐门千命鬼莲手中，而且那人还会施展大天相诀，这样看来，我们唐门竟然莫名的和星罗国的人扯上关系了，事情麻烦了。唐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这件事陛下肯定知道了，陛下若是猜测我们唐门和星罗国扯上关系，那可如何是好？说不定此刻陛下派来唐门的人已经在半路上了。唐觉坐了下来，捏着手中的纸，到底是什么人？既然是宫中传来的消息，难道不知道此人的身份吗？陛下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你自然会知道。唐世元落下一子，若是陛下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你自然就无从知道。老祖，你的意思是此人的名讳是陛下隐去的？唐觉惊讶地问。你说呢？唐世元说道，皇帝也没有派人来我们唐门问罪，要么是根本就不在意这件事情，要么就是想对我唐门开刀了。唉。唐世元轻叹一声，倘若皇帝这个时候真的派人来我唐门问罪，反而还让老夫心里舒坦一点，我实在是猜不透这位皇帝陛下到底在想什么。老祖，我觉得最好还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唐觉沉思一下，小心翼翼地说，你想准备什么？唐世元平静的眸子闪过一丝波动。怎么？莫非你想要造反吗？弟子不敢。唐觉吓了一跳，赶紧说道，弟子只是说，若是陛下真的要对我们唐门开刀的话，我唐门总不能任人宰割，那可是我唐门数万弟子的性命。放心好了。唐世元摇摇头，我们这位陛下轻易不会对我们唐门开刀的。那老祖千命鬼莲怎么办？唐觉说道，要不我现在派人到白云城那边寻找一下，找到人将千命鬼莲给拿回来，那毕竟是我们唐门的镇族之宝。现在去。唐世元冷哼一声，还嫌不够把把柄送到神阙皇都去。听到这话，唐觉仔细一想也是，赵千秋刚死，这个时候就将千命鬼莲给找回唐门，
若是说唐门和那个懂得大天象诀的人没有半点关系，怕是这次真的没人相信了。那千命鬼莲暂时只能在那个神秘人的手中了。太玄圣地，太玄圣主那天晚上回来之后，就继续闭关恢复伤势，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对于李寒舟的身份，太玄圣主并不清楚，他可懒得招惹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强敌，并且目前看来，对方对太玄圣地没有什么敌意，应该就是一个隐居的强者，东延州都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的。圣主，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一道声音，乃是太玄圣地大长老的声音。何事？太玄圣主问道。启禀圣主，岳山宗、赵家还有霸刀门之前递交了战帖，要联手上长生关切磋。这次是希望我们太玄圣地能出一个人当作仲裁，所以想请圣主出山。大长老在外面说，只是弟子之间的切磋，这样的小事随便找个人去不就行了？这种事也要我亲自去？太玄圣主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圣主，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圣主带着人去比较好。上次的弟子考核，我们太玄圣地的用意都被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另外，他们三家在上次考核中的损失可以说是有点大吧。圣主亲自去，能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太玄圣地是有诚意的。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般若府在长生关呢，圣主亲临，那长生关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会偷偷的将般若府还给我们的。那般若府是圣主您从神牛山拼了命抢回来的，是为了入天行，总不能让那长生关的弟子莫名其妙的就给拿走了。太玄圣主听了听，觉得也有道理。那既然如此，自己就走一趟吧。那长生关在哪里？太玄圣地麾下的势力太多，太玄圣主根本记不得有这么个小地方在白云城附近，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道观，连个三流宗门都算不上。这次他们长生关的弟子凭借着古怪的灵宝才获得了第1名，我也调查过了。那长生关的关主早就失踪了，如今整个长生关只有几个弟子，还有他们的废物师叔。般若府落到这样的地方，我们太玄圣的必须要拿回来才行。大长老给太玄圣主介绍着。道门，太玄圣主喃喃地说道。那倒是正常，毕竟道门没落数百年了，如今存在着的道门凤毛麟角一般，即便是存在也没有几个弟子。太玄圣主不禁想到了李寒舟，貌似也是道门的高手，但应该和长生关没有关系。李寒舟从神机商会中回来，买了不少炼制的材料，另外还安排了神机商会明日就来到长生关着手准备翻修长生关的事情。毕竟马上其他宗门的人要来了，看到长生关破破烂烂的，岂不是让人笑话？几天的时间能翻修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李寒舟还买了一些活鸡回去。等一回到长生关之后，李寒舟就直接进入到了闭关的状态中，迫不及待地拿出了青龙百验，按照炼丹初级指南上描写的方法开始尝试炼丹。得知李寒舟真的在给自己炼丹，柳东月感觉惴惴不安。师叔炼制的丹药真的能吃吗？炼丹同样是需要庞大的神魂之力，李寒舟别的没有，神魂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尽管一开始失败了2次，但是第3次开始熟练了之后，竟然就直接炼成了3颗丹药。成了！忙活了大半天的时间，看着丹炉中的3颗丹药，李寒舟赶紧给捡了出来。好烫！李寒舟拿在手里，感觉像是糖炒栗子一样。我对比看看。李寒舟拿着丹药，按照说明书上对比，颜色棕褐色，没错。气味有点甘甜的芳香，我闻闻，味道也对。上面有3道蓝色的纹路，我瞅瞅。咦？李寒舟的脸色扭曲的像是瘪茄子一样，前面不管是颜色还是气味都对，但是到纹路的时候，李寒舟发现事情又不对劲了。说明书上说是3条蓝色的纹路，可是自己这丹药若是没看错的话，上面的纹路的确是3道，只是颜色竟然是红色的，怎么又不对劲？李寒舟抓了抓自己的头发，每次不管是炼制灵宝还是丹药，竟然都会出现偏差，这到底是为什么？唉，李寒舟自然是不敢让柳东月吃这种东西，万一给自己可爱的弟子给要死了怎么办？所以李寒舟就走出门，来到鸡舍里，随手抓过来一只鸡，然后将自己炼制的神力丹给鸡吃了一颗。等鸡吃下去之后，李寒舟等了一会，发现那鸡竟然没有半点变化，好奇怪，没效果吗？李寒舟好奇地看了看自己的丹药，目前看来这丹药应该是梅毒的，但光是梅毒也没用啊，这丹药得有效果才行啊。李寒舟随手拿出一道符篆，然后口中默念法诀，幻灵诀。那吃了丹药的鸡立刻就中了一种幻觉，当即就对一只比较凶猛的鸡发动了攻击。刹那间，2只鸡开始疯狂地扭打在了一起，而片刻之后，吃了神力丹的鸡竟然被那只强壮一点的鸡给打得毛都秃了一大片，一点用都没有。李寒舟有点无语，这丹药没有任何效果，那不就是个丸子吗？李寒舟坐在一边的石凳上，在脑海中复盘自己炼制的丹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然而根本就没有头绪，
自己是一步步都按照步骤来的，哪怕是个炼丹大师，在自己的面前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正想着，突然传来了云千竹的声音：“师叔，鸡怎么打起来了？”李寒舟听到声音，这才想起来之前自己给那只鸡施展了幻术，还没有解除呢。然而一抬头，李寒舟却是看到了惊人的一幕，那只鸡此刻正在和4只鸡大战，而且勇猛异常，有2只鸡明显比他要强壮，但是竟然被他按着打，以1敌4，游刃有余，打得4只鸡直接落得下风，甚至开始逃窜。李寒舟一个箭步过去，直接将其中1只鸡给抓了起来，这下就剩下那只吃了神力丹的鸡和其他3只鸡大战了。结果战局瞬间反转，3只鸡联手直接给那只鸡打的妈都快不认识了。不会吧？李寒舟有些诧异。神力丹的描述上是说，吃了丹药之后的半个时辰，力气暴涨，实力增强，足以以1敌4。李寒舟原本以为这是一句形容词，但是自己炼制的丹药竟然真的达成了这样的效果，真的可以以1敌4。但是缺陷也很明显，只能敌4，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这也太奇怪了吧？还有这么诡异的丹药呢？李寒舟为了测试，又去山中抓了几只野猪，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尝试让野猪开始了一场战斗，结果还是一样，以1敌4，纵横无敌，少上一个对手立刻就挨揍。李寒舟怀着忐忑的心情将神力丹交给了柳东岳，师叔还真的炼制出来了。柳东岳看着那圆滚滚的丹药，不禁有些佩服李寒舟了，师叔还是个炼丹师。但是当李寒舟将这丹药的特性告诉柳东岳的时候，柳东岳惊愕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好消息是吃了能以1敌4，坏消息是吃了只能以1敌4罢了。柳东岳此刻也不挑了，将丹药收好，因为他知道就算是正常的神力丹，自己吃了以后也不过暴涨一些实力，论修为，论手段，自己依然是没有办法和那些实力强的弟子比，自己的胜算还是不高。这样的丹药或许真的能帮助自己反败为胜，只不过师叔到底是怎么炼制出来这么奇怪的东西的？柳东岳想不通。第二天，神机商会的人来了，带上材料来给长生关翻修，这可是让石命和云千竹2个小家伙高兴得很。长生关很久都没有这么热闹了。说是翻修，其实长生关并不破，只是这么多年下来没有人打理。当神机商会的人将杂草给拔掉，将长生关上上下下打扫了一下之后，长生关竟然也有了一种古香古色的美。而神机商会这次主要是送来李寒舟之前购买的一些东西，一些家具之类的。之前长生关里面的桌椅板凳之类的也都被原身给搬出去卖了，现在正好重新补上，总不能来人的时候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吧。又给弟子们的房间都挨个收拾了一下，换了新的床铺、新的被子之类的。对于石命和云千竹来说，这简直就像是过年了一样，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以前可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的。而李寒舟则是在屋内帮助柳东岳炼制新的灵宝。天灵灵地灵灵，这次千万不要出纰漏，给我出一个正常的灵宝就行，不用给我附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属性。李寒舟一边撰写符文，嘴里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一直到傍晚的时候，李寒舟终于将摄魂灵给制造好了。嗡！摄魂灵在完成的那一刻，直接爆发出璀璨的金光。颜色对了，李寒舟眼睛一亮，说明书上也是这么写的，制造成功的那一刻会爆发出金光。之前李寒舟还真的担心又出现幺蛾子，冒出来什么黑光绿光之类的，现在看来应该没有问题了。叮咚咚，轻轻地摇晃了一下，摄魂灵中发出了奇怪的声音。李寒舟，正常的摄魂灵摇晃起来应该是叮铃铃的声音，这叮咚咚的声音是什么鬼？到底又是哪里出问题了？李寒舟很想找个人试试，但是这灵宝乃是攻击人的神魂的，自己的神魂太强，一个控制不好，很容易将人神魂俱灭了。罢了，还是让柳东岳自己试吧。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再给这孩子画一张金刚符吧。李寒舟又画了一张金刚符，准备一起交给柳东岳。李寒舟刚刚走出门，就看到院子里一棵老树，此刻上面已经没有了叶子，这是一棵梧桐树，很是高大。李寒舟想了想，又回屋画了几道符篆，然后走出门，大手一挥，9道符篆直接飞出，定格在了这梧桐树的不同方位。手中法诀一变，李寒舟淡淡道：“九阳离火阵。”伴随着话音一落，那些符篆竟然全部都落入到土地之中，消失不见。而片刻之后，梧桐树下大阵的光芒闪烁着，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温暖起来。那梧桐树在这温暖的气氛中，竟然肉眼可见的开始发芽，长出了叶子。这一幕堪称神迹。李寒舟也是满意的点点头，自己这个小院看似不错，但是缺少一些灵性，如今有着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在这里，就显得灵动多了。正当李寒舟准备转身出门的时候，突然间李寒舟顿住脚步，他诧异的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梧桐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为什么感觉用9阳离火阵给这梧桐树复苏了之后，
感觉这天地间的灵力竟然有了一种大的波动，是自己的错觉吗？李寒舟下意识地运转了一下北地诀，果然顺畅了许多。李寒舟一怔，他围绕着梧桐树走了几圈，然后掐指一算，原来如此。李寒舟恍然大悟，赶紧冲进屋里，找到了一张玄天界的地图。死葬风水局，这梧桐树种在了玄天界的风水大学上，相当于把整个天地的灵脉给封住了，难怪长生观的弟子们感受不到灵力，原来如此。以死葬风水局将整个玄天界的灵力都给封锁，还真的是大手笔啊。李寒舟认真地看着地图，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麻烦是个大工程啊。难道当初天地异变之后，道门中人就没有人发现这是个死葬风水局吗？都没有人出手将这个死葬风水局给解开吗？不应该啊。李寒舟觉得事情有些诡异。李寒舟最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看到过，曾经是一个道门无敌的时代，道门中的高手辈出，若是说他们都没有看出来，只有自己看出来了，那李寒舟是万万不幸的。到底是出了什么变故？长生观的书中并未有所记载，只要将这死葬风水局彻底颠覆，道门就能恢复往日荣光，也就是说就有很大的机会飞升，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地球去享受我的富豪人生了。李寒舟看着地图，眼睛亮了起来。只是这风水局很麻烦，想要破解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己现在又是这长生观中唯一的长辈，石命和云千竹两个小家伙还小，自己若是走了，他们怎么办？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只有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李寒舟对这两个小家伙还是很喜爱的。先出去将灵宝和符传交给了柳东月之后，李寒舟就回来继续看着地图，研究这风水局的事情。李寒舟越看越是心惊，能在整个玄天界做风水局，这个人的手笔真的好大，到底是什么人做的？简直不敢想象这么大的手笔，这人为的啥呢？正当李寒舟纳闷这风水局的时候，在自己屋内有点生无可恋的柳东月看着桌子上摆着的摄魂铃，柳东月的眼神有些空洞，轻轻地摇晃摄魂铃，叮咚咚，这种奇怪的声音让柳东月轻叹一口气。果不其然，师叔炼制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有的时候无助的很想报官，这玩意是不是又有什么奇怪的副作用啊？柳东月很想试试，但是这东西是有攻击性的，自己又不能找师弟和师妹来试这东西3日后。神阙黄兜，陛下。掌印大监恭敬地来到宇央的面前，将一张纸递给了宇央。宇央此时正在看书，将按纸条给接了过来，打开纸条一看，发现上面仅仅是写了一句话：长生观的梧桐树复苏了。梧桐树复苏了。宇央看到这行字，神色略有些失神。掌印大监小心翼翼地看着宇央，问道：陛下，您还好吧？老九到哪了？宇央掌心的真气直接将纸条给震得粉碎，然后随口问了一句：启禀陛下，九殿下如今在太白宗见灵了。掌印大监说道：宇央便是没有再说什么。清晨，长生关外就传来了喧闹的声音，霸刀门前来拜山，岳山宗前来拜会，赵家来拜会，三方势力的人都已经到了。李寒舟也是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来得这么早。柳东月听到外面的声音，也是苦笑一声，旋即深吸一口气走出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就和他们拼了。李寒舟作为长生关目前的代理关主，自然出来迎接。三方势力也都有强者带队前来，只是当他们看到李寒舟竟然是个连一点真气都没有的普通人的时候，也不禁愣住了。长生关的关主竟然连一点修为都没有吗？但是这反而让他们有点欣喜，他们今天本来就是给弟子讨说法的，若是对方是个武功高强的高手，他们反而放不开了。如今看来，今天这个仇报定了。见过诸位，诸位来我长生关，真的是让本道观熠熠生辉啊，里边请。李寒舟抱拳客气地说着。李关主客气了，我们今天是来长生关和桂冠的弟子切磋交流的，叨扰之处也希望李关主多多海涵。霸刀门的掌门梁胜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李关主客气。一旁赵家的家主赵武星也是说着。岳山宗的宗主聂胜宇没有吭声，三方的态度都有些冰冷。再看他们身后的弟子，此刻一个个都高傲得很，丝毫都没有将长生关给放在眼里。这就是你们宗门的弟子吧？李寒舟此刻看了一眼他们身后跟来的弟子，每个势力来的弟子并不多，仅仅是那么3-5个人，但是李寒舟看着他们的穿着却是有些诧异。你们很冷吗？李寒舟发现他们穿的是真多啊，这身上起码套了10几件衣服吧，鼓鼓囊囊的，像是一副要冷死的样子。而且来的全都是男弟子，一个女弟子都没有。哼，我们这样穿暖和。霸刀门的首席子弟徐红老脸一红，然后犟嘴地说着：对，这天冷。赵家的赵贤也是赶紧说着：那你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大包，包里是什么？李寒舟看到他们的身上都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的是要换的衣服。岳山宗的申宗傲开口说道。李寒舟有些无语，身上穿这么多衣服，
包里还放着衣服。知道的他们是来长生观切磋弟子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卖货的。不过李寒洲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忌惮七宝葫芦吧？之前七宝葫芦是将他们的衣服都给吸光了，现在带了换洗的了是吧？准备的真充分，请进吧。李寒洲将三宗的掌门给带到了待客厅中，好在前几天装修了一下，现在勉强能看了，否则的话这里连客人都招待不了。我去给各位泡茶。李寒洲说着，李观主不用麻烦了，我们是来切磋的，马上准备让弟子比试就行了。霸刀门的梁胜开口说道。为了保证切磋的公平性，我们还邀请了太玄圣地的人来做评判，等太玄圣地的人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他们应该也就快到了。哦，好。李寒洲还挺诧异，这么屁大点事还要惊动太玄圣地，太玄圣地这么闲还跟着他们胡闹。就当李寒洲去泡茶的功夫，太玄圣主和大长老也已经到了，另外还有陆天行也是来了。得知今天长生观的事情，陆天行是一定要跟着来。太玄圣主感受到三宗掌门的气息，于是没有等着，顺着气息就找来了。诸位都到了。太玄圣主走了进来，拜见圣主大人。三宗宗主没想到来的人竟然是太玄圣主，顿时一惊，这尊大神怎么来了？都坐吧。太玄圣主看着三人，然后又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的弟子。太玄圣主不禁愣住了。很冷吗？怎么一个个都穿这么多？太玄圣主诧异。面对李寒洲他们可以胡诌，但是面对太玄圣主他们可是很紧张的，根本不敢多说什么。这位可是从神牛山抢回来般若府的狠人，实力极强，乃是他们修炼的目标。只是陆天行瞬间就明白了他们的想法，因为陆天行也被扒光过。想到这里，陆天行就恨得牙根痒痒。自己在太玄圣地乃是天之骄子，曾经有多少女弟子暗恋自己，争着抢着想要当自己的伴侣，结果呢？自从那件事之后，现在一个女弟子都没有了。陆天行今天来就是想看看可恶的柳冬月是怎么被三宗弟子把屎给揍出来的。今天来就是来解气的。怎么不见这长生观的观主？太玄圣主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上。圣主，那长生观的观主泡茶去了。赵武星客气地说。观主亲自泡茶？一旁的陆天行冷笑一声。这小宗门也真的是太小了，连个奴仆都没有。我进来到现在都没看到有几个弟子。这长生观说是一个宗门，但还不如个牙行的人多呢。不仅如此，那长生观观主竟然是个没有修为的人。岳山宗的聂圣宇露出不屑的神色。在这强者为尊的江湖上，一点修为都没有，自然是要受到鄙视的。没修为，太玄圣主有些奇怪。一宗之主没有修为，这不是很奇怪？圣主，这长生观主连修为都没有，待会只要我们稍微给点暗示，那般若府自然就简简单单的给我们送回来了。大长老笑呵呵的说道。早知道这样，圣主你都不用来，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倒也是。太玄圣主点点头。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寒洲从外面走了进来。茶来了。谁知李寒洲走进来一看，竟然又多了一伙人。李寒洲一愣，不知道又来人了，茶泡少了。太玄圣主在看到李寒洲的那一刻，整个人眼睛瞪大了。是他。李寒洲这张脸，太玄圣主根本不可能忘记，因为就在前几天，就是李寒洲在白云城外将赵千秋给杀了。那天罡五雷阵，那千命鬼莲，还有大天象诀，太玄圣主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李寒洲。原来他就是长生观的观主。李观主。此时霸刀门的梁胜皱眉说道。看见太玄圣主竟然不行礼，是不是有些太不合礼数了？太玄圣主。李寒洲看向太玄圣主，没想到这位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太玄圣地的圣主。李兄不用客气。太玄圣主赶紧起身说道。不必客气的叫圣主，我叫江逸玄，你称呼我一声江兄就好。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江兄。三宗掌门，此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认识太玄圣主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太玄圣主的名字，每次见到不都要恭恭敬敬的来一句圣主大人？怎么到李寒洲这里，不仅来个自我介绍，还开口闭口一个李兄、江兄？什么情况？哦，江兄。李寒洲将茶放下，然后说道。我再去泡2杯茶来。李兄不必，他们来这里也不是来喝茶的，既然人都到了，要切磋的话，那就快点开始吧，不用给他们喝什么茶，浪费。江逸玄笑着说。三宗掌门，我们怎么喝杯茶都浪费了？圣主大人，你到底在说什么？好。霸刀门掌门梁胜狠狠一拍桌子，说道。既然圣主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开始弟子切磋吧，我们也见识见识你们长生观的武学。梁胜本以为自己说出这话，李寒洲肯定会被自己激出火气，然后和自己慷慨激昂的对轰一番。谁知道李寒洲竟然走上来，蹲下来仔仔细细看着梁胜拍过的桌子。这桌子是新买的。李寒洲看到上面没有出现什么裂痕，
这才松了一口气。梁胜，你轻点拍。江逸璇见状也是斥责了一句。梁胜顿感无语，怎么今天的气氛这么古怪呢？这长生关的李寒洲是个怪人，太玄圣主今天也古怪得很。受累问问啊。李寒洲此刻没有着急去比试，而是问道：这弟子比试切磋，怎么个切磋法？干搓吗？有没有点彩头什么的？彩头？三人一愣。你们长生关都穷得一览无遗了，难不成还要赌点什么？不成，李关主的意思是想要和我们赌点什么？赵兴武古怪地看着李寒洲，还有上赶着送东西的，有点彩头才有意思吗？李寒洲嘿嘿一笑，有钱赚的事情干嘛不要？好，李关主你说赌什么？梁胜问。若是我们岳山宗输了，那我岳山宗的功法撼山掌就送给你们长生关，如何？岳山宗宗主聂胜宇说道。李寒洲想了想，有一门功法也可以，正好可以给弟子修炼。若是我赵家输了，那我赵家送出唾麦丹30克，如何？我们霸刀门有一把霸刀，虽然不算是神兵，但也是难得的宝物。若是我们输了，就将这把霸刀送给你们长生关。好好，李寒洲满口答应下来，这些东西应该都值点钱。那李关主，你们输了的话，输给我们什么？赵武星说道。你们长生关的功法我们可不要，就是如果你要是什么都拿不出来，那这个赌约可就没有办法成立了。梁胜也说。这个嘛，李寒洲想了想，三家谁都没有用钱来赌，那么自己如果掏钱出来也不太好。赌什么呢？千命鬼莲，这玩意拿出来唐门会找自己麻烦吧？大天象诀给他们，他们也不敢要啊。有了，我这也有把不错的刀，就当这次的赌注吧。李寒洲说着就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一把刀。原本众人听说李寒洲拿出一把刀，都露出不屑的神色。长生关这破地方能拿出什么好刀？尤其是霸刀门的人更是不屑，他们就是用刀的门派，在他们面前拿刀出来，那不是班门弄斧吗？然而当秋藏一出，在场的空气都凝固了。秋藏，在场之人哪个没看过神兵榜？排名第32位的秋藏，他们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最近江湖上早就传开了，赵千秋被人给杀了，但是具体是谁干的，他们都不清楚。而此刻看到秋藏的时候，他们却冒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莫非赵千秋是死在眼前这个李寒洲的手中？不可能吧，这李寒洲浑身上下一点真气的痕迹都没有，很明显是个普通人啊，怎么可能是他杀的赵千秋？敢问李关主，这刀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梁胜死死地盯着秋藏，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他们霸刀门的人都用刀，梁胜作为用刀高手，对秋藏自然是没有抵抗力。他现在恨不得上前去将李寒洲的刀给抢过来，但是在场这么多人，还有太玄圣主在，他自然是不能这么做的。捡的？怎么？李寒洲看看几个人的表情，还以为他们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说道：你们别看这刀长得不好看，但是其实非常锋利，绝对是一把好兵器。捡的？赵武星三人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你咋那么会捡？在哪捡的？我也去捡。对，捡的。李寒洲一口咬定是捡的。开玩笑，我能告诉你们，这是我杀了个人，夺了他的刀。你们几个老逼灯一看就不是好人，待会报官了可怎么整？赌了，有这样的好事怎么可能不赌？三家全部都同意了，但凡犹豫一下都是对这把秋藏的不尊重啊。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梁胜有些着急，这秋藏刀可是神兵，若是到了他手里，他恨不得天天搂在怀里睡觉，这可比娘们对他有诱惑力多了。太玄圣主也是没想到李寒洲竟然把秋藏拿出来当赌注，这让他都有一种想要赌一把的冲动。那可是秋藏啊，虽然他不用刀，但是也挡不住神兵的诱惑啊。一旁的大长老此刻更是懵逼，赵千秋的刀竟然在李寒洲的手里，莫非真的是捡来的？然而这个时候没有时间给他多想，三家宗主早就已经等待不及，站起身带着弟子出去了，就准备开始这场所谓的切磋了。长生关有一个巨大的擂台，因为弟子都散了，所以也荒废很久了，但是这几天被神机商会的人给收拾出来了，巨大的擂台看起来也是有模有样的。擂台四周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就绪，柳东岳也是不情愿的来到了擂台上。当柳东岳一上台，三宗弟子全部都恶狠狠地看着柳东岳。柳东岳忍不住浑身一个激灵，他看着四周奔着他投来的目光，有憎恨，有咬牙切齿，有杀意。柳东岳感觉若是目光可以杀人的话，此刻自己应该已经千疮百孔了。师兄加油，师兄干翻他们。擂台下面云千竹和石命也已经来了，两人兴奋地看着擂台上，长生关已经多少年都未曾有这么热闹的事情发生了，更何况他们就要看自己二师兄在擂台上大发神威了。嘘，柳东岳赶紧示意两人小声一点，这个时候就别再给自己树敌了。
师兄无敌，师兄无敌！两人看到柳东岳的举动，更加兴奋了。自家师兄实在是太低调了。之前柳东岳无意中和两人透露过，太玄圣地的弟子考核，他是得了第一回来的。现在柳东岳在他们两个小家伙的眼中，简直是无敌的代名词。什么天之骄子，都给我师兄靠边站！柳东岳此刻也是无语了。既然太玄圣地的人也来了，那就请太玄圣地的前辈给今天这个比试做一个见证吧。李寒洲走上来，对着太玄圣主和大长老抱拳说道：“刚刚的赌注，想必两位也是听清楚了。有两位在这里见证，我就不怕他们耍赖了。”三宗宗主听到这话，不禁有点无语：“是我们怕你耍赖好吗？我们的弟子轮流和你长生关的弟子比试，只要我们输了，刚刚答应的赌注就都给你，如何？”梁胜此刻站出来说着：“等等！”李寒洲摆摆手说道：“你们的弟子轮流和我们长生关的弟子比试？真亏你那大脸好意思说出口！”李寒洲没好气地说道：“我们长生关能出手的弟子就柳东岳一个，你们轮流上来比试，我这弟子怎么可能比得过你们？体力都跟不上。这点你可以放心。”赵兴武笑着说道：“我们的弟子都很有分寸的，只会点到为止，并且每次比试过后，我赵家都会出一枚生息丹帮助你的弟子恢复，等他恢复好了，我再开始下一场比试，如何？”“那倒是可以。”李寒洲走过去一伸手：“拿来吧。”赵武星一愣，没想到李寒洲现在就伸手要，但是想到那秋藏，赵武星也是直接拿出来一瓶生息丹地给了李寒洲。“好嘞！”李寒洲回头对着台上的柳东岳说道：“好好表现啊！”柳东岳眼泪都要下来了：“师叔，一瓶生息丹你就给我卖了？”等等！这个时候，一个意外的声音传来，众人齐齐望去，发现说话的人竟然是太玄圣地大长老。大长老走上来，有些脸红的说道：“我们太玄圣地能不能也参加这个切磋比试？”太玄圣地也参加？此话一出，其他三宗的人脸色一变。陆天行也参加？那胜负还有悬念了吗？到时候这秋藏肯定就是太玄圣地的了啊！他们谁还敢要啊？可以啊，李寒洲倒是无所谓。不过大长老也看到其他人变了脸色，于是开口说道：“我们太玄圣的不要你的刀，我们要你圣地的一把斧头，就是上次你的弟子带回来的那把斧头。”呼！听到这话，三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太玄圣的要的只是般若斧，那他们就放心了。斧头！李寒洲想了半天，这才想起来柳东岳的确是带回来一把斧头，但是那斧头不是送的纪念品吗？怎么纪念品还带要回去的吗？不过给就给了，没什么，反正那斧头在长生关里也只能砍砍柴什么的。江逸玄本来想阻止，不想交物李寒洲，但是想到般若斧还在对方的手上，能拿回来也好，于是江逸玄说道：“既然如此，我太玄圣的也添点彩头。若是我太玄圣的输了，那我太玄圣地的太玄心经就送给长生关。”此话一出，除了李寒洲，几乎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太玄心经，那可是太玄圣地顶尖的心法之一啊，竟然用这个东西来做赌注。不过仔细想想也是，不管是般若斧还是秋藏刀，那都是神兵榜上的神兵，的确值得。这么算来，他们用来做赌注的东西还真的是拿不出手啊。成交！李寒洲此时心中有了一个想法，自己的思想局限性太强了，自己不过是想让弟子飞升，让弟子变强，为什么要局限于让他们修炼长生关的道法呢？修炼其他宗门的武功不也是一样的吗？黑猫白猫能抓耗子，不就是好猫吗？若是得到这个太玄心经的话，让他们修炼，反正有太玄圣主授权的，也不算是偷学什么刀子斧头的，这些东西都比不上这些好东西。天行，待会一定要努力。大长老回头拍了拍陆天行的肩膀，给了陆天行一个鼓励的眼神。大长老，圣主，你们放心吧。陆天行此刻看着柳东岳的眼神已经露出了狠色，这祸害的自己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待会一定要让他好看。我先来。就在这个时候，赵家的一名弟子率先上了擂台，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柳东岳说道：“赵家赵龙，先来挑战你。赵师弟，加油！”下面赵家的弟子都欢呼起来。赵武星看着赵龙也是点点头。赵龙在赵家弟子中虽然算不上实力最强的，但是6品的修为也是比柳东岳要强，况且赵龙早就做好了准备，他能保证自己的衣服被吸完之前将柳东岳给打倒。柳东岳，过来受死吧！赵龙大喝一声，真气涌动，身体之上流转，一根长棍从背后拿出来，然后说道：“我今天可不怕你的七宝葫芦，开始吧！”太玄圣的大长老也是开口说道。柳东岳看着赵龙，知道对方的实力肯定不是自己能轻易对付的，于是不慌不忙地从背后将摄魂铃给拿了出来。咦，不是七宝葫芦，摄魂铃。看到这东西，在场的众人都愣住了。柳东岳的灵宝不是七宝葫芦吗？
什么时候变成摄魂灵了？我管你是什么，受死！赵龙咆哮一声，棍出如蛇，张开血盆大口，便是咆哮着奔着柳东月杀去，气势凌厉。这一棍的威力很强，就连空气都摩擦出了声响。那劲风扑面而来，仅仅一出手，柳东月就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脚下的雨步九星法施展出来，凭借轻功闪躲开了赵龙的一击，然后手中的摄魂灵当场摇晃起来。守住心神，捂住耳朵。赵武星见状赶紧开口说着，摄魂灵处于初级的灵宝，只要捂住耳朵，听不到那铃声，就不会感觉到神魂动荡，所以此刻只要挡住摄魂灵的攻击就没什么问题。叮咚咚，那铃声传来，声音有些沉闷，这让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摄魂灵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吗？柳东月的摄魂灵并未针对他们，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只能听到摄魂灵的声音，并不会感应到自己的神魂被攻击。赵龙也是将手中的长棍随手一扔，然后就捂住耳朵，反正后天灵宝的次数只能使用9次，大不了自己捂9次耳朵，不听这个声音，等柳东月的灵宝次数用完，自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柳东月了。而且柳东月今天甚至连7宝葫芦都没带，那自己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摇完了一次摄魂灵，柳东月发现赵龙竟然什么事都没有。赵龙也是将手给放了下来，然后嘿嘿一笑，说道：“你的摄魂灵对我来说没有用吗？柳东月，我倒是要看看你的摄魂灵究竟能用几次。”说罢，赵龙就缓步奔着柳东月走来。柳东月吓得脸色煞白，这灵宝对他竟然没用。李寒洲见状也是皱皱眉头，没想到阻止这摄魂灵的办法这么简单，只要捂住耳朵就行了。哈哈，没想到是我赵家先拔的头筹了。赵武星也是哈哈大笑，然后看向梁胜和聂胜宇说道：“待会看来还是我们三方的争夺，看看最后这把秋葬的归属到底是谁。这秋葬必定是我们霸刀门的，就你们也配？”正当三人欲要争吵起来的时候，刚走2步的赵龙却是突然脸色一变，让开让开！赵龙转身就奔着擂台下面冲去，还没等所有人明白怎么回事，赵龙已经跑出擂台了。来不及了，赵龙都要哭了，看到不远处有棵树，就跑到树底下，然后疯狂地解裤子。但是今天里里外外起码穿了10几条裤子，这个时候任凭他如何的手忙脚乱，都没有办法把裤子给解开。怎么回事？赵武星脸色难看至极，比武还没有结束，但是赵龙竟然就离开了擂台，这就算是赵家输了。就听这个时候扑哧一声，伴随着一个响屁，原本脸色焦急的赵龙这一刻突然就放松了下来，整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一种解脱的神色，仿佛无比的舒服。伴随着而来的是那10几条裤子竟然渗出液体，伴随着一股腥臭的味道。卧槽，赵龙你拉裤子里了！一名赵家弟子惊呼一声，其他人见状也都纷纷后退出去。赵龙此刻舒服过后也是欲哭无泪，都是他那奇怪的灵宝，他摇完摄魂灵之后，我就感觉我腹痛难忍，就憋不住，赵龙指着擂台上的柳东月吼着：“我！”柳东月诧异地指了指自己，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的摄魂灵，难不成是这摄魂灵的作用？其他的弟子看着柳东月，他们的脸色也都变了。之前的7宝葫芦是吸衣服，这个摄魂灵是让人拉裤兜，这他妈什么灵宝？柳东月，你的灵宝未免太脏了吧？赵家赵贤也是忍不住破口大骂道：“就是，太脏了吧你！”众人的唾骂让柳东月几乎要委屈死了。这灵宝是我师叔炼制的呀！柳东月看向李寒洲，谁知道李寒洲此刻好像是没事人一样的在旁边和云千竹以及小石命说话。你们2个看到了吗？以后长大了不能学那个哥哥，屎尿什么的都拉裤子里，不卫生，知道不？此刻三宗的弟子看到赵龙的样子，眼神中都露出了恐惧之色。他们刚刚在心里克服了被脱光的尴尬恐惧，此刻要面对这种屎尿都拉裤兜子里的恐惧吗？他们今天每个人至少都穿了10条裤子，中了那个摄魂灵之后再脱裤子根本来不及，难不成让他们光屁股上去和柳东月打吗？一时间所有人都没了战意，谁爱上谁上，反正我不上，不然以后这事传出去多丢人。也感受到了弟子们的情绪，三方宗主也都感觉事态有些不妙，若是不战而回，那岂不是代表他们输了？秋葬拿不到手不说，还要把自家的宝贝赔出去。李关主，这个时候赵武星走上台，脸上带着一抹怒火说道：“我觉得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不允许使用灵宝。”听到这话，李寒洲眉毛一扬，不允许用灵宝。赵族长以后若是在外面遇到敌人，是不是也这么要求敌人千万不能使用灵宝？你看看人家听不听你的？比武切磋本就是这样，用什么功法，用什么灵宝，一开始都没有规定，怎么赵族长输不起了？李寒洲有些阴阳怪气地说着，然后扭头对云千竹和石命说道：“师叔告诉你们，将来要做一个诚实诚信的人，千万不要做出尔反尔的事情，会让人讨厌的。”
两个小家伙狠狠点点头，这让赵武星当即脸就黑了下来。嗨嗨！此刻聂胜宇也走上来说道：“李关主，我们今天来毕竟是来切磋长生关的武学的，若是一直用灵宝，那又怎么让我们的弟子领略长生关弟子的风姿呢？所以我也提议，不如不用灵宝，就让他们用自身的本领来切磋看看，如何？”对啊，我们都没见过长生关的武学，都是你那奇怪的灵宝，这让我们的弟子怎么长见识呢？梁胜也赶紧说：“长见识？”李寒洲一愣：“我这灵宝还不够你们长见识的吗？”罢了罢了，别说我们长生关欺负你们。李寒洲对着赵武星伸出手。啥？赵武星诧异地看着李寒洲。唾麦丹啊！李寒洲惊讶道：“这场比试可是你们赵家输了，难道想赖账？接下来我们不用灵宝了，但是这一场你不能不认吧？”好，我给。赵武星狠狠一咬牙，拿出一瓶唾麦丹，递给了李寒洲。李寒洲嘿嘿一笑，将丹药收好。东岳啊，不用摄魂灵了，教训教训他们。李寒洲笑呵呵地说：“师叔。”柳东岳有些慌，不用灵宝，那就只有靠神力丹了。这丹药真的有用吗？上场之前倒是将丹药给吃了，但是具体有没有效果，他现在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得出来，就像是吃了一颗面丸子一样。对了，赵家家主，你们赵家这次如果还要参加的话，你得再拿出新的东西才行，不然就别比了。李寒洲瞥了一眼赵武星，拿。赵武星此刻牙都要崩碎了，然后从储物袋中拿出来一个木盒，打开木盒，里面竟然一株看起来有些枯黄的草，定风谷草。看到这东西，梁胜和聂胜宇都惊讶地说着，赵家竟然连这样压箱底的宝物都给拿出来了，就连太玄圣地的大长老都有些动容。那可是定风谷草啊，很罕见的宝物，赵家一直都没舍得用，没想到竟然拿来当赌注。李关主，这是定风谷草，用这个做赌注足够了吧？赵武星死死地盯着李寒洲。虽然李寒洲不知道定风谷草是什么，但是李寒洲从他们的表情也都看得出来，这定风谷草肯定是宝物，于是点点头说道：“行吧，那就让你们赵家再参加一次，我先来。”这次霸刀门首席弟子徐宏此刻握着大刀就要上擂台。等等，还是让我先来吧，我今天要狠狠收拾这个小瘪三。岳山宗的申宗傲此刻也是摩拳擦掌，欲要上台。我赵家已经输了一场了，这次应该让我赵家找回场子，你们两位等等再上吧。此时赵贤摇晃着手中的折扇走了上来。我先，你们赵家都比了一场了，凭什么还是你们赵家？三家为了谁先上场争夺了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擂台上的柳东岳深深地呼吸一口气，紧接着大喊道：“少在那里浪费时间了，你们一起上吧，我正好把你们一起收拾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呆住了。柳东岳要一挑三，他疯了？不会是因为一个都打不过就想着一起挑了吧？你找死！狂妄，胆敢小看我！徐宏、申宗傲还有赵贤都怒火中烧，全部都跳上台来。你们听到了，是这柳东岳说让我们一起上的。徐宏大声说着。等等，就当三人要上前一步的时候，柳东岳突然叫住了。怎么？知道怕了？赵贤冷笑着说。柳东岳没理会赵贤，只是数了数，1、2、3。数完，柳东岳的目光看向太玄圣地的陆天行，然后指着陆天行说道：“你不也是要来挑战的吗？别躲在后面当缩头乌龟了，你也一起上吧，我一挑你们4个。”一语出，全场骇然，就连江逸玄和太玄圣地大长老都动容了。这孩子是真疯了，他一个5品的武者要挑战4个，陆天行可是9品修为啊，他哪来的勇气？本公子不屑于其他人一起欺负你。陆天行冷哼一声，不肯上场。4个打1个，算什么本事？你怕了吧？没胆了吧？怂了吧？快过来，坐坐坐。柳东岳挑逗着陆天行。妈的，看我今天不锤死你！陆天行怒了，他本就看不上柳东岳，认为柳东岳没有灵宝在手的话就是个废物，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废物竟然敢如此挑衅自己，那今天就让他知道知道自己的怒火是有多么可怕。说罢，陆天行一步踏出，便是来到擂台上，站到了3人的面前。大宗弟子必须 C 位。柳东岳，今天看我不好好收拾收拾你！陆天行的手掌一出，背后的一把战斧直接握在手里，真气一震，9品修为的境界展露无遗。身后的徐宏、赵贤还有申宗傲当场便是被陆天行的真气给震退几步。3人固然也是3宗的天才弟子，但是他们跟陆天行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了。感受到陆天行的真气，其他宗门的弟子也都内心震撼，这就是天才吗？但是面对如此强横的陆天行，此刻对面的柳东岳却是岿然不动。此时的柳东岳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站在面前的4个人仿佛那般的渺小。
陆天行9品的修为，那所谓强横的真气，在自己的眼中竟然有一种吹弹可破的感觉，好神奇！柳东月从来都没有感觉过自己会这么强，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强得可怕，仿佛太玄圣主上来，他都敢上去踹2脚。给我跪下！陆天行一步踏出，手中战斧轰然砸落，那种霸道的力量宛若开山一样，轰隆，气势惊人。这一幕看得太玄圣主都神色一变，陆天行下手太狠了吧？若是教训柳东月的话没什么，但若是将柳东月给打死了，那李寒州怕不是要发飙？他手中可是有千命鬼莲啊，连赵千秋他都给干死了，现在自己重伤还没有痊愈，李寒州真的发飙起来大开杀戒，自己可挡不住啊！陆天行一出手，那柳东月必败无疑。就是区5品，竟然还敢挑战4个人，真的活腻了。刚刚还挑衅陆天行，陆天行上次就憋着火，这次肯定废了他。下面的众人议论纷纷。二师兄云千竹和石命2个小家伙却是非常的担心，他们都能感受到这一斧的可怕，斧芒将地面都给崩裂，柳东月脚下的石板咔咔作响。然而面对这一斧，柳东月却是不闪不避，眼神中有一种神秘的坚定。轰！一斧下来，陆天行也是心中一惊，柳东月竟然不闪。他本想稍微收点力，毕竟他也不想真的杀人，然而还没等他收力的时候，柳东月竟然抬起手掌，一把抓住了他的斧刃。任凭这一斧的威力绝伦，上面的真气雄厚，此刻在柳东月的手掌中居然完全被压制。柳东月的5根手指抓在斧刃上，掌力狠狠一握，陆天行的真气轰然破碎，那斧芒也是瞬间崩溃。什么？陆天行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砰砰砰！4宗的宗主也都全部站起身，连身后的椅子都碰倒了，他们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怎么可能？陆天行可是9品修为，盘斧功修炼到第4重，这一斧竟然让那小子一把就给抓住了，他连动都没动，这怎么可能？这小子才5品修为啊！这太玄圣地的大长老更是说不出话，太玄圣主江一玄也是想不通，他是真的想不通。不管怎么看，柳东月只是个5品的境界，能越级挑战的天才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但是5品打个6品，你再天才再牛逼一点，你打个7品，这都还算符合常理。你面对一个9品，而且仅仅是一只手就捏爆了对方的真气，这是个什么操作？此时江一玄看着神色淡然的李寒洲，内心宛若掀起惊涛骇浪。他相信仅仅是凭借柳东月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背后肯定是有李寒洲的手笔。这个人真的好神秘，竟然有如此多神秘的手段。申宗傲3人此刻也是傻了眼，本以为被秒杀的柳东月，此时竟然单手接住了陆天行的招式。我不信！陆天行勃然大怒，自己是天之骄子，太玄圣地未来的圣子，盘斧功第4重的天才，怎么可能被一个5品的废物给挡住了？轰轰轰！陆天行此刻再也不留手，疯狂出手，盘斧功的斧法被他施展的淋漓尽致，每一斧劈下来都有一种开山劈石的气势。然而柳东月此时依然是不慌不忙，甚至连退都不退，抬起手来，轻轻的几巴掌下去，就将盘斧功所有的招式都给化解，看得众人目瞪口呆，这简直像是在逗小孩啊！我们一起上！申宗傲几个人见状也是加入了战局，变成了真正的4打1，霸刀门的刀霸道绝伦，招式大开大合，威力惊鸿。赵家的身法飘渺，赵贤手中一把折扇仿佛能割开一切，山锋如刀一般锋利，鬼魅环似。申宗傲的撼山掌更是掌掌都凝聚着澎湃的气浪，犹如掌断山河一样。然而4个天才联手对付柳东月，当中的柳东月却是浑然无惧，仿佛这4个人在他的面前就是蝼蚁一样。砰！几道闷响，柳东月仅仅是几个巴掌就将4个人全部给扇飞出去，4个人整齐划一的飞到了擂台之外。当他们倒下的这一刻，他们依然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败了。败了！赵武星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太玄圣地大长老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他此时一步上前来到了擂台上，直接抓起了柳东月的手臂。柳东月吓了一跳，但是胳膊给大长老给抓住，大长老没有伤害柳东月，仅仅是感受了一下，旋即更是见鬼的表情看着柳东月，真的只有5品的修为。诸位，李寒洲嘿嘿一笑，走上台说道：诸位，切磋也完事了，你们的弟子都败了，既然这样的话，那先前答应给的东西有太玄圣主在这里，你们应该不会赖账吧？或者你们若是不服气，可以把东西交了之后再拿出别的赌注来，我们继续再比也可以。李寒洲笑呵呵地说：梁胜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个时候还比什么了？那柳东月强的一批，连陆天行都不是对手，再让弟子上去也是没用，愿赌服输。梁胜拿出一把大刀，此刀虽然未入神兵之列，但也是当年在神兵谷求来的神兵，威力绝伦。梁胜一脸舍不得地看了看怀中的刀，
刚想继续说什么，李寒洲直接将刀就给拿了过来。拿来吧，你客气什么？我会好好的对他的。李寒洲欣喜地看着这把大刀，真不错。而当李寒洲拿起刀的那一刻，三人的神色也都略有变化。这李寒洲果然不是普通人。赵武星沉声说着，聂胜宇也是点点头。霸刀门的霸刀是暗薄铁所铸，有1000多斤，这李寒洲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给拿起来了。看来他不是没有真气，是修为太高，我们看不出来啊。这么说，那秋藏刀真的是他杀了赵千秋夺来的。此刻霸刀门的梁胜也是浑身一个寒战。本来他之前还想着，今天太玄圣地的人在这里，自己不好赖账，但是等太玄圣地的人走了以后，自己过几天想办法来长生关把自己的霸刀给抢回去，大不了蒙着面。这里一个不会武功的李寒洲，还有几个小弟子，根本挡不住自己，就算是给长生关全杀了都没有任何阻碍。然而此刻再想到之前自己的想法，梁胜冷汗都下来了。幸好自己发现了李寒洲隐藏实力，否则真的来了，自己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那赵千秋可是天罡境半步立仙的存在，实力非凡，连他都折在李寒洲的手里了，自己这点实力根本不够李寒洲塞牙缝的吧。赵武星此时也没有废话，乖乖的将自己的定风骨草给交了出来。聂胜宇也是二话没说，就将撼山掌的秘籍给了李寒洲。太玄圣地家大业大，不会赖账吧？李寒洲看向太玄圣地大长老和江逸玄，他倒是不担心三宗不给东西，他担心太玄圣地不给。毕竟太玄圣的这么大的地方，强者如云的，若是真的不给，真想赖账，李寒洲还真的没什么办法。我们太玄圣地自然不是没有信用的地方。江逸玄站起身，从储物袋里拿出来太玄心经。那就多谢圣主大人了。李寒洲眼睛一亮，这可是好东西，太玄圣地的高级心法，这可不是岳山宗的撼山掌能比的。这心法就连三宗的掌门也是眼馋啊，这等高级心法是可以修炼到很高的境界的，完全不是他们的宗门心法可比的。那就多谢江兄了。李寒洲感觉太玄圣主还是个挺好说话的人呢。圣主，弟子让您失望了。陆天行走过来，直接跪在了太玄圣主的面前。此刻的陆天行道心有些崩溃，自己竟然屡次三番的栽到柳东岳的手里。起来吧。江逸玄也没有为难陆天行，他知道柳东岳的背后肯定是有李寒洲帮忙，否则柳东岳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实力。有这样的强者帮忙，陆天行不可能胜。既然输了，三宗的人也不想待在这里了。李寒洲假惺惺的留他们吃晚饭的样子，让三宗的宗主更是想快点离开这里，就差说你们敢留下来吃饭，我就弄死你们了。还是不触这个眉头的好。太玄圣地也随之离开了。太玄圣地大长老远远的看到石命用般若斧砍柴去了，心疼的不行，却又带不走。最终江逸玄临走的时候，也邀请李寒洲有空的时候去太玄圣的做客。李寒洲也是答应着，只是他也知道这不过是客套罢了，自己没事去他太玄圣的做什么。等所有人都走干净了之后，此时也已经日落了。折腾了一天，李寒洲也感觉累了，不过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师叔，柳东岳此刻走上来，一脸激动地说道，我到现在都没想到我今天居然真的赢了，太不可思议了。然而李寒洲这个时候却是绕着柳东岳，然后摩挲着下巴，仔细地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师叔，你这么看我干什么？柳东岳刚刚激动的情绪也随着李寒洲的眼神变得冷静下来。柳东岳总觉得李寒洲在打着什么不好的心思。东岳啊，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师叔晚上炖红烧肉给你吃。李寒洲笑呵呵地说。啊！柳东岳一愣，师叔，我赢了岳山宗、赵家、霸刀门，还有太玄圣地，给你赢了太玄心法、定风骨草等等好东西，你就给我吃一碗红烧肉。哎呀，我们长生关的情况，东岳你也看得很清楚，我们长生关很穷啊，如今可算是有要崛起的意思了。我赢来的这些东西，当然是为了充盈宗门了。我们长生关的实力强，以后才能招来更多的弟子，成为强大的宗门，才能对得起祖师对我们的期待。以后你柳东岳就会名垂青史，这里的意义比任何的奖励都要更重要，不是吗？听着李寒洲语重心长的话，柳东岳总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又说不上来，于是木讷的点点头。所以啊，师叔也在为宗门努力呢，这些东西不是给我赢的，是为了宗门赢的。你难道不想我们长生关恢复往日的荣光吗？大师兄不在，如今你就是长生关辈分最高的弟子，你总不能指望小石命和小千竹承担这份重任吧？李寒洲继续忽悠，为宗门崛起，弟子愿意。柳东岳此刻凝重地说，好，既然这样，我们长生关宣战天下，从即日起挑战各宗弟子，所有人都可以上门来挑战，4个人为一组，但是需要带来相应的宝物，若是我们长生关输了，我就把那把刀送给他们。李寒洲嘿嘿一笑，不过你放心，只局限于9品或者9品之下的弟子，你的神力丹虽然厉害，但也只是对超脱之下的人管用，师叔不会让你冒险的。哈！
柳东岳听完这话，傻眼了。这算是让我去打擂吗？就这么定了，你先休息，任重而道远，不着急。这太玄心经给你，你练练，看看能不能练会。李寒州将太玄心经给了柳东岳，然后转身就走了，独留柳东岳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江湖本就是一个纸包不住火的地方，有任何的事情都会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从江湖上流传开来。赵家、霸刀门、岳山宗、太玄圣地4宗弟子挑战长生关铩羽而归的事情立刻就传开了，一时间长生关这个名字就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中。另外就是秋藏刀也出现在了众人的议论里。当唐门得知消息的时候，唐门门主唐觉不禁一愣，这秋藏刀在这个叫做李寒州的人手里，那岂不是说千命鬼莲有很大的概率也在此人手中？皇帝有心想帮李寒州遮掩，结果这李寒州竟然把自己给暴露出来了。你说这是神兵榜上的神兵？李寒州此刻听着云千竹和自己说的话，有些惊讶。他之前只是知道这是一把好刀，但是压根不知道这是什么神兵榜上的兵器。难怪这3宗的人费那么大的力气都要弄过来。师叔平日里只知道赌钱喝酒，什么都不关心。神兵榜我们藏书楼就有，随时都可以看。不过我也没见过，只是听他们说起这把刀叫做秋藏，才想起来这应该是神兵榜上的兵器。云千竹对李寒州说着。那就麻烦了。李寒州皱皱眉，这把刀的来头这么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东西留在自己手里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说不定会有很多人想来夺刀呢。看来我们长生关要快点崛起才行啊。李寒州轻叹一声，有强大的实力或者有强大的背景才能守护住自己的东西，不然为什么在倚天屠龙记里谢逊都跑到西伯利亚了，中原武林还对他紧追不舍，而倚天剑就在真武大殿上插着，都没有人敢去武当抢。一切还是实力。想要彻底解开长生关的实力封印，就只有破了死葬风水局，找到死穴的所在。但是目前除了自己机缘巧合打开了这长生关的死穴，另外其他的死穴自己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尽管从地图上以风水推演能推演出一个大概的位置，可是自己现在脱不开身啊。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算是找到了大概的位置，想要确定一个准确的坐标也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该死的师兄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李寒州此刻不禁想到了自己那个失踪的师兄，要不推演一番。想到这里，李寒州尝试开始掐算。让李寒州感觉奇怪的是，自己不管怎么推算都是一片虚无。好奇怪，李寒州又算了几次，还是一片虚无，就仿佛这天地间并没有这个人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好像自己这个师兄长生关真正的关主从未存在过这样的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不管是自己原主的记忆，还是长生关的弟子们的记忆中，都是有这么一个人的。怪哉怪哉。李寒州不禁走到了长生关的大殿中，看着大殿上祖师的雕像，李寒州长叹一声，随手一挥，大殿的门就关上了。李寒州坐了下来，静静地望着老道士的雕像，半晌之后才说道：你说你给我弄到这里来到底是想干嘛呢？该不会就是想让我解开这死葬风水局吧？你丢给我这个烂摊子，也不说留给我点有用的东西帮帮我，让我现在举步维艰的。哎，我知道你要坚持道门正统，但是目前的情况也看到了，灵气未开，风水局也没有那么好破，长生关还要继续维持，那我就只能另辟蹊径了。希望你这老头子在天之灵不要怪我胡来吧。我可提前跟你打招呼了，若是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你的话，你可别挑我的毛病，毕竟我本事有限。说完，李寒州站起身，给祖师上了3炷香，这才离开了长生大殿。第二日，李寒州交给了云千竹还有小石命2个人一个任务，那就是到白云城中发传单，将长生关的赌约的事情散布出去，让有想要来挑战长生关弟子迎秋藏刀的人带好赌。本来长生关接受挑战，但是只接受4个人组队。石命和云千竹好不容易能下山去城里玩，而且李寒州还每人给了2两银子让他们随便花，2人自然是乐得屁颠屁颠的就去了。李寒州也不太担心，白云城的治安还是不错的，更何况石命和云千竹虽然还小，但也是有修为在身的，一般的小毛贼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而2个小家伙出去忙活了之后，李寒州这次也是直接进入到了藏书楼中。李寒州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了解的不够的话，很多事情都容易吃亏，所以李寒州准备认认真真的多看看书，从书中说不定也能找到死葬风水局的消息。李寒州先是找到了神兵榜，认真的看了起来。不看不知道，当李寒州看到秋藏竟然是神兵榜上排名第32位的神兵的时候，李寒州也是吓了一跳。这排名已经很靠前了。咦，这斧头看着有点眼熟啊。李寒州皱眉看了看排名43的般若斧，左看右看都觉得很像是他们长生关用来砍柴的斧头。不会吧？李寒州有些惊讶，柳东岳那小子不是说是太玄圣地送的安慰奖吗？
妈蛋，这混小子骗我！李寒州不禁骂了一句，难怪太玄圣的大长老押上太玄心经也要那把斧头，原来是这小子从太玄圣的把人家神兵给弄回来了。看完了神兵榜，李寒州又看到了灵宝榜。灵宝榜单，李寒州好奇地打开看了看。灵宝分先天灵宝和后天灵宝，像是灵宝师做出来的都是后天灵宝，而先天灵宝乃是天地而生，非常神奇珍贵的存在。先天灵宝的数量不多，每一种都尤为罕见，有一些先天灵宝隐匿于绝境之地，时死无声，有些先天灵宝甚至会伴随着一些人的诞生而出现。然而先天灵宝一旦认主，就会和灵魂绑定，强行解除自己和先天灵宝的关系，会导致神魂严重受损。排名第一，长生草，可让人长生不老，寿与天齐，归属不详。居然是让人长生不老的东西，李寒州很是惊讶，竟然有这样的宝物，若是出现，还不让无数人挤破脑袋？谁人不想长生呢？越是往后看，李寒州越是心惊，这先天灵宝竟然如此神奇。看完灵宝榜单，李寒州又去看了看长生观留下来的一些道门秘术，一时间完全忘了时间流逝，觉得这里的东西看得还津津有味的。然而李寒州根本不知道，因为李寒州的传单外面江湖上掀起了多么大的风浪。长生观弟子柳东岳，超脱之下第一人，在长生观等待各位天之骄子的挑战。李寒州在传单上的这两句话，可以说是把整个江湖的年轻一代都给得罪个遍。江湖之大，天骄遍地，哪个宗门没有精彩艳艳之辈？谁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傲气？偏偏李寒州的这份传单就挑战了他们的傲气。超脱之下第一人，真是狂妄至极，以为打败了太玄宗的陆天行就敢号称超脱之下第一人了。殊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笑！鼠目寸光，怕也是没有见过真正的天才。一时间，江湖上有名望的宗门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门中的天才弟子们都愤愤不平。听说了吗？绝情谷的绝情仙子已经去白云城了，说是要教训教训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长生观弟子。什么？绝情仙子来了？听闻绝情仙子10岁就踏入9品境界，是东岩州数一数二的天才，修炼绝情谷的忘情歌实力非凡，据说早就能达到超脱境界，但是始终都没有突破，为了厚积薄发。没想到绝情仙子竟然也会为这样的人出山，据说绝情仙子貌似天仙，不知道能不能有幸一睹芳容。酒馆之中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消息，不光是绝情谷的绝情仙子，听闻唐门年轻一代的唐门三杰也已经奔着白云城来了。唐门都来了，还有神峰山那位的亲传弟子也来了。这个时候有人小声地说道，据说那位的弟子下山就是奔着超脱之下第一人的名号来的。神峰山亲见仙落锦衣的亲传弟子，我滴个乖乖，有热闹看了。似乎是因为这些人要来，这些时日白云城也是变得异常热闹，甚至有外地的商人来到白云城中做生意，更是有很多宗门弟子来到这里，各处的江湖人士将客栈都给住满了。白云城主叶清北没想到李寒州的一份传单竟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甚至就连上青宗的弟子也都已经来了。叶师妹，你们白云城还真的是热闹非凡。几个上青宗的弟子走在街道上，为首的青年笑呵呵地说着，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四周。平日里没有这么热闹，最近这不是因为长生观的事情，所以才有了这么多人吗？叶子英也是回应地说着。这长生观，叶师妹你了解多少？另外一名女子对叶子英问道。以前都未曾听过有这么个地方，小小的长生观竟然出了柳东岳这样1号人，敢号称超脱之下第一人，师姐我也是好奇的紧呢，想看看到底是怎样精彩艳艳之辈。这个我也不太好说。叶子英是真的不好说，因为他也见过柳东岳，并未有什么惊人的地方。叶子英也不知道李寒州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自从上次回去上青宗之后，叶子英也是将李寒州的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师尊。上青宗对于出现了李寒州这样的一个人也表示很惊奇，但是也并未太过在意，毕竟江湖之大，有几个隐士高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能打败太玄圣地的陆天行倒是有点本事，听闻那陆天行也是个天才，小小年纪就已经将盘斧功给修炼到了第4种，但是这次来的绝情仙子等人可不比陆天行弱，我现在可是好奇的很呢。上青宗的师姐笑呵呵地说着。长生观中，师叔，师叔。正在看书的李寒州听到外面传来石命的声音，李寒州这才放下书，然后走了出来。怎么了？李寒州看着石命气喘吁吁的样子。有人上门挑战。石命连忙说，有人要挑战柳东岳师兄，还说要将秋藏给迎回去。生意上门了。李寒州眼睛一亮，看来传单有效果了，于是赶紧来到偏殿中，便是看到一名中年人带着几个弟子正坐在那里等着自己。这中年人气息很沉稳，肉身给人一种很强势的威压感，看样子应该是个炼体的强者。
有失远迎。李寒洲恭敬地说着。炎黄城燕家，燕胜天，中年人也是站起身，抱拳一拜。然后还没等李寒洲寒暄几句，就听燕胜天说道：“我带我燕家弟子前来挑战贵道观的柳东岳，听闻他号称超脱之下第一人，还要1个打4个。我们燕家自不量力，想来试试。听闻只要赢了你长生观的弟子，就可以带走秋藏刀，不知道是真是假。”刀就在这里。李寒洲直接将秋藏给拿了出来，那深寒的气息让燕胜天眼睛一亮。但是前提是你也要拿出差不多的赌注才行。李寒洲盯着燕胜天，我燕家没有别的，唯有炼体的功法最值钱。燕胜天拿出一本书，这是我燕家的炼体武学九窍金身，修炼到极致，可以刀枪不入，你看如何？差了点。李寒洲不咸不淡地说着。最近这段日子他都在看书，早就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李寒洲了。只见李寒洲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们燕家的九窍金身再强，难道还比得过佛门的佛道金钟吗？”此话一出，燕胜天脸色一变，那自然是比不过。那我燕胜天还在想自己还有什么东西能压上呢。燕兄，李寒洲摆摆手，不如这样，若是我们赢了，日后让我到燕家的书楼中看上3个月的书就行，如何？这燕胜天听到这话有些犹豫。我不看武学。李寒洲又补充了一句。成交。既然李寒洲不看武学，那就没什么了。好，那就开始吧。李寒洲笑着说。就在这个时候，云千竹从外面跑了进来。师叔，山门外又来了很多人，他们听说炎黄城燕家来到这里了，都想进来看这场比试，想进来看热闹。李寒洲顿时就明白这些人的想法了，回绝他们，就说今日不待客。李寒洲对云千竹说道：“好的，师叔。”傍晚时分，守在长生关门口的一些江湖人士终于看到燕家的人从长生关中走了出来，然而每个人都像是双打茄子一样。这些平日里骄傲的燕家弟子，每个人都露出了受挫的表情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看到燕家的人出来，不少想看热闹进不去的江湖人士都凑上来问。面对这些好奇的江湖人，燕胜天也是欲言又止，最以后只能苦笑一声，摆摆手说了4个字：天外有天。说完就带着燕家的弟子离开了。看来燕家弟子是败了。燕家以外公见长，没想到燕家4个弟子一起出手，都没能打败柳东岳吗？这4个弟子的实力可都是9品啊，连起手来怕是连超脱境都要头疼吧。一名老者有些不敢相信地说着。真好奇啊，真想看看刚刚这场比试，但是这长生关竟然不让进。其他的江湖人士都在抱怨，那柳东岳能号称超脱之下第一人，没想到是真的有本事。其他人也是啧啧称奇，只是这长生关乃是道门，道门已经没落数百年了，难不成说在这一世道门又要崛起了吗？有人猜想着。而此刻在长生关中，柳东岳正有些紧张地看着面前的李寒洲。按照之前的套路，柳东岳吃了李寒洲炼制的神力丹之后1挑4，尽管对方是4个9品，但是柳东岳依然是浑然无惧，出手轻轻松松地获得了胜利。李寒洲也将9窍金身给赢到手了。但是此时站在李寒洲的面前，柳东岳发现李寒洲的表情好像并不是很高兴。师叔，你怎么了？柳东岳有些忐忑地问。那太玄心经练得怎么样了？李寒洲问。尝试修炼了，这太玄心经不愧是太玄圣地的顶级心法，非常的厉害，我已经修炼到第1层了，我的修为也马上就能突破6品了。柳东岳也是有些激动。哦，李寒洲眨眨眼，然后问道：真气也是有品质之分的，那太玄心经修炼出来的太玄气也算是真气之中比较上乘的存在了，你可以试试用太玄气催动我长生关的武学，看看有没有用，用太玄气施展我们长生关的武学。听到李寒洲的话，柳东岳先是一愣，紧接着眼睛一亮，倒是没想到还能这样。长生关的武学都是道家秘术，原本唯有以灵力催动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但是自从天地灵力被封锁了之后，道门只能将修炼灵力转为修炼真气。可是像是北地诀这样的心法只适合修炼灵力转换成修炼真气之后，北地诀这种高深的心法也就沦为3流功法了。道门一代一代传下来，道门秘术基本全部失传，没人会用。道门的先辈也曾经想过寻求高深的武学内门心法来替代北地诀这样的灵力心法，奈何道门没落，要钱没钱，要实力没实力，哪里淘弄厉害的心法去？在当时道门还残存着1-2个高手，凭借自身蕴藏的少得可怜的灵力，也不会轻易出手。更何况他们听说要以普通真气法门取代道门的传承，早就已经气炸了，怎么可能出手去弄别的宗门的功法？那不是欺师灭祖吗？也就是到了李寒洲这一代，李寒洲琢磨了这些天之后，早就想试试了。反正现在道门已经没落成这个样子了，李寒洲可没有那么多底线在。既然老道士将这个烂摊子交给他，那就任凭他折腾好了。
目前死葬风水局没有那么快解开，想要让弟子们实力强横起来，那就只能修炼其他宗门的心法，这没什么可耻的。那师叔，我试试。柳东月后退一步，然后深深地呼吸一口气，体内的真气开始运转。随着柳东月的真气运转，此刻在柳东月的身上赫然出现一阵金光，那金光之上密密麻麻的道家密文直接将柳东月给笼罩其中，金光璀璨，仿佛坚不可破。道门金光咒。李寒洲眉毛一扬，这是道门中的一种防御功法，金光咒护身，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修炼到高深的境界更是可以反震杀敌，名画剑影。我试试。李寒洲手掌一动，地面上一块石子直接飞到李寒洲手里，砰，手指一弹，那石子瞬间飞出，直接轰到了柳东月的金光咒上。一声闷响，柳东月的金光咒顿时破碎，柳东月噔噔噔后退了好几步，差点一口血喷出来，仅仅是余波之力都震得他五脏六腑差点受伤。柳东月诧异地看着李寒洲，心中如同滔天骇浪席卷。怎么可能？师叔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你这金光咒也不行啊，我随手扔个石头子都给你破了。李寒洲有些失望，师叔会不会是你太强了啊？柳东月都要哭了。我感觉我刚刚施展出来的金光咒已经很强了，比起我以前释放的金光咒强上好几倍呢。看来太玄心经真的很有用啊。哦，是这样吗？李寒洲尴尬地说道。那你再施展一招我看看。不会了。柳东月如实地说。什么不会了？李寒洲一怔。别的长生观武学你不会了？啊，不会。柳东月挠挠头。太乙神相诀呢？不会。大龙魂手呢？不会。你画个符你总会吧？不会。这么多年你在长生观光吃饭了？李寒洲有些生气。师叔，学那东西没用啊，也施展不出来，学了也是白学。柳东月苦笑一声。哎，罢了罢了。李寒洲也只好说道。那以后慢慢学吧，我是有正事要跟你说。今天擂台上你的表现有些不对。不对。柳东月诧异地说道。师叔，我表现的哪里不好了？那4个燕家弟子都被我轻松就给打败了呀。那燕家的九窍金身你不是已经拿到手了吗？柳东月一脸的不解。就是因为你轻松的打败了才不对。李寒洲皱眉说道。你每次都这么轻松的把对方虐胜，以后谁还来我们长生观挑战了？你要给他们一种能赢你的希望，他们才会络绎不绝的来我们长生观体验啊。而且我已经安排云千竹和石命下山到白云城中做宣传去了，以后你的比武会有很多武林人士来参观，你给我认真点，还会有人来看。柳东月傻眼了，怎么感觉自己成了表演的猴子？白云城中，此时在白云城最繁华的街道上，石命和云千竹2个小家伙支起了一个小小的摊位，旁边还挂着一个大牌子，长生观挑战报道处。如今长生观可是一个热词，所以当这个摊位摆出来之后，立刻就吸引了不少人都围了过来。小妹妹，这是什么意思啊？一名江湖人士好奇地问。这位伯伯，云千竹虽然是个小孩子，但是气势一点不弱，他言语流利地给人解释说道。最近来我长生观挑战的人特别多，但是我二师兄毕竟是个人，不可能每天接受太多的挑战，所以想挑战的人就来到我这里报到登记，以后我们长生观每天只接受1场挑战。另外，为了防止有人捣乱，报了名又不来，所以报名费要收100两银子。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挑战还要报名？报名还要交钱？我们挑战还要交钱？一名青年有些怒意地说着。这明显是在敛财嘛。就是，报名还要收费，不合理。凭什么挑战要收钱？此事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场面一时间有些吵闹起来，很多人都站出来反对，也有一些人在观察并未开口。石命性格有些老实，此刻看到这么多人反对，他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竟然一时间有些语塞，不知道要怎么说。因为这是李寒洲定下来的规矩，他也不敢违背。然而这个时候，云千竹却是丝毫不惧他们的吵闹，而是运起真气大声说道。是你们千里迢迢来挑战的，还不是觊觎我师叔的神兵秋藏？为了保证来挑战人里没有捣乱的，这个报名费必须收，若是连100两银子都掏不出来的，也就不用来参加挑战了。因为你们1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更不指望你们能拿出来像样的赌注。爱报不报。云千竹一拍桌子说道。反正先报名的先挑战，前面的挑战者若是先赢了，秋藏被别人赢走了的时候，你们可别哭就是了。这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都沉默了。说得对啊，谁先挑战谁吃香，先打的机会更大，若是赢了，秋藏就被别人拿走了。我们报名。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挤出来几个青年，为首的蓝衣青年将一张银票直接拍到了桌子上，然后说道。我们报名明天的场，我是黄河宗的弟子。好嘞。云千竹看向旁边的石命。师兄，记上，黄河宗明天第1场。
哦，石命赶紧记在本子上。请问你们黄河宗的赌注是什么？我们需要评估一下，看看合不合适。这也是来之前李寒洲交代的。云千竹虽然是小孩子，但是平日看的书不少，起码在宝贝鉴定方面比他要强。是这个。黄河宗的弟子直接拿出来一个黄色的口袋，放到桌子上，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方大印，翻天印，灵宝。云千竹看了看，然后将目光放到黄河宗弟子的身上。没错，是翻天印，出自灵宝大师孙海泉之手。黄河宗弟子一脸骄傲地说着。孙海泉大师的翻天印。听到这个消息，人群中都骚乱起来。孙海泉是个很有名望的灵宝师，他制造的灵宝起码是能抗衡通玄境强者的，实力非凡。虽然是孙海泉大师的翻天印，但是和秋藏刀比起来还是差了一些。云千竹说道。这样吧，除了这件灵宝之外，还需要让我们宗门的师叔借阅你们黄河宗的藏书3个月的时间，不看你们黄河宗的武学。那弟子有些犹豫，我需要和宗门长辈商量一下。好，那你们先去商量，其他人还有报名的吗？云千竹招呼着。我报名。我是衡阳剑宗的。我先来的，我也报名。我是万花谷的，我也报名。一时间冲过来报名的人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股寒意从众人的身后传来，仿佛是有什么冰破人心的东西过来了，众人赶紧让开一条路。而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竟然是一名绝世少女。那少女冰冷的眸子仿佛看透世间百态，她周身环似着冰霜之气，九品的修为却是让在场一些同为九品的武者都感觉到如同一座山岳镇压下来。少女的身边跟着几个丫鬟，看着普普通通的丫鬟，身上的气质竟然也是不凡。仅仅是凭借气势，就让所有人都忍不住闭上了嘴。好美，这女子的容颜真的是太美了。一时间看呆了无数的男人，他们瞠目结舌，面对如此的美，他们的心中却是生不起一点亵渎的心思，反而是一种深深的自卑。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这样的角色？是绝情仙子。有人惊呼一声。什么？她就是绝情仙子？有人这才反应过来，难怪如此的冰冷，又有如此美貌，没想到竟然是绝情仙子亲临了。绝情谷报名。绝情仙子缓缓走到摊位前面，身边的丫鬟直接拿出银票。三师兄，看什么呢？记上。云千竹看到石命竟然呆呆地看着绝情仙子，不禁捅了捅他的肋骨。哦，石命这才回过神来，脸色一红，赶紧将绝情仙子的名号给记上。我绝情谷的赌注之物是这个。绝情仙子手掌摊开，在绝情仙子的手中出现了一个小玉瓶。绝情仙子淡淡的说道：千年寒玉髓，这东西不用我多说，也应该差不多抵得上秋藏了。另外，若是你们赢了，我也可以让你们长生关的人来我绝情谷中看书3个月，哪怕是功法给你们看都没有关系。姐姐爽快。云千竹也是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流，不那么累。那绝情仙子挑战的日子就定在7天后了。云千竹看着单子和绝情仙子说着。好。绝情仙子答应下来，然后转身便是离开了。绝情仙子要来挑战长生关，好想看啊，可惜那长生关好像不让看。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云千竹又笑着说道：明日开始，我长生关开放，所有人只要买了门票就可以来观战。众人，买门票？去你们长生关还要买门票？你们长生关是景区吗？但是这样的挑战他们又很想看，他们想知道号称超脱之下第一人的柳东岳是不是真的那么强，同境界居然可以一个人打4个。更多的是他们想看长生关打脸。门票到我长生关的门口去买就行，每次都有10张贵宾票，100张内场票，300张外场票，票的价格不同，位置不同，观战的感觉自然也不同。明天上午卯时发售，先到先得，具体票价多少钱，到时候会在我们长生关的门口写上的，还希望诸位不要迟到哦。云千竹按照李寒洲教他的说法，将消息传递了出去。一旦激起千层浪，他们怎么都没想到长生关竟然用这个来赚钱。而李寒洲在交代了柳东岳比武的事情之后，就也来了白云城，身上的银子还够用。李寒洲这次来到奴隶市场，摆了一些奴仆和侍女。长生关冷冷清清的，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如今有钱了，自然也是要享受享受。又买了炼制丹药的材料，以及一些好的茶叶之类的东西。最后就当李寒洲准备离开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大爷，来玩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入到了李寒洲的耳中。李寒洲扭头一看，不远处灯火通明，一座座青楼并排而立。李寒洲眼睛一亮，前世自己苦了半辈子了，如今来到这里，手里又有钱，怎么说也要好好享受享受才行。青楼啊，还没来过这种地方呢。李寒洲不自觉的就走了过去。当他看到这些青楼女子一个个都在楼上招揽客人的样子，李寒洲突然眼睛一亮，顿时想到了不错的主意。大爷，
快进来玩玩，大爷眼生是第一次来我们百花居吗？一名老鸨看到李寒洲，赶紧热情的出来招待着。李寒洲走进百花居，看着里面花枝招展的女人们，发现长得漂亮的还真不少。你们这里的妹子出租吗？李寒洲的一句话直接给老鸨的脑子差点干烧了。租啥？就是让他们跟我走。李寒洲给老鸨解释了一下。哦，出台啊。老鸨笑了笑，说的那么隐晦，然后说道：自然是可以的，大爷你看好哪一个你说就是了，不过跟你去外边的话，价格上可能要贵一些。什么价格？李寒洲问。我们百花居的姑娘们各个角色，倘若客人您在这里过夜的话，一晚上100两银子就可以，若是带出去的话，那老鸨子笑眯眯地说道，那价格就要翻倍，就要200两了。好，那就200两。李寒洲想了想，答应了下来。客人爽快，您看好哪位了，我给您叫下来。老鸨子连忙说，帮我把你们这里最漂亮的10个给我叫下来。李寒洲颇为豪气。啥？老鸨子大吃一惊，他不禁后退2步，上下打量着李寒洲，看着李寒洲这皮包骨头的样子，不禁说道，这位道长，你不是开玩笑吗？你要10个？老鸨都怕李寒洲今晚死在床上。对，10个有什么问题吗？李寒洲一愣，这老鸨子有些犹豫。李寒洲以为老鸨子想要钱，直接拿出2000两银子的银票递给老鸨子。老鸨子一看银票，也没有废话，不禁感慨还是有钱人会玩，然后赶紧找了10个姑娘下来。这位道爷，这是我们百花居最漂亮的10个姑娘。老鸨赶紧给李寒洲介绍。李寒洲扫了一眼，看着还可以。10个姑娘此刻也是很懵逼的，他们得知有人点了他们，要带他们出去，结果来了之后发现就一个道是什么操作。好，那明日叫上一辆马车，上午的时候来城外长生关，我在那里等着你们。李寒洲吩咐着。上午，众人一惊，大白天在道观里，还是10个，这么会玩吗？道观啊，好刺激啊！遵命，金主爸爸说了算。紧接着，李寒洲就离开了白云城。神机商会的人也将李寒洲买的东西以及奴仆都给送到了长生关。看到这么多奴仆，柳东岳也是没想到，长生关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不多时，云千竹和石命也回来了。云千竹将今天签的报名表递给了李寒洲看。李寒洲上上下下的看着。绝情仙子，李寒洲说道，我记得这个绝情仙子还是很有名的，据说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是她的敌手，没想到连这样的人也来了。师叔，那绝情仙子真的好漂亮。云千竹也是忍不住说道，比上次看到的那个叫做叶子英的姐姐还好看，就是气质太冷了一些。很漂亮。李寒洲眉毛一扬，那倒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啊。师叔，奴仆们把擂台附近都布置好了，按照你说的布置的，还有什么事情吗？柳东岳走了进来。没事了，你只要记得明天不要那么快打完就行。李寒洲又叮嘱道。我知道了。柳东岳轻轻摇摇头。翌日清晨，百花居的10个姑娘已经来到了长生关。等他们来到了长生关之后，他们才发现李寒洲找他们竟然不是做那种事情的，而是让他们帮忙伺候客人。本来他们还有些不愿意，但是当李寒洲许诺给他们提成之后，他们一个个眼睛都亮了起来。李寒洲给的条件真的很诱人。而看了看时间差不多了，李寒洲也到了山门口，带着石命在这里弄了一个小摊子。没多一会就来了不少的江湖人士。在哪买票？是在这里吗？众人凑了上来，一名壮汉说道，给我1张票。李寒洲坐在那里，指了指后面的牌子，说道，买票的话，说说自己要买哪里的票。众人抬头一看，外场票300两银子1张，内场票1000两银子1张，贵宾票限量10张，5000两银子1张。这价格直接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这也太贵了吧！外场票300两银子看起来还凑合，内场竟然直接到了1000两银子。贵宾票更夸张，5000两是认真的吗？一时间所有人都懵逼了。诸位，这票价一点也不贵。李寒洲这个时候笑着说道，外场票距离比较远，看得肯定不如内场票更清楚，而看得清楚又有什么好处呢？自然是能分析出柳东岳的弱点，看到他不擅长的一面，分析出来之后，等你们来挑战的时候，攻其弱点，是不是就有希望打败他，然后将神兵秋藏给带回家？此话一出，众人都愣在当场，因为他们分析了一下，居然觉得李寒洲说的很有道理。若是能看得仔细，发现那柳东岳的弱点，将其打败，的确是能将神兵带回家。花个1000两银子就能将秋藏带回家，很划算啊！一时间，所有人的心态都动摇了。观战的确是有这样的好处。那个贵宾票你怎么说？一名中年刀客走上来，指着那贵宾票的价格说道，5000两银子1张票，你怎么不去抢呢？
此言差矣。李寒洲笑了笑说道：价格虽然摆在这里，但是我并没有强迫你买这个啊，你买外场票不就可以了？这贵宾票其实是为了卖给那些有江湖地位、实力强的强者的，不是卖给那些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江湖浪客的。一般这种票也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买得起，不是吗？而且贵宾票我们也同样不计成本的贡献了相应的贵宾服务。哎，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也买不起，我看你买外场票就好了。李寒洲不咸不淡地说着。然而这一番话让那中年刀客脸色都涨红了。你说谁是叫不上名字的江湖浪客？那中年刀客有些怒意地将刀放到了李寒洲的桌子上，然后说道：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红尘刀夏衍。此话一出，李寒洲当场脸色一变，赶紧起身恭敬地说道：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原来阁下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尘刀夏衍啊！罪过罪过，贵客来临，是我招待不周。李寒洲的表现让夏衍很满足，轻轻地将刀给拿起来，然后扬起下巴说道：无妨，没想到你也知道我的名号。那是自然，如雷贯耳啊，神交已久。李寒洲赶紧说道：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红尘刀，我以为是一位老者，没想到竟然是一位如此年轻的仁兄，今日一见真的是三生有幸。刚刚是在下的话有些不礼貌了。千竹，赶紧给红尘刀前辈拿一张贵宾票。一旁的云千竹眼睛一眨，赶紧拿起一张贵宾票递到了夏衍的面前。前辈，5000两。夏衍愣住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又说不上来。看着李寒洲和云千竹望向自己的眼神，夏衍颤抖的手伸进怀里，然后颤颤巍巍的拿出来一沓银票，在里面数了5000两银票出来。此刻夏衍的心都在滴血，他突然后悔了，刚想说自己其实换一张那场票就可以了，然而还没等夏衍开口，李寒洲竟然率先一步大声喊道：红尘刀夏衍前辈，贵宾票一张，恭喜夏衍前辈成为我长生关今日的贵宾。云千竹也跟着李寒洲吆喝了一声。此时在后面所有的江湖人士都纷纷看向这边，一道道目光凝聚到夏衍的身上，有好奇，有羡慕，有震惊，竟然真的有人买那么贵的票，真有钱啊！甚至还有一些女子都投来了一些欣赏的眼神。这下直接将夏衍的话给死死地噎到了嗓子里。这个时候要是说自己不买了，换成别的票，以后在江湖上也别混了。哈哈，区区一张贵宾票嘛，看比武就要选择最好的位置，这样才能看得最清楚。夏衍豪爽地将5000两银票给摔到桌子上。来人，请夏衍前辈进入贵宾席入座。李寒洲此刻拍了拍手，立刻有2个女仆走过来，热情地招呼着夏衍往长生关里走。夏衍一边走一边双腿都在打颤。师叔，红尘刀夏衍是谁啊？云千竹小声问道。谁知道呢，没听过。李寒洲大萝卜脸，不红不白地说着。哦，云千竹也是点点头，他估计也是。买票的请排队了。有了第一张票卖出去，后面想买票的人自然是多了。你好，请说一下名字，我登记一下。李寒洲看着第2个人，同样是一名中年人，气息很雄浑，江湖人称霹雳手孙成甫。那男子也是傲然地说着，又是一个没听过的称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小卡拉米。云千竹估计这孙成甫也就买个外场的票，因为修为也不过才刚刚8品境界，这样的人哪里来的什么称号，无非就是自封的，还不如刚刚的红尘刀夏衍呢。夏衍好歹是一位超脱境，您就是霹雳手孙成甫。然而这个时候李寒洲惊讶地来了一句：您的名号在江湖上不比刚刚的红尘刀夏衍前辈要差，没想到今天又见到了一位名人啊！孙成甫一愣，真的吗？刚刚那个什么红尘刀夏衍他都没有听过名号，但是看其他人的反应，好像这个红尘刀在江湖上真的很有名望。结果李寒洲竟然说自己的名号不在他之下，真的吗？孙成甫没想到自己竟然也这么有名。那是自然了，您可不比红尘刀夏衍前辈要差。江湖上之前都有传闻，说红尘刀和霹雳手到底谁更强，有人说若是同境界的情况下，你的霹雳手更胜一筹呢。算了，扯远了，刚刚夏衍前辈买的是贵宾票，不知道您想买一张什么票？李寒洲满口胡诌。贵宾票？孙成甫直接摔出5000两银票，他红尘刀做的都是贵宾区，我当然也要贵宾区。千竹，贵宾票一张。李寒洲点点头，给票收钱，然后让人给孙成甫也带了进去。接下来的队伍，李寒洲倒是没有继续跑，不过依然是有人买了贵宾票。他们自认为自己在江湖上也有名号，有地位，凭什么在内场或者是外场？而半个时辰的时间，票就全部都卖完了。还有很多江湖人士在后面排队都没有买到票，最后也只能在抱怨中离开。长生关，现在的长生关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最大的广场四周已经坐满了人，外场的人爆满，300两银子一张票，
只能坐着小板凳。内场区距离擂台相对来说就近了很多了，座位都是梨木的椅子，并且每个人的面前还摆放着一个小桌板，小桌上有一盘瓜子，一盘花生，看上去待遇好了不少。这让坐在外场的人们都开始有些羡慕了，果然花了钱就是好。然而当他们看到贵宾区的时候，所有人都感觉气血上冲。贵宾区的根本不能算是椅子了，那已经算是床了，并且还铺设了软软的被褥，可以躺在上面观看挑战不说，在旁边摆放着瓜子点心，另外还有新鲜采摘的水果。然而这并不是让他们最羡慕的，最羡慕的是每一个贵宾区的人身边竟然都有一个身材曼妙的美女陪伴。夏衍是第一个进来的，此刻他也没有想到观看比武还能这样。夏前辈，来吃一颗葡萄。此刻坐在夏衍身边的正是百花居的头牌，名叫林小仙，身材婀娜，紧紧地贴靠在夏衍的身边，欠手指拿起一颗葡萄，很温柔的就喂到了夏衍的嘴里。真甜。夏衍此时一边吃着葡萄，一边感受着那贴靠在身上的温度，就连呼吸都沉重了。其他的贵宾区的人也同样都享受着这样的待遇。什么？您就是霹雳手孙成甫前辈啊？小女子久仰您很久了，今日见到真的是三生有幸。您一大早赶来这里累坏了吧？来，我给您捏捏肩膀。这给下面众多江湖人士看得眼睛通红，差距太大了吧？凭什么他们都有美女陪伴，我们只有小板凳坐？明天我也要买贵宾票。诸位，比武还有1炷香的时间就要开始了，诸位还请稍等片刻。李寒洲在擂台上对着众人说道。另外，若是诸位有需要的话，可以和我们长生观的服务人员说，我们这里有卖茶水，想喝茶的可以点，第一时间将茶送到诸位的手上。早说啊，早就渴了。有人抱怨地说着。过来。一名武者看到有长生观的婢女在，然后就招招手让她过来。客人，你有什么需要？婢女恭敬地问。给我来杯茶。那人淡淡地说着。好的。婢女点点头，然后问道。那请问您是要下等茶，还是中等茶，还是上等茶呢？啥？那武者一愣，我只是要杯茶，还要分上中下等。没等武者开口问，婢女又说道。下等茶1两银子一杯，中等茶50两银子一杯，上等茶就稍微贵一些了，300两银子一杯。抢啊！那武者忍不住开口说道。客人，我们的下等茶就是外面随处都可以买到的普通茶，所以卖的便宜，但是中等茶就是很罕见的茶叶了，名叫杯中月，喝了之后能感觉到一股月色般的清凉之意，沁人心脾，常喝的话对于体内的阴阳调和有很大的帮助，修炼内功心法的时候能减少走火入魔的风险。婢女的话让在场的武者都不禁一愣，还有这样的功效？这茶叶这么厉害，还能减少走火入魔的风险？那上等茶呢？有人忍不住问。上等茶名叫人参百味。婢女继续介绍着说道。这是我们长生观独有的茶园，在别处绝对喝不到的，入口微苦，就好像是人参一般，但是回味过后却又有种淡淡的甘甜。我们长生观的祖师曾经说过，懂得品味我长生观的人参百味，才算能懂得人生的真谛，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江湖人。当年神阙国的始祖和我长生观的始祖坐而论道的时候，喝的就是这种茶，最后才能羽化飞升，成就一段佳话。本来这人参百味是从来不对外开放的，但是我们观主为了回馈江湖，现在特意将这镇关之宝给拿了出来给大家品尝。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懂得这种上等茶的滋味，又有几个人能拥有媲美神阙国开国先祖的那种胸怀了。这一套话术自然是李寒洲教他们说的。果不其然，这段话一出，在场众人都沸腾了。还有这样的好宝贝呢？那我来一杯中等茶吧。那武者想喝上等茶，但是始终没舍得花这个钱。这一刻，很多人都点了茶，有喝中等的，有喝上等的，反而是最便宜的下等茶几乎没有人点，仿佛喝了那种茶就区别于别人是普通人了。夏前辈，人家也想尝尝那什么上等茶，据说是神阙国开国先祖喝过的，夏前辈如此修为和心胸，应该不会喝那普通的茶吧？林小仙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夏衍说着。夏衍哪想得了那么多，大手一挥，来2杯。不多时，几乎所有人都手中捧着一杯茶。杯中月，看着手中的茶，看起来真的就像是普通的茶叶。然而当那武者喝了一口之后，整个人眼睛一亮，这茶虽然是热的，但是喝上一口，真的是感觉到有一股寒气游走在口腔之中，果然不一般。而喝上等茶的人更是纷纷皱眉，因为他们真的喝到了一种苦味。兄弟，你觉得这茶好喝吗？一名红衣武者感觉不对劲，然后忍不住问了旁边的一名武者。身边的武者闭上眼睛，细细地品味着口中的苦味，说实话并不好喝，然而他却是缓缓说道。没想到人参百味真是不错，入口微苦，回味甘甜，真的就像是人参一样，我仿佛看到了千百年前神阙国先祖飞升的样子了。啊，对，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红衣武者连连点头，看来我们也有和神阙国先祖同样的胸怀呢。师叔，这2个茶卖得真好，你是从哪里买的？云千竹此刻没想到卖茶水就卖了这么多钱。啊，不是你买的吗？李寒洲诧异地说。我，云千竹诧异道，我买的茶不是在白云城10个铜板3斤的那种吗？对啊，李寒洲点点头，我在山后发现有野生的薄荷，就给放进去了，所以就喝出来凉意了。薄荷，云千竹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这个世界倒是没什么人吃薄荷，所以不知道也正常，只被当作是杂草罢了。那上等茶的苦味是加了点甘草磨成的粉。李寒洲平静地说，清热又败火。看着身边平静的仿佛诉说着一件小事的李寒洲，云千竹一瞬间感觉自己有点不认识自己这位师叔了。10个铜板3斤的茶叶给人家加了点甘草粉，就说是什么祖师和神阙国先祖坐而论道喝的茶，还什么懂得品尝这样的茶的人会拥有和神阙国先祖一样的胸怀，甚至有可能飞升，这都扯出大天来了。就这玩意卖人家300两银子一杯，太丧心病狂了吧。更主要的是，云千竹分明看得很多人喝得直皱眉，但是嘴上还在说这茶真的是极品。这茶极不极品他能不知道吗？1个铜板卖他们1壶，自己都有的赚。300两，啧啧，有钱人真多。前辈，茶好喝吗？少女此刻靠在一个胖子武者的怀里，一脸柔情似水地说着。当然好喝。那胖子武者一脸享受地说道。我一想到神阙国的始祖也曾经喝过这样的茶，品味人生百态，我就感觉我现在强得可怕。真的吗？能让小女子我也尝尝吗？我也想喝一杯。少女眨眨眼。啊，这……胖子听了这话之后有些犹豫，毕竟300两银子一杯真的不便宜。别看他是买的贵宾票，但是在场买下贵宾票的有几个不是咬着牙被李寒洲忽悠来的。5000两的票已经花了大半身家了，300两一杯的茶也忍痛买了，若是再买一杯的话，的确有些超标了。哎呀，奴家好羡慕小仙姐姐。这个时候少女看向不远处的林小仙，一脸羡慕地说道。小仙姐姐被安排陪着红尘刀下眼前辈，下眼前辈真的是胸怀宽大，竟然请小仙姐姐喝了人生百味这样的上等茶，看来下眼前辈真的有江湖豪侠的风情呢。放屁，我比他下眼差什么？胖子一听就有些乐意了，忍不住开口说道，我青龙剑许褚难道比他下眼要差？开玩笑，来人，再来一杯人生百味，今天让你这个小妖精也品味一下什么是极品的茶。啊，我也有。少女惊喜地说道，不愧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许褚大侠，如此胸襟，将来你不飞升谁还能飞升？一记马屁拍上去，让许褚此刻心情大好。好好的品尝吧，这样的好东西你这辈子都没喝过。许褚豪气地说着。谢谢许褚哥哥。一声甜甜的哥哥让许褚的虚荣心爆棚。少女也是接过来长生观婢女递上来的上等茶，她刚刚就在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极品茶叶让在场这些平日里吃过见过的江湖武者们竟然喝得如此如痴如醉。然而当她尝了一口之后，差点当场就吐出来。这什么玩意，这么难喝？怎么样，好喝吧？许褚一边品着茶一边问。好喝。少女都要哭了，她好想把嘴里的茶吐出来，太苦了，但是300两银子一杯，若是吐出来怕是许褚会暴走吧，只能含着泪默默地喝了下去。看到茶叶也卖得差不多了，李寒洲这个时候也走上了擂台，然后对着众人抱拳说道，让诸位久等了，现在比武马上开始。今天来我长生观挑战的是黄河宗的弟子。黄河宗弟子，那今天就可以看到黄河宗的开杯手了。听闻黄河宗的开杯手一掌之下能断山河，非常的厉害。是黄河宗的万昌海当年在和魔族交战的时候，一掌开杯手下去，硬生生斩断了清墨湖，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下面的众人议论纷纷。这个时候4位黄河宗的弟子已经走上了擂台，为首的人乃是黄河宗的天才弟子，名叫万秋痕，万昌海的孙子，如今已经是9品的修为，乃是黄河宗如今一代的天骄，开杯手修炼到了第3重，年轻一代中也是赫赫有名。其他3个人实力也都不弱，全是8品修为。是万秋痕，他可是万昌海的孙子啊。这长生观的柳东岳当真要一个打4个，是不是有些太拖大了？听着所有人的议论，在不远处黄河宗的一位长老则是嗤之以鼻地看着擂台上，他觉得柳东岳简直就是在找死。这4个都是年轻一代中超脱境之下实力最强的，他们4个联手，同境界根本不可能有人是他们的对手。今天这秋藏刀我黄河宗要定了。柳东岳看着面前这4个人有些头疼，吃了神力丹之后他以一敌4不成问题，但是关键是此时柳东岳感觉到有一个锐利目光正盯着自己，回头一看正是李寒洲，仿佛在告诉自己一定不许那么快就将对方打败。
柳东岳也只能尝试尽力而为了。开始吧，李寒洲淡淡的说着。下面所有人也都认真起来，准备欣赏看看这场比试，你们几个都给我认真看好了，看看那柳东岳的弱点。若是黄河宗今天败了，你们的机会就更大，不能让今天的门票钱白花。一名老者正在教育自己门下的弟子。是。众人一个个也都瞪大眼睛看着。长老，下次我们买那场票可不可以？这外场票看得太远了。一名弟子抱怨着。还有，长老，我们也想尝尝那上等茶。闭嘴！长老皱眉说道。一群败家孩子，我都还没喝上人生百味呢，你们还想喝？此时，擂台上的战斗已经开始。柳东岳，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资格号称超脱之下第一人。万秋痕此时一脸不服，摆出的一个架势，身上的真气涌动，整个人的气场完全变了。那双掌之上，气息流动，凶猛之风扑面而来，仿佛那一双手能摧毁任何的阻碍。开杯手，既然已经被捧到这个位置上了，柳东岳也懒得废话了，只能说道：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杀！四个人一起出手，整个擂台上立刻乱战到了一起。开杯手大开大合，配合上九品的修为，每一掌都沉若千钧。然而这样的攻击在柳东岳的面前根本不够看。柳东岳以1敌4，凭借的掌力竟然和开杯手硬拼，身影岿然不动，这让黄河宗4人大吃一惊。怎么可能？嗨嗨！这个时候，李寒洲猛地咳嗽2声。柳东岳听到李寒洲咳嗽，于是在和万秋痕对了一掌之后，噔噔噔退了好几步，硬是催动体内的真气，将自己脸上的气血给沉了下来。一时间，柳东岳被击退，并且脸色苍白，一副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这一幕让刚刚有些心灰意冷的万秋痕4人眼睛一亮。柳东岳不是真的无敌的，刚刚自己的开杯掌连续几掌之下已经让柳东岳受伤了，只是柳东岳刚刚硬撑而已，现在终于扛不住了吧。4个人看到了希望。师弟们一起上，今天这秋藏刀是我们黄河宗的了。万秋痕此刻惊喜地说。就连黄河宗的长老这个时候也都紧张起来，就连呼吸都变得沉重。有希望。唯有李寒洲静静地坐在那里，丝毫看不出来半点着急。战斗越来越白热化，柳东岳以1敌4，虽然没落到下风，但是也没有占便宜，竟然打得势均力敌。砰砰砰，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场的人们看得越来越紧张，甚至很多人都忘记了呼吸。在场之中不乏高手达到超脱境之上的，但是依然是看得胆战心惊，生怕柳东岳被黄河宗的弟子给打败，然后黄河宗将秋藏刀给拿走了，那他们就没有机会了。此时有的宗门已经开始懊悔了，懊悔报名的时间太晚了，他们的比赛排在很多天后面，说不定还没轮到他们，秋藏刀就已经没有了。这一场战斗足足打了半个时辰，黄河宗4个弟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他们体内的真气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万秋痕此刻大口大口喘着气，他的额头上全部都是汗水，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柳东岳。万秋痕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过一场比武这么累，他们4个打柳东岳一个，竟然到现在都没能拿下柳东岳。每次当他觉得柳东岳就要到极限的时候，柳东岳偏偏就又有力量站起来，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师兄，我快不行了。一名黄河宗弟子忍不住说道。我的真气已经耗尽了，我的体力也快支撑不住了，这柳东岳真的是打不死啊。万师兄，我也快不行了。另一个弟子也是忍不住说着。最后一个弟子虽然没说话，但是他那豆大的汗珠滴落下来已经说明一切了。万秋痕何尝不是，他的真气也已经所剩无几，自己一个9品，3个8品，竟然打不过对方一个5品，开什么玩笑。柳东岳，你也快到极限了吧。万秋痕此时咧嘴一笑。柳东岳也是在对面喘息不已，然后说道，差不多吧，那又如何，那今天这秋藏刀我就拿走了。得到柳东岳的肯定之后，万秋痕大喝一声，体内仅存的真气提起，万秋痕一步踏出，开杯掌再度杀出。然而这次的开杯掌和之前有所不同，掌风不再是那般的凌厉，反而飘渺似云，竟然隐隐约约蕴含着一种独特的韵味。开杯掌第4层，流云。黄河宗的长老惊呼一声，他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候，万秋痕竟然能掌握开杯掌第4层，不愧是万昌海的孙子。受死！这是万秋痕留下的杀手锏，因为第4层的掌法他掌控的并不完善，根本控制不好真气，用过一次之后，怕是所有的真气都要消耗殆尽，所以就专门等候在这里。掌风呼啸而至，柳东岳眉毛一扬，这一掌的确是和之前的掌法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在这个擂台上，对面只要有4个人，那他柳东岳就是不败之身。师叔的丹药就是这么霸道，所以面对这强势的一掌，柳东岳金光咒一开，任凭那飘渺的掌印直接轰到了自己的金光咒上。砰！一声沉重的声响，
柳东岳的金光咒岿然不动。什么？万秋痕大吃一惊，没想到柳东岳居然挡住了。而这个时候，柳东岳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懒得和黄河宗的人继续玩了，直接打出一拳，刚猛的气劲直接将万秋痕给震飞10几米远，摔到了台下。师兄！几个黄河宗的弟子惊呼一声。黄河宗的长老看到这一幕，也是忍不住惋惜的捂住了脸。就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就能拿到秋藏刀了。承让！柳东岳对着黄河宗弟子抱拳一拜。呼！看到柳东岳胜出了，其他人也都松了一口气。虽然过程很惊险，但是起码柳东岳没输，这秋藏刀也没有被黄河宗给拿走。诸位，今天的比武已经结束，感谢诸位的光临。明日是武前门，若是诸位有兴趣的话，还请同一时间来我长生关。李寒洲走上台，笑着对众人说着：“我长生关再次保证，谁若是能打败我长生关弟子柳东岳，那这秋藏刀直接拿走。”说着，李寒洲的手掌一出，秋藏刀直接出现在手中。嗡！刀凌空飞去，直接砸到了广场上的柱子上。诸位，刀就在这里，谁若是有本事，谁就拿走。李寒洲的目光扫向在场的所有人，果不其然，在秋藏刀出现之后，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如此神兵，让他们亲眼见到，更能勾起他们的贪欲。只要人起了贪欲，李寒洲就能将他们拿捏。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准备散场离开。夏衍哥哥，林小仙率先开口说道：“要不要办一张我们长生关的会员卡啊？”“对啊对啊，哥哥你也办一张吧。”另外的妹子们也都纷纷摇着自己哥哥的胳膊。韩晴默默地看着对方的眼神说着：“啥卡？”众人一愣，那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长生关推出的活动啊，您只要现在充值1万两银子就能办一张会员卡。有了我们长生关的会员卡之后呢，就是我们长生关尊贵的会员了，以后买票的话打9折，来喝茶同样是打8折，从您会员卡里的钱里扣除。另外还有免费升级场次的功能，比如说夏衍哥哥，你明天来晚了，买不到贵宾席，只能买到外场，但是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有会员卡，我们长生关立刻给您升级成内场，并且还赠送杯中月一杯。以后等长生关再推出什么新的活动，会员也都有最大的优惠力度的。林小仙一口气将长生关的会员卡的好处给说了出来，这番话直接把在场众人都给说愣了。还有这样的东西，并且长生关还承诺了，若是挑战赛低于10场之内就结束了的话，全额退款呢。林小仙诱惑地说：“低于10场免费。”不少人听到这个就心动了，10场之内还拿不下柳东岳，他们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若是这样的话，买下来还是很划算的。我买。这个时候，内场区一名超脱境的强者走了出来，举手说道：“这个卡怎么办？给我来一张。”然而这个时候，李寒洲走出来却是抱歉地说道：“真是对不住，这位兄台，我长生关的会员卡有入门门槛，唯有长生关的贵宾才有资格购买，也就是说贵宾席的10个人才有资格。若是您想买的话，那就等明天清早您买到贵宾票的时候再买吧。”“什么？我有钱你还不卖给我？”那武者有些生气。规矩就是规矩，只有他们10位有资格。李寒洲笑呵呵地扫向贵宾席的10个人，此刻他们10个人仿佛感觉到了莫大的荣幸，竟然都不自觉地挺起了腰杆，仿佛在说：“看到了没？你们都没有资格，我们是贵宾才有资格买。”为了感谢今天诸位们的捧场，所以今天开业大酬宾，会员卡只要9000两银子，就送你们1万两银子的额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明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李寒洲笑眯眯地说着。此话一出，众人脸色一变，今天便宜1000两，妈的，之前我想买贵宾席来着，轮到我买票的时候，贵宾席还有3个位置呢，当时不考虑那么多就好了。一名江湖武者懊悔地说着，不少人也都眼红不已。夏衍此刻也是怦然心动，买了这个会员卡，自己买票的钱、喝茶的钱都从里面出，还打折。更主要的是，若是柳东岳没有坚持10场的话，那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免费的。这样的诱惑力，谁能阻挡啊？奈何夏衍全身上下就剩下3000多两银子了，根本买不起啊！自己太穷了，买不起啊！夏衍都要哭了。其他人也都露出了窘态。最后贵宾席买下会员卡的只有5个人，其中有2个还是现场跟好友借的钱。众人这才散去。等到人散了之后，黄河宗的长老也是不甘心的将翻天印给了李寒洲。李关主什么时候想来黄河宗看书，只要通知一声就行了。黄河宗长老抱拳说着：“多谢。”李寒洲也是客气地说。等黄河宗的人也走了之后，云千主有些崇拜地看着李寒洲说道：“师叔，你好厉害，轻轻松松就赚了这么多钱，以后赚钱的日子多着呢。”李寒洲笑呵呵地说道：“等有了钱之后，师叔就能给你们买修炼用的丹药，给你们买好的兵器、好的护甲、好的功法、好的灵宝之类的东西。
灵宝和丹药，李寒舟固然会做，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总是奇奇怪怪的。李寒舟生怕做出来的东西给自己惹来麻烦。道长哥哥，这个时候，百花居的妹子们走了上来，一个个眉开眼笑地汇报自己今天的战绩，谁推销出了几杯茶，谁让他们买了会员卡，等等的。这些李寒舟都是要给他们提成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如此卖力。李寒舟也没有食言，给了他们一笔钱之后，让他们明天准时来长生关上班。师叔，我累了，去休息了。柳冬月今天打架打的是真累，不，应该是说演戏演得太累了，别光顾着睡觉，好好回忆回忆今天的比试。看了一眼柳冬月的背影，李寒舟叮嘱了一句：柳冬月听到李寒舟的话，先是一愣，但是紧接着柳冬月似乎也明白过来，自己虽然是凭借丹药才能以一敌四和各门派的弟子战斗，这些弟子无疑不是天骄，他们的实力在年轻一代中都是极强的存在，和他们交手的过程中能学习到不少的经验。若是仔细回忆的话，肯定会有颇多的感悟，原来师叔是这个意思。原来师叔让我和这么多天之骄子交手，是为了培养我，是为了让我完善自己的不足，从他们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师叔，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柳冬月有些感动，然后赶紧回去复盘了。师叔，二师兄明白什么了？云千竹有些好奇地问。谁知道呢，这孩子怪怪的。李寒舟耸耸肩，我就是让他回去好好想想，多磨练磨练演技，今天演的还是有点太浮夸了，我希望他能更自然一些。结果这孩子突然就兴奋起来了，去把你三师兄喊来。李寒舟对着云千竹说着。好。虽然不知道李寒舟叫石命来干什么，但是云千竹还是乖乖的去叫了。挑战结束之后，石命就跑去砍柴了。本来长生关买了仆人，这种活就不用石命去做了，但是石命还是习惯了去砍柴，并且觉得般若斧用来砍柴还挺顺手的。听到李寒舟叫自己，石命这才放下斧头，跟着云千竹来到了李寒舟的小院。师叔小院的这梧桐树真的好看。云千竹看着梧桐树说着。是好看。石命也盯着梧桐树说着。你们两个过来。李寒舟从屋内走出来，叫两人过来，并且递出来2颗丹药说道，这2颗是拓脉丹，你们服用下去，我帮你们化开药力，帮你们提升一下经脉的强度，你们的经脉拓宽了，修炼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快。是。两人有些惊喜，拓脉丹这可是很珍贵的丹药，如果是之前他们长生关可买不起。2个小家伙没有犹豫的就将拓脉丹给吃了下去。紧接着李寒舟的2个手掌就放到了云千竹和石命的眉心上，体内的灵力滚滚而出，进入到2个小家伙的身体中，帮他们化解丹药。拓脉丹感受到灵力的催动，似乎将药效都给发挥到了最大。云千竹微微皱眉，因为拓宽经脉还感觉到有点疼的，但是石命却是没有任何的表情，似乎那药效进入到石命的身体中，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处一样。仅仅是片刻呼吸之后，云千竹的药效就完全炼化了。云千竹直接就盘坐在了梧桐树下，不由自主地开始修炼，而石命则是傻傻地站在那里，一脸懵逼地看向李寒舟，和李寒舟大眼瞪小眼。石命看了看旁边的云千竹，此刻的云千竹仿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呼一吸间都有澎湃的真气涌动。此刻云千竹修炼的也是太玄心经，而仅仅是半炷香的时间，云千竹那娇小的身躯背后竟然浮现了紫霞之气。这一幕看得李寒舟和石命都有些吃惊，紫霞真气，太玄心经他们都看过，想要修炼出紫霞真气，说明太玄心经已经进入到第2层了，这才多一会啊，怎么回事？李寒舟上前去用灵力检查云千竹的身体，结果让李寒舟大吃一惊的是，此刻云千竹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经脉此刻竟然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好似被他的灵力滋润之后发生了异变一样。怪哉，李寒舟倒是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石命，你没什么感觉吗？李寒舟看到石命跟没事人一样，也是同样用灵力去感应石命的身体，但是发现石命的经脉还是和之前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之前拓脉丹的药效都不知道被吸收到哪里去了。弟子愚钝。石命有些尴尬地说着。无妨，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机遇。李寒舟思索片刻，然后说道，我最近在一本古籍中看到有一种方法，可以试试。什么方法？石命问。通窍法。李寒舟从古籍上看到过，在道门还很兴盛的时候，有人用过这种方法，以灵力凝练成指法，然后点在弟子的8个重要的窍穴上，可以激发出弟子的潜力。李寒舟决定效仿一下试试看。为了不打扰云千竹的修炼，李寒舟带着石命来到了后山，然后帮助石命打通8处窍穴。清晨，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李寒舟和石命2个人疲劳地从后山走了回来。李寒舟发现石命这个孩子的名字起得真不错，真的是石头命啊！任何的方法都尝试过了，石命的身体岿然不动，竟然没有一点变化，经脉还是那么窄，
修炼的资质还是很一般，能修炼到如今3品的修为也是不错了。李寒舟感觉若是不改变的话，怕是9品就已经是此生极限了。石命也是一脸沮丧，师叔，没关系的，人各有命，就算我此生没有办法修炼到很高的境界也没关系，人活这一辈子不一定都要成为高手。石命笑着说。李寒舟轻叹一声，你不成高手无所谓，师叔，我还指望着你们带我飞升呢。然而当2人从后山回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云千竹的时候顿时傻眼了。此刻的云千竹依然还在修炼中，但是从云千竹的身上弥漫出来的真气却真的震惊住了2人。他们昨天离开的时候，云千竹还只是2品的修为，可是这个时候云千竹竟然已经达到了4品修为了。1个晚上的时间连破2品，一枚拓脉丹的功效这么大吗？完了，我成宗门修为最低的了。石命眼前一黑，自己还是砍柴去吧。看着石命离开的背影，李寒舟只能考虑以后再想办法去给石命提升实力了。至于柳冬月，这拓脉丹对他来说没用，他服用拓脉丹的最佳年龄已经过了。不过今天的武前门来参加挑战，赌注竟然是一枚天元丹，这个东西倒是可以给柳冬月吃。白云城东来客栈，武前门的掌门武三重亲自来了，带着自己得意的弟子，4个弟子每一个都很强，并且这4个弟子还修炼了武前门的一门阵法，若是联手施展起来，让他们的实力倍增，今天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武三重对着弟子语重心长地交代说道。别看那柳冬月很强，让那万秋痕没有半点办法，最后惜败，那是因为他们是一盘散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配合。我们武前门的4项之阵施展出来，保证让那柳冬月吃不了兜着走。是，4个人整齐划一地说着。好，出发，今天我们武前门就要将秋藏给拿回来。而有了昨天的经验，今天很多人已经早早就来买票了。时辰还没到，众人已经在外面开始为了争夺谁先买票打了起来，好不热闹。李寒舟也懒得管，他们爱打就打他们的去吧。他现在正守在云千竹的身边，云千竹早就已经醒来，发现自己的修为竟然提升到了4品之后，云千竹自己也非常惊讶，并且云千竹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经脉中蕴藏的真气远远不是4品那么简单，好像更为精纯和浑厚。我长生关出了一个天才啊！李寒舟十分满意，有如此天才，说不定将来云千竹有希望飞升呢。师叔，该出去卖票了。云千竹提醒着李寒舟。李寒舟看看时间，差不多也到宰肥羊的时间了。今日的票卖得异常火爆，武前门的弟子上来就施展了4项之阵，的确是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但是柳冬月依然是险而又险的将武前门的弟子给打败了。哎呀，就差一点！武三重此时懊悔不已，就差那么一点，秋藏刀自己就带回家了。看到柳冬月胜了，其他的宗门也都放心了。到第3天开始，李寒舟压根懒得出现了，交给手下人去做。反正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差不多，不同的就是白云城的白云赌坊竟然开了赌盘，每天下注的人络绎不绝，只是柳冬月的赔率一直很低，只有1赔1，而对手一般都是有1赔10的概率。只是这些事情都好像和李寒舟没有关系一样，李寒舟甚至都没有在赌盘中下注，他就躲到藏书楼中看书，另外每天自己也在修炼着北地诀。只是看到云千竹修炼的速度，李寒舟发现自己真的不适合修炼，速度太慢了，修炼了这么久才刚刚踏入炼气2重，而这几天的时间过去，云千竹竟然已经修炼到了5品的境界了。若非柳冬月这几天有所感悟，突破到了6品，怕是这个2师兄都要被云千竹给超了。不仅如此，李寒舟发现云千竹不仅修炼速度惊人，就连学习速度也惊人。岳山宗的汉山长仅仅是修炼了1天就修炼到了第3种，金光咒练了半天就已经练会了，完全不像是人的速度。今天是第6场的比试结束，参赛者是碧云宗，碧云宗宗主。哎，就差那么一点，差一点就能将秋藏刀给拿走了。而所有人都对明天产生了期待，因为明天是绝情谷，绝情仙子亲临，绝美无双的绝情仙子，那可是玄天界诸多青年才俊心中的梦。不知道多少青年才俊散尽家财，就为了到绝情谷去看一眼绝情仙子。更是有多少天骄让宗门的高层前往绝情谷，希望能和绝情谷联姻，希望绝情仙子能嫁给自己做妻子。但是最终全部都被绝情仙子给拒绝。绝情谷的忘情歌诀乃是无上心法，修炼者要断掉7情6欲，否则无法修炼出无上大道。绝情仙子将来是要争天命的人，自然是不可能在儿女情长的小事情上耗费精力。可越是这样，绝情仙子的追求者就越多。所以听闻明天是绝情谷来挑战，整个广场上的人都沸腾了，谁不想一睹芳容？更何况绝情谷的实力非同凡响，他们也都想看看这个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到底有多强的本事，绝情谷能否拿下柳冬月。众人都有预感，今天白云城的赌盘一定会非常的热闹呢。诸位，
因为明天是要和绝情谷的比试，考虑到明天的人会很多，所以明天的门票今晚就会在白云城的百花居门口预售，到时候还希望诸位多多捧场。李寒洲这个时候走出来宣布的说着，预售，今晚就在百花居卖。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虽然觉得奇怪，不明白为什么要预售，但也都没有多想。众人散去，百花居的妹妹们也都领到了分成的钱。多谢寒洲哥哥。众人妹子们一个比一个嘴甜，最近这几天跟着李寒洲，他们赚的比以前几年赚的还要多，一个个都把李寒洲看成了最大的金主爸爸，甚至还不断对李寒洲抛着媚眼。交代你们的事情，你们记住了。李寒洲此时问道。放心吧，寒洲哥哥，你交代给我们的事情，我们都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林小仙笑嘻嘻地说着。那就好，快回去吧。李寒洲笑着说。等所有妹子走了之后，碧云宗的宗主也是哭丧着脸过来，将赌注交给了李寒洲。秦宗主，承让了。李寒洲从碧云宗宗主的手里接过一个盒子，打开这红色的木盒子，里面放着的乃是一颗妖族的内丹。这乃是妖族强者的内丹，乃是非常贵重的宝物，不管是炼制丹药还是炼制宝物，都能用到这种东西。哎，就差一点啊。碧云宗宗主抬起头看了看柱子上插着的秋藏，满脸的惋惜，他们碧云宗的弟子都给柳东月逼到绝境了，结果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柳东月竟然凭借最后一口气将他们碧云宗4个也已经力竭的弟子给打下了擂台，这让碧云宗宗主心疼的呼吸都疼。下次一定能赢，你们可以继续报名。李寒洲笑呵呵地说。唉，碧云宗宗主叹着气走了。等回到了自己的小院里，云千竹依然是盘坐在梧桐树下修炼。李寒洲走上去，运转起身体里的灵力，隔空注入到云千竹的身体里，帮助云千竹用自身的灵力洗涤五脏六腑。李寒洲在古籍中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云千竹仅仅是被灵力的丹药改变了经脉，短时间内看上去修炼的速度是很快，可是长此以往下去，倒是对身体有些弊端，所以必须要用灵力经常洗涤自身，让五脏六腑都达到运灵的状态。另外还有就是肉身的强度一定要修炼得更强一些，否则以后境界高了，真气太强，肉身怕是支撑不住。这对李寒洲来说倒不是个麻烦事。而炼体的法诀如今长生关也有，之前燕家的九窍金身就很满足条件，可是李寒洲还是很想要佛门的符道金钟这类的武学，奈何佛门的人远在南海，并未来到这里，李寒洲只能让云千竹先行修炼，看看以后有没有办法再把佛门的符道金钟的武学给弄来给他修炼。如今云千竹是李寒洲最大的希望。柳东月的提升效果也是不理想，石命就更不用说了，到现在李寒洲用了各种办法，石命的修炼速度一如既往的慢，丝毫都没有任何的转变，真的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石头一样的命。本来李寒洲都想放弃石命了，觉得倒不如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放在云千竹的身上就好了。然而这几日石命每天干完活勤劳刻苦的修炼，李寒洲都看在眼里。这孩子虽然没有优秀的资质，但是那股韧劲也是很打动李寒洲。李寒洲觉得不能放弃石命。石命！李寒洲看到石命砍柴回来，于是喊了一声：师叔，有事吗？石命放下般若扶走了过来。听闻药王谷的九指神医也来了白云城，你去一趟白云城，把药王谷的人请来我长生关。李寒洲对小石命吩咐着。好。石命换了衣服就要去，但是李寒洲却是叫住了石命说道：不要这样去，我给你打扮一下。说着李寒洲就给石命蒙上了面，只给石命留了一双小眼睛，紧接着又将石命身上的道袍换了下来，换上了一件很普通的百姓衣服。见李寒洲给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石命虽然觉得心生奇怪，但是也没有多问。李寒洲说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就是了，反正石命现在知道李寒洲不会害自己就是了。等石命出去了之后，李寒洲也装扮了一番，要出门，师叔又出去了。看到李寒洲出去，云千竹总觉得师叔不是出去干好事去了。一个时辰之后，石命来到了白云城，石命打探了一番药王谷的人住在哪里之后，就直奔着庆阳客栈而去。药王谷这次来并非是奔着长生关的事情来的，只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路过罢了。而九指神医孙药仙号称神医，自然是惹人注目的，所以药王谷在白云城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了。庆阳客栈在白云城中最热闹的一条街上，石命穿的鬼鬼祟祟的样子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大白天穿成这个样子实在是有点显眼。只是江湖上怪人怪事很多，倒也是没有谁太过在意这件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的一处酒楼上，李寒洲的身影出现在楼顶窗边。李寒洲一边喝着酒一边看向外边，在看到石命的身影的时候，李寒洲缓缓抬起了手掌，灵力汇聚掌心之上。随着灵力涌动，一股气流汇聚到李寒洲的掌心上，那气流宛若是一个小小的风暴一样，正是大天象诀。最近修炼的同时，李寒洲也是将大天象诀研究了研究，不仅仅是大天象诀，最近打赌迎来的功法李寒洲都有研究，
因为李寒州想要从中找到灵感，改良一下道门的北地诀，希望把北地诀改良成适合真气修炼的样子。而研究的同时，李寒州也是将大天象诀给修炼到了第5重。越是研究，李寒州越是感慨这功法的强大，难怪神阙国如此忌惮这门功法。操控天象的能力的确是很强大。掌心汇聚气流之后，李寒州隔空一掌对着石命打出，刹那间，整个街道上竟然刮起一阵暴风，气流横扫整个街道。呼，整个街道一瞬间被这股狂风吹得乱七八糟。我靠，怎么回事？哪来的大风？发生什么事情了？街道上的人都被这股风给吹得懵逼不已，怎么会突然就吹来这么强的一股风？就连石命也是突然被这大风给震惊了，气流的强大直接将他的脸上的布给吹飞起来。好在石命手疾眼快，立刻就将挡脸布给抓了回来，然后快速的挡在了脸上。既然师叔让自己蒙面来，那就说明师叔不希望有人知道，石命自然是不想让人看见自己的脸。只是如今在这白云城中，江湖人士不在少数，其中也不乏高手，石命的穿着本来就引人注意，刚刚面巾跌落的时候，自然是被人看见了。旁边的一处酒馆中，一名武者有些奇怪地说道：常师兄，那个人刚刚面巾掉下来了，我见过他，是长生关的弟子。长生关的弟子？对面喝酒的人也是一愣，长生关的弟子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道袍也没穿，反而将脸给挡住了，像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不仅仅是此人看见，暗中也有一些人看见了，所以他们都对石命产生了好奇。当石命带上面巾走了之后，众人就悄悄地跟在了石命的身后，想要看看石命到底去做什么。在酒楼中喝酒的李寒州看到有江湖人士跟在了石命的身后，淡淡一笑，于是喊来店小二，又加了一碟酱牛肉。不多时，酒楼上来一人，虽然身穿便服，但是能看得出来身份尊贵，带着一种贵气。来人正是许久不见的叶云。李先生。叶云走上来，恭敬对着李寒州一拜。叶云见识过李寒州的手段之后，早就将李寒州给当成了毕生偶像。李寒州让人通知叶云来这里见面，叶云简直不敢相信李寒州这般强者竟然会找自己，于是屁颠屁颠的就来了。自从之前用李寒州的符篆将梦妖给解决掉了之后，现在在城主府中，就连他老爹叶清北看他也顺眼了，平日里对他的笑容也多了。这一切都是拜李寒州所赐。坐。李寒州让叶云坐了下来，然后给叶云也倒了一杯酒。叶云受宠若惊，双手接过，连忙说道：李先生，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您吩咐一声。真的有点小事找你。李寒州笑着说道：我在这白云城中也没什么熟人，想找人做一些事情都不容易，只能就叨扰你了。李先生，您这是哪里的话？你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我爹经常跟我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报答李先生的恩情才是。叶云豪气干云地说道：李先生你吩咐就是了，我叶云虽然没什么别的本事，但是在这白云城中还是有点分量的。好，你放心，帮我做事，我不会亏待你的。李寒州招招手，富儿过来。叶云赶紧凑过去，然后听着李寒州在叶云的耳边说了一些话，听得叶云眼睛一亮。而石命来到了庆阳客栈，求见九指神医。药王谷的人听说是长生关的人来了，最近长生关风头正盛，于是孙药仙也让石命进来了。石命看到眼前的孙药仙是一位和蔼的老人，于是也将李寒州请他到长生关的事情说了，并且表明长生关会出诊费的。药王谷孙药仙号称神医，并非只是因为医术高超，也的确是有一颗悬壶济世的心。孙药仙在江湖上的名誉很好，此刻听说李寒州这么着急的找他，于是也没有迟疑，收拾好东西就准备和石命去长生关。师傅，孙药仙的几个弟子连忙说想要跟去。你们在这里等我就好，我晚上就能回来。孙药仙淡淡的说着。是。既然孙药仙都这么说了，几个弟子也都只好答应下来。但是等孙药仙和石命走了之后，孙药仙的3个弟子都有些好奇起来，这长生关的人如此急切的找师傅，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大弟子忍不住说：你们说会不会因为和最近长生关的挑战的事情有关系？二弟子问。你们2个闭上嘴，不要在这里乱嚼舌根。最小的小师妹此刻却是严厉的说道：医者只管问病，不要问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们但凡能将心思多放在学医上，也不至于这么久了师傅要为你们操心。分明是最小的小师妹，但是她的话一出，2个师兄却是不敢接话，赶紧找本医术出来看。而石命带着孙药仙离开庆阳客栈，上了辆马车就奔着长生关的方向去。但是这个消息却是立刻就被有心人传开，长生关弟子偷偷摸摸乔装打扮来白云城，请了九指神医孙药仙前往长生关了。这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遐想，长生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让九指神医急匆匆的前去？莫非是……师兄，昨日和武前门的那一战，你们还记得吗？
一名武者此刻忍不住说道。柳东岳虽然赢了，但是硬生生挨了3拳乾坤镜。你是说，那柳东岳虽然胜出了，看似没事，实则是受了内伤。长生观偷偷的将9指神医给带去，就是为了给柳东岳治疗伤势。所有人眼睛一亮，柳东岳受伤了？是啊，虽然说这么多天了，柳东岳一直表现得很无敌，将各门派的天骄全部都给打败了，但是他毕竟也是个人，这么多天的战斗，挨打的次数也是不少，昨天更是中了好几次乾坤镜，怎么可能不受伤？那实打实的9品武者的乾坤镜啊，就算是超脱镜也不敢说硬挺吧。柳东岳受了内伤，而且还不轻，这样一来的话，绝情谷的胜算岂不是可以说非常大了？绝情谷的绝情仙子本就实力超绝，加上柳东岳受伤，明日一战，绝情谷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会赢啊。消息不胫而走，几乎是没用多久的时间，白云城中这些宗门以及江湖散客几乎都知道了柳东岳受伤了。几个宗门的高层都担心起来，因为他们正是排在绝情谷之后的宗门，若是柳东岳受伤，绝情谷胜率变大，那秋藏刀岂不是就要落到绝情谷的手中了？可恶！客栈中，神风山的一名强者深眉紧锁，他看向在一旁淡然喝茶的弟子，忍不住说道：你就一点不担心吗？秋藏刀就要落到绝情谷的手中了，那群女人懂得怎么用刀，你师尊让你下山，你马上就要没有机会了。然而喝茶的少年却是没有半点的着急之色，只是说道：我方北仙本就不是为了秋藏刀而来，师尊让我下山历练，是要我见识见识这天下的天才，让我明悟剑术。至于秋藏刀要不要都无所谓，反正就算是秋藏刀没了，我也要挑战那柳东岳，看看谁才是超脱之下第一人，跟你那个师尊一个死脑筋。神风山的高层无奈地说着。不行，不能让柳东岳就这么输了。神风山的高层思索片刻，然后就走出门去。与此同时，整个白云城赌坊中的赔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柳东岳那一直不变的1比1的赔率竟然变成了1赔5，而绝情仙子的赔率竟然变成了1赔1。之前买了柳东岳胜出的人，这个时候也都纷纷来退票，把买柳东岳的钱换成了买绝情仙子的。今天买柳东岳的人格外的少，我买柳东岳胜。这个时候，一名男子走了过来，拿出1沓银票放到了桌子上。这1沓银票直接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100万两。看到这1沓银票，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纷纷猜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这么有钱，买柳东岳买100万两。能拿出100万两的人必定是大宗门的人，但是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生？朋友，你没听说吗？那柳东岳其实身受重伤了，明日一战怕是无力回天，你这100万两恐怕要赔光啊。有好心人上来劝阻着说，然而那人却是不为所动，坚持要买柳东岳胜出。不少人都嘲笑他是个冤大头，可是赌坊的人却是高兴得很，这样的冤大头来得越多越好。等李寒舟回到长生观不久之后，石命带着孙耀仙也来了。见过神医。李寒舟看到眼前这个和蔼的老者，浑身上下都弥漫着一股圣人一般的光辉。李寒舟的旺气术都看得出来，老爷子身上圣光笼罩，此生应该是做了不少的好事。李观主，孙耀仙也是客气地说着。抱拳的时候，李寒舟看到孙耀仙的确是只有9根手指。李寒舟也听过老爷子的故事，年轻的时候为了救治一个病人，冒险尝试用了一套古法的针灸之法，结果却是失败了，病人死在了他的手中。孙耀仙非常的自责，尽管病人的家属并没有追究，因为那病人早已病入膏肓，其他人也都没有办法救治，找孙耀仙也是最后的希望。孙耀仙却是觉得自己冒用没有研究透彻的古法所致，心怀愧疚之下切了自己1根手指，用来警戒自己。就冲这一点，孙耀仙的确值得人敬佩。李观主，病人是哪一位？孙耀仙也没有太多客气，现在治病救人才是主要的，他就是病人。李寒舟指了指石命，石命自己都一愣，我是病人。孙耀仙也有些惊讶，他上下打量着石命，倒是没发现石命有什么病症。我这弟子。李寒舟将石命身上发生的事情说了说，李寒舟看不出来石命有什么问题，但就是任何丹药都对他没有效果，这让李寒舟十分的不解，于是想着让这位神医看看，毕竟人家是专业的。有如此怪事，孙耀仙也是来了兴趣，然后给石命切脉。过了一会，孙耀仙才松开了手，无奈的摇摇头说道：这孩子天生实脉，任何的药物吸收率都低得吓人，修炼的速度也会缓慢，此生走武道一途怕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此话一出，李寒舟心中咯噔一声，而石命则是没有任何的表情，似乎早就知道自己在武道一途上没什么前途。这种天生实脉可有办法改变？李寒舟还是不死心，这次倒不是为了自己飞升的事情，而是石命这个孩子李寒舟很喜欢，他还很小，修炼又努力，不忍看着石命此生毫无建树，平淡的度过一生。
想改变天生石脉，难啊。孙耀先摇摇头，难。李寒洲眉毛一扬，并非不可能。孙耀先沉思片刻，说道：我倒是可以炼制一枚天脉丹，以天脉丹破解天生石脉，应该是有希望的。只不过炼制天脉丹需要用的材料比较珍贵，尤其是不老泉的泉水。你若是能弄到的话，我可以给你炼。不老泉，李寒洲记得书中有过记载，天玄书院的不老泉。李寒洲眼睛一亮，没错，只是天玄书院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孙耀先长叹一口气，而且说来也奇怪，我的青龙百焰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丢了。我现在还在寻找新的丹炉，也要等我找到新的丹炉之后才能帮你炼制。嗨嗨，孙神医只要肯帮我炼制就行，至于不老泉的事情我来找。另外我这里有个不错的丹炉，您要是有兴趣就拿去用吧。李寒洲说完，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一个纯白色的丹炉。这丹炉，看着李寒洲拿出来的丹炉，孙耀先仔仔细细看了看，总觉得看着眼熟。但是当着李寒洲的面，孙耀先自然也不好一直盯着看。那就多谢李关主了，既然如此，那天脉丹其他的材料就由我药王谷出了。孙耀先接下了李寒洲送的丹炉，然后交代了几句之后，李寒洲就送孙耀先离开了长生关。呼，李寒洲松了一口气，那青龙百焰本就是孙耀先的，自己弄的储物袋一不小心把人家的丹炉给弄来了，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只不过李寒洲不太好意思将青龙百焰直接给拿出来，于是拿出来之前早就在青龙百焰上涂了一层白色的油，加上现在天色已晚，孙耀先也没有仔细看，一时间只是觉得眼熟罢了。师叔，这个时候石命走了上来，认真的对李寒洲说道：我不需要什么天脉丹，我认真修炼就好了，虽然修炼的速度会很慢，但是我会努力的。那不老泉乃是天玄学院的宝物，天玄学院在整个东岩州都是顶尖势力之一，那东西不会轻易给我们的，放心吧。李寒洲摸了摸石命的头，笑着说道：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你不用担心，不就是不老泉吗？总会有办法的。好。李寒洲都这么说了，那石命也就点点头。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奴仆走了过来：关主，有客人求见，说是神风山的，请他进来吧。李寒洲笑着说：是。道士旁边的石命有些纳闷地说道：师叔，神风山的人来这里干什么？给我们长生关送礼。李寒洲说道：啊。石命没明白为什么神风山要来给长生关送礼。不一会，神风山的人就来到了李寒洲的面前，客气地抱拳说道：神风山骆子霞见过李关主。骆兄，将骆子霞带进大殿中，请他坐了下来，然后让人沏了茶。李寒洲也是客气地说道：不知道骆兄这么晚来，我长生关可是有什么事情？听闻骆子霞小声地说道：柳东岳和武前门比武的时候受了伤，可是真的？骆兄，你可别胡说，东岳好得很，那武前门的人根本没能伤东岳一分一毫。李寒洲猛地站起身，一脸紧张地走到门口，看了看外边，然后回头说道：骆兄不要开这样的玩笑，根本就没有的事情。看到李寒洲的表情，骆子霞可以确定自己猜测的8、9不离10了，然后哈哈笑着说道：李兄你不要紧张，我没有别的意义，我只是最近看了东岳的表现，很喜欢这个孩子，担心他今天比武的时候受了伤，所以特意上门看看，另外给东岳送点东西。说着拿出来一个盒子，这里面是我神风山特有的丹药玄机丹，不管多重的伤势，只要服用1颗都能恢复的不错，还请李兄不要嫌弃。说着就将丹药推了过去。骆兄，你说你来就来呗，还送什么东西？这样多不好意思。李寒洲连忙说着，然后不动声色地将玄机丹给收了起来。看到李寒洲就这么把东西给收起来了，骆子霞也是有些无语，这李寒洲怎么还表里不一呢？寒暄了几句，骆子霞也就离开了。没多一会，又是几个宗门的高层纷纷来到长生关拜访，都是来给柳东岳送药的。他们生怕柳东岳明日败在绝情谷的手里，然后秋藏刀他们就没有机会了。这般操作给石命看得一愣一愣的。李寒洲见了各个宗门的高层之后，就来到了柳东岳这里。东岳啊，修炼不要太辛苦了，明天。正当李寒洲以为柳东岳正在努力修炼的时候，进门却是发现柳东岳给自己洗得香喷喷的，还换上了一身新衣服，正在对着镜子臭美呢。李寒洲，师叔。看到李寒洲进来了，柳东岳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恭敬地说着：这是臭美呢。李寒洲无语道：这不是明天要和绝情谷比试吗？听闻绝情仙子美艳无双，我总要收拾收拾打扮打扮，不能丢我们长生关的脸不是？柳东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弄那些没有用的。李寒洲无语地说道：你如今可是实打实的超脱境之下第一人，等你挑战了所有宗门的天骄之后，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你就算穿的破烂衣衫，也会有大把的美女对你投怀送抱，遇到个绝情谷的美女，你就这个样子，
这才是丢我们长生观的脸呢。可是师叔，我这个超脱之下第一，靠的是你的丹药啊。柳东岳苦笑一声，他知道自己这些都是假的。若是真的比较真正的实力的话，这些天随便遇到的任何一个对手都能给自己摁在地上锤，一切都会有的。李寒舟拍了拍柳东岳的肩膀说道，将来没准你就是天下第一呢。现在你能将他们踩在脚下，未来也一样可以好好努力的修炼，努力飞升，未来师叔还要靠你呢。李寒舟给柳东岳画了饼之后，柳东岳的确是信心满满。而随着天色渐晚，白云城中却是闹了起来。因为当这些江湖人士来到百花居这里买明日绝情仙子的比武预售票的时候，却是发现所有的票竟然都没有了，被人全部买光了。这让他们傻了眼，没票看个屁啊！然而正当这些人想搞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从人群中突然走出来几个人。卖票卖票，明日绝情仙子比武的贵宾票5万两银子一张，有要的没有？我这里有内场票了，1万两银子一张，童叟无欺。外场票5000两，预购从速，待会没有了。此话一出，全场掀起了轩然大波，价格竟然高了这么多。对面的酒楼中，江逸璇正坐在2楼中，看着对面卖票的地方，笑了笑。坐在江逸璇对面的正是陆天行。圣主，这票价突然贵了这么多。陆天行皱眉说道，让长生观知道有人恶意抬高票价的话，难道不会出来管一管吗？管。江逸璇笑着说道，怕就是长生观的手笔吧。圣主您是说？陆天行惊讶地看着外面，忍不住说道，那这长生观也太卑鄙了。话不能这么说。江逸璇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说道，能把别人的钱合法地弄到自己的口袋里，这是一种本事。长生观观主李寒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这江湖上若是没有点脑子是活不下去的。那这票价这么贵？陆天行皱皱眉，贵也要买。江逸璇说道，你不是说想要看柳东岳和绝情仙子宋一桃的比试吗？你最近修为修炼得越来越慢，你2次败在了柳东岳的手中，他已经成了你的心魔了。若是不让你解开这个心魔，你怕是此生都无所寸进了，让圣主您担心了。陆天行一脸的惭愧，他最近修炼的速度的确是越来越慢了。修炼的时候，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柳东岳挑衅他，然后将他当孙子揍的场景。渐渐的，陆天行发现自己已经有了心魔了，所以这次想要来看看柳东岳和绝情仙子宋一桃的决战，看看柳东岳面对绝情谷的高手到底有多少胜算。尽管此时票价涨疯了，但是依然有人买。他们为了看一眼绝情仙子也是拼了，而更多的人则是已经花费了大价钱下了赌注，又怎么可能不亲眼看看这场赌注的结果呢？否则他们哪里能安心？所以仅仅是片刻之后，所有的票就已经全部贩售一空。而这些票贩子也都是叶云和百花居的人联手起来将票价给炒起来的。这后面自然是李寒舟的受益，有绝情仙子这么好的流量，李寒舟当然要狠狠地赚上一笔。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长生观的门口就已经人满为患。当李寒舟第一次看到绝情仙子的时候，也是被绝情仙子的颜值给震惊到了。这样的颜值放在现代中，什么女主播都通通滚一边去。拜见李前辈。绝情谷的高层并没有来，仅仅是绝情仙子和3个师妹一起来的。客气了。李寒舟说道，你师尊没来吗？我师尊平日不喜欢凑热闹，所以就没有来。绝情仙子说道，晚辈来的路上听说柳东岳受了伤，不知道伤势如何。若是伤势过重的话，我可以过几天再来比试的。不用不用，他没事，完全不影响你们比试。开玩笑，票都卖了，若是今天不比了，耽误几天，那可是要损失很多钱的。而且外面很多人也不能干啊。好，既然李寒舟都这么说，那绝情仙子自然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半个时辰之后，所有人都从外面入场了，一个个穿得十分华丽，打扮得尤为俊俏。海哥哥，我来了。林小仙刚走到贵宾席这里，想要扑上自己的金主爸爸。这个叫做海东升的男子已经来过贵宾区2次了，对他也是十分喜爱，出手也是很大方。林小仙在海东升的身上赚了不少钱了。然而当林小仙扑上来的时候，海东升竟然直接躲开了，让林小仙扑了个空。这位小姐，你这是何意？海东升一本正经地站起身说道，男女授受不亲，还希望小姐自重。哈，林小仙都傻眼了。前2天的时候你还一边搂着老娘，一边摸着老娘屁股，一口一个宝贝的，今天就男女授受不亲了。之前还是小甜甜，现在绝情仙子来了，我就成牛夫人了是吧？不光是林小仙，其他的妹子们也都遭遇到了同样的待遇。贵宾席的这些人一个个都好像化身成了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平日里一口一个老子的灭枪宗徐大彪，今天都已经开口就自称小生了。这波操作别说是百花居的妹子们，
就连李寒舟都看得一愣一愣的。这些人真能装犊子。百花居的妹子们都没有办法靠近，就没有办法忽悠他们买东西。但是这种情况，李寒舟也早就有所预料，根本难不倒李寒舟。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中，绝情谷的人已经来到了擂台上。当绝情仙子宋一桃出现的时候，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宋一桃真的是太美了，美帝那般不可方物，每一个男人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那超凡脱俗的气质，还有那种冰冷的眸子，简直戳中了他们心中最软弱的地方。好美啊！很多人已经忍不住开始流口水了。别说年轻一辈的人了，就算是一些老一辈的人，在看到绝情仙子之后，都忍不住想，自己若是能年轻个几十岁，那该有多好，自己或许还有一争之力。绝情仙子，绝情仙子！下面不少的年轻弟子已经忍不住喊了出来，希望引起绝情仙子的注意，哪怕看他们一眼呢，他们都觉得今天这么贵的门票钱都没有白花。然而绝情仙子却是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好像在他的眼中根本容不得这些沙子。这绝情仙子宋一桃是真的漂亮，就连陆天行此刻看到宋一桃都呼吸急促起来。诸位，就在这个时候，李寒舟走了出来。看得出来，诸位都很喜欢绝情仙子。既然如此，我们长生观推出了鲜花打赏活动。李寒舟一挥手，立刻不少奴仆就搬上来一些花篮，里面都是各式各样的鲜花。喜欢绝情仙子的就可以买上一篮鲜花，送给绝情仙子，帮助绝情仙子加油打气。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眼睛都亮了。是啊，若是送给绝情仙子鲜花，仙子说不定就能多看上我一眼呢，那我岂不是就有机会了？擂台上的绝情仙子听到这话倒是没有意外，因为刚刚在来之前，李寒舟就和绝情仙子说了这个事情，并且表明赚到的钱可以让出2成力送给绝情仙子。宋一桃虽然称号是仙子，但终究还是人，她也需要修炼，也需要修炼资源，自然不会拒绝这样简单的事情。不仅如此，今天打赏鲜花最多的人，最后可以得到绝情仙子宋一桃亲笔签名的一本绝情谷的功法。李寒舟又放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这一点绝情仙子也是认可的。虽然说是绝情谷的功法，却没有说是什么功法，绝情谷中平平无奇不值钱的功法多的是，给出一本也没什么。此话一出，全场沸腾了。能得到绝情仙子签名的功法，这个条件一出来，所有的人眼睛都红了。这算是什么？定情信物吗？妈的，我今天倒是要看看，谁敢和我山葵岭来争！你放屁！你们山葵岭算个屁！我们南滨城王孙一族怕你们，就凭你们也配？当我们百雄谷是死人吗？一时间，空气中都开始弥漫着火药味，众人都已经开始剑拔弩张了。擂台上面还没开始打，但是下面就快要打起来了，不服就来比划比划，怕你不成？不服现在就来试试看。不少人都已经开始起哄，要看热闹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站在擂台上的李寒舟看到这一幕，微微皱眉，运起灵气，一声沉喝喊出：要打滚出去打，长生关不是给你们打架的地方。轰！所有人只感觉脑子都要炸开了。李寒舟这一声沉喝，瞬间犹如有万象踩踏在他们的头顶上一样，他们只感觉脑袋嗡嗡的，就连身体之中的真气在此刻都开始沸腾。众人都神色一变，他们竟然隐隐约约有一种要走火入魔的感觉，并且随着李寒舟这一声呐喊，空气之中甚至隐隐约约传来了一种巨象的咆哮，摄人心魄。一时间，场面直接寂静下来，一道道恐惧的目光看向李寒舟，都纷纷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们知道李寒舟作为长生关的关主不是普通人，但是此刻李寒舟表现出来的实力却是让他们震惊了。那是什么功法？不知道，简直堪比南海佛门的狮子吼了，这可比狮子吼要强吧。众人都咽了咽口水，此刻他们看向李寒舟的眼神里满是敬畏。仅仅是一声吼，就让他们差点走火入魔，若是真的动起手来，他们根本不是对手。难怪秋藏刀在他的手中，看来赵千秋死得不冤枉。看台上，太玄圣主此刻也是满心震惊，刚刚李寒舟的那一声吼，虽然不至于让他走火入魔，但也是感觉到了神魂狠狠一颤。他感觉李寒舟比起之前和赵千秋交手的时候要更强了。圣主，这长生关观主好强啊，刚刚那一声吼竟然有如此威力。陆天行也是震惊道，那可不是随便一声吼。太玄圣主眯着眼睛说道，长生关在历史上曾经也是顶尖的宗门，宗门秘法无数，刚刚那看似平凡的一声吼，若是我想的不错的话，应该是长生关的太乙万象诀，只是这功法失传了数百年，如今竟然重见天日了。太乙万象诀。陆天行一怔，被李寒舟这么一吼，所有人都老实了。但是为了争夺美人的青睐，他们可不会客气。李关主，刚刚是我们不对，先给我来100个花篮，我要支持绝情仙子。此时一名世家弟子站起来说着。好。南滨城王孙世家
王孙奇公子支持绝情仙子100个花篮，如今排名第1。李寒舟大声说着，然后看向不远处的云千竹说道：记上。是。云千竹将名字写在了一块红布上，将那红布当成旗子一样给升了起来，悬挂在高空上，几乎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到。这下子可是让王孙奇有了大面子，一下子得意起来。好嘞，1万两。李寒舟笑着说。王孙奇，多少钱？王孙奇有些傻眼，什么玩意就1万两？啊，这个花篮100两一个。李寒舟一拍脑门，尴尬的说道：我刚刚是忘了说了吗？哎，真是老糊涂了，我给忘了。没事没事，这算是我的错，可以退，可以退。退吗？李寒舟眨眨眼睛问。王孙奇脸都憋红了，他很想说给我退了，但是这话就说不出口。见状，李寒舟回头对云千竹喊道：千竹啊，旗子降下来吧，王孙少爷将花篮给退了，暂时先不支持绝情仙子了。哦。云千竹刚想要给旗降下来，别，谁说我不支持绝情仙子了？你不要瞎说，不就区1万两银子吗？我以为算什么事呢？咬着牙，王孙奇还是将钱给拿了出来。再回头看旁边王孙世家的长老，已经开始吹胡子瞪眼睛了，暗骂自家怎么出了这么个败家子。不就是区100个花篮，我送120个。这个时候立刻就有人站出来争夺这个榜一大哥的位置了。擂台下面热闹无比，而擂台上面的比武也已经开始了。你们3个在这里等着。绝情仙子对着自己3个师妹说着。是。3人答应下来。若非柳东月一定要挑战4个人，绝情仙子就单独来了。他不为秋藏刀，他为争夺天命。那么首先就要打败柳东月，若是连年轻一代第1人的位置都拿不下来，还谈什么争夺天命？承让了。宋一桃看向柳东月。绝情仙子客气了。柳东月此刻也是满心的激动，绝情仙子的美艳也很打动他，但是柳东月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戏。擂台上2人的交手顷刻间就开始了。绝情谷的忘情歌诀也无愧于顶尖的功法之一，绝情仙子的身法飘渺，攻击看似平淡，却蕴含着霸道，招式顷刻间就有上百种变化，一招一式都蕴含着一种冰冷孤傲。曼妙的身姿吸引的所有人都为之着迷，而也有不少人见状也都满心震惊，因为绝情仙子的实力真的比他们要强上太多，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但指间惊人的寒意宛若要冰封万里，寒气化作丝丝长线封锁八方，将柳东月给困在其中，每一丝寒气都凝聚着惊人的杀机。若是面对其他的弟子切磋，绝情仙子自然不会下手如此凶狠，但是柳东月既然喊号称超脱之下第1人，并且还能连续战败这么多高手，绝情仙子知道自己必须要出全力，否则自己根本就没有机会。面对绝情谷的武学，柳东月依然是保持着不败的身姿，同时柳东月也在感受着绝情谷招式的精妙。这些天的交手，柳东月对外界的武学已经有了高深的感悟。与此同时，他的金光咒也比以前施展的更为顺畅。金光咒一出，通体金光弥漫，真气流转，竟然将绝情仙子攻击全部都阻拦在外。金光咒弥漫于双掌之上，仿佛惊涛拍岸，每一掌上都汇聚着惊人的气息。绝情仙子在柳东月遇到的对手中绝对算得上是最强的了。柳东月能感觉到这个天之娇女是真的强，可惜遇到的是他这个外挂。绝情谷的武学此刻在他的眼里完全都能看穿，甚至柳东月只要想的话，完全可以在3招之内就将绝情仙子就给打败。可是这样的话，李寒舟肯定是不能干的。更何况此时擂台下面那些绝情仙子的粉丝们为了争夺榜一大哥的位置，正争得头破血流呢。然而除了这些公子哥之外，观众席上很多老一辈的人也是紧张兮兮的，他们的双目赤红看着擂台。不是说柳东月受伤了吗？这样子哪里像是受伤了，怎么感觉实力更强了呢？他们赌的可是绝情谷赢啊，他们的钱不会打水漂了吧？万里雪飘，久攻不下，绝情仙子此刻也是体内真气涌现，起手间整个擂台上都变得寒意凛凛，似乎要将时空都给冻结一样。天空之上无数的冰雪飘落下来，每一片落下的雪花竟然都将地面冻出一片冰层。绝情仙子双手结印，风雪飘摇，直接将柳东月给笼罩其中。师姐，后面绝情谷的3个弟子也是大吃一惊，万里雪飘这一招乃是绝情谷的秘法之一，唯有超脱境的强者才能用。绝情仙子仅仅是9品修为就动用这么强的招式，换做一般人怕是早就真气枯竭而亡了。而此时宋一桃仅仅是脸色略有苍白而已，这一招对他来说消耗也是巨大的。下面观战的人也都惊叹于绝情仙子的实力。然而面对如此恐怖的一招，柳东月的金光咒竟然全部挡住，从金光咒中爆发出来的金光碗若万箭一样，将所有的雪花都给洞穿。此时此刻，一方冰雪，一方炎阳，
在整个擂台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圣主，绝情仙子的忘情歌诀真的好厉害，我不是对手。陆天行此刻看着擂台上的绝情仙子，神色有些失落。自己自以为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一代天才，但是没想到比自己强的人竟然有这么多。他强行以9品的修为施展这一招，自身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反噬，但还是没能拿下柳东岳。太玄圣主笑着说：“那柳东岳的金光咒应该是他们道门的道法吧？”陆天行有些疑惑地说道：“但是好奇怪，他的金光咒施展出来，怎么让我有点熟悉的感觉？咦，他的真气行走路线，怎么好像是我们太玄圣地的太玄心法？”陆天行有点傻眼。嗨嗨，太玄圣主咳嗽一声：“那不是因为你把太玄心法书给柳东岳了吗？”陆天行，他想起来了，上次来长生关的时候想要报仇，结果被柳东岳一挑4给虐成了狗，还把本门最高星法书给人家了。想到这里，陆天行又有点抑郁了，自己是个废物吧？我认输。就在这个时候，擂台上绝情仙子的声音犹如一道炸雷响彻在广场上，绝情仙子认输了。下面还在争抢着给绝情仙子买花篮的弟子们也都停下来了，最终居然是唐门弟子唐万灵以6万两银子的价格拿下了榜1大哥的位置。而随着绝情仙子认输，在场大部分人的脸色都变得尤为难看，因为他们买了绝情谷胜出，结果绝情谷居然输了。哪个王八蛋说柳东岳受了重伤，甚至需要神医孙耀光亲自上门医治的？你看那生龙活虎的样子，哪里像是要医治的样子？不再打一会了。李寒洲也是没想到今天结束的这么早，再打一会的话，李寒洲感觉最后肯定能有人顶上10万两的高价。我真气耗尽，已经输了。绝情仙子也没有任何的废话，此刻他的确是有些快要站不住了。他的目光落到柳东岳的身上，然后说道：“你真的很强，是我平日里太自大了，以为自己是个绝世天骄，但是今天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天外有天，但是我现在不如你，以后必定会超越你。仙子很厉害了。”柳东岳尴尬的笑笑，若是真的这真刀真枪单挑的话，自己的实力在绝情仙子的手里估计都走不过3招。我虽不如你，但是此事的天命还是要和你争上一争的。绝情仙子凌厉的眸子看着柳东岳说道：“希望争夺天命的路上还能和你交手，但愿吧。”柳东岳心里却是想，还争天命呢？我拿屁股争天命啊！绝情仙子走下台，此刻唐门的唐万灵赶紧走了上来，来到绝情仙子面前作揖说道：“仙子你好，我是唐门唐万灵，今日见到仙子真是荣幸之至，这个送你。”绝情仙子拿出一本书，然后签了名字递给了唐万灵，之后就带着人头也不回的走了。哇！唐万灵一脸惊喜的看着手里的功法，其他人也都一脸羡慕嫉妒的凑上来看了看。青花掌法，众人看了之后，多人忍不住笑了笑。这是绝情谷入门级的掌法，就连绝情谷的杂役弟子都会。就这东西6万两银子，哈哈哈，这玩意20两银子都能买到。有人忍不住嘲讽着说道：“唐门的人真有钱。”放屁，你们懂什么？唐万灵一脸不服气的说道：“这上面可是有绝情仙子的亲笔签名，你们就嫉妒去吧。你们根本没有琢磨透仙子想和我说的话，他为什么给我青花掌法？”青花，情话。唐万灵痴痴的说道：“绝情仙子是想告诉我，这功法就代表他对我说的情话，其实他是对我有意思的，我已经打动他的心了。等我回去唐门之后，我就让长老去绝情谷帮我提亲，到时候羡慕死你们这群王八蛋。”这话让李寒洲听到大为震惊，在这个世界舔狗也是如此盛行吗？夕阳西下，今天对于白云城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癫狂的一天，绝情谷败了，很多人赔得倾家荡产，也有的人赚得盆满钵满，指的是谁自然是不用说。手里握着大把大把的银票，李寒洲才感觉到了有了一丝安全感。通过叶云和百花居的人卖高价票，加上花篮打赏的活动，李寒洲就赚了近100万两。赌场之中，李寒洲100万两银子压下去，直接翻了5倍回来。此时李寒洲的小金库里已经有了600-700万两白银了，这笔钱对于很多宗门和世家来说都是一笔巨款，像是长生关更是从来都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以前过的都是饥不果腹的日子，吃上一顿肉都是奢侈的，现在完全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而叶云跟着李寒洲下注，也是将自己的10万两银子变成了50万两，这让叶云这个城主之子也是乐得合不拢嘴。他虽然平日里不缺钱花，但是谁又会嫌弃自己的钱多呢？更何况最近白云城的城建也是需要一定的金钱，之前叶清北被梦妖给袭击了之后，叶清北也是招揽了一些江湖上的高手坐镇白云城，到处都需要花钱。叶云觉得自己赚了钱，正好能帮上家里一些。绝情仙子本来是想要离开长生关回绝情谷去的，
但是李寒州算账耽误了一段时间，给绝情仙子分红之后，天色渐晚，加上绝情仙子今天施展那一招万里雪飘，让她的真气消耗殆尽，遭遇到了一定的反噬。李寒州也是担心绝情仙子回去的路上出事，毕竟他们绝情谷只来了他们几个女孩子，如今绝情仙子短时间内还不能动武，所以李寒州就让绝情仙子先住在长生关，并且写了一封书信送去绝情谷，希望绝情谷来人能将他们给接回去。否则这么漂亮的妹子，如今又真气受损，遇到个什么色魔什么的，那就真的糟糕了。绝情仙子在思索片刻之后也同意了，于是就在长生关中住了下来。长生关里面的房间很多，随便让石命给收拾出来几间给绝情谷的弟子住。石命做事一丝不苟，将房间的每一个地方都给收拾得很干净。房间收拾好了，虽然简单了一些，但是很干净。石命回头看到绝情仙子站在院子里，于是走上来说着：“多谢。”绝情仙子说完就走进屋子，看了看，果然是非常的干净，于是便拿出来一块银锭递给石命，说道：“给你留着买点吃的吧。”石命看见那大块的银锭，却是摇摇头说道：“我只是按照师叔的意思来帮你打扫房间的，我不能要你的钱，你先休息吧，稍后我会将晚饭给你端过来的。”说完，石命头也不回的走掉了。看石命没要自己的钱，绝情仙子倒是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其实看得出来石命的修为不高，而且也不像是有钱的样子。这么一块银锭足够一个3口之家1个月的开销了。这少年人竟然半点心动的心思都没有，走进屋内，盘坐下来，运转真气，开始恢复自身的伤势。不知道多久，外面传来了敲门的声音。进来。门开了，石命走进来，端着几个小菜还有饭。石命将饭菜放到桌子上，说道：“粗茶淡饭，仙子简单吃一点吧。”“你做的。”绝情仙子看着那饭菜，简直色香味俱全，似乎比外面酒楼里做的还要好。石命点点头，手艺竟然如此的好。绝情仙子虽然性格冷漠，但是只是针对那些对他有企图的那些人，他从石命的眼神中没有看到半点的贪恋之色，有的只是无比的清澈，倒是有些愿意和他多说几句。最近跟师叔学的，师叔做的菜很好吃，你若是喜欢吃，就多吃一些。我先出去了。石命点点头，转身离开了。接下来的几天，比试依然继续。柳东岳先后打败了几个宗门，长生关也是得到了不少的宝物。唐门3杰前来挑战，因为少一个人，凑不上人，最终柳东岳硬是没比，让唐门的人郁闷不已。后来随便找个人凑了个数，然后4个人让柳东岳在擂台上给揍了一顿。再之后，神风山落锦衣的亲传弟子方北仙挑战柳东岳。方北仙的剑法超群，简直是一个剑仙的胚子，奈何最终还是惜败在柳东岳的手上。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柳东岳竟然真的能这么多场都保持不败，他们的会员卡也都退不了了。然而，随着方北仙的落败，后面只有之前报名的几个宗门来参加挑战，而在上清宗的弟子也败了之后，便是再也没有宗门来报名了。哪怕是秋藏刀的诱惑力再强，都没有人来了。开玩笑，绝情谷、神风山、上清宗他们都败了，其他宗门的弟子还没自大到觉得自己比方北仙和宋一桃要更强吧？这2人已经可以说是超脱之下青年中的天花板了。柳东岳简直强的不是人。师叔，已经没有人报名了。一天回来，云千竹垂头丧气地对李寒州说道：“今天摆摊摆了一天，一个来报名的都没有，好像这些宗门都不敢来挑战二师兄了。”李寒州倒是没有在意，这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了。如今你二师兄已经是超脱之下第1人了，谁没事还愿意来让他揍？被他打一顿，还要把宗门的宝物交上来。李寒州笑着说：“有道理。”云千竹点点头。李寒州放下手中的符纸，然后抬起头看了一眼云千竹，诧异地说道：“6品了。”云千竹笑嘻嘻地说道：“今天闲来无事，就突破了。”李寒州，人比人气死人。李寒州最近也有努力的修炼，但是这么多天下来，也仅仅是让李寒州感觉到自己炼气期2重的修为松动了，奔着第3层去。具体什么时候能突破，李寒州自己都说不好。师叔，绝情仙子要走了。这个时候，石命跑了过来，看着石命有些气喘的样子，李寒州奇怪道：“他们走了，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啊！石命听到这话一愣，然后赶紧说道：“师叔，我没有紧张啊，我只是通知你一声。”李寒州意外地看了一眼石命，石命此时的脸竟然已经红了下来。走吧，我们去看看。李寒州和石命去找绝情仙子了。这些天的休养，绝情仙子的伤势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如今带着几个师妹站在门口等候着李寒州。看到李寒州到来，绝情仙子上前恭敬地说道：“李前辈，这些天在长生关叨扰了，如今我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宗门长老也已经到了白云城了，我们这就告辞了。”仙子客气了。李寒州笑道：“
最近这些日子我太忙，对于几位招待不周，还希望不要见怪才是。哪里，李前辈给我们照顾得很好。绝情仙子看了石命一眼，然后说道：石命师弟做的饭也很好吃，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还希望能吃到石命师弟做的饭呢。此话一出，石命的脸更红了。仙子若是想来，随时都可以来。石命小声说着，那就先告辞了。绝情仙子几个人就此离开了长生关。李寒洲看着绝情仙子离开的背影，又看了看旁边的石命，不禁轻叹一声：小石命啊，你喜欢这个宋一桃？石命倒是没有否认，只是坚定的点点头。你喜欢她啥？李寒洲好奇问。漂亮。石命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李寒洲听到这话，不禁哈哈一笑。石命平日看起来只是太老实了，但是人却是一点都不傻。你想追她吗？李寒洲忍不住又问。想。石命点头。那可难了。李寒洲拍了拍石命的肩膀。追到这丫头，怕是比你此生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要困难，更是要比所有追她的人都优秀才行。我会努力。还是个降重。李寒洲只当石命是在开玩笑，转身就准备回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从山下跑来一名紫袍人，一边过来一边喊：柳东岳的信，给我就行了。李寒洲帮柳东岳收了信，本以为是什么挑战书，结果看到信封上写着周乾林3个字，是大师兄的信。一旁的石命看到信上的名字也是有些惊讶，最近的事情忙的他都快忘了他们长生关还有一个大师兄呢。下山除妖，除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真是可以的。李寒洲转身就去找了柳东岳，将信交给了柳东岳。大师兄的信。柳东岳拆开来看了看，旋即神色微变。二师兄，大师兄说什么？石命忍不住问。师叔，大师兄说找到了师父的下落。柳东岳对李寒洲说道。但是他现在被困在万水州回不来，希望我去接应他一下，还说找到了我长生关遗落的宝物。我们长生关有什么遗落的宝物？听说有宝物。李寒洲眼睛亮了。不知道，据说我们长生关曾经很昌盛很强大，有宝物也是正常的，但是师叔，现在重要的不是找到师父的下落了吗？柳东岳有些无语。哦对对。李寒洲这才想起来自己的便宜师兄，不过自己的推演之术根本找不到关于师兄的任何信息，这周乾林既然说找到了师兄的线索，还有那宝物到底是什么东西？万水州在哪里？李寒洲此刻好奇地问。师叔，万水州在大周国。此时云千竹也走了进来，说道。不过好奇怪，大师兄下山除妖怎么跑那么远，怎么跑大周国去了？大周国。李寒洲不禁说道。天玄书院好像就在大周国吧？是。天玄书院是大周国最强的学府，传闻学府之中有无数的高手坐镇，从天玄书院中走出来的江湖高手也是非常之多，甚至有踏入力仙境的顶尖强者。听闻神风山的骆锦衣就是出自天玄书院。云千竹给李寒洲科普的说着。那就正好去一趟吧。李寒洲说道。我去给你们大师兄带回来，顺便找找师兄的下落。千竹和东岳，你们2个看家，我带着石命走一趟大周国。带3师兄去。云千竹顿时有些着急了。师叔，我也想去。乖，我们不是去玩的，带你3师兄去，也是因为带你3师兄去天玄书院有钥匙，我会很快回来的。李寒洲安抚着云千竹说道。那好吧。尽管不乐意，但是云千竹还是妥协了。李寒洲自然是不放心2个小孩子看家，但是目前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李寒洲用了1天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符纸交给了柳东岳和云千竹。若是宗门来了闹事的人，就用5雷符对付他们。另外，李寒洲还在长生关中布置了阵法，以众多符纸汇聚成了2道大阵：天罡5雷阵、8门金锁阵。然后李寒洲还在宗门之中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传送阵。传送阵李寒洲了解的不多，只能布置一个短距离的，最多传送个几里的罢了，而且还有随机性。之后又在长生关中埋了360道九阳神火符，一旦传送阵启动，360道九阳神火符就会顷刻间将整个长生关给烧成飞灰。就算是上次赵千秋那般的高手来了，也休想活着离开。不知道的还以为李寒洲在这长生关中埋了什么宝贝呢。而饶是李寒洲的神魂强大，画了这么多符篆，也是累了个半死。但是李寒洲还是觉得不够，又耗费1个下午的时间，给柳东岳炼制了新的灵宝缚仙锁。若是有敌人来袭，可以用这个困住敌人。只是正常的缚仙锁是金色的，李寒洲炼制出来的这玩意竟然是黑色的。但是李寒洲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能用就行。看到李寒洲又炼制了灵宝给自己，柳东岳接过来的手都是抖的。这黑漆漆的玩意是缚仙锁，不会又是有什么毛病的灵宝吧？着实是柳东岳对于李寒洲来炼制出来的奇葩玩意都有心理阴影了。上次的摄魂铃都给人弄得芭芭拉裤兜了。太长山，此山地势险要，
却也是通往灵烟城的必经之路。而灵烟城作为神阙国的边境，也必须是出了灵烟城，顺着衡水江才能达到大周国的境内。李寒舟第一次出远门，准备了好几天，把要带的东西都带好，事无巨细，最后才终于带着使命，乘坐马车奔着灵烟城的方向而去。此时太常山下着雨，天色黑漆漆的，马车缓步地走在山路上，这已经是他们出来的第4天了。马车里，李寒舟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书，而石命则是坐在马车前面驾车。按照李寒舟的说法，石命小小的年纪就应该多感受，多听听，多吃苦，将来才能有出息。自从李寒舟将长生观带得越来越好之后，石命对于李寒舟的话自然是深信不疑，于是就认真的驾车。李寒舟则是在车里面看书或者是修炼。师叔，雨好像小一点了，我们要不要前面找个山洞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石命此时在外面说道。也好，李寒舟也是感觉有点饿了。幸好李寒舟这次出门的时候，在储物袋里面带了不少的吃的，这一路上才不至于风餐露宿。能舒舒服服的出门，谁愿意在路上啃那种干巴巴的干粮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2道身影竟然嗖嗖的从前方的树林中窜出来，来人一男一女，男的身上带着伤，而那女人竟然还大着肚子，他们的模样十分的狼狈，像是在逃命一般。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刀光从不远处杀来，那刀光将雨水都给劈开，直奔着那男人杀去。男人连忙闪躲开，任凭那刀光从身边闪过，却是将远处的一块巨石给轰得粉碎。但是那女人却是一不小心摔到了地上。小云，男人大吃一惊，那女子的表情有些痛苦，但还是说道：叔哥，你别管我，我在这里拖住他们，你快跑，我们2个一定要活下来一个。不行，男人狠狠咬着牙，强行站起身来。若是将你们母子丢下，我岂不是猪狗不如？可是这关乎到我们的国运。那个叫做小云的女子嘶吼一声：叔哥，别犹豫了，你快走吧。听到这话，男子的神色也犹豫起来，女子也是挣扎着站起身。此刻她的目光坚定地看着追来的2个身影。那2人，一人手持长刀，一人手中拿着锁链，从他们身上的杀意来看，对这2人是必杀之。女子深深地呼吸一口气，然后体内的真气运转，起手势竟然宛若仙鹤一般，隐隐流转着一种自然之气。女子的实力不弱，已经是通玄境，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真意，只是因为有身运在身，那种气息极其的不稳定。小云，男子此刻双瞳之中满是血丝，整个人也露出癫狂的表情，他似乎做了某种决定。仙鹤门的弟子。马车之中，李寒舟并未看向外面，但是他的神魂已经感知到了外面发生的事情。最近他的书看得不少，对于天玄界的事情也了解了很多，所以看到那女子的功法，就知道她出自仙鹤门了。只是这2人到底什么个情况？大着肚子还在被人追杀。师叔，那2人身上好重的杀气。石命也是感受到那2个杀手的身上的杀气，相隔甚远，都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若是猜测的不错，应该是祭血阁的杀手了。李寒舟无奈道，还真是总能遇到祭血阁的人呢。师叔，要不要救救他们？那个女人还怀孕呢。石命这个时候有些着急。好啊，少年人有侠义心肠是好事，那你去救他们吧。李寒舟笑了笑。好。石命听到李寒舟的话，竟然没有反驳，身体一纵，便是离开了马车，施展出轻功，来到了那女子的面前。住手！石命沉喝一声。2个人欺负一个孕妇，还真是不要脸。石命的出现直接让在场的几个人都懵了。他们懵并不是因为没有发现石命，以他们的修为，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不远处的马车，但是驾车的人仅仅是个3品武者，而车里面的人更是连1品都没有，所以压根都没有在意。他们懵是因为石命不过区3品的修为，竟然敢出来掺和到他们的事情中来。我的天，真缺啊！李寒舟本来只是开个玩笑，人家2个杀手都是通玄境啊，你一个小小的3品凑上去，那不是屎壳郎扒皮燕子，找死吗？区3品也敢出来找死？手持长刀的杀手冷笑一声，在他看来，石命不过蝼蚁一般，连正眼看他都是浪费时间，杀了他。另外，拿着锁链的杀手冷哼一声，等等。女子皱眉说道，杀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他和这件事没有关系，要打我陪你们打。女子直接站到石命的面前，她很感激石命这个时候能出来帮她，但只是3品的修为，她知道石命必死无疑，你们谁也跑不掉。锁链男淡淡的说道，本来我们祭血阁平日里不会杀不给钱的目标的，但是出来拦路的，顺手宰了也没什么，一块去死吧。手持长刀的杀手此刻抬起手来，一刀杀出，刀光泛出涟漪，竟然隐隐约约有了水的波纹，似乎蕴含着重重叠浪。女子体内的真气运转到极致，想要拼死接住这一刀。叔哥，快走！
他回头对着男子喊了一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平淡的声音却是犹如雷霆一般响彻了整个山谷。一言不合就要杀人，还真是好威风。话音一落，天空上的雨点在这一刻竟然都桎梏了。紧接着，无数的雨滴竟然就在这个时候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一把剑的形状。那雨水凝聚的剑带着破空的声音骤然飞出，与那刀芒碰撞到一起。砰！一声沉闷的声响，那刀光轰然破碎。那水滴凝聚的剑气竟然直接洞穿了那持刀杀手的胸膛。噗！雨滴汇聚的长剑竟然将他的胸骨都给崩碎。那持刀杀手此时满脸的不可置信，他看着自己胸前已经被染红一片，并且意识也是越来越模糊，下一刻当场死亡。这一幕让在场的众人都大吃一惊，这持刀强者可是祭血阁的金牌杀手，通玄境的强者，这般强者竟然被一招秒杀了。另一个手持锁链的杀手也是神色大变，看了一眼李寒舟马车的方向，然后抱拳说道：“前辈，这件事是我们祭血阁和他们夫妻两个的事情，还希望前辈不要插手，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给你3息的时间滚，否则你也死。”李寒舟的声音传来：“前辈可是想好了？”锁链杀手也是警惕地问着。3。李寒舟缓缓吐出一个字：“卧槽！”那锁链杀手当场变色。李寒舟不讲武德，说好3息的时间，结果开口就是3。他转身刚刚想跑，就感觉一阵寒意来袭，这刺骨的寒意直接让他感觉到骨髓似乎都冻住了，他的腿动弹不得了。破！只见他手中锁链一挥，竟然直接将自己的右腿给斩下，然后纵身跳到了悬崖之下，掉入那湍急的河流之中。这么狠，李寒舟也有些意外。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此时夫妻2人来到马车前面，恭敬地对着李寒舟一拜。外面天凉，你夫人还怀着身孕呢，来马车上吧。李寒舟可不敢让一个大肚子在外面淋雨。多谢前辈。两人一喜，于是上了车。但是上了车之后，两人更是意外。本以为李寒舟这般强者肯定胡子一把了，是个年迈的老者，谁知看着李寒舟竟然只是个30来岁的中年人，这让两人有些不敢相信，东岩州什么时候有这般年轻的高手了。挥手间就让2个通玄境的高手一死一伤，怕是修为最少也是天罡境了。可是他们倒是没有什么印象。感谢前辈救我们夫妻2人性命。男子抱拳说道：“在下唐门唐婉书，这是我内人郎小云。”唐门的人。李寒舟有些意外，然后让2人坐了下来。我不是什么前辈，我只是一个算命先生罢了。李寒舟指了指自己旁边的平金帆说着。算命先生。2人意外地看了一眼李寒舟的平金帆，本以为是哪个宗门的大佬，没想到是个算命先生。东岩州竟然有这么厉害的算命先生。先生，在下有个不情之请，还希望先生能答应。突然间，唐婉书郑重地对李寒舟说着。你说。李寒舟大概也猜到是什么事情。先生今日救我2人性命，我也就不瞒先生，我虽然是唐门中人，但我同样也是朝廷的人。我早年间奉九皇子的命令到大周国潜伏，最近打探到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却是一不小心被大周的人发现，我们夫妻2人一路杀了回来，没想到大周的人居然请了祭血阁来追杀我2人，不知道先生可否护送我们一程？这份情报对于神缺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唐婉书说完，直接跪在了李寒舟的面前，求先生帮我们一把。此时郎小云也是跪了下来。起来吧。李寒舟不能看着一个孕妇跪在自己的面前，手掌一抬，一股气浪直接将2人给拖了起来。你们是九皇子的人？李寒舟问。是。2人点点头。九皇子与青阳啊，之前倒是有一面之缘，不过还真是巧，上次与青阳也是被祭血阁的人追杀，被我救了，如今你们2个也是在祭血阁的手中被我救了，这也算是缘分吧。李寒舟觉得有的时候命运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先生救过九殿下。2人一愣。一点小事。李寒舟点点头。护送你们一程到也是可以，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事情，我要到凌烟城前往大周，只能带你们这段路了。李寒舟对唐婉书说着。好，只要到了天霞关，就会有我们唐门的堂口，就有我们唐门的高手护送我们回唐门了。唐婉书连连点头。石命，走吧。李寒舟对外面的石命说着。好。石命也是驾车而去。先生，我也没有什么报答你的，这是我唐门的读经，可以送给您研究一下。唐婉书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一本书递给李寒舟。这是你们唐门的东西，没关系吗？李寒舟忍不住问。先生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唐婉书摇摇头。那就多谢了。李寒舟看着读经，心想你们唐门的千命鬼莲还在我的手里呢。本来李寒舟还在犹豫要不要将这个东西还给唐门，毕竟是人家的镇牌之宝，但是又想了想，这东西给唐门倒是可以，但是要怎么解释呢？
到时候人家再以为是自己偷的，自己就解释不清了。那青龙摆宴还给了孙耀仙之后，李寒洲估计孙耀仙回去以后肯定发现了，指不定背后怎么骂自己呢。千命鬼莲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李寒洲对于唐门的暗器还是很有兴趣的，一路上和唐婉书聊了很多，也了解了很多唐门的暗器。傍晚时分，众人都感觉肚子饿了，此刻雨也停了，就下车找了个干净的地方。李寒洲拿出材料来让石命去做饭。石命现在做饭的水平很不错，深得李寒洲的亲传。原本唐婉书两人还在和李寒洲聊天，结果没多一会就嗅到一股非常浓郁的香气，这种香气直接往鼻子里钻。两人本来最近都在逃命，根本就没怎么正经吃东西，尤其是郎小云肚子里还怀着崽，本就比平时更容易这个时候嗅到这个味道直接就受不了了。什么味道这么香？两人顺着味道飘来的放心看去，发现石命竟然正在烤羊肉串。羊肉串是李寒洲出门的时候就串好的，并且还带了孜然、辣椒粉等等的调料，所以此刻那味道简直勾人魂魄。油滋滋的羊肉烤得外焦里嫩，孜然和辣椒一下去，那味道更是香飘万里。剑仙来了也挡不住啊！羊肉串好了，你们来尝尝吧。石命这个时候抓着一把串走了上来，然后放到唐婉书夫妇面前，说道：“我烤的可能没有师叔烤的好，你们试试看。”此时两人哪里还听得进去石命在说什么，他们的目光完全落到了那一把羊肉串上。两人的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响了，但是这个时候李寒洲没有开口，他们也不好意思先吃。尝尝吧。李寒洲看得出来他们有些拘谨，于是就率先拿起来一串，先尝了一口。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两人也是抓起来一根肉串，羊肉上面有着果木的炭香，香味钻到鼻子里面，唐婉书直接咬上一口。滚烫之下，羊肉的味道十分浓郁，肉质鲜嫩，外表的酥皮直接锁住了里面的肉汁，加上孜然的味道以及淡淡的辣味，更是将羊肉的鲜味给突出的淋漓尽致。肉有肥有瘦，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油腻，搭配的正好，嚼在嘴里简直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太好吃了，唐婉书眼泪都快淌下来了，她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串。太好吃了。就连郎小云此刻也顾不得自己的淑女形象，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羊肉暖身，吃下去之后浑身暖洋洋的，非常的舒服。恰到好处的火候更是让羊肉的鲜发挥到了极致，要是有点啤酒就好了。李寒洲吃着羊肉串，开始怀念起地球的冰啤酒了。这个时候来上一杯扎啤，一口羊肉串，一口冰扎啤，这才是人间美味啊！看来以后自己要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弄出来。先生，我这有酒。这个时候唐婉书从储物袋里拿出来2坛酒。好。李寒洲眼睛一亮，没有啤酒，白酒也行。两人开始开怀畅饮。郎小云很明显也想喝，但是他现在怀着崽呢，可不敢喝，只能在一旁陪着。而唐婉书和李寒洲喝上头了，一坛又一坛的喝起来没个完。石命则是一直不停的在烤串，忙得不亦乐乎。后来郎小云看不下去了，也去帮石命烤串去了。李寒洲和唐婉书谈天说地，唐婉书和李寒洲说了很多大周国的事情，听得李寒洲也是大饱耳福。说到高兴的地方，甚至连唐门中的一些八卦事情也都和李寒洲说了，让李寒洲狠狠地吃了瓜。哈哈哈哈！两人的笑声回荡在山谷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出来露营的。李寒洲喝了不少，也是感觉有些迷迷糊糊的了。这个世界的白酒虽然度数不高，但是也架不住喝得多。李寒洲和唐婉书都没有运功抵抗，所以这个时候都迷糊了不少。小石命，别忙活了，忙活一天累坏了吧？李寒洲对着石命招招手说道：“过来。”师叔。石命跑了过来，看着李寒洲迷迷糊糊的样子，于是说道：“师叔，我送你去休息吧。”我没事。李寒洲扒拉开石命的手，然后眯着眼睛看向石命说道：“石命啊，师叔我让你二师兄当了超脱之下第一人，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让你小师妹成了天才，逆天改命，但是到现在都没帮上你什么，你有没有怪师叔？”没有，师叔不是正要带我去天玄书院找不老泉吗？石命赶紧说着：“先生，你喝多了。”郎小云看出李寒洲有点喝多了，于是上来劝着：“没多。”李寒洲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然后说道：“石命啊，师叔教你一门武学，你好好的看着，虽然你的资质很差，但是这套拳法应该学得会。”说完，李寒洲就走到了一旁的空地上。“好，师叔我一定认真学。”石命认真地观看起来。“那先生，我们就先到一边去。”唐婉书就要带着郎小云到一边去，人家传授拳法，自己在一旁看着不好。偷学别人的武功那是大忌。没关系，不是什么高明的拳法，你们看也没关系。李寒洲摆摆手表示无所谓。既然李寒洲这么说了，那两人也就又坐了下来，他们也好奇地看向李寒洲。“小师命，
看好了。李寒舟喝得迷迷糊糊的，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手，做了一个起手势，紧接着就开始慢吞吞地打出了这套拳法。石命则是认真地观看着，这套拳法很慢，非常慢。郎小云和唐婉舒在一旁本来看着这么慢的拳，以为李寒舟真的是喝醉了，随便打着给石命看着玩的。可是几招之后，两人的表情就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变得越来越吃惊，拳法依然还是那么慢，但是随着李寒舟的动作越来越流畅，他们竟然从这套拳法中看出一股玄妙的真意来。这是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揽雀尾、太极云手。就连李寒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施展出来的太极拳竟然隐隐约约席卷了风云，一招一式都凝聚着天地之力，每一个动作都是那般的符合自然天道，分分钟就出现了无穷的变化。如风四臂、十字手、收。随着最后一个收字传来，李寒舟也打完了最后一招，而随着他的拳法收回，山林竟然进入了短暂的寂静，片刻之后才恢复了虫鸣的声音。而唐婉舒夫妻两人已经看傻了，好高深的拳法，他们两人自认为在武学一道上也是有天分的人，毕竟年纪轻轻就是通玄境的高手了。唐婉舒年轻的时候在唐门中也是天才弟子，可是如今李寒舟的一套拳，他发现自己看完之后竟然仅仅能看懂十之一二。他能感悟到这拳术中蕴含着惊人的机缘和奥妙，但是他竟然感悟不出来。如蚍蜉见青天，如孤舟入沧海。两人彼此相视一眼，他们都看到对方眼眸中的不可思议。难怪先生不介意我们观看这套拳法。郎小云苦笑一声，我曾经也是仙鹤门的天才弟子，如今却是连先生的拳法都看不懂。此拳法怕是放眼天玄界所有功法都能进入前三，先生的本事真的是深不可测。唐婉舒这个时候酒都醒了，这一套拳法真的是让他们太过震撼。小石命，看懂了吗？李寒舟这个时候看向石命问道。没看懂。石命如实的说着。没看懂没关系，自己慢慢感悟吧。李寒舟走过来拍了拍石命的肩膀。我困了，先睡了。师叔，这套拳法叫什么名字？石命连忙问。太极。丢下这两个字，李寒舟就进入到马车里，然后呼呼大睡起来。石命赶紧跑上马车，给李寒舟盖好毯子，然后走出马车，对唐婉舒和郎小云抱歉的说道：不好意思，我师叔他喝多了，有点失态。没关系。两人连忙摇头，哪里敢介意这个。石命走到一边的空地上，然后回忆着李寒舟刚刚打的拳，按照记忆中自己也演练起来，一招一式看起来也像是那么回事。唐婉舒在一旁也看着石命打拳，但是他看得很清楚，石命的太极拳打得和李寒舟的完全没法比，这石命看起来天分真的很差啊。郎小云也是忍不住说着，听说是要到天玄书院找不老拳。唐婉舒站起身来，笑着说道：先生刚刚打拳的时候让我们看了，没背着我们，是不是说明我们两个若是学了这套拳，先生也不会生气？应该是吧。郎小云想了想，我也试试。唐婉舒深深地呼吸一口气，然后从起手势开始，一招一式缓缓打出来。郎小云则是在一旁看着，一直等到唐婉舒将完整的太极拳给打完，看着一旁的郎小云一脸疑惑的样子，唐婉舒忍不住问道：怎么样，你怎么打的还不如石命呢？郎小云奇怪地说。哈。唐婉舒一愣，他不禁看向石命，石命此时依然在认真的打拳，自己打的还不如他。不会吧，莫非石命在这太极拳上有天分？翌日清晨，当李寒舟从车厢里醒来的时候，李寒舟感觉昨晚自己真的喝多了，看来以后再喝酒还是用灵气转化一下比较好，昨晚纯属是喝高兴了。李寒舟从车厢里出来，一眼就看到石命早早就起来了，此刻正在草地上打拳，这小子还挺刻苦。李寒舟觉得在长生关的几个弟子中，石命的修炼是最刻苦的，他知道自己天分不好，知道自己笨，所以就想着勤能补拙，但是可惜他天生石脉，不管如何勤奋，修炼的速度就是比别人慢上好多，可能他苦修3个月的进度，云千竹喝杯茶的功夫就赶上去了。咦，突然间李寒舟觉得哪里不对劲，这石命打的居然是太极拳，哪里学来的？师叔，你醒了。石命看到李寒舟醒来了，于是收了自己的拳势。先生，你起来了。此时郎小云和唐婉舒也早就醒了。石命，你的太极拳哪里学来的？李寒舟很好奇地问。是师叔你教我的呀。石命诧异地说。啊，我教的。李寒舟一脸懵逼，啥时候的事？昨天晚上师叔喝了酒之后就教了我太极拳。石命说道。唐大哥他们能证明？我喝断片了。李寒舟有些尴尬，但是这个时候
唐婉舒和郎小云却是心中咯噔一声。李寒舟喝多了，将太极拳如此高明的拳术传给了石命。石命是李寒舟的人，那倒是没什么，但是自己两人也看到了那拳法，还学了。李寒舟知道了，不会生气吧？先生，我们昨晚也看到了你的拳法。唐婉舒还是小心翼翼地说了出来。哦，看就看呗。李寒舟打了个哈欠，表示无所谓。太极拳嘛，前世在地球的时候，人人都会的好吧？公园那老头老太太一个个打得贼好，上网教太极拳的视频也一堆堆的，看了又能怎么样？看李寒舟没有追究的意思，两人才松下一口气来，于是上了马车继续赶路。云荒之中有一古镇，这里周围丛林密集，沼泽丛生，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艰苦，但是这里的人们百姓依然是在勤恳的劳作。这里一排排的房子宛若是一个大型的山村一样。此刻在古镇最大的一处房子里，一名黑袍人不知何时坐在了这里，周围围绕着几名真气强盛的高手，手中的剑指着这黑袍人，然而黑袍人却是没有丝毫的慌张，依然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周围那一柄柄利剑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不知是什么风，居然将祭血阁的大阁主给吹到我云荒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此时一名爽朗的声音传来，下一秒宛若一阵风吹过，一道身影竟然就站在了黑袍人的面前。来人是一名老者，枯瘦的身躯看起来简直像是个骷髅，给人一种恐怖的味道。他那凹进去的眼窝宛若能看透人心。周围的众人看到这老者，都纷纷收起自己的兵器，然后恭敬地说了一声：大祭司，下去吧。大祭司挥挥手，众人这才离去。新罗国大祭司果然名不虚传。大阁主看了一眼大祭司，大阁主有话就直说吧，我想你来我云荒这鬼地方，也不是为了和我唠家常的吧？大祭司坐下来说道：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阁主淡淡道：最近你们云荒的手伸得有点太长了吧？什么意思啊？大祭司皱了皱眉。大阁主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随手一挥，从储物袋里就飞出一具尸体，躺在地上。这是何意？大祭司问。你看看他的伤口。大阁主指了指。大祭司走上去，看着那杀手断裂的胸骨以及胸前的大洞。大祭司神色一变。大天象诀，还想说和你们云荒没有关系？大阁主淡淡道。赵千秋那件事暂且不说，这次我祭血阁的金牌杀手又死在大天象诀的手中，你们云荒需要给我一个说法才行。低羽成剑。大祭司面色凝重道：能低羽成剑，杀通玄境高手，此人的大天象诀起码达到了第7重。但是我云荒之中懂得大天象诀的人一共不过4个人，其中修为最高的就是老夫，也不过堪堪第6重罢了。你觉得这件事和我云荒能有什么关系？大祭司苦笑着说：大天象诀本就是你们新罗国的绝学，现在我祭血阁的人有2人都死在大天象诀之下，若是说这件事和你们云荒没有关系，说不过去吧？大阁主皱了皱眉。别说和我们云荒没关系，就算是和我们云荒有关系又如何？大祭司笑了笑，那骷髅一般的脸笑起来竟然格外的瘆人。你祭血阁本来做的就是杀人越货的买卖，你们祭血阁的杀手接了任务就要做好被人杀的准备，死了也就死了。你这个祭血阁大阁主为了这点事就来我云荒找茬。说到这里，大祭司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起来。欺我云荒无人不成？面对大祭司的突然变脸，祭血阁大阁主并未害怕，却是突然笑了笑，起身抱拳说道：既然事情和你们云荒没有关系，那今日就算是我叨扰了，告辞。说罢，大阁主转身就走。大祭司静静地看着祭血阁大阁主的背影，这等危险人物想要留住他可没有那么容易，更何况和祭血阁交恶对他们云荒来说也没有好处。不过这件事说来也好笑，祭血阁大阁主走到门口，突然顿住脚步，平淡地说道：修炼新罗国的绝学大天象诀，最厉害的人竟然不是你们新罗国的人，哈哈哈。说完，祭血阁大阁主大笑着扬长而去。大祭司听到这话，脸上虽然没有任何的表情，但是他也很清楚，祭血阁大阁主说这句话的意思，除了恶心自己，也是想给云荒添堵，甚至连那具尸体都没有带走。他转身看向那杀手的尸体，上面的确是大天象诀的痕迹，并且威力极强。自从国主仙逝之后，就没有人施展出这般强的大天象诀了，真是怪哉！莫非大天象诀当初流传出去了？大祭司的心中也是奇怪的很，但是不应该啊！大天象诀乃是新罗国的不传之秘，新罗国覆灭之后，他们新罗国的居民逃到云荒之后，这大天象诀的秘籍就在他的手中。如今懂得大天象诀的人云荒一共4个人，除了他之外，还有曾经的新罗国大统领蒙维，那是当年新罗国皇帝破例亲传的，还有就是新罗国的2公主楚娇，最后一位便是新罗国仅存下来的一位皇子，也是如今云荒少主楚星河。
但是蒙伟考虑到皇室的影响，虽然懂得大天相诀，却并未怎么修炼，而楚交天赋一般，也仅仅是修炼到大天相诀第2种，楚星河也只是修炼到第3种，更何况两人还尚未达到超脱境，没有跨入那真正的强者之列，又怎么可能杀得了祭血阁的高手？但是不管如何，这件事既然发生了，那就要处理。于是大祭司叫人通知3人来开会。大祭司蒙维是第一个到的，他一身粗布麻衣，脚下沾的全是泥巴，裤腿还上挽着，脸上同样沾着泥巴，粗犷的脸上还胡子拉碴的，任谁看到都会以为是一个乡下种地的农民伯伯。谁能想到此人竟然是星罗国大统领，曾经也是让神阙国无数名将在战场上闻风丧胆的存在。星罗国战神蒙维看到蒙维这副模样，大祭司也是忍不住嘴角一抽，说道：蒙维，你就不能给自己弄得干净点？刚才正在种地呢，那秧苗再不插下去，怕是就要来不及了。听你说喊我开会，我这急忙慌的就过来了，有啥事快点说吧，我地里还有活呢。蒙维一脸着急的说着。胡闹！大祭司气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蒙维，你不要忘了，你是星罗国的大统领。大祭司忍不住说道：我们在这云荒之中扎根，也只是逼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们迟早是要反攻神阙，迟早要夺回我们的家园的。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都快要把我们复国的事情给忘了？你真当自己是个普通的农民了是吧？听到这话，蒙维却是翻了个白眼。我没忘，我始终记得我是星罗国的大统领，我始终记得陛下对我的恩惠，我铭记在心。但是我不种地的话，你吃啥？少主吃什么？你知道我们云荒出去采买一次有多麻烦？大祭司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诚然，如今云荒的粮食供应都要种地，上到大统领，下到以前的文官等等，兵部侍郎如今还兼职打铁呢，怎么还吵起来了？这个时候，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传来，紧接着一个少年人和少女走了进来。少主，公主殿下，两人都客气地叫了一声。楚娇一身紫色的长裙，给人一种很文静的感觉，那一双漆黑的眸子很是漂亮。她也是恭敬地施了一礼，然后说道：蒙维叔叔，大祭司大人，好了好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本少主还有事呢。楚星河则是有些吊儿郎当的样子。你能有什么事？大祭司没好气地说着。楚星河作为云荒的少主，每天不好好的修炼，空有一身好的天赋不说，却整天都在研究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今天跟着兵部侍郎打铁，就是明天跟着骠骑将军修驴蹄子，再不就研究一些木头石头之类的，就是不肯好好的修炼。若非皇室就留下这么一个男性血脉，他真的想换个少主，我的研发马上就要成功了。楚星河得意地说道：有了我的发明，以后种田灌水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大祭司，妈的，复国无望啊！大祭司忍着怒火将刚刚的事情给说了一遍。有人会大天相诀？蒙维惊讶地说道。怎么可能？大祭司，那大天相诀的秘籍还在吧？楚娇也是有些震惊地说着。秘籍自然是在。大祭司转过身，从身后墙壁上的暗格中拿出一个储物袋，然后说道：我星罗国的大天相诀可是本祭司亲自守着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靠近，所以问题必定不是出在秘籍上。说着，大祭司当着所有人的面从储物袋中拿出来了那本我背着师娘和师傅双修的那些年。此时此刻，几个人脸上的表情要多精彩有多精彩。这是什么玩意？大祭司脸色大变，他随手将这本书给丢到一边，然后赶紧去翻自己的储物袋，但是储物袋里面已经空空如也。这储物袋里面原本只是放了一本大天相诀，这可是星罗国的至宝，不容有闪失，一直都是大祭司亲自守护，怎么突然就变成别的东西了？什么时候被偷的？大祭司，你竟然看这种书？楚娇也是脸色羞红。嗨，公主，大祭司虽然年纪大了，可毕竟也是人。蒙维尴尬地说着。你们两个还扯什么？大天相诀的秘籍丢了。此时大祭司完全不敢相信，这秘籍到底是什么时候丢的？自己把星罗国的至宝给弄丢了，这要怎么和死去的陛下交代？大祭司不要着急。而这个时候却是楚星河走了出来，缓缓地将地面上那本我背着师娘和师傅双修的那些年给捡了起来。大天相诀丢了，目前已经是事实了，现在着急也没有用。楚星河神色严肃地看着手中的书，然后捻了捻手中的书，皱眉道：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将我们的功法给换走了，这纸用的材料是镇关纸，这种纸张不是我们星罗国用的，而是神阙国常用的，而这种纸造价并不高，神阙国的黄豆中人并不用这种纸，很有可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说着，楚天河又将书给打开，看了看第一页，凝重的点头说道：这书的内容第一章有这样一句话：师傅，师娘下山去了，我家囡囡也睡了，不如让我们去师傅的房里双修吧。楚星河道：这种类型的书在神阙国中也属于禁书，所以流行的范围不会很广，否则容易给自己招来灾祸。而里面这一句囡囡
则是有地狱的口音。说罢，楚星河走上前，在前面的一个架子上有一张神阙国的地图。只见楚星河凝视着地图，随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若是我所料不错，盗取我们大天象诀的人就在这片区域。只见那地图上的区域规划了几个城池，其中赫然就有白云城的存在。楚星河这般的操作，直接把在场的3人都给看愣了。这么厉害？仅仅是摸了摸书，看了一眼第一页就知道凶手在哪里。看到几个人吃惊的表情，楚星河却是淡然一笑。大祭司，我星罗国的秘法没了，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作为星罗国的皇子，云荒少主，我有义务把大天象诀给找回来。我看看还能不能从这本书上找到点别的线索。说完，楚星河对着几个恭敬一礼，然后就离开了。看着楚星河离开的背影，大祭司和蒙维都眼泪汪汪的。这么多年了，楚星河的才华终于表现出来了，我们的少主终于长大了。蒙维此刻激动地说，我们星罗国复国有望了。大祭司也是倍加感动，仿佛已经看到楚星河带领着他们云荒的人攻陷神阙国黄兜时候的样子了。少主，少主！当楚星河走在古镇之中，所有遇到楚星河的人都恭敬地对楚星河施礼。楚星河也是一一点头回应着。他走进自己的小院，然后走进房间里，屋子里摆放着的到处都是杂书，还有一些木头、炉子，各式各样奇怪点东西。楚星河缓缓地将门给关上，把门锁给锁上，然后将窗户给关上。确定四周都没人了之后，楚星河赶紧从怀里把那本背着师娘和师傅双修的那些年给拿出来。哈哈，早就听说这本书很刺激很好看，可惜当初我们星罗国没有卖的，可算是让我找到了。楚星河迫不及待地翻开，哇，好刺激，还能这种姿势，果然外面的世界好精彩。但是读着读着，楚星河发现有些不对劲。等等，妈的，主角怎么是男的？卧槽，他师傅也是男的。默默地将裤子给提上，楚星河靠在床边，有些郁闷。不过到底是什么人偷了我们星罗国的大天象诀呢？楚星河此时才开始思考起来这个问题。若是让大祭司知道，怕是要哭晕在荒厕里。然而这个时候，楚星河下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要离开云荒。几日后，李寒州的马车终于到了天霞关，一路上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了。得知唐婉书的身边有这样一个懂得大天象诀的高手，季血阁也不愿意轻易出手，主要是就连季血阁都没有弄清楚李寒州的底细，贸然出手只会栽进去更多的人。路上的时候，李寒州也是有些好奇，问唐婉书季血阁的赵千秋被自己杀了，季血阁会不会到长生关去找麻烦？虽然说李寒州在长生关布置了很多后手，可还是担心。但是唐婉书却是让李寒州不用担心，季血阁是一个杀手组织，就算是赵千秋死了，季血阁大概率也不会来找李寒州的麻烦，季血阁是无利不起早的人，若是没有钱赚，他们不会轻易杀人，更不要说为了赵千秋报仇了，没人会给他们钱的。为了一个死人去拼命，犯不上。这样一说，让李寒州放心了不少。一直到天霞关，众人此刻就要分别了。路上这几日，李寒州从唐婉书的身上可是学到了不少，唐门的毒经李寒州已经掌握了七七八八了。让李寒州觉得惊喜的是，十命的太极拳居然也打得有模有样的了。前面就是渡口，先生坐船过了这条江就可以到灵烟城了，感谢先生一路护送，我们就此告辞，日后一定要来唐门做客。唐婉书和郎小云抱拳说着。好，就此别过。李寒州也是点头说道，十命，以后要吃不到你的羊肉串了。此时郎小云有些舍不得，这些天的接触，郎小云倒是很喜欢十命这个耿直的孩子。师叔说过，只要有缘，日后自会相见。十命笑着说。正说着，天空之上竟然飞来一把竹剑，那竹剑落入江水中，紧接着一名女子的身影竟然直接落到那竹剑上，踏剑而去。好厉害！李寒州有些惊讶，这天霞关竟然有如此高手。是他。唐婉书和郎小云看到此人却是非常的震惊，江边码头很多人看到这一幕也都惊呼着。更主要的是，这个女人长得真的很美，让人看上一眼就难以忘怀。她的美和绝情仙子的那种美完全是不一样的，此人的美要更为成熟一些。绝情仙子美得很精致，气质破人，但是这个人美得很自然，看上一眼很容易就印在心里，难以忘记了。她是何人？李寒州能感觉到这女子的实力很强。竹剑仙苏念一，唐婉书说道，她是绝情谷的人，当世剑仙之一，实力非常强。剑仙，李寒州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了，于是李寒州忍不住问道，也就是说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立仙境？谁知唐婉书却是摇头说道，并非修为达到立仙境就可以称为剑仙，所谓的仙不仅仅是要达到立仙境，更是要走出自己的道才可以称之为仙。
这天地间能称之为仙的强者少得可怜，就是因为他们走不出自己的道。唐婉书认真地给李寒舟解释着。道。李寒舟点了点头。踏入立仙境本就是很难的事情，走出自己的道就是一个更难的事情。不过刚刚的女子竟然是剑仙，李寒舟还是第一次遇到剑仙。仅仅是看上一眼，李寒舟都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实力完全不是赵千秋和江逸璇这样的强者能比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和唐婉书夫妇告别之后，李寒舟就带着石命上了船。然而上船就不能乘坐马车了，李寒舟只能先找个地方把马给卖了。时过中午，李寒舟和石命才终于上了船，奔着凌烟城去。听说了吗？凌烟城又打起来了。船上几个人聊天的内容引起了李寒舟的注意，肯定又是大周的那些人。这些年大周和我们神区的摩擦不断，尤其是几个边关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次不是简单的骚扰，听说差点破了城。据说上午的时候有人还看到竹剑仙去往凌烟城了。这几年要是没有竹剑仙在的话，凌烟城怕是早就破了。一名腰间挂着长剑的武者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李寒舟听着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是很好奇，于是凑了上来。竹剑仙为什么要守护凌烟城？莫非以前竹剑仙是凌烟城的人？看到李寒舟完全一副吃瓜的样子，其中一个人也乐得说，笑着说道：这位兄弟看来很少出门啊，这都不知道。这竹剑仙曾经是绝情谷的无上天才，名唤苏念一。后来神阙国爆发战争，和大周打了起来，苏念一以绝情谷弟子的身份来参加神阙保卫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神阙国沈竹将军，长久的并肩作战，让两人坠入爱河中。可是绝情谷的弟子是不允许动情的，否则忘情歌诀此生将再无寸进。当时的绝情谷谷主，也就是苏念一的师尊，当年培养他，是希望他代表绝情谷争夺天命的，如今却竟然爱上了一个男人，这如何能忍？就想让他们断绝关系，这么狗血。李寒舟一边说着狗血，一边听得津津有味。接下来我来说吧。旁边的一个老汉忍不住插嘴说道，苏念一的师尊想要杀了沈竹，断绝苏念一的念头，让他安心争夺天命。然而得知师尊竟然对沈竹动了杀心，苏念一竟然当着他师尊的面自废修为，将苦练到第7重的忘情歌诀给废了个干干净净。李寒舟大吃一惊，狠人啊，自废修为，而且是第7重的忘情歌诀，那岂不是说当时的苏念一骑马是自废天罡境的修为，也是个恋爱脑。结果没想到苏念一此举竟然直接将他师尊给气死了。那老者叹了口气，好家伙，李寒舟咂咂嘴，气性够大的。苏念一看到师尊死了，也是追悔莫及，于是也就不和沈竹来往了。沈竹多次到绝情谷，苏念一都未曾相见。再后来战争再次爆发，沈竹最后一次去了绝情谷，也是没有见到苏念一，之后便是离开，来到当时最危险的凌烟城，在凌烟城死守了47天，杀退大周30万铁骑，却也是心血耗尽，死在了凌烟城中。沈竹死了之后，苏念一亲自来到凌烟城，带走了沈竹的尸体，安葬了他。自那之后，苏念一以一把竹剑踏上了剑仙之路，也就有了他的称号竹剑仙。而且从那之后，凌烟城每次有事情发生，竹剑仙都会来帮忙。那老者说完叹气说道，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唉，李寒舟也是叹了一口气，这师傅简直和峨眉的灭绝师太一个德行啊。不过这苏念一的天赋也是够恐怖的，自废修为之后竟然还能一人一剑踏上剑仙之路。若是当年没有喜欢上沈竹，一直认真的修炼，说不定真的已经争夺天命飞升了呢。当船从码头到凌烟城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上午了。一路上李寒舟一边看书一边听着船上的八卦，倒也觉得这个江湖有趣。下了船之后，两人买了2匹马，往北走了半天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凌烟城。然而到了凌烟城城门口，李寒舟和石命发现整个凌烟城都进入了一种戒备状态，并且到处都可以看到伤残的将士。城中此刻更是乱得很，到处都能看到倒塌的房屋，简直像是被洗劫了一样。师叔，看来船上那些人说的真的很对，凌烟城真的出事了。石命看看四周，看到街边上有很多百姓已经流离失所，抱着孩子在路边坐着，一言不发，他们的眼里都没了光。而这些人大多都是一些妇女，想也知道应该是他们的男人在战场上战死了。石命露出了不忍之色。战争啊！李寒舟深吸一口气，感受着空气中的肃杀味道。前世的时候，他生活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战争，他这还是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师叔，不如我们帮帮他们吧。石命这个时候对李寒舟说着。你要打算怎么帮他们？李寒舟看向石命问道。石命沉思下来，然后说，不如给他们一些钱财。这凌烟城城中百姓何止100万，给他们钱的话，我们又哪里给得起？李寒舟摇摇头。
战争的后遗症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帮忙消除的，并非是李寒州不愿意帮忙，而是面对战争造成的后果，李寒州此刻也是无能为力。师叔，为什么要打仗呢？石命低着头说道，不管是大周还是神阙，他们都有自己的子民，有自己的土地，我们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弄得天下生灵涂炭，这么多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人有贪念。李寒州摸了摸石命的头，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我们穿过灵岩城去往大周吧，神阙这边的事情朝廷会管的。李寒州笑着说。李寒州都这么说了，石命也只好点点头。两人用几个时辰的时间横穿了灵岩城，一路走来，路上看到的场景都是石命从来都没有看过的，就连李寒州也是脸色越来越难看，已经可以预料到这次的这场战争到底有多么的惨烈。看着那些戍守边关的将士们，有的已经站不起来，有的没了眼睛，有的只剩下一条胳膊的时候，李寒州也是感觉一阵心凉。在前世的时候，李寒州的国家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战争，甚至比这还要惨烈无数倍。李寒州尽管没经历过，也知道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危害可不止这些。站住，干什么的？就当李寒州和石命想要从灵岩城的另一侧出城的时候，两人被守城的将士给拦住了。我们出城。石命走上来说着。出城。那将士皱皱眉说道，灵岩城刚经历一场战争，大周的敌人也刚刚撤去，这个时候出城很容易遇到敌军，很危险，你们还是先回去吧，等什么时候外面太平了你们再出去。这位小哥，我们出城有要事。李寒州赶紧说着。啥事能比命重要？那守城将士没好气地说道，就你们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遇到大周敌军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前往大周的。石命这个时尚孩子此刻直接就把两人的目的给说了。此话一出，李寒州就知道糟了。这个时候两国刚打了一场惨烈的大战，大周敌军杀了灵岩城那么多人，此时说去大周，这不是触碰人家敏感的神经吗？果不其然，此话一出，周围7、8个将士全部都围了上来，手中的长枪也是指着李寒州和石命两人。大胆，你们竟然要前往大周，怕不是原本就是大周的奸细？我们灵岩城这次就是被内鬼给泄露了情报，是不是跟你们有关系？李寒州直呼好家伙，这大帽子扣的，我们两个是刚刚才来到灵岩城，是要到大周办事的，并不是叛变的。李寒州给众人解释着说，来人，先拿下，好好审审。为首的将士一声令下，其他的将士们就凑上来要将李寒州和石命给抓起来。李寒州眉头一皱，若是被这些家伙给抓起来，那事情就麻烦了，谁知道会不会被他们扣帽子，说自己是奸细什么的，然后拿自己顶罪。所以当他们上来的时候，李寒州抬起手随手一挥，一股气浪瞬间轰出，直接将围绕上来的7、8个将士全部都给震飞出去。对不住了，但是我不能在这里和你们浪费时间。李寒州说完，用脚踢了一下胯下的战马，就要骑马出城。拦住他！此时有人大吼一声，有奸细，别让他跑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刀芒竟然从天而降，直接奔着李寒州杀来。刀芒凛冽，杀意惊人。刀芒还没到，李寒州坐下战马，竟然就直接被气浪给斩成2截。留下！粗犷的声音如洪钟大吕，紧接着一个身披战甲的男子从城墙上纵跃下来，手中横刀杀向李寒州。真麻烦！李寒州一把抓住旁边的石命，脚下步伐一出，身影瞬间化作烟尘，下一刻就出现在那将士的面前。速度之快让那将士大吃一惊，他通玄境的修为竟然都没有觉察到李寒州是什么时候来到自己面前的。刚想要运转真气，而这个时候李寒州的手中却是出现一张黄纸。风铃！一指风铃，李寒州的符纸贴到了那将军的后背上，那将军只感觉自己体内的真气瞬间被什么东西给封锁了一样，竟然一点都运转不起来了。走了！李寒州带着石命就要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危险的气息逼近，李寒州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还是李寒州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危险。嗖！破空之音袭来，一柄竹剑这个时候破空杀到李寒州的面前，仅仅是一把非常普通的竹剑，然而此刻李寒州却感觉到这把竹子做的剑足以媲美天下第一的大杀器，是竹剑仙。李寒州没有丝毫犹豫，掌心之上雷虎闪动，雷霆汇聚成一把利剑，和这把竹剑在半空中狠狠碰撞到一起。砰！一声沉闷的声响，李寒州的雷霆之剑竟然被轰得粉碎，但是同样的，那竹剑也是倒飞出去，直接飞到那城墙之上。城墙上一名女子正站在那里，淡漠的眸子看向李寒州，眼神中的寒意几乎让人感觉刺骨。女子伸出如玉般的手掌，将剑柄给握在手中，刹那间这片天地都变色了。
空气中都充斥着死亡之气。女子一人一剑，好似这片天地的主宰。竹剑仙果真名不虚传。李寒洲甩了甩自己刚刚被震得发麻的手，他知道剑仙很强，刚刚仅仅是那随意的一剑都让自己差点吃亏。大天象诀，你是星罗余念。苏念一的声音毫无感情，目光仿佛在看待一个死人。听到苏念一的话，李寒洲略有苦笑，自己完全是因为闲来无事的时候修炼了大天象诀，觉得这门功法比较好用，用起来很顺手，所以也是习惯了，结果真的给自己惹来麻烦了。苏念一现在认定他是星罗余孽了，看来以后自己还是要多多修炼长生关中的武学才行。我说我不是星罗国的人，你信吗？李寒洲问。不信。苏念一摇摇头，同时伴随着不信二字说出。苏念一出剑了，一剑出，风云变色，杀戮之气将李寒洲给包裹。李寒洲感觉自己简直避无可避，苏念一的剑还没到，但是剑意却已经锁定了他。金光咒，李寒洲金光咒护体，金色的光芒在这剑意之下剧烈的颤动着。这个时候，那剑光犹如展开了一道天幕，青色的剑气顿时将李寒洲的金光咒给差点压碎，剑气中更是凝聚着天地意志。苏念一步法施展出来，竟然凌空而立，手中的竹剑又是挥洒出几剑，宛若是画笔勾勒了几笔，竟然将这片天地都给演化成了一方地狱。李寒洲金光大战的在这飘摇的地狱中坚持着。只见这个时候，从李寒洲的怀中飞出几张符纸，那符纸飞翔苍穹，弥漫出无上的威能。道门符传，看到那符纸飞出，苏念一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惊诧之色。符纸闪耀苍穹，竟然在天空上形成了一道阵法，分别列入了8方方位。就在这个时候，从那符纸中竟然飞出一道道的锁链，哗啦啦的声音响彻天空。锁链的速度很快，直奔着苏念一飞去，以8方方位竟然将苏念一给封锁其中。从那锁链上弥漫出来的气息直接化作囚笼，将苏念一给困在其中。咦，苏念一这个时候也是有些惊讶，自己被困在其中，竟然感觉到体内的真气都不受控制，宛若是陷入淤泥之中一样难以动弹。8门金锁阵，李寒洲缓缓说道。竹剑仙，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凌烟城中众将士看着这一幕也都惊呆了，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竟然能和竹剑仙打得有来有回，甚至还将竹剑仙给封锁了的。这人到底是谁？误会吗？竹剑仙淡淡的说着，目光冷冷的凝视着李寒洲，手中的剑却是缓缓抬起。此刻苏念一的青衣无风自动，身姿挺立，竟然弥漫出一股傲视天下的气势感。随着剑的抬起，苏念一竟然以剑虚空化月，刹那间在苏念一的背后竟然真的出现了一轮明月。明月照天地，苏念一的身影在那月色下竟然美得令人窒息，只是那冰冷的气息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吴越，淡淡的2个字从苏念一的口中吐出，陡然间一种刺耳的声音传遍天地，这般的声音让李寒洲都感觉到头疼。只见苏念一的身影竟然消融在那圆月中，而下一刻圆月爆发出极致的光芒，几乎要笼罩了这片天地。轰隆隆，8门金锁阵瞬间崩灭，那光芒所照皆是剑气。李寒洲心中一震，身上的金光咒竟然当场破碎。李寒洲看到无数的剑气袭杀而来，冰州万里。李寒洲此刻也不敢大意，体内的灵力爆发，大天象诀也是施展到了极致，无数的水滴汇聚到李寒洲的面前，并且瞬间成冰，妄图阻挡住苏念一这可怕的一剑。冰层尽数崩碎，李寒洲也是暴退出去，同时秋藏刀也是紧握手中，抬起手几刀杀出，锋利的刀芒化作弯月，硬生生从那剑气光芒中厮杀出一个裂口。而就在这个时候，那漫天的剑意竟然全部都消失不见。苏念一的身影出现在那剑气的中心，他的目光盯着李寒洲手中的刀，秋藏刀。苏念一皱眉问道：“你是长生关李寒洲？”竹剑仙居然认识我。李寒洲也有些意外。宋一桃是我弟子，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你的事情。苏念一点点头，那看来应该是真的误会了。呼，李寒洲松了一口气，早知道早就将秋藏给拿出来了。这苏念一的实力是真的强，刚刚自己几乎都要动用全力了，若是这苏念一再不依不饶，自己就只能用压箱底的手段了。不过他也看得出来，苏念一也并未动用全力，真打下去真的没好处。既然误会解开，也就没有打下去的必要了。但是苏念一还是说道：“李关主，现在不是出城的时候，你还是先回来吧。我虽然不知道你要去大周国做什么，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进不去大周。”为何？李寒洲问道。万水州是进入大周的必经之路，现在的万水州有刀仙乌恒在，你进不去。苏念一说道。大周应该是担心这次的事情之后，我也会效仿他们的行为去大周杀人，所以乌恒坐镇在了那里，等着我过去，所以现在我们神区的人根本进不去。
你要再等几天才行。刀仙乌恒，李寒州听过此人的名号，既然苏念一这么说了，那他也只好先回凌烟城了。能成仙的实力都很强，刚刚和苏念一交手的李寒州很清楚。你不用担心，那乌恒最多只待3日就会离去，3天之后你就可以去大周了。苏念一说道。我还有事，先去忙了。苏念一走了，李寒州只好带着石命回来，在城中找了一家客栈暂且住下。师叔，你真厉害，竟然能和剑仙打架。石命此时一脸崇拜地看向李寒州。打不过。李寒州如实地说道。剑仙几乎是这天地间最强的一批人了，师叔打不过也很正常。石命说道。听师傅说，在我们长生关最辉煌的时候，不管是剑仙、刀仙还是枪仙，来我们长生关也是要乖乖低头的。这样吗？李寒州沉思下来，然后笑着说道。这竹剑仙的实力是真的很强，若是他能陪我去大周，我们给你弄来不老泉的机会就更大了。让竹剑仙和我们去大周。石命想都不敢想，有竹剑仙帮忙，想要从天玄学院弄出不老泉来，应该就不难了。李寒州笑着说。不太可能吧？石命不敢相信。那竹剑仙看起来就很不好相处，怕是不太可能会帮我们。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李寒州站起身说道。走，我们去找他看看。石命一脸不相信，但还是跟着李寒州出了门。来到城门口附近，李寒州发现苏念一就在这里，但是看到苏念一的时候，苏念一这个时候竟然在城门口治疗那些受了伤的百姓和将士。此时的他早就没有了剑仙的气势，身边摆放着很多的草药，此刻他竟然挽着袖子坐在那里，让一个老大爷的脚放到了自己的面前，而苏念一这个时候则是认认真真的用草药的汁液帮助那老大爷涂抹腿上的伤口。他那一脸的认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这一幕让李寒州的心灵都有所触动。论美貌，苏念一的美貌丝毫不比绝情仙子要差；论身份，他是绝情谷的高层；论实力，他是剑仙。无论是哪个身份拿出来，他都注定是那高高在上的人。但是眼前这一幕让李寒州觉得非常的反差，非常的接地气。实命。李寒州轻叹一声。我收回之前的话。什么话？实命不明所以的看着李寒州。其实只要想做，还是可以帮助百姓的，觉得做不到，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反而更像是一种借口。李寒州望着苏念一的身影说着。实命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去帮帮忙吧。李寒州决定也去帮帮苏念一。李寒州也加入其中，帮着很多百姓包扎伤口。苏念一看到李寒州的举动，并未说什么。一直到傍晚时分，忙碌的事情才终于缓了下来。城中的救济粮也送了过来，百姓们都喝上了粥。城墙上，苏念一坐在那里，面对着孤独的夕阳，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他赤着双脚摇晃在墙头上，丝毫没有半点剑仙的样子。李寒州走了过来，坐在了苏念一的身边。今天多谢你。苏念一开口说道。要不是你们帮忙，怕是不会这么早结束。这么多受伤的百姓，很有可能得不到救治就死去了。举手之劳，我也是神阙国的人，帮助我神阙国的百姓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倒是竹剑仙你从绝情谷赶来凌烟城，路程可是不近啊。李寒州有意地说这件事，为了一个故人，他曾经用命守护这里，我不希望这凌烟城沦陷。苏念一平静地诉说着，情绪古井无波，仿佛说的这个人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你是说沈竹吧？李寒州问道。看来李关主知道一些我的事情。对于李寒州说出这个名字，苏念一倒是没有惊讶，因为他的事情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知道的人不少。李寒州知道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倒是很多年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了。苏念一此时竟然笑了笑，在苏念一的面前提沈竹，触剑仙的眉头，谁敢做？然而李寒州却是毫不在意，从储物袋中拿出2壶酒，递给苏念一1壶，喝一口。苏念一看了看，拿过来，没有矫揉造作，直接打开塞子，仰起头就喝了一口。我是听说了一些沈竹的事情。李寒州也喝了一口酒。我听说沈竹最后一次去绝情谷找你的时候，你并未见他。苏念一眯着眼睛说道。李关主好像对我的这件事很有兴趣，有遗憾吗？李寒州问。你想说什么？苏念一的声音也缓缓冰冷下来。有些事情我不是很想回忆。听出了苏念一话语中的不喜，李寒州依然是没有在意，只是说道，我只是猜测，其实在沈竹死了之后，你是有遗憾的。我想你应该有话想要对他说，但是已经没机会了。苏念一什么都没有说，起身就准备离开。然而苏念一刚走了几步，李寒州却是仰起头，又喝了一口酒，问道，想再见他一次吗？这句话让苏念一的脚步顿住，他不禁问道，什么意思啊？你若是想见他一次，我可以帮你。李寒州对苏念一说道，把你没有和他说完的话说完，
如何？见他？苏念一的心动了，但他还是不敢相信。他已经死了那么久了，我怎么可能会见到他？我道门秘书，自然可以做到。你只要告诉我你想不想见就是了。李寒洲似笑非笑地说着。苏念一抿了抿嘴唇，似乎陷入到了沉思中。好。半晌后，苏念一抬起头看着李寒洲，似乎下了某种决定。但是并不是免费的，我也有事想请竹剑仙帮忙。李寒洲开口说道。你说。苏念一问。我希望竹剑仙能帮我做一件事情。李寒洲笑着说。什么事情？苏念一眉毛一扬。你这次去大周到底要做什么？这件事暂时不需要竹剑仙你知道，你若是答应，我帮你见沈竹一面；若是不答应的话，那今天晚上的事情就当我没说过。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做出让你为难的事情，保证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李寒洲并没有把目的说出来。好，若是你帮我见沈竹，就算你要我去龙潭虎穴，我也走一遭。苏念一答应了下来。一言为定。李寒洲到城中去准备晚上要用的东西。这天地间的轮回藻已损坏，这些人都飘荡在阴路上。李寒洲知道沈竹的灵魂肯定也在这里，想要找到沈竹倒是没有难度，但是沈竹的出现需要一个载体，李寒洲自己就是最好的载体。像是沈竹这般的强者，唯有强大的神魂才能镇压得住。所以在要了沈竹的生辰八字之后，李寒洲就开始画符。这种符篆李寒洲是第一次画，名叫请神符，可以召唤阴魂进入到自己的身体中。李寒洲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带着苏念一来到了一处空地上，这里没有人打扰。难得从苏念一这位剑仙的脸上看到了紧张的情绪。我只能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好。一炷香的时间对于苏念一来说也是很难得了。李寒洲交代完之后就开始开坛做法。李寒洲的口中默念幻魂诀，几乎是顷刻间四周变起了风，然而这种风却是一种阴风，吹在身上竟然有一种令人战栗的感觉。此刻李寒洲天眼一开，一眼就看到四周换过来的灵魂，只是这数量着实让李寒洲也吓了一跳。这灵岩城本就是边关城，死去的尸骨何止千万，随便一招呼就有数十万的灵魂靠拢。若是想从这么多人中找到沈竹，怕是难如登天。这个时候李寒洲则是将沈竹的生辰八字给拿了起来，手中灵力汇聚，对着那生辰八字一点，刹那间从那万千灵魂中竟然飞出一道魂魄，奔着李寒洲而去。他就是沈竹。李寒洲看到来人，面容刚毅，身上还穿着破烂的铠甲，从他灵魂的强度来看，此人应该是沈竹没错。此人生前起码是天罡境的修为。你是沈竹？李寒洲问。是我。沈竹此时回答着李寒洲，但是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李寒洲旁边的苏念一的身上。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李寒洲说完，将那请神符给贴到了自己的身上。下一刻，沈竹的魂魄便是直接被吸到了李寒洲的身上。李寒洲的身躯微微一颤，紧接着他的眼神都变了。旁边香炉中的香已经开始点燃了。当苏念一看到李寒洲变化的目光，苏念一几乎一眼就认出来，眼前这个人不是李寒洲了，是沈竹。沈竹的目光苏念一根本无法忘记。念一。沈竹缓缓地开口说道。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好久不见。苏念一此刻看着眼前的沈竹，说了这句话之后就没有再说任何的话，两人就这么彼此相望着，时间仿佛都静止在了这个时候。身边的香也是慢慢的燃烧着，气氛有些温情又有些诡异。最终眼看着香都要一点点的燃尽了，苏念一此刻完全没有了剑仙的气魄，倒像是一个小女儿家。你来绝情谷找我的时候，我偷偷的看了你，但是我没有出去见你，你不要怪我。苏念一此刻缓缓说着。我不怪你。沈竹说道。你师尊因为我们的事情去世，我知道你的处境很不好做，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直到我在灵岩城战死的那一刻，我最想的还是你。听到这话，苏念一浑身一颤，他望着沈竹的眼睛。我本以为我再见到你会有很多话想和你说，但是真的看到你了，我却突然又发现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觉得能这样静静的跟你待一会就很好了。灵岩城我会帮你守护好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只要有我在，城就破不了。苏念一认真的说道。等我的弟子能独当一面，不用我操心了，我就离开绝情谷，坐镇在这灵岩城。苦了你了。沈竹知道灵岩城一直都有苏念一帮忙，从绝情谷到灵岩城的路途不近，每次灵岩城有事情发生，苏念一都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忙，这些年来都是如此。这是你用命守护的城池，我不想看它丢在敌国的手中。苏念一缓缓说着。谢谢你，念一。说着，沈竹慢慢的靠近苏念一，没等苏念一反应过来，沈竹已经吻上了苏念一的唇。就在这个时候，苏念一瞳孔一缩，下意识的抬起手就给了沈竹一巴掌，直接给沈竹都打懵了。啊，对不起。苏念一看到自己给了沈竹一巴掌，连忙说道。我不是故意的，只是
只是这身体不是你的。啊，对。沈竹此刻也反应过来，不过活着的时候没亲过你，死了之后没想到竟然还有机会吻你一次。胡说什么？苏念一有些害羞。然而这个时候，那香已经燃烧到了尽头。念一，时间到了，我要走了。看着旁边香炉中的香，沈竹似乎有些不舍。你保重，我也会保重的。说完，沈竹也是微微点点头。她如今已经是剑仙了，并不是当年的恋爱小女孩，心态早已沉稳了不少，并且这些年也早就从沈竹死去的事情中走出来了，所以如今面对沈竹，苏念一已经可以很坦然了。随着最后一点香灰散尽，李寒舟的意识也是苏醒过来。沈竹已经走了，聊完了。李寒舟看着面前的苏念一问：多谢你。苏念一点点头，不过是利益交换罢了。李寒舟咧嘴一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寒舟却是嘶的一声。奇怪。李寒舟诧异道，以前听老头子说过，请神上身的确是容易出现很多后遗症，但是没听说请神上身会脸疼啊。李寒舟摸了摸自己的脸，有一种自己被人扇了一巴掌的感觉。听到李寒舟的嘀咕，苏念一时间有些尴尬，这一巴掌是自己给的，谁让他突然就那么亲上来了？换成别人自己早就给杀了好吧。你亲我了，我给你一巴掌，很合理。3日后，李寒舟带着石命离开了凌烟城。本来苏念一应该同行的，但是苏念一说自己若是到大周去，肯定会引起大周的忌惮，若是李寒舟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就给他来信，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去帮忙。李寒舟想了想也是，于是独自带着石命上路。师叔，你到底做了什么？那竹剑仙居然愿意帮你的忙？路上，石命还是很好奇。逃不脱利益2字，我帮他完成心愿，他帮我做一件事，就是这么简单。李寒舟一边看书一边说。此刻李寒舟手中拿着的书并非是书，而是苏念一送给李寒舟的周边各国的一些基本情报。到大周去，自然也是要了解大周的事情。不仅仅是大周，周边的一些小国，甚至云荒都有，里面记载着基础的信息和风土人情。看得李寒舟津津有味的李寒舟着重地看了看云荒，毕竟他现在修炼的大天象诀就是云荒的至宝。他猜测自己必定会引起云荒的注意，这个时候多看看云荒的事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而大周此刻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内乱其实很重。李寒舟感觉每一个王朝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无非就是儿子太多，暗中争权夺利，想要争夺太子之位。神阙国不也是一样，想要杀九皇子与青阳的，肯定也是与青阳的某个弟弟或者是哥哥。大周作为目前神阙国最强的敌人，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最是无情帝王家啊！李寒舟摇摇头，为了一个皇帝的位置，不管小时候多么亲的兄弟，长大了之后几乎都会兵戎相见。小时候多亲密，长大了就有多狠。你想做皇帝吗？这个时候，李寒舟问了一下石命。不想。石命摇摇头，我觉得做个普通人挺好的。师叔，这天气怎么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石命忍不住说道。大周的气候和我们神阙不同。李寒舟道。神阙此时应该已经快要下雪了，但是大周还是夏天呢。李寒舟打开窗帘看了一眼，发现外面炎炎烈日，的确越来越干旱了。远处有一些农田，甚至都已经干涸了。石命也是热的将自身的衣服给脱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小褂，这才感觉好上一些。这里已经是万水州的边境了，前面就是万水城，你大师兄就在万水城中等着我们呢。李寒舟对石命说。师叔，那封信寄过来到现在应该已经快1个月的时间了，大师兄真的还在吗？石命表示有些怀疑。在不在也要来看看才行。李寒舟现在很想知道周乾陵是怎么突然到大周来的，还有就是自己那个师兄的线索以及找到的宝物到底是什么。若是能将长生关曾经的宝物追回，那长生关就能更加的兴盛了。又经过1天半的时间，两人终于看到了万水城。天气炎热，晒得整个城池都有一种扭曲的感觉。守城的将士们也都非常的蔫巴，甚至李寒舟和石命入城的时候，那些士兵都躲在阴凉处歇着，都懒得过来检查李寒舟和石命。万水城作为一个边关城市也是非常大的，而且这里重兵把守，李寒舟入城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在这城中隐藏着高手。按照周乾陵信中所说，李寒舟和石命来到了周乾陵居住的万水客栈。但是当李寒舟和石命说要找周乾陵的时候，万水客栈的老板却是惊讶地告诉李寒舟，10日之前周乾陵就已经离开了万水客栈。大师兄走了？石命诧异地问道。去哪里了？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摇摇头。李寒舟掐算了一下，但是李寒舟的掐算不可能细致到周乾陵在哪个坐标上都能查出来。李寒舟只能算出来周乾陵还在这万水城中，但是万水城太大了，仅仅是街区就有10几个，想要在这么大的城池中找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没有办法，
李寒舟只能和石命暂且在这客栈中住了下来。晚上，两人在1楼的窗边吃着饭，街道上突然热闹起来。只见众多的士兵押着10几个人，捆绑着，他们的嘴里都塞着破布，前面还有骑兵守护。周围不少看热闹的人。客官，您的酒。这个时候，小二上来上酒。小二，那些人怎么了？李寒舟好奇地问。客官说那些人啊。店小二笑道，他们是神阙国的人，有可能是派来的探子，最近已经抓了好多了。神阙国的人？李寒舟一愣，看来在这万水城中也挺危险啊。神阙国的人都有可能被当成探子抓起来。师叔，你说大师兄会不会？此时石命小心翼翼地说着。李寒舟也不确定，被关押到了什么地方也不清楚。若真的是被大周当奸细给抓起来了，那事情就麻烦了。看来我们要想想办法了。李寒舟知道这里自己人生地不熟的，很难办事情。什么办法？石命好奇地问。正说着，此时街道上再度喧闹起来，只见众多的百姓已经来到了两边跪下了。紧接着就看到大队的人马从路中走过，后面还跟着一顶轿子，那轿子很是奢华，身后跟着卫队，其中不乏高手。听着百姓口中的话，李寒舟得知来的人竟然是当朝四皇子云晴。从苏念遗送的那本书里，李寒舟也知道云晴也是太子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四皇子云晴来到万水州是要替百姓求雨的，好在大周皇帝的面前刷一波存在感，让大周皇帝觉得他心系百姓，将来储君的位置说不定就会考虑他，让他帮我们找就好了。李寒舟笑着说。啊！石命一愣，师叔，他可是大周的皇子，怎么可能帮我们呢？他会帮我们的。李寒舟笃定地说。石命不知道李寒舟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还是相信的点点头。第二天又是炎炎烈日，万水城中热闹非凡，因为今天皇子云晴来帮忙求雨。这是一种类似于祭祀的活动，但是这场祭祀是云晴亲自来做，自然就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殿下，午时就快到了，殿下要出去求雨了。此时一座府邸中，云晴的门外随身护卫正恭敬地说着。知道了，我一会就去。里面传来了云晴的声音，但是这个时候的云晴却是一脸凝重地看着在自己屋内悄无声息出现的人。自己的护卫都是干什么吃的？竟然都没有发现有人进了自己的屋子。阁下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云晴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并没有过于害怕，淡定地问道，或者说阁下是来杀我的？你是我二哥的人还是六弟的人呢？我谁的人也不是。李寒舟说道。我来找四皇子殿下，是想和殿下合作的。合作？云晴并未完全相信李寒舟的话。殿下今日求雨，我可以帮殿下下雨，如何？李寒舟说道。你能帮我求雨？云晴眯着眼睛打量着李寒舟，看起来倒像是个招摇撞骗的道士，但是李寒舟眉宇间的自信，以及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这里，也证明李寒舟是有本事的人。但是在李寒舟的身上竟然没有一点真气运转的痕迹，若不是普通人，那就只能说明李寒舟的实力超乎他的想象。每天都会有人找上门来，但是说想找我合作的，你还是第一个。云晴此时说道。你说你能求雨，我又要怎么相信你？信不信我殿下今天不多要求雨？李寒舟说道。万水州干旱3个月，滴雨未下，殿下这次来求雨也不过是想在陛下面前露个脸，在百姓之中获得一些民心，为了将来争夺太子之位积累一些底蕴罢了。其实殿下心中也很清楚，想要下雨没有那么容易，干旱3个月，你的祈求基本上也不可能让老天下雨，殿下也做好了不下雨的准备，陛下更是不可能因为这件事苛责于你，反而会觉得你心怀百姓。但若是真的下雨了，那就是殿下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上天垂怜百姓，殿下更是天命所归，陛下得知也肯定会更加看重你，不是吗？李寒舟的话让云晴动容，他当然知道，若是真的能下雨，让干旱了3个月的万水州感受到甘霖，那他这个皇子的名望肯定会达到巅峰。你想怎么合作？云晴忍不住问。简单，只是想让殿下帮我找个人。李寒舟开口说道。只是找个人？云晴放心下来，若只是找个人的话，那还不简单。自己堂堂大周国四皇子，找个人还不容易。对，就是找个人。李寒舟肯定地说。好，云晴答应下来。那待会我要怎么做？云晴又问。不需要怎么做，殿下原本打算怎么做，待会照旧就可以了，剩下的交给我就好。李寒舟慢条斯理地说着。云晴点点头，然后就走出门去。万水城的祭坛上，云晴已经准备好了。城中的百姓们听说四皇子亲自来万水城求雨，都纷纷来看热闹。万水城城主以及当地的一些官员也早早就来到这里候着。整个祭坛四周人山人海，大周的银甲卫守护在旁边，将祭坛给围了起来。
这些银甲卫一个个身上的杀气颇为厚重，看来平日里没少染血。他们的目光犹如鹰隼，观察着周围，看看有没有宵小之人。拜见四殿下。看到云晴到来，众多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立刻跪拜诸位起来吧。云晴云淡风轻地说着：“殿下，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个时候，云晴的亲卫走过来，恭敬地对云晴说着。云晴点点头，此刻他看向远处，立刻就看到不远处的一座石塔上，李寒州的身影站在那石塔的顶层。云晴心中也是好奇，李寒州到底要怎么求雨。众多百姓看着云晴，也都心情激动。万水州大旱3个月，庄稼都没有办法长了，他们是真的盼着来一场大雨，希望能有用吧。一名皮肤黝黑的壮汉祈祷着。能有什么用？旁边一名书生模样的人冷笑着说道：“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闭嘴！四殿下为我们求雨，你却在这里胡说。有人立刻就表示不满。不信吗？那书生模样的人不屑地说道：“所谓的求雨，不过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而做出的样子给我们这些百姓看。反正就算是求雨不成功，当今陛下也不会怪罪他，只能说这是上天的事情。然后四皇子也会说自己尽力了，又没干什么，又博得了好名声。啧啧，你们不懂，这皇家中的事情水深着呢。”听到这话，周围的百姓们都半信半疑，似乎觉得有道理。而此时，在不远处的一座酒楼中，一名身穿白色丝绸的年轻公子坐在那里，看向窗外远处云晴求雨的样子。四哥啊四哥，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求雨的。公子的嘴角挂着弧度。六殿下，人已经混入百姓中了。这个时候，身后走上来一个小厮模样的人说着：“这些百姓还真的以为四哥是来给他们求雨的，得让他们知道知道，这就是个过场，不能让民心就这么倒向四哥那边。”年轻公子说道：“殿下放心吧，奴才保证四殿下这次是白忙一场。”那小厮嘿嘿一笑。而这个时候，祭坛上云晴的求雨仪式已经开始了。祭拜了天地之后，云晴也是站在了高处，然后大声说道：“吾名云晴，今日立于此处，为大周百姓求雨。上苍明鉴，百姓无辜，久旱之下，田土干裂，禾苗枯焦，生计艰难，吾深知百姓之苦，心急如焚。望上苍垂怜，降甘霖以解民困，则备苍生。吾愿以吾之诚心，换百姓之安宁。若得雨水，吾必当率百姓感恩上苍，勤勉为政，护佑我大周百姓，使其安居乐业，永享太平。”说完，云晴跪下来，对着苍天一拜。下面的众多百姓也都赶紧磕头。酒楼中的六皇子笑了笑：“四哥弄得还挺认真的，我都快要相信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地间忽然狂风大作，天空之上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那轰隆隆的雷声吓了所有人一跳，天色立刻就暗沉下来。这一幕让整个万水城的百姓们都大吃一惊，这是要下雨了。众人都不敢相信，刚刚求雨就要下雨了。人群中被六皇子安插进来挑拨的那些探子也都傻眼了，要不要这么神啊？这边刚求雨，老天爷就给下雨，信号这么好吗？这一切自然是李寒州做的，大天象诀修炼到高深的境界，自然可以影响一方天象，所以呼风唤雨对于李寒州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怎么回事？六皇子脸色一变，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看着外面的天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殿下，那小厮也是说不出话来。而这个时候，雨滴竟然缓缓落了下来。下雨了！不知道谁先喊出的第一嗓子。下雨了！当那雨水落到百姓的脸上的时候，感受到那冰凉的触感，他们才相信这是真的。多谢四皇子殿下。此时，众多百姓再次跪下，齐声感谢四皇子。看着众多百姓跪倒一片，此刻的云晴也是激动万分。李寒州给他的惊喜真的是太大了。说下雨是真下雨啊！诸位快起来，这不是本皇子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一起感动了上天，上天垂怜，庇佑我大周。云晴对着众人说着，百姓们还在欢呼。雨已经越下越大了。云晴的亲卫走过来，拿起伞放到云晴的头顶上，但是云晴却是躲了出去，皱眉说道：“本皇子现在正在与民同乐，把你的伞给我扔到一边去。”是。亲卫赶紧把伞给扔到了一边。皇子都在淋雨，他哪里敢撑伞？该死！六皇子看到外面这一幕，气得脸色铁青。最近父皇已经对他有点不满了，怎么能让他打这么漂亮的一个翻身仗？六皇子怒不可遏：“殿下，莫要气坏了身子，四皇子只是运气好，赶上了下雨。”那小厮赶紧安慰着：“放屁！”六皇子瞪着他说道：“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那小厮看到六皇子的样子，突然眼睛一转，然后说道：“殿下，您说在这附近会不会有陛下的人？”六皇子诧异地看了一眼那小厮，然后说道：“按照父皇的习惯，在四哥的身边多少都会有一两个父皇的人，不光是四哥，
我们身边谁没有？只是平日隐藏的太深，看不出来罢了。所以怕是用不了多久，四哥感动上天，降下甘霖的事情就会传到父皇的耳中。殿下，我有一计。那小厮附耳过来，然后在六皇子的耳边说了2句话。六皇子眼睛一亮，快去办。六皇子赶紧说，小的这就去安排。那小厮说完就跑开了。此刻在那祭坛四周，众多的官员也都非常的高兴。万水城城主更是高呼天佑大周。云琴看着下面的百姓开心的样子，心中也是十分激动，自己今日的事情必定马上就会传到父皇的耳中。前段时间因为募集军费的事情被父皇狠狠骂了一顿，这次的事情肯定是能让父皇对自己刮目相看的。正想着，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四皇子殿下帮助我们求雨成功，我们今年终于不用饿死了。此话一出，立刻就有人附和道，对啊，四皇子真的是我们的大恩人啊。有2个人呼应，其他的百姓自然呼应。听到这话，云琴更是开心。然而紧接着立刻就有人高呼道，感谢四皇子殿下，四皇子殿下万岁，四皇子万岁。随着一个人喊，立刻就有第2个人喊。听到这话，云琴的脸色骤然一变。万岁是称呼皇帝的，自己不过是皇子。此刻这么多百姓高呼万岁，传到父皇的耳中的话，别乱喊。云琴的亲卫队赶紧制止，奈何在场的百姓太多了，他们本身就没什么文化，容易受到其他人的诱导，听着有别人喊，立刻就跟着喊了起来。百姓众多，这个时候根本就无力阻止。云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而不远处酒楼中的六皇子则是忍不住笑了，让父皇知道四皇子在这里被人高呼万岁，他怕是就要完蛋了。而第一个喊的那个人喊的则是更起劲，他本来就是六皇子派来的，目光中带着狡猾，四皇子万岁。然而就当他在喊出这一句的时候，天空瞬间一道雷霆降下，轰！那雷霆不偏不倚，正好就劈到了他的身上。这一下可谓是将所有人都给吓坏了，都不禁愣在当场。那人直接就被一道雷霆给劈焦了，咣当，摔倒在了地上。刹那间，现场无比的寂静，就连云琴也是愣了一下，一个大活人就在眼前被劈成焦炭了。怎么回事？六皇子也是没想到，自己的人居然莫名被一道雷给劈死了。而云琴也趁着所有百姓愣神的功夫，赶紧大声说道：诸位，当今天下能担当起一声万岁的人，只有当今的皇帝陛下。此人因为乱喊，所以遭遇到了天罚，所以诸位莫要乱喊。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同时也有些后怕，他们刚刚也喊了，不会也被雷劈吧？而云琴继续说道：苍天庇佑我大周，给我们降下雨水，刚刚的这番举动更是寓意当今陛下是的真命天子，不可取代。陛下的功绩被天地认可，这乃是我大周的福分。陛下万岁！云琴大声喊着：陛下万岁！陛下万岁！百姓们再度激动起来。是啊，连天地都认可当今陛下才是真命天子，那说明是个好皇帝，他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云琴则是心中捏了一把汗，他看向远处，李寒州已经不见了，但是云琴知道，刚刚那一道雷肯定是李寒州降下的，若不是李寒州这一道雷，他今天真的就完蛋了。哼！酒楼中的六皇子怒哼一声，起身就走。怎么就那么寸，上天都在帮老四。等事情都忙完了之后，云琴回到了府邸中，没多一会，门外就有人来报：殿下，门外有2人求见，其中有一个说是跟您有合作的，快请。云琴赶紧说着，李寒州可是他的贵人啊，刚刚救了他的命，能呼风唤雨，这样的能人在自己夺太子之位的路上太有帮助了。云琴决定一定要抱住这条大腿。没多一会，李寒州就带着石命走了进来，告诉你的这些东西记住了吗？路上，李寒州对石命说道：记住了。石命点点头，但是还是有点紧张。当李寒州带着石命走进屋内，李寒州笑着抱拳道：恭喜四殿下了，拜见四殿下。石命也是客气地说：前辈免礼，前辈今天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云琴笑了笑，紧接着云琴又说道：若是本殿下所料不错的话，前辈求雨用的是大天象诀吧？殿下好眼力。李寒州没有否认，在大周并没有好惧怕的，新罗国对于神阙国来说是敌人，但是对于大周却不是。前辈果然是云荒的人。云琴客气地说道：这位是我们云荒的少主。李寒州指着旁边的石命说着，石命依然是有点紧张，但还是点点头。此话一出，云琴一愣，他看着石命，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少年竟然是云荒少主楚星河。石命抱拳说道：原来是楚少主，久仰久仰。云琴连忙说着：这位是我们云荒的大祭司大人。石命指着李寒州说道：我猜到了。云琴说道：除了云荒的大祭司，又有哪位前辈能有如此高深的大天象诀？
之前只是听说过这门神奇的功法，今日一见，真的是名不虚传。两位，我已经安排人略备薄酒，感谢两位今日的帮助。云琴得知两人是云荒的少主和大祭司，云琴更是激动。星罗国虽然被神阙国打败，逼入云荒深处，但是星罗国依然是有强者在，并且还有很多残余旧部，若是号召起来，也是一笔不弱的力量。倘若星罗国能支持自己的话，那自己当上太子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所以当云琴得知眼前的人是星罗国少主和大祭司的时候，云琴决定一定要和两人处好关系。四殿下客气了，李寒舟客气地说着。万水城通云楼，云琴在这里宴请李寒舟。整个通云楼共有7层，有钱有势的人才能在最高层，而哪怕是第1层都不是普通的百姓能进来的。一桌子的山珍海味，有很多蔡氏命都叫不上名字来，看得他眼花缭乱的。四皇子更是叫了几个绝美的歌姬陪着李寒舟和石命喝酒。来，大祭司，我敬你一杯，再次感谢你今天出手救我一命。整个最顶层今天都被四皇子给包了下来，四皇子的亲卫守护在外面。好，李寒舟倒是不介意有美人在怀，一边吃着美人给包的葡萄，一边喝着酒。但是石命就不一样了，石命这种老实木讷的孩子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一时间全身僵硬，左右两边2个美人让他特别的紧张。听闻您是星罗国少主啊？一名美人笑盈盈地问。对啊，石命僵硬地撒着谎。那少主大人每天都在忙些什么？让奴婢也听听别的国家的皇子都做什么事。另一个美人趴在石命的肩头说。啊，每天砍柴。石命如实地说。哈，2个女子一愣。砍柴？对啊。石命点点头。皇子也砍柴啊？两人简直有些不敢相信，没想到星罗国的皇子这么辛苦啊。那皇子殿下每天吃的山珍海味和我们大周的不一样吧？皇子殿下每天吃几个菜啊？4个。就当石命和2个歌姬驴唇不对马嘴聊天的时候，李寒舟也开始和云琴说正经事了。四殿下，我要找的人叫周乾陵，是一名神阙国的人。神阙的人？云琴眉毛一扬。没错，李寒舟淡定地说道。此人是我们打入神阙的一名密探，但是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跑到大周来了，然后还失去了踪迹。昨日我看街道上抓了很多的神阙国的人，听闻最近也是没少抓，所以我怀疑我的这个密探被抓起来了，还请四殿下帮忙找一下。放心吧，这点小事本殿下这就帮你办。云琴直接答应下来。杨华。此时云琴喊了一声殿下，云琴的亲卫立刻走了进来，恭敬地跪下。去调查一下最近万水城抓的这些神阙国的人里有没有叫周乾陵的。云琴吩咐着，若是有的话，让万水城主赶紧放人，就说是我的人。是。杨华立刻去办了。大祭司，最多半个时辰就能找到你的人了，放心，我们继续喝酒。喝酒？李寒舟感觉有人真的是好办事，好吃好喝的供着，还能帮自己的忙。半个时辰之后，杨华回来了，来到云琴的身边，小声说了几句话。云琴的眉头一皱，然后挥了挥手让杨华下去了。殿下，怎么了？李寒舟看云琴的表情不太对。我让人找了最近几个月抓的神阙国的人，但是都没有找到这个叫做周乾陵的，看来他应该没有在万水州被抓，是不是去了什么别的地方？云琴问道。没有。李寒舟赶紧掐指一算，但是的却算出来周乾陵就在万水城，不过没有被抓，为什么找不到呢？看到李寒舟也是一脸疑惑，云清笑呵呵地说道。大祭司，楚兄，你们来一趟大周也不容易，不如在我那里先住下，然后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我会帮你们找的，等有了消息就通知你们，如何？如此叨扰四殿下真的是过意不去。李寒舟假意推脱。大祭司真的是太客气了，神阙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且我对大祭司你一直都特别敬仰，请务必留下来，以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云琴赶紧说着。那既然四殿下盛情款待，那好吧。李寒舟为难地答应说道。本来我是带少主来大周寻找不老泉的，正好现在也没个目标，先住下也好。不老泉？天玄书院的不老泉？云琴好奇地说道。原来你们来大周也为了不老泉啊，那还真的是巧了。巧了？四殿下此话何意啊？李寒舟连忙问。因为不久之后就有一场拍卖会，拍卖的就是进入不老泉的资格。云琴笑着说。进入资格？不是直接卖不老泉的泉水吗？李寒舟有些诧异。并不是。云琴解释说道。不老泉虽然是天玄书院的，但是不老泉其实是在一处禁地中，每次拍卖不老泉都是拍卖进入禁地的资格，自己能取到算本事，取不到说明没有缘分。原来是这样。李寒舟没想到里面竟然还有这么多的说法。不过有拍卖资格的话，那自己肯定是要买下来的，不知道多少银子能拍下来进入不老泉的拍卖资格。李寒舟比较想知道这个。
我记得上次拍卖，进入不老泉的资格是被一位氏族的高手给买去了，花费了300万两银子。云琴回忆着说。那么贵？李寒洲大吃一惊，只是进入其中的资格竟然就要卖这么贵？正常。云琴给李寒洲解释说道，因为不老泉乃是天地神物，不老泉传闻乃是天地诞生的时候第一口出现的泉水，泉水拥有长寿的功效，饮上一口都能让没有修为的普通人活过100年，无病无灾。若是修士长饮不老泉的话，那更是能让自身的修炼速度暴涨，改善体质，就连悟性都会更强，所以才如此的珍贵。有这么多功效？李寒洲表示怀疑，总觉得这天玄学院是在做营销，这和自己那个帮助神阙国开国皇帝飞升的神茶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不老泉真的有用。有人试过？李寒洲问。一天喝上一口不老泉，真的能让人修炼速度加快？不知道。云琴摇摇头，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这么做过。为何？不老泉乃是神泉，并且在天玄书院的禁地中。云琴说道。那禁地被称之为天玄禁地，进入其中本就是九死一生的事情，并且想要得到不老泉也是不容易的。进入阴阳禁区之前，需要一件灵宝，名叫碧落瓶，用这种灵宝才能装不老泉，否则若是别的容器装不老泉的话，从进去出来不老泉就会变成普通的泉水了，没有任何的效果。碧落瓶，李寒洲表示自己的书上肯定没有这种灵宝，应该是更高级的那种，毕竟自己制造灵宝的书是原主随便就买来的，制造出来的灵宝都是一些大陆货。这个碧落瓶有卖的吗？李寒洲赶紧问。这个没有卖的，但若是想要做碧落瓶的话，可以拜托天玄学院的灵宝师制作，制作一个碧落瓶要50万两白银。云琴说道。往年买下资格的人也都是拜托天玄学院的灵宝师做的。靠，抢啊！李寒洲听得眼睛都红了，做个破瓶子就50万两白银，那我还不如自己做了。李寒洲没好气地说。大祭司会做灵宝？此时云琴惊讶起来。自然是会做的。李寒洲点点头，自己可是做出来不少的好玩意呢。当真？云琴突然有些激动。会，但是碧落瓶的制作方法我没有。李寒洲有些苦恼，没有图纸，自己没办法做啊。这个没有问题。云琴哈哈大笑着说道。制造的方法宫里就有，等我想办法弄来给你。不过不知道能不能请大祭司帮我也做一件灵宝。你要做什么灵宝？碧水珠。云琴赶紧说着，若是有制作方法的话，我可以试试。李寒洲也是答应下来，总不能让人家白忙活。那就多谢大祭司了，我尽快把东西弄来。云琴惊喜得很，他需要碧水珠有大用处。再过2个月就是大周皇帝的生辰，他们这些做皇子的自然是要拿出最有诚意的礼物。在北海深处，传闻有一顶早就在数百年前遗失的皇冠，代表着大周曾经的皇权。若是能将这皇冠找到，皇帝肯定会大加赞赏。碧水珠是一种很高级的灵宝，很多灵宝师实力不够都做不了，而做出来的碧水珠最多下潜到100米的地方就撑不住水压了，所以云琴需要一个强大的灵宝师做的碧水珠。李寒洲的实力这么强，在他看来做灵宝的水平应该也不错，否则也不会夸下海口能做碧落瓶了。一顿酒吃的几个人都很开心，除了石命。石命尽量的装新罗国的皇子了，但是那2个歌姬问的问题实在是太刁钻了，让石命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是最近才吃上肉的他，怎么能想象到一个国家的皇子过的是什么生活啊？最多就是皇子砍柴的时候用金斧头呗。中午能吃上6个菜。晚上李寒洲和石命就被安排在了云琴的别馆里休息，而4皇子则是赶紧回神，都去复命。午夜时分，石命听到门口有敲门声，谁啊？石命好奇地走过去，门刚刚被打开，顿时一个身影就跑了进来，还没等石命回过神，就捂上了石命的嘴。石命一惊，但是突然发现捂住自己嘴的人自己竟然认识。小点声。来人将手缓缓放下来，乃是一名青年，将石命给放开之后，来到门前看了看外面，小心翼翼地将门给插好。大师兄，你怎么在这里？石命惊讶地说道。我们都找了你好几天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之前还以为你被抓了。从你们第一天进城我就知道你们来了。周乾林皱着眉头看着石命说道。我的信不是给二师弟的吗？他怎么没来，反而是你和师叔来了？这件事说来话长。石命赶紧说道。我带你去见师叔吧。等等。周乾林却是说道。我见他干什么？他能活到现在我都觉得很惊讶了。我叫二师弟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和一个天大的机缘要和他说的，没想到来的竟然是你。罢了，也都一样，你跟我来吧。啊，不告诉师叔一声吗？石命连忙问。不告诉他。周乾林说道。他整天除了吃喝嫖赌还会干什么？这么大的机缘，告诉他也只会拖我们的后腿，就我们2个就可以了，
还有啊，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怎么坑蒙拐骗的住在这里了，但是这里是当朝四皇子的别馆，你们胆子也太大了，赶紧跟我走，否则等四皇子回过味来，把你们砍了。大师兄，你听我说，师叔他……别废话了，快走！不是，师兄。石命都没有时间说话，就被周乾林给带出了门，然后趁着周围没人，抓着石命就翻墙而过。这边，外边还有人接应。石命一看，接应的这个人不是四皇子护卫中的一个吗？难怪大师兄能轻松的进入别馆，原来是里应外合呢。拉着石命从一个狗洞爬出去之后，在那狗洞外面还有2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在等着了。这就是你师弟。那2个魁梧大汉闷声说着，2人的气息沉敛，实力都不弱，起码都有9品的修为。没错，他就是我师弟石命。周乾林笑着说道。那走吧，老大还等着呢。2人赶紧说。行，走。周乾林一脸兴奋地对石命说道。小师弟，师兄带你寻机缘去。石命一脸懵逼，这2个大汉看起来不像是好人啊。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来，寻找什么机缘啊？带上你的师弟，居然不带我。周乾林，你的眼中还有我这个长辈吗？谁？4个人回头一看，却是发现一名道士正站在那里，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师叔！石命惊喜地喊了一声，他刚还在担心自己被大师兄带走了之后，师叔找不到自己着急呢。师叔周乾林此刻也只能硬着头皮叫了一声，此人是你们的师叔？那2个壮汉诧异地看着周乾林，其中一个人问道：你的师叔来了，怎么不叫来一起？这么好的机缘，要多带一些人才对吗？你们不知道，我这个师叔狗屁不是，而且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外边还欠了很多债。周乾林小声地和2人说着。2人听到这话，打量了一下李寒舟，发现还真是，李寒舟连修为都没有，果真是个废物。但是看那一身衣服还挺新的，不像是那么穷啊。既然是周乾林的师叔，那就一起吧。其中一个壮汉说道。有这么好的机缘，当然是可着自己人先来了。那就请吧，跟我们去见我们老大，保证不会让你失望。2个壮汉来到李寒舟的身边，呲着牙对李寒舟说道。那就走吧。李寒舟看了2人一眼，唉。周乾林长叹一声，也只好同意。李寒舟3人跟着2个壮汉在万水城中的小巷子里穿来穿去，最后来到了比较荒凉的院子外面。这院子不小，只是稍微破旧了一些，从里面传来了一些嘈杂的声音。这就是机缘的地方？李寒舟错愕地问。进去就知道了。其中一个人在门外敲了敲门，敲门的手法是3短2长，紧接着门里面露出了一双小眼睛，仔细地看着外面。进来吧。里面的一个小瘦子开门给李寒舟他们放了进来。李寒舟进院就感受到这院子里有数十人，院子虽然不小，但是数十个人住在这里还是有些挤巴。院子中还有巡逻的人，一个个都有修为，还有2个8品高手躲在屋子里在喝酒。老大，我们回来了！2人喊着。屋内一个胖子此刻正坐在那里喝茶，听到这话，笑盈盈地站起来，然后笑着说道：你们回来了，怎么样？人接到了吗？带来了2个人。2人指了指石命和李寒舟。李寒舟看着眼前这个人，胖嘟嘟的，脸上的笑容很假，典型的笑面虎。李寒舟在地球上漂泊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仅仅是看面相就知道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在下张啸虎。那胖子客气的抱拳说着。好家伙，都懒得装了是吧？李寒舟倒是想看看这人要搞什么鬼，于是也客气的说道：在下李寒舟，这是我师侄石命，我们听闻这里有机缘，就跟着我这大师侄来了，敢问虎兄，这里真的有机缘吗？那是自然。张啸虎连忙说道。你大师侄都在这里了，难不成还能骗你吗？周乾林听到这话，也是骄傲的挺起胸脯，得意的说道：师叔，你也老大不小了，若是今日抓住这个机缘，说不定你这辈子还能翻身，不然的话，哎，真的不好说你。李寒舟不动声色问道：不知道虎兄说的机缘是什么？拿来给这位兄弟看看。这个时候，那张啸虎一伸手，然后身边的人立刻递过来一个红色的球一样的东西。李寒舟看着眼前的东西，没认出来是什么。这玩意倒是不大，球状的，长得像个核桃一样，这叫赤炎果。张啸虎对李寒舟说道：这里面蕴含着非常强大的火焰之源，是一种很罕见的果子，也算是我们大洲独有的宝物。若是吃上一颗，对火焰一道的感悟就会加强，将来甚至能踏入仙域，成为无上强者。好家伙，这饼画的！李寒舟看了看这东西，神魂立刻刺入其中，但是发现这东西压根都不存在什么火焰的气息，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核桃吧，只是颜色有些特殊罢了。大周的皇室如今要贩卖这种果子，于是就找到了我，让我召集民间的义士来偷偷贩卖这种东西。张啸虎给李寒舟解释着。呵，
李寒洲听到这话不禁笑了。皇室想要贩卖这等宝物，还需要偷偷摸摸的，为何要交给你？皇室难道就不能自己贩卖吗？而且为何又要偷偷的？切，老弟啊，你不知道，大周皇室此举在于扶持民间，给我们这些百姓赚钱发财的机会，这东西自然是要偷偷贩卖的，否则皇城中的世家士族们知道了，这东西还能落到你我的手中。李寒洲听到这话，心中大概已经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了。是不是我要先交一笔钱，然后获得销售这个的权利？若是我能拉拢别人来做这个，我还能得到分红。李寒洲淡定地说着。此话一出，张啸虎诧异地看了看周乾陵，他以为是周乾陵跟李寒洲说的。李寒洲心中暗骂周乾陵个傻逼，我说怎么一直不回宗门，特么被人骗传销里来了。李寒洲是万万没想到啊，自己都穿越到异界了，竟然还能遇到传销。傻周乾陵竟然用这种办法想要骗柳东岳来这里，给他凑人头。估计之前说的什么找到了师傅的踪迹，找到了什么长生关的宝物，也都是扯淡的吧？是说你有钱吗？周乾陵有些怀疑地看向李寒洲。入会想要拿到赤岩果的销售权，可是要缴纳200两银子呢。李寒洲是什么身家，他比谁都清楚，穷的一批，外边还欠着赌债呢。周老弟，张啸虎此刻看了一眼周乾陵说道，虽然我们入会费是200两银子，但是你们只要努力，保证用不到1年的时间，你们能赚100万两银子。是，老大。周乾陵虚心地说着。我和实命的。李寒洲直接从储物袋里拿出来400两银子，扔到了桌子上。好，好啊。张啸虎一看，激动地说道，果然是有志之士，放心，只要跟着我好好干，保证你们发大财，将来有了钱，什么修炼的资源都能买。你们修炼是速度，还不是1日千里。到时候再给你们2个赤岩果，你们吃了以后，甚至有可能问鼎仙域，当个剑仙枪仙什么的，那都是有可能的。张啸虎的饼越画越大，听着张啸虎的饼，李寒洲都感觉自己吃饱了。好了，钱也交了，我们回去睡觉吧。李寒洲对石命说着。石命点点头，就要和李寒洲回去。然而两人转过身，就被2个大汉给拦住了去路。2位，我们这里是皇室扶持的秘密机缘，不能放出风去，所以2位就在这里住下吧。明日会有专门的人来给你们授课，教你们，你们留下来也方便一些。张啸虎皮笑肉不笑地说着。那我们就留下来吧，还请虎兄给安排个房间。好嘞。张啸虎给手下使了个眼色，让手下赶紧去安排。李寒洲和石命被安排到了和周乾陵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仅仅是有一个大通铺，里面睡了10几个人。李寒洲随手拿出一张符，然后符纸在手指间点燃，散发出来的味道让屋内其他人全部都睡着了过去。咦，师叔你做了什么？看到李寒洲竟然让所有人都睡着了，周乾陵大吃一惊，自己这个废物师叔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手段了？李寒洲没有说话，抬起手隔空一指，同时虚空一抓，屋顶上的瓦片突然就破碎开，紧接着一个身影从屋顶上掉了下来，摔到了李寒洲的面前，正是这个院落中的其中一个8品高手熊谷。周乾陵吓了一跳，你……那8品高手抬起头看了一眼李寒洲的眼睛，李寒洲的目光冷漠地看着他，仅仅是一道眼神就让他感觉全身都仿佛被冰冻了一样，动弹不得。李寒洲又是一道符篆贴到了熊谷的眉心上，那符篆顿时还做一道金光进入到了熊谷的眉心中。下一刻，熊谷就好像是失去了灵魂的人一样，眼神变得空洞起来。滚吧，李寒洲淡淡的说着。熊谷没有说话，只是站起身慢慢的走了出去。师叔，他怎么了？一旁的石命对于李寒洲的本事早就见怪不怪了，只是有些好奇的问。没什么，只是让他暂时失去了这段记忆，回去睡觉去了。李寒洲平静的说着。是张啸虎派来监视我们的。师叔你……周乾陵此刻发现自己完全看不透自己的这个废物师叔了。李寒洲没有跟周乾陵废话，而是问道，你心中说的有师兄的消息，还有长生关宝物的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骗我的？当然是真的。周乾陵面对李寒洲的眼神，竟然不由得心中有一抹畏惧，仿佛眼前的师叔和自己记忆中的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师兄在哪？宝物又是什么？李寒洲问。我也是得到了师父的线索才来到大周的，的确是找到了宝物的踪迹，我一直打听，终于找到宝物的线索，正是我长生关当年丢失的转生盘。周乾陵如实的说着。转生盘？李寒洲也是有些吃惊。先天灵宝，排名第3的转生盘，这样的宝物竟然是长生关的。传闻转生盘可以让人死而复生，借尸还魂，乃是先天灵宝中极为厉害的灵宝之一。在哪？在天玄禁地。周乾陵小声说着。我是问你师兄在哪？师父他死了。周乾陵有些失落的说着。师兄死了。李寒洲一怔。
什么？大师兄，师傅死了！石命听到这话，顿时激动起来，拽着周乾林的胳膊，一脸的不敢相信。但是李寒舟却是有些不敢相信，师兄若是真的死了，自己的推演之术不可能推算不到，但若是说师兄还活着，自己也同样推算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小师弟，别摇了，师傅虽然死了，但是师傅在临死之前却是找到了转生盘，于是师傅他转生了，我之前已经找到了师傅了。周乾林连忙说着，那也就是说师傅死了，但是师傅借助转生盘转生了。石命不禁问，是，只是师傅虽然转生了，但是师傅的新身份有些一言难尽。周乾林有些无奈，我来这里赚钱，主要也是想多赚一些钱，然后将师傅给赎出来。周乾林对李寒舟和石命说，赎出来？师傅坐牢了吗？石命问，若是师傅坐牢的话，我们可以请四皇子找人给师傅弄出来。石命看向李寒舟，但是这个时候李寒舟的表情却是奇怪的很，他盯着周乾林问道，周乾林，你师傅该不会转生到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吧？比如说青楼之类的。嗨嗨，周乾林同样尴尬的说道，师叔，师傅也是没办法，转生盘让师傅的灵魂漂泊出来，但是必须在1个时辰内找到新的身体，当时时间快到了，师傅才终于遇到了一个刚死去的青楼女子，于是一时间屋子里有点安静。我想给师傅赎身，但是那天青楼的老鸨跟我要5万两，我根本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周乾林小声说着，你师傅他还好吗？李寒舟不知道怎么问，只能问得委婉一些，毕竟青楼女子做什么的众所周知。应该还好吧。周乾林此刻说的也很没有底气，然后说道，我和师傅说我会尽快救他出来的，师傅说他也会坚守自己的底线，努力抗争。那天青楼在哪里？在神斗。神斗距离这里多远？李寒舟问。若是骑马的话，2天左右就能到。周乾林赶紧问道，师叔要赶过去救师傅吗？四皇子如今正在神斗，我写信给四皇子，让他帮我捞人线。对了，你师傅现在叫什么名字？师傅现在叫小殷红。周乾林说完这话，脸都红了，太羞耻了。李寒舟差点没一口水呛死，自己那5大3粗的师兄竟然叫小殷红。罢了，先救人。一步踏出，身影就直接消失在房间里。看到李寒舟就这么如若无人之境的离开了，周乾林完全懵逼了，自己师叔不是个混吃等死的废物吗？怎么感觉武功这么厉害了？小师弟，师叔怎么这么厉害了？周乾林忍不住问。我也不知道。石命摇摇头，师叔现在非常的强，我们长生关现在在神阙国可以说是人尽皆知。李寒舟离开了破旧的小院，然后找了个地方写了一封信，让信隼以最快的速度送去神都，同时李寒舟也赶紧奔着神都而去。临走之前，李寒舟回了一趟别馆，别馆之中有2个四皇子的亲卫，他们是留下来伺候李寒舟的。李寒舟直接让他们带人去将那个破旧的小院给围上，然后将他们先收缴起来。大周神都，今日大周皇帝举办了家宴，10几个皇子都来了。云琴因为求雨的这件事情，在宴会上被周帝狠狠地表扬了一番。父皇，这只是儿臣应该做的罢了，最终万水城能下雨，必定也是因为苍天垂怜百姓，认可父皇这个皇帝，儿臣做的其实微不足道。云琴恭敬地对周的说着，周帝微笑着点点头。其他的皇子们一个个脸色都难看得很，尤其是6皇子和2皇子，你们几个要多跟你们4个学学。周帝扫了一眼其他的皇子，是，父皇。众人都赶紧答应着。云破啊！周帝又看向最靠近自己的老二，父皇。云破赶紧站起身来，他已经40多岁了，一脸的胡子，一身凶厉的气息，看起来尤为粗犷。你大哥死得早，如今你就是长兄，以后你的弟弟们有什么事情，还希望你多拉他们一把。周帝不咸不淡地说着。父皇，我记住了。云破听完这话之后，心情非常的不好。什么叫他们有什么事情自己多帮他们一把？这不就是说希望自己辅佐一下未来的太子，不要找他们的麻烦，岂不就是说太子之位和自己无缘？父皇到底看好谁了？准备把皇位传给谁？莫不是老四？今天在这里这么夸老四，很有可能啊。一场皇宫宴会在父慈子孝中终于结束了，众人虚伪的嘴脸在这朝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等云琴回到自己的府邸中，一名亲卫就走了上来，恭敬地说道，殿下，是云荒大祭司的信，我看看。云琴赶紧接过信来，这次若不是李寒舟，父皇怎么会夸赞自己？云琴的心情极好。当他打开信看到内容之后，于是好奇问道，有一个叫天青楼的地方吗？周围的几个护卫听到这话，连忙说道，四殿下，天青楼是烟花之地，在神都之中不仅有一家天青楼，有4家呢，分别在神都的4个方位，生意很好，里面的姑娘也都一个个水灵得很。看来你们几个没少去啊。
云琴看了看几人，几个亲卫连忙摇头。听说的，听说的，帮我去找一个人。四皇子说道。不知道在哪个天青楼里，人叫小殷红，找到的话，花钱赎出来。是。几个人赶紧离开，去找小殷红了。二皇子府邸，啪，咣当，狠狠砸东西的声音，整个府邸的下人都吓得不敢喘气，就连二皇子的皇妃和侧妃们都不敢进去。凭什么？凭什么我就没有资格争太子？妈的！我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结果现在让我帮那群废物弟弟。云破简直都要气疯了。老四算什么东西？他就是个屁，也敢和我争？等有机会，我弄死你！云破正在发飙，这个时候外面走过来一名将士，看到里面的样子，犹豫了半天，没敢进去。滚进来！云破怒道。是是。那将士赶紧走进去。二爷，那将士连忙说道。四皇子那边有异动，他们在找一个人，找到天青楼去了。天青楼？云破眉头一皱。他们去天青楼找谁？找一个叫做小殷红的。那将士小心翼翼地说道。四皇子似乎并不知道天青楼是二爷您的产业，他们很着急地找小殷红。小殷红？云破不禁问。那是个什么人？启禀二爷，以前是个歌姬，后来老鸨让他去接客，他不肯，甚至上吊过，但是又就回来了。最近老鸨怕他又死，就没让他接客，但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唱歌弹琴难听得很，被客人投诉好几次了。于是老鸨一怒之下给关到地下室去了。那将士赶紧给云破说着。哦。云破诧异道。云琴那小子居然在找这个小殷红的，莫非他们有一腿？哼，让人把那个小殷红给我带我府上来，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猫腻。是，说不定能从这个小殷红的嘴里撬出来一些老四的秘密也说不定。云破想着。天青楼的地下室中，这里潮湿得很，老鼠从这里跑过，甚至还有蟑螂。在角落里坐着一名红衣女子，女子20来岁的样子，面容精致，说一句倾国倾城也不为过。身材婀娜，该大的地方大，该翘的地方翘。唉，少女轻叹一声，一声叹出无尽的哀愁。李长寿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沦落到今天这步境地。乾陵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救我啊？李长寿无奈地想着。转生到一个青楼女子的身上也就算了，因为不会唱歌弹琴就被关在这里，已经2天都没吃饭了，自己不会就这么被饿死了吧？前世自己在不济也有超脱境的修为，转生之后修为尽散，一点内力都没有，还沦落到风尘之地，最近都不知道被男人给调戏多少次了。要不是自己以死相逼，拼命抵抗，自己怕是早就被男人给睡了。想想都恶心。自己尝试逃走过2次，结果每次都被抓回来，被天青楼的护院给打了一顿。打了2次之后，李长寿是真的不敢跑了。好在有一次在路边运气非常好的看到了自己弟子周乾陵，赶紧给周乾陵叫了过来，想让周乾陵给自己赎身。奈何周乾陵太穷了，拼了命的凑，全身上下才凑出来20两银子，老鸨根本不放人。然后周乾陵就说要去赚钱，让自己等着他来给自己赎身。但是李长寿感觉有点遥遥无期。就在这个时候，地下室的门开了，从上面走下来2个天青楼的护院。臭娘们，你今天运气真好。其中一个凶巴巴的护院说道。快起来，好好的梳洗一番，跟我走。干什么？李长寿有些警惕。干什么？另一个护院冷哼一声。今天二皇子殿下要请你过去，你算是捞着了，说不定就一步登天了。赶紧给我起来，不要让二皇子等久了。二皇子？李长寿有点懵，怎么又跟二皇子扯上关系了？少废话，快起来。2个护院上去搀扶着李长寿就离开了地下室。李长寿觉得这是个机会，说不定自己就有机会逃走了。于是在2个丫鬟的伺候下沐浴更衣。殷红姐，你要不要看看郎中啊？最近怎么每次你一洗澡你就流鼻血呢？2个丫鬟看到李长寿流鼻血了，于是赶紧问道。没事没事，不用找大夫。李长寿赶紧说着。每次洗澡脱衣服看到小殷红的身体，李长寿这个老处男就忍不住流鼻血。这身材真的是太顶了啊！等回去以后让师弟也看看，那小子也是个厨，看到我这身材还不跟我一样喷鼻血。李长寿嘿嘿一笑。2个丫鬟看李长寿有些奇怪，但是也没说什么。不一会，李长寿就被带下了楼。看到面前那数十人的卫队的时候，李长寿的心咯噔一声。这么多人？不会吧？看来自己想要从这么多人的手中逃走有点困难啊。更何况这数十人的卫队中还有高手坐镇，其中一个老头明显有超脱境的修为，这可怎么办？小殷红小姐，上轿子吧。有人走上来客气地说。哦，好。李长寿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轿子。轿子一路都很平稳，还没等李长寿想到怎么逃走的时候，轿子居然就已经到了。
李长寿直接被人带到了二皇子的府上。二爷，人来了。云破的亲卫将李长寿给带到了云破的面前，然后就出去了。云破转身看着眼前的李长寿，顿时眼睛一亮。我的天青楼中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居然不知道。云破有些震惊，天青楼是自己的产业，自己的产业里有这么好看的女人，自己竟然一点风声都没听到。下边的那些人是干什么吃的？拜见二殿下。李长寿也只好施了一礼。你和云晴是什么关系？云破走上来打量着李长寿说着。云晴？李长寿眨眨眼，谁啊？自己的哪个客人吗？没印象啊。我不认识啊。李长寿如实的说着。呵。云破冷笑一声，你不认识？我明白了，你在护着他是吧？李长寿一脸无语，都说了不认识。我明白了。云破突然眼睛一亮，你明白个鬼？李长寿看着云破一惊一乍的样子，忍不住心里吐槽，一定是你们曾经在哪里相遇，结果老四就喜欢上你了，你们两情相悦，但是老四之前还不知道你的身份，最近老四调查你，知道了你的身份，所以到天青楼找你，想要给你赎身，我说的没错吧？云破死死地盯着李长寿的脸说着。李长寿看着云破那近在咫尺的脸，还有那口臭味，十分的无语。你怎么不去写小说去呢？但是听着云破的意思，李长寿也掌握了不少的信息。老四，这么说就是四皇子了。那面前这个人是二皇子，就是四皇子的二哥。那倘若自己说自己是四皇子的女人，他作为四皇子的二哥，怕也是要以礼相待，然后好吃好喝的供着，那自己岂不是就有机会逃走了，并且自己暂时也安全了。想到这里，李长寿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没错，既然您看出来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的确像是您说的那样，您真的是厉害。李长寿轻叹一声说着，哈哈哈，我就说老四怎么到处都在找你，看来事情真的如同我说的那样。老四啊老四，你和一个妓女两情相悦，若是传到父皇的耳中，那不知道父皇会怎么说啊，哈哈哈。云破此刻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面色狰狞。今天周弟当着所有人的面夸赞云晴，让云破非常的不爽，他甚至觉得周弟有可能立云晴为太子。云破自然是越想越气，然而今天抓到了云晴的小辫子，他的内心一下子开朗了许多。你果然那是老四的女人。云破此刻目光赤红，走向李长寿。我是怎么了？李长寿看云破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哼！云破转身从墙上取下来一根鞭子，握在手中，然后冷笑一声。下一刻，云破一边走向李长寿，一边解着自己的裤腰带。老四今天让我不爽，那我就让他的女人在我这里爽爽，没毛病吧？云破邪恶一笑。卧槽！看到云破的举动，李长寿当场差点吓尿了，这王八犊子居然想要刚自己，这满脸胡子拉碴的样子让李长寿看了都想吐，于是连忙说道：等等，等什么等？老子现在就要办了你，让老四知道他二哥的厉害。云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李长寿被云破给抓住了双臂，尽管李长寿拼了命的挣扎，但是他现在的身体是一个普通的女子，怎么可能挣扎得过云破？更何况云破还是个武者。我是个男的，我不认识四皇子，我说的是真的。李长寿拼了命的嘶吼着。男的？嘿嘿，小美人，你就算是男的，我今天也要办了你。云破哈哈一笑，直接趴到李长寿的身上，对着李长寿的脖子亲去。妈的，变态！李长寿发现了，这二皇子云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你今晚是我的，我说的。云破哈哈一笑，用力一扯，直接将李长寿的衣服给扯了下来，露出了半个酥胸。李长寿都要哭了。救命啊！你叫啊，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这是我的皇府，就算是老四知道了，他也闯不进来。云破咧嘴笑道。你就挣扎吧，你越是挣扎，我越是兴奋。老四，你不是能耐吗？我今天就要睡了你的女人，让你没有任何的办法。李长寿绝望了，自己今晚真的要失贞了。罢了，一切都是命吧。李长寿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尽量不去看云破那张糙脸，就当今晚被猪拱了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轰的一声，房间的门突然就被轰碎了。如此动静吓得云破差点萎了。只见一道暴风吹过，那暴风竟然席卷着李长寿就刮了出去。什么人？云破大吃一惊，居然有人擅闯皇子府，有刺客！如此巨大的动静也是让皇子府中的护卫们都跑了过来，众人立刻将现场给包围。房间外面的池塘中，假山石上，李寒舟脸上带着黑布蒙住了半张脸，抱着一脸惊呆的李长寿。李寒舟的目光扫过在场的那些护卫，最终将目光定格在云破的身上。大胆贼人，敢闯我皇府，该当何罪？云破勃然大怒，但是现场的气氛却是有些诡异。一名亲卫走上来，忍不住说道：二爷，
您要不先把裤子穿上呢？云破低头一看，自己刚刚吓了一跳，竟然忘了穿裤子了，难怪感觉有点凉呢。但是云破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场都是一些大老爷们，有什么好害羞的？师弟，是你？云破进屋穿裤子，此时李长寿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来救他的人竟然是李寒舟。尽管李寒舟戴着面巾，但是他是李寒舟的师兄，怎么会认不出是自己那个废物师弟？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李寒舟的样子，李长寿总觉得李寒舟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师兄，李寒舟低头一看，那白花花的一片还呈现在自己的面前，李寒舟的鼻血差点喷出来，这也太大了，还有这身材也太犯规了，手感一等一的好，皮肤也好滑啊！妈的，我想什么呢？这是我师兄。李寒舟看着李长寿凌乱的样子，像是刚刚被人糟蹋了一样，忍不住问道：师兄，他刚才没进去吧？还好师弟你来得及时，不然真的就进去了。李长寿都要哭出来了，那种无助谁能懂啊？想着刚才那一幕，李长寿真的是忍不住哭出来了，靠在李寒舟的肩膀上，这才感觉好一点。你敢抢老子的女人？云破一出来，看到李长寿趴在李寒舟的肩膀上，两人那亲密的样子，于是火冒三丈，怒道：给我拿下！杀！众多将士拿着长戟就冲上来，欲要将李寒舟拿下。李寒舟随手一挥，一道锋刃横空斩杀，冲上来的数十个将士直接被李寒舟的气劲给轰飞出去，同时那锋刃将那些钢铁的长戟全部都给斩断。找死！云破大怒，于是拔出剑就要冲上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之上一道剑气降临，那剑气破空，让云破感觉到了一种死亡的气息。轰！剑气竟然直接将整个皇子府给斩成了两截，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而这个时候，李寒舟和李长寿也不见了。云破呆呆地看着这一幕，那残存的剑气都让他感觉恐怖如斯，仿佛随便一丝剑气都能将他斩杀。他可是超脱境，如此恐怖的剑气中还孕育着道的无上气息。剑仙！云破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自己只是个想睡个娘们，怎么还招惹出来一个剑仙？达到这般的修为，已经超出了人的范畴，根本不是他能抗衡的，想要杀他易如反掌。片刻后，李寒舟带着李长寿出现在神都的一处荒地上。师弟，刚刚是……李长寿此刻内心非常的震惊，刚才李寒舟出手，李长寿发现李寒舟的实力强得可怕，而且施展出来的竟然是大天象诀。师弟为什么会大天象诀？谢了。李寒舟没有理会李长寿，而是看向天空上。这个时候，苏念一的身影从天空上缓缓落下，来到了李寒舟的面前。没什么好谢的，苏念一淡淡的说道。那皇子府中那几个货本来也留不住你，我只是顺手而已。紧接着，苏念一又看了看李寒舟怀里的李长寿，不禁说道：没看出来，你这倒是还挺风流，来这大周围个女子和皇子为敌。风流？李寒舟一愣，看了看旁边的李长寿，然后说道：那个，你误会了，其实不用跟我解释。苏念一摇摇头，我对别人的风流事迹没有任何的兴趣，我只是欠你个人情。你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好吧。李寒舟觉得解释不解释也无所谓，那就请仙子帮我做一件事。李寒舟走上前来，小声在苏念一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苏念一扬起眉毛，就这样，麻烦仙子了。李寒舟客气地说，知道了。苏念一说完，转身就走了。等苏念一走远了，李长寿才凑上来，好奇地问道：师弟，刚刚那个美女是谁啊？绝情谷的苏念一啊。李寒舟说道。苏念一？李长寿脸色一变，竹剑仙？你居然认识竹剑仙？而且刚刚他好像说欠你一个人情。李长寿完全不敢相信，之前帮了他一点小忙。李寒舟看了看李长寿，然后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一剑劈在了李长寿的身上，说道：得亏我感觉事情不太对，用轻功跑了一天，从万水城赶来神都救了你，不然你今晚……哎，师弟，虽然我不知道在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多谢师弟今晚相救，当师兄的没有什么能报答你的，不过以后师兄可以给你看看身子，让你解解馋啥的。李长寿嘿嘿一笑。李寒舟差点呛到，骂道：师兄你变态啊，咋了？我自己都觉得挺好看的。李长寿还伸出手在自己胸前捏了捏，你看可软了。算了，先回去吧，弟子们都还等着呢。李寒舟懒得搭理他。李寒舟买下一辆马车，然后奔着万水城而去。神都今晚很乱，有剑仙来到神都，皇城戒严。李寒舟找到了云晴，让那个云晴给安排了住的地方，然后让云晴安排人把石命和周乾灵从万水城给接到神都来。云晴也好奇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李寒舟只是简单的说了说，并没有说竹剑仙的事情。
二哥是想要报复我。云晴听说云破的事情，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听说自己在找小英红，就直接给接走，然后就想要给玷污了，这让云晴非常的不爽。是我之前忽略了，我才得知那天青楼是二哥的产业。云晴说道，所以消息泄露了，给大祭司你带来了麻烦。无妨。李寒舟好奇地说道，你二哥很有钱吧？二哥算是我们这些皇子里面最有钱的了。云晴点点头，在二哥的背后有大周的几大氏族支持，二哥的名下又有很多的产业，所以二哥的财力是很强大的。哦，李寒舟琢磨着，之前父皇安排我募捐一些军费，这些氏族宁可把钱给二哥，也不肯募捐，到现在根本没有捐到多少钱。云晴无奈地摇摇头，觉得周帝安排的这个任务真的是太难了。李寒舟这个时候才想到，之后的拍卖会自己是要拍进入禁地的资格的，不光是为了不老泉，还有就是按照李长寿所说，那转生盘还遗落在禁地之中呢。那东西是长生观的东西，自己一定要拿回来才行。回来的路上，李寒舟也好奇地问李长寿是怎么进入的天玄境的，结果李长寿说他压根不知道那是天玄境地，他是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古老的传送阵，结果莫名其妙地传送进去的，但是从他传送进去之后，那个传送阵也毁了，这让李寒舟有些怀疑是暗中有人安排了一切。那传送阵完全是针对李长寿布置的，就是以转生盘为饵，引李长寿过去的。不仅仅是猜测，李寒舟推演一番之后，的确发现背后有人操控的痕迹，但是具体是谁，李寒舟推演不出来。按理说他们长生观也没有得罪什么人，怎么会有人针对长生观呢？至于进入禁地的资格，李寒舟原本觉得自己的钱应该是够的，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钱全部都是银票，自己的银票在神阙管用，在大周没用啊，身上的银子加起来只有几千两，根本不够用。云晴也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所以李寒舟在考虑要不要从二皇子那里拿点用用。大祭司在想什么？云晴不禁问。没什么，等万水城的人到了再说吧。李寒舟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了。翌日清晨，李寒舟来找李长寿，叮嘱李长寿一些事情，不要将他们的身份给泄露了。师弟，你到底是怎么学会大天象诀了？李长寿还是不理解，新罗国的镇国之宝怎么就被李寒舟给学去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就当我捡来的吧。李寒舟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李长寿耸耸肩，表示无所谓，他也懒得追究了。你就打算一直这个样子了吗？李寒舟看了看李长寿这婀娜的身姿，还真的是挺诱人的。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你变回来？能怎么办？李长寿坐下来说道，转生盘虽然是先天灵宝，但是每个人一生也只能转生一次，我想再转生一次都没可能了，除非是能找到阴阳鱼。传闻天帝诞生先天灵宝的时候，诞生了3条阴阳鱼，有逆转阴阳的功效，能生死人，转化阴阳两性，若是有阴阳鱼的话，必定能让我变成男人。李长寿认真地说。李寒舟也回忆起来，700年前南海佛门以1条阴阳鱼转化了一颗被魔气侵染的无上舍利，现在那无上舍利还供奉在南海天龙寺。400年前有一农夫在山间找到了一条黑白相间的鱼，回家炖了一碗鱼汤，竟然让垂死的老父亲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年轻的大小伙子，还给他娶了一个后娘。如今天地间的阴阳鱼就剩下1条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在哪，随缘咯。李长寿轻叹一声，师弟，师父临走的时候让我好好照顾你，若是此生你一直打光棍，师兄可以伴你终老。滚！李寒舟一阵恶寒。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护卫走了进来，恭敬地说道，大祭司，四殿下有请。我知道了。李寒舟去找云晴。云晴看到李寒舟来了，有些兴奋地说道，大祭司，我把碧水珠和碧落瓶的制造方法弄到手了，大祭司你看看。说完就将2张纸递了上来。李寒舟看了看，云晴又说道，灵宝的胚子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这一点大祭司你不用担心。好，等少主他们来了，我就开始帮你弄。李寒舟答应道。看制造步骤，虽然说看上去符文比以前多了不少，复杂了不少，但是李寒舟觉得无非就是麻烦一些，并没有觉得这东西有多难。多谢大祭司了。云晴赶紧拜谢。2日之后，石命和周乾灵从万水城来到了神都。你是师傅？石命看着眼前的小巷俏佳人，完全不敢相信。师傅，你没有被那个啥吧？周乾灵一脸激动地说。闭嘴，不要胡说八道。面对自己的弟子，李长寿还是有点威严的，但是不多，尤其是他现在的这个样子，总觉得像是个邻家大姐姐。他们见面了，李寒舟也就去找云晴了。殿下，之前抓的那个张啸虎，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李寒舟说道。好。云晴之前就叫人给他们送来了神都，并且想要押进大牢，只是目前还没来得及。李寒舟就想见张啸虎。李寒舟前往地牢去见张啸虎的路上，
看到一名皇子府的将士正在挨打，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好肉。李寒州不禁感慨，云晴也是个心狠手辣之辈。他认出那个人是和传销组织一起吃里扒外的那个护卫，李寒州也是觉得活该。大祭司人就在里面，带着李寒州来到地牢。云晴也好奇李寒州找这个人有什么事情。当李寒州看到张啸虎的时候，张啸虎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了，正躺在角落里苟延残喘。他那本来就很肥胖的身体，此刻更是喘得厉害。是你？看到李寒州，张啸虎有些不敢相信。是我。李寒州走进来说道，我来问你点事情，你若是好好交代，我可以为你求情，给你一条生路。若是你负隅顽抗的话，那我就只能让四殿下好好的招待你了。我说。张啸虎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赶紧爬到李寒州的脚边，一脸乞求的说道，老弟，哦不，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义父。义父，求求你不要让他们再打我了，我什么都肯说。看张啸虎的样子，李寒州知道这孩子是真的被打狠了。我且问你，你那赤炎果从哪里弄的？李寒州问。义父，我实话实说吧，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赤炎果，那就是我老家的一种核桃，然后我用我特制的一种染料给染上了颜色，不掉色，用来骗人的。张啸虎一边哭一边说，一股脑全都给说了。真是奸商。一旁的云晴冷哼一声，大祭司这样的人杀他100次都不多。殿下，此人有用。李寒州说道，殿下不是想要筹集军费吗？正好我也想要拍卖进入那天玄境地的资格，不如我和殿下联手赚一笔。啊！云晴一愣，怎么赚？殿下交给我就好了。李寒州将计划在云晴的耳边说了说，云晴越听越是觉得不可思议，甚至眼神到最后都有些恐惧起来。他看着眼前的李寒州，觉得此人真的好危险。殿下，此人有用，先放了他吧。李寒州说道。云晴点点头。张啸虎听说要放了自己，当时兴奋的赶紧磕头。出去以后帮我做事，若是做得好，我给你奖励；若是做得不好，我再给你弄回来，并且保证打你打得比之前还要惨上10倍。李寒州平静地说着。是，我一定尽心尽力，义父有什么吩咐的尽管说。张啸虎讪讪地看着李寒州，叫我先生就好。是，义先生。张啸虎赶紧改口。出去之后，云晴开始安排事情，而李寒州则是开始钻研云晴弄回来的灵宝制作图。几日后，御书房，启禀陛下，新罗国大祭司携少主来访。跟在周帝身边的太监走过来说着。周帝正在看奏折，听到这话不禁有些奇怪，说道，新罗国的人，他们怎么会突然来我这里？周帝对新罗国的人并不反感，尤其是新罗国的敌人是神缺，他们大周的敌人同样是神缺。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尽管新罗国风光不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新罗国的底蕴还是有的。设宴。是，既然新罗国的人来了，那不请人家吃顿饭也说不过去。并且周帝还通知2皇子、4皇子还有6皇子以及一些不怎么受宠的皇子来一起吃饭。大殿上，众多皇子都到了，在两侧落座。云晴平静地坐在那里。2皇子云破盯着云晴，目光中带着厉色。那天有剑仙来救走了李长寿，云破就担心那剑仙和老四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几天云破都没有什么举动。新罗国少主到。这个时候，李寒州带着石命就从外面走了进来，拜见大周陛下。李寒州和石命对着周帝弯腰施礼，免礼。周帝看着石命，然后问道，这位就是新罗国的少主吧？我叫楚星河。石命装了好几天了，也慢慢的有点习惯了。请入座。周帝笑着说，陛下，我们从云荒来，给陛下带来到了一些薄礼，还希望陛下不要嫌弃。李寒州说着拍了拍手，外面立刻就有人抬进来一些东西，箱子打开都是一些珠宝瓷器之类的，看上去倒是没什么特殊的。周帝点点头，让你们破费了。然而当最后一个箱子打开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那一箱子里面居然是10颗非常精致的果子，用来装果子的箱子也是非常的精致。周帝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东西，不禁问道，这是什么东西？李寒州给石命使了一个眼色，然后说道，陛下，这是我们新罗国的一种特有的宝物，名叫赤炎果，非常的珍贵，服用之后可以让人参悟火焰大道，运气好甚至能踏入仙域。如此神奇，在场的所有皇子听到这话也都不禁吃惊地看着那赤炎果，能让人踏入仙域的宝物。周帝也是眼睛一亮，竟然如此神奇。原本这东西是我新罗国的秘宝，我新罗国曾经的大国师就是长期服用这赤炎果，最后才踏入仙域的。但是如今我新罗国被那神缺灭国，我们也只好将这宝物也卖到其他的国家，用来维持我云荒的生活。李寒州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本来可以给陛下多带一些来的，谁知道前些10日，竟然有人将我云荒的赤炎果都给盗走，只剩下不多，所以只能给陛下带来这些了。被盗走了？周帝吃惊地问道。何人所为？必定是神阙国的人。李寒州义愤填膺地说道。他们盗走了我们星罗国的秘宝，就因为报复我们之前对他们九皇子动手，今日来大周就是想和大周联盟，一起对抗神阙。李寒州说道。我们星罗国虽然灭国，但还是有一定的底蕴的。之前听闻大周派兵攻打凌烟城，让凌烟城损失惨重，于是我们就来了，想和大周联手，我们一起对抗神阙。我们星罗国和神阙是老对手了，神阙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了解，也可以给大周提供帮助。李寒州抱拳说着。好，周帝笑着说道。如此甚好，若是能联手对抗神阙，那神阙也没什么好怕的。就是，李寒州笑道。若是将来有希望把赤炎果弄回来，我们星罗愿意和大周平分果实。喝酒。周帝举起杯敬了一杯，李寒州和石命也举杯回应。一场宴会结束，周帝邀请李寒州和石命在宫中小住几日，李寒州和石命自然是答应下来。2日后，神都中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商人，身上穿着的是北绝国的服饰。北绝的商人还是很少的，因为北绝离大周真的很远，虽然同样在东延州，可是北绝中间还隔着2个其他的小国，所以平日里根本看不到北绝的商人来这里。然而这个商人来到神都之后，放出风去，说自己要收赤炎果，并且价格高达50两一个。这样高价收一个东西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赤炎果是什么东西。慢慢的，消息也进入到了二皇子云破的耳中。收赤炎果。云破有些诧异，赤炎果他倒是听说过，前几天星罗国的大祭司来的时候带来了10个，献给周帝的他也见过，但是那东西不是星罗国的秘宝吗？还被神阙的人给偷了。到大周来收赤炎果，怎么可能收得到？入夜，云破从天青楼出来。最近云破也很苦恼，之前周帝对他不冷不热的态度，还说让他帮着弟弟的事情，让云破最近十分的郁闷，就来天青楼发泄一下。起轿。云破上了轿子，准备回府。刚刚走到转角的地方，便是砰的一声，轿夫撞到了一个人。走路不长眼睛啊！轿夫破口大骂：是你们不长眼睛吧，把我的货都给撞掉了，大胆！知道这是谁的轿子吗？听到外面吵了起来，云破皱眉，掀开帘子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入目一看，是一个青年正蹲在地上捡东西。然而当云破看到地面上东西的时候，云破不禁大吃一惊，那不是赤炎果吗？给他带过来。云破下令，旁边的几个护卫立刻冲上去将周乾林给抓了上来。你们干嘛抓我？周乾林惊慌地说着。你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云破拿过来一个赤炎果，发现这东西真的是和自己见过的赤炎果一模一样。我是帮我家主人来城中贩卖的。周乾林说道。你们最好放了我，得罪了我家主人，没你们好果子吃。呵，你知道我是谁？云破冷笑一声。我管你是谁。周乾林冷哼一声。我主人乃是剑仙。剑仙。云破听到这话不禁大吃一惊，他想到前段时间在自己府上救走人的那个人，那个神秘的剑仙，莫非就是眼前这个人的主人？很有可能，不然哪里可能冒出来那么多的剑仙？你主人叫什么名字？云破问道。我家主人的名号也是你能问的。周乾林冷哼一声。放了我，我主人命我来卖赤炎果，若是完不成主人的任务，我可是要受罚的。你这赤炎果怎么卖？云破问。30两银子一个。周乾林说道。30两。云破听到这话不禁眼睛一亮，30两买一个，那个北绝的商人是50两一个收的，那岂不是自己转手就能净赚20两？你这里有多少个？300个。怎么了？我都要了。你都要了？周乾林惊讶地说道。那可是要9000两呢。我要了。云破拿出9000两银票递给周乾林。周乾林数了数银票，然后点点头说道。那好，这些赤炎果都是你的了，我也好回去和主人复命了。等等，这赤炎果你还有吗？有啊，还有好多呢。周乾林说道。我家主人弄来好多。云破听到这话觉得事情很合理，星罗国是什么地方？高手众多，能从星罗国去偷秘宝的必定是仙域强者才能做到，看来这事就是眼前这个人的主人做的了。还有这果子，你送到我的皇府来吧，我收。云破觉得这是个赚钱的机会。好。周乾林转身走了。等周乾林走了之后，一名护卫走上来，小声问道：二爷，要不要跟上去？不可。云破说道。他的那个主人或许在哪里看着，得罪了一个剑仙，代价不是我们能承受的。若是我们买他的东西，反而有可能交好这位剑仙。倘若我能有一名剑仙的支持，那这太子之位必定是我的了。
另外，明天去找那个北绝商人来，把赤炎果卖给他。另外盯着那个北绝商人，不要让他和今晚这个人接触。听着云破的话，那护卫立刻明白云破想要做什么了。翌日清晨，那个北绝商人就被找来了皇府。胖胖的北绝商人正是张啸虎装的。张啸虎没有废话，直接用50两银子一颗的价格将300个赤炎果全部都给收走了。多谢殿下帮我弄来赤炎果，只是数量有些少，我从北绝跑来一趟不容易，就收到这么点，赚得少啊。张啸虎轻叹一声说道，倘若殿下能多弄来一些，我70两银子一颗收。听到这话，云破眼睛一亮，70两，好，那我们长期合作，本皇子肯定给你弄来更多的赤炎果。云破满口答应，好，那我就等着殿下给我弄来，别怕数量多，我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张啸虎也是拍着胸脯保证着。张啸虎走了，看着手中的银票，云破非常的兴奋，仅仅是转手一卖就赚了这么多。这张啸虎和昨晚的那个人不认识，只要他们不认识，自己就能从中牟利，还有可能交好剑仙。第二天傍晚，周乾林带着储物袋就来到了云破的府上。还要赤炎果吗？进来之后，周乾林就大大咧咧地说着，对云破没有丝毫的恭敬。但越是这样，云破越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人家的背后是剑仙，别说是自己这个皇子了，就算皇帝都可以不掉。要，今天带来了多少个？云破赶紧问。1000个。周乾林坐了下来，喝了一口茶说道，但是我家主人说了，这赤炎果现在紧俏得很，别的地方卖得非常好，价格有上涨的趋势，所以不是30两银子一个了，要50两银子一个，你们要就要，不要我就走。50两。云破一愣，居然还涨价了，怎么突然就涨价了呢？云破忍不住说道，按照我们之前的价格已经不便宜了，要就要，不要我就去卖给别人，我们又不愁买家。周乾林无所谓的说道，之前我来的时候，我看西城区是有一个皇子府，我去问问那边买不买。说着，周乾林起身就要走。西城区，老四。云破一听这话，当时就急了，赶紧拦在了周乾林的面前。我没说不要，小兄弟不要生气嘛。云破笑呵呵的说道，1000颗赤炎果是吧？我全要了，反正就算是涨价了，他也有的赚。东西给你。周乾林从储物袋里将1000颗赤炎果都给拿了出来。数数。周乾林问。不用了，我相信小兄弟。云破大手一挥，5万两银票就给了周乾林。周乾林没有废话，拿起银票转身就走。小兄弟，下次给我多带点货吧。云破在后面喊着。周乾林没说话，只是摆摆手，然后就走了。周乾林走了一会之后，云破立刻让人找张啸虎。哈哈，二殿下真是厉害，我收这么多天都收不到一颗，结果二殿下居然能弄来这么多。张啸虎看着那1000颗赤炎果，眼睛都亮了。1000颗。云破说道，按照我们之前说的70两银子一颗。没问题。张啸虎大手一甩，7万两银子的银票就递了出去。云破看到这银票，开心的不行，几个时辰就赚2万两银子，什么好生意能赚得这么快啊？但还是太少了。张啸虎皱眉说道，殿下不能多弄点来吗？我尽力。云破也是无奈，周乾林就只拿来这么多。殿下帮我多弄一些，北绝那边给我来信，那边的生意好的不行，对这东西的需求量大得很，市场空虚，若是殿下给我多弄一些，我愿意100两银子一颗收。张啸虎认真的说道。100两。云破听到这话震惊了，价格竟然足足翻了1倍，一开始才50两而已啊。交给我了。云破拍着胸脯保证的说着，那东西我先带走了。张啸虎让人将赤炎果给装起来，离开了皇府。等张啸虎走了之后，云破则是在想，要怎么才能让周乾林给他带来更多的赤炎果。皇宫中，李寒州和石命作为云荒来人，在这里受到了优待。周帝还时不时的请李寒州吃饭，李寒州来者不拒。前世的李寒州本就是个神棍，忽悠人的本事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尽管李寒州对云荒了解的并不多，但是张嘴胡说，也说的像是那么回事似的。毕竟周帝没有去过真正的云荒，李寒州说的真，周帝自然也就相信了。这几日，李寒州闲得没事，也已经开始制造灵宝了，答应云晴给他做的碧水珠。经过3个下午的努力，碧水珠终于被李寒州给造出来了。那核桃那么大的珠子，外面无数的符文收拢进去的一瞬间，整个珠子都弥漫出光芒。要成啊，普通的碧水珠就好，可别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功能。李寒州此刻看着即将成的碧水珠，在心里默念着。按照书中描述，碧水珠成的那一瞬间会成就一颗湛蓝色的珠子，如海洋的颜色一般，并且贴到碧水珠上听，还能听到海浪的声音。在李寒州紧张的注视下，碧水珠上开始弥漫出蓝色的光芒。成了。李寒州惊喜地说着。但是渐渐的，
那蓝色的光芒就开始弱化下去，从蓝色慢慢转变成了血红色。最终出现在李寒舟面前的是一颗血红色的珠子，珠子上还有黑色的纹理在不断的闪烁，看起来简直邪恶无比。李寒舟，这玩意看起来也太反派了吧？这东西是碧水珠，谁家碧水珠长这个样啊？李寒舟百思不解，又开始重新检查自己的符文代码，但是不管检查几次，发现代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可就是造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李寒舟拿起珠子贴在耳边，想听听看有没有海浪声，谁知贴上去一听，里面竟然传来了嘿嘿嘿的声音，就像是个变态在里面猥琐的笑。这里面不会真的有个恶魔吧？李寒舟都有些不自信了。哎，罢了，我的灵宝虽然每次都奇奇怪怪的，但是好在该有的基本功能都有，最多就是带点意想不到的其他功能。李寒舟也不去想那么多了，反正碧水珠是造出来了，到时候云晴敢不敢用就看他的了。将珠子收起来，等离开皇宫的时候再给他。李寒舟准备着手继续造碧落瓶了，这东西是用来装不老泉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李寒舟认认真真的看着制造说明书，想看看这碧落瓶到底有什么不同。原来如此，李寒舟看了之后才看明白，碧落瓶是一种专门装特殊液体的瓶子，里面能隔绝一切的属性变化，任何的液体进入到碧落瓶之后都会保持原样。而不老泉这种东西就属于特殊的神水，一旦离开了泉池就会发生变化，半个时辰之内就会变成普通的泉水，所以也就只有碧落瓶才能将不老泉带走，并且能保持永远都不会变成普通的泉水。而碧落瓶的制造很麻烦，制造的材料就很昂贵，也幸亏是云晴给准备好了，不然李寒舟若是想准备材料也是很麻烦。但是碧落瓶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容量太小，仅仅是能装一升大小空间的水，所以每次进入天玄境的能弄到不老泉的人也只能带出来1升左右的不老泉，可别出幺蛾子了。李寒舟开始认认真真的制作碧落瓶。3天的时间，周乾陵好像是消失了一样，没有再来皇府，这可是给云破急得够呛，到处让人找，但是都没有周乾陵的消息。而张啸虎则是天天上门来催促云破弄赤焰果，甚至价格都给涨到了120两。云破急得想赚钱，奈何找不到人。唉，云破在练武场上看着麾下的将士们训练，一脸的愁容。二爷，这个时候一名亲卫跑了过来，有屁就放。云破此时的脸色很不好，卖赤焰果的那个人来了。那亲卫赶紧说着，真的。云破一扫脸上的愁容，赶紧去见周乾陵。当他看到周乾陵坐在那里喝茶的时候，云破都要哭了，赶紧跑上来说道：老弟啊，你可算来了，你不知道这几天我怎么过来的？不好意思啊殿下，这2天主人有点事情，我就没来。周乾陵说完，拿出储物袋说道：殿下，这次我带来了足足5000个赤焰果给你，但是价钱不是之前那个价钱了，要100两银子一个了，这也是主人的意思。又涨价。云破皱皱眉，但是就算是100两，他同样是能赚很多，5000个还是有点少。云破忍不住说道：老弟回去问问剑仙大人，能不能多卖我一些？还少？周乾陵皱眉问道：你要多少？有多少我要多少。云破赶紧说：有多少你要多少。周乾陵听到这话不禁笑了：你知道我主人弄来多少赤焰果吗？我怕你买不起。那就不用老弟担心了，有多少个我都能吃得下。云破拍着胸脯说道：若是你真的要，我回去问问主人，他那里起码还有30万颗的存货，你若是能吃下，我就给你送来。周乾陵淡淡的说着。30万。听到这个数字，云破还是吓了一跳，一颗100两，30万颗，那不就是3000万两白银？这自己还真的是拿不出来。他虽然有钱，可是根本拿不出这些钱来。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周乾陵起身说道：我今晚会住在城中3山客栈中，明天离开，若是你要的话，我就给你送来，但是事先跟你说好，若是我把赤焰果给你带来了，你又不买，敢耍我的话，我家主人就会亲自来跟你聊聊这个事情了。不敢不敢。云破赶紧说道：我考虑考虑，今晚就给你答复。等周乾陵走了之后，云破立刻让人将张啸虎给找了过来。5000个。云破给张啸虎5000个赤焰果。唉。张啸虎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二殿下，收了这次之后，我就准备离开大周了。怎么了？云破连忙问。北绝那边来了消息，说是离国那边也出现了赤焰果，我要去那边看看，在这边也收不到多少的赤焰果，我试试去那边看看能不能多收一些。张啸虎耸耸肩，在殿下这里忙活了这么多天，连1万颗都没有收上来，实在是太耽误时间了。你能吃下多少？此时云破盯着张啸虎说道：吃下多少？张啸虎冷笑一声，从怀中拿出了一大沓银票，厚厚的一摞，每一张银票都是10万两一张的。就这么一答，
起码有几千万两。看得云破眼睛一热，甚至有一种想要将张啸虎给杀了，将他银票给抢过来的冲动。二殿下，不要小瞧我，我虽然只是个北爵商人，但是我在北爵是很有身份的，说是第一首富也不为过，就连我们陛下见了我都很客气。去年我们北爵的军饷有一半都是我捐的，你拿多少赤盐果来，我都吃得下。听着张啸虎的话，云破的心冷静下来一些。这人在北爵有这么大的能量，若是他死在大周，那北爵和大周怕是难免要发生战争，而且不确定有多少人知道张啸虎在自己这里收赤盐果。他若是死了，自己必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倘若因为这个事情大周和北爵开战，让父皇知道原因，太子之位和自己肯定无缘了。我能弄来30万颗赤盐果，你要吗？云破沉吟一下说道。30万颗？张啸虎眼睛一亮，要，若是殿下能弄来，我可以给殿下的价格是130两一颗，如何？好。云破一喜，又涨上来10两，自己100两一颗收，130两卖，一颗净赚30两。30万颗赤盐果，自己赚900万两，比自己的总资产都要多。云破的呼吸都沉重了。好，你等我的消息，这2天我就把赤盐果给你弄来。云破说着，那就静候殿下的佳音了。张啸虎抱拳说着。等张啸虎离开之后，云破立刻让自己的亲卫去找人了。这么大一笔生意，他可吃不下。但是没关系，他的背后有支持他的几大氏族，这些人都是他的舅舅、姑姑之类的亲戚，全部都是支持他坐上太子之位的人。这些氏族是很有钱的，自己的钱不够，让他们帮着拿出来，到时候再还给他们就是了。有了这笔钱，自己可以贡献一部分出去当军费。老四那个废物筹不到军费，让我给筹到了，父皇肯定赞赏我的。云破冷笑道。老四，你给我等着。当天下午，几大氏族的家主都来到了二皇子的府上借钱。听到云破说要借钱，几个氏族的家主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二皇子在神都有不少的产业，怎么可能缺钱？侄儿啊，你要借钱干什么？福王有些好奇地问。你应该不缺钱啊。是啊，外甥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云破的舅舅也是满脸的好奇。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云破自然是不会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自己闷声发大财，净赚900万两银子的事情怎么能随便说出去？他们若是想和自己分好处怎么办？这件事关乎到我能否登上太子之位。云破凝重地说道。你们借钱给我，不出7天，我就可以把钱还给你们。这几大氏族的家主一听说能让云破登上太子之位，他们彼此看看，若是这样的话，还是值得的。好，几个人点点头。他们做这么多，还不是为了让云破登上皇位，以后他们跟着沾光吗？而且只是借钱，又不是不还，于是整整一个下午，几大氏族联合起来，加上云破自己的钱，一共凑了3000万两银票。3000万两，放到任何地方都是一笔巨款了。但是云破想到自己能从中净赚900万，还能得到剑仙的好感，就觉得这场机缘真的是太值得了。他同样也不担心这赤盐果是个骗局，因为新罗国的大祭司和新罗国少主都说了，这是他们新罗国的秘宝，非常的值钱，有官方认证，他还担心什么呢？云荒大祭司看着手中的密报，脸色很是难看。情报上说，有人竟然在大周冒充新罗国大祭司和少主，他觉得其中肯定有什么阴谋，于是大祭司已经让人前往大周，然后去揭穿这2个骗子。他们云荒的人根本就没有去过什么大周，他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阴谋。大祭司，我们回来了。这个时候，2道身影来到了大祭司门外，2人身穿白衣和黑衣，乃是云荒的黑白无常，是云荒的高手。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大祭司有些诧异，从云荒到大周少说也有几天的路程，这2人怎么回来的这么快？等等，你们的脸怎么了？大祭司发现2人竟然鼻青脸肿的，白无常还受了伤，黑白无常可是云荒高手，天罡境的修为，2人联起手来更是强横，黑白双刀施展出来，一般的天罡境根本无法匹敌。大祭司，有人拦在云荒之外，不让我们出去。黑无常无奈地说道。谁？大祭司有些惊讶。神缺竹剑仙。白无常苦笑着说道。他说他要在那里清修一段时间，让我们云荒的人不要出来打扰他。我们2个和竹剑仙打一架，被他打伤回来了。竹剑仙，苏念一。大祭司怒道。他突然来云荒干什么？清修个屁，这种地方有什么好清修的？我去看看。大祭司说完便是离开古镇。从古镇离开云荒只有一条路，那条路遍布荆棘，更是沼泽丛生，普通的人根本走不进来，所以新罗国的人在这里也不担心有什么敌人进攻进来。唰，大祭司的身影游走在沼泽上空，沼泽之中更是隐隐传来一些不知名的凶兽咆哮之音。在入口处，一块青石上
一名女子正盘膝坐在那里，双膝之上还放着一把竹剑。此刻苏念一缓缓睁开眼睛，平淡地说道：“这里不让走，回去吧。”大祭司的身影出现在青石前方，周身环似着流风，身影极快。大祭司负手而立，一股强者的威压弥漫开来。绝情古竹剑仙，久仰大名。大祭司盯着苏念一说道：“大天相诀。”苏念一看了一眼来人，说道：“想必你就是云荒的大祭司了吧？”“是我。”大祭司抱拳说道：“久仰竹剑仙大名，来云荒清修，我自是欢迎。但是我云荒中人有事情需要出去办，还请竹剑仙行个方便，让他们先出去，老夫可以给竹剑仙安排另外一个更适合清修的地方，如何？”“不需要，这里就很好。”苏念一摇摇头：“这里到处都是沼泽杂草，更是有无数的蚊虫，会打扰竹剑仙清修吧？”大祭司不死心：“不会，蚊虫不会靠近我。”苏念一摇摇头。大祭司皱了皱眉：“竹剑仙不需要动用真气，自身就形成剑域，剑气无处不在，蚊虫还真的是没有办法靠近。”“没得商量吗？”大祭司眯着眼说道：“到了离开的时候，我自会离开。”苏念一闭上眼睛：“在此之前，云荒之人不得离开，否则杀无赦。”“你！”大祭司勃然大怒，他指着苏念一，想要说点狠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听闻云荒之中还有一位沉睡的老祖，若是你们真的想出去，可以请你们老祖出手，打赢我就可以出去。”苏念一不咸不淡地说着。“哼！”大祭司冷哼一声，转身就离开了。云荒中的确有一位沉睡的老祖，但是为何沉睡？就是因为老祖的寿元已经不多，利用了无上秘法闸血停寿，关键的时候才可以出手。若是在这种小事上就唤醒老祖，那就真的失去一切的底蕴了。看到大祭司走了，苏念一继续清修。他之所以来云荒，正是当日李寒舟交代给他的，希望他守在云荒之中，不让云荒之人离开，最多2个月。苏念一觉得事情很简单，也就答应下来了。反正在哪里清修不是清修呢？大祭司明知道大周有人冒充云荒少主，但是还没有办法出来，这让大祭司十分的恼火。“大祭司，不如我们一起出手，冲出去。”黑无常此刻开口对大祭司说着。“不行！”大祭司直接就给否认了。外面那位可是剑仙，他们这么多人一起出手，固然可能逼退苏念一，但是苏念一真下了狠手的话，他们这些人起码要折一半。大祭司，这个时候有人从外面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少主不见了。”“什么？”大祭司一惊：“少主这几日都没有出门，我有些担心，就进去看了看，结果发现少主不见了，但是留下了一封信。”说着，来人将信递给了大祭司。大祭司赶紧拆开。“胡闹！”大祭司看完之后恼怒的说道：“少主居然偷偷出去找那个会大天相诀的人了，若是出了事情怎么办？”“大祭司，我们出去找少主吧。”黑白无常赶紧说道。“你们怎么出去？”大祭司白了2人一眼。苏念一守在那里，根本不让你们出去。这一时间2人也是面面相觑，只希望少主没事。大祭司这个时候也只能祈祷。大周当晚，云破就让人去找周乾陵，同意购买周乾陵的30万颗赤炎果。周乾陵答应第2天上午给带来，这让云破激动的几乎1个晚上都没睡着。第2天一早，周乾陵的确来了，用储物袋将30万个赤炎果都给带来了。赤炎果几乎要将整个屋子都给埋没了。“二殿下，所有的赤炎果都在这里了，你可以让人点一点。”周乾陵说道。“一共是3000万两银子，主人所有的存货都在这里了，并且主人说感谢二殿下，你帮他清掉了所有的货物，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会来府上拜访的。”听到这话，云破连忙激动地说道：“欢迎剑仙大人莅临，我一定扫他相待。”“不用数了，我相信剑仙大人。”说完，云破将3000万两银票就这么交到了周乾陵的手里。“好。”周乾陵看了看银票，然后说道：“主人今天来城中办事，我回去问问主人有没有空。若是午时之前我们没来，那主人就是没有时间，我们就要离开神都了。”“好，我等着。”云破赶紧答应下来。一直到周乾陵离开了皇府，云破赶紧让人把赤炎果收起来，然后让人准备宴席。“殿下，我赶紧让那张啸虎来吧。”一名亲卫上来说着。“等等。”云破沉思片刻，说道：“先不行，那位剑仙如今很有可能登门，若是让剑仙知道我利用他在赚钱，怕是不悦。等剑仙离开了神都，我们再去找张啸虎。”“是。”然而云破等啊等了1个上午都没有等到剑仙到来。“二爷，已经过了50了，没人来，看来剑仙不会来了。”亲卫说道。“云破有些失望，看来没有机会见是哪位剑仙了。去找张啸虎吧。”云破让人去找张啸虎。然而半个时辰之后，几个亲卫着急忙慌地跑了回来，说道：“二爷，那张啸虎不见了。”“不见了。”云破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惊呼道：“
怎么会不见了？你们好好找了吗？找了啊，之前张啸虎住的那个院子，我们问了周围的人，他们说张啸虎上午就出门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什么？再去给我找。是。当天，云破府上的护卫在神都中到处寻找，一直到天黑了，所有人回来都没有找到张啸虎的半点线索。这个人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谁见过张啸虎去哪里了。怎么办？云破一脸的惊慌，瘫坐在椅子上，找不到张啸虎，那他30万颗赤炎果卖给谁去？钱还是和几个士族借的，果子卖不出去的话，他拿什么还钱？二爷，我们是不是让那个张啸虎给骗了？旁边的亲卫小心翼翼地说着。哼！云破杀意四起，说道：东西不能烂在手里，立刻通过关系给我联系北爵的商人，找这个张啸虎，顺便问问北爵那边有没有人收赤炎果，我可以给100两银子一颗。现在云破已经不想赚钱了，只想回本就好。是。四皇子府。地牢中，云晴看着手中那大把大把的银票，笑得嘴都要裂到耳朵根了。3000万两银票啊！如此巨款，云晴都没有见过。大祭司真的是好手段，用30万个核桃就骗了二哥这么多钱。云晴大笑不止，30万颗核桃的本钱也不过几百两银子，但是赚回来3000万两。殿下，你答应我的事情。此时地牢之中，张啸虎小心翼翼地对云晴说着：放心，我答应你饶你不死，自然会履行承诺。等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会让你离开的。云晴淡淡地说道。说完，云晴看了看放在旁边的一沓银票，云晴拿起来看了看，说道：这假银票是你做的，做的还挺像模像样的，若是不仔细看的话，还真的看不出来。二殿下当日并没有机会仔细看，所以骗过二殿下还是很容易的。张啸虎如实地说着。你先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待着，等事情解决了再放了你。是。云晴带着3000万两银票离开了地牢。这笔银票李寒洲早就答应和云晴分成3-7分，云晴拿1000万两，剩下的2000万两都是李寒洲的。云晴不是没有想要私吞这3000万两银票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只是稍纵即逝。云晴感觉得到李寒洲此人太可怕了，若是得罪了他，说不定自己毛都得不到，有可能小命都要搭进去。仅仅是几个核桃就能算计二哥3000万两银子，就连支持二哥的几大氏族都被他给算计了。这样的人自己千万不能得罪。而此刻在宫中的李寒洲也得到了云晴的消息，得知计划成功了。李寒洲笑了笑，并且回信告诉云晴不要着急，反正二皇子已经被坑一次了，还可以再坑他第二次。收到李寒洲的信，云晴差点心脏骤停，二哥刚刚都被坑了3000万两银子了，居然还要坑第二次，羊毛可一直薅，哪来这么大的仇？但是云晴一想，云破差点睡了大祭司的女人，难怪李寒洲那么恨他。接下来的几天，李寒洲每天逛逛神都，带着石命买了不少的东西。李长寿也很想出来溜达，但是李寒洲没让，怕李长寿被云破的人看到，于是李长寿就只能憋屈地待在四皇子的府上。周乾陵已经被云晴给偷偷地送出了大周，回神阙去了。出来这么久了，李寒洲也担心家里，让周乾陵回去给柳东岳和云千竹带话，让他们放心。但是李寒洲这边轻轻松松，云破却是惨了。这几天真的是茶不思饭不想，周乾陵找不到了，张啸虎也找不到了。他守着30万的赤炎果，每天是寝食难安，几大氏族上门要钱的日子就要来了，他到现在都没有钱，还3000万两银子，其中有2300万两都是借来的。就算是把自己名下的产业全都卖了，家里的宝贝都卖了，也还不上这么多钱啊。二爷，北爵那边来信了。一名亲卫赶紧跑了进来，给我看看。云破赤红的双眼上来一把将信给抢了过来，看了看信上的内容，云破的双目更红了。骗子！云破勃然大怒，将手中的信给撕了个粉碎。北爵根本就没有叫做张啸虎的商人，什么和北爵的皇帝交好都是狗屁，全是假的。那亲卫吓得在旁边一声不敢吭。完了，彻底完了。北爵那边都没有人听说过这个赤炎果，卖北爵那边也卖不出去了。云破坐在地上，一脸的颓废，自己这么大的窟窿要怎么堵上？二爷，小的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那亲卫此刻沉思着说道。当然奇怪。云破怒视着他，我这么聪明的人被人耍了，难道还不奇怪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二爷你说过，这赤炎果是那2个星罗国来的人，说是他们星罗的秘宝，非常的值钱，然后被偷了，是这样说的吧？怎么了？云破皱眉。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北爵那边都没有人知道赤炎果这个东西，所以属下怀疑星罗国的这2个人是不是也有问题。那亲卫小心翼翼地说着。云破听到这话不禁也是沉思下来，总觉得手下说的有道理啊。
这赤眼果是他们带来的，然后莫名其妙就出现了卖自己赤眼果的人，就害得自己损失了那么多钱。的确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两人是星罗国的人，之前那星罗国的大祭司还给父皇表演了大天象诀，这总不能是假的吧？不是星罗国的人，又怎么可能会大天象诀呢？云破问道。这个属下就不知道了，不过属下还是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二爷可以试试。那亲卫笑着说。你细说说。云破赶紧问。他们星罗国的人不是说赤眼果丢了吗？他们不是说这是他们星罗国秘宝吗？那他们肯定非常想要这个东西，只要二爷将他们请到家里来，给他们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赤眼果，然后卖给他，他若是买了，那自然不是问题，若是不买，那就说明他们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将他们拿下，到时候陛下肯定会奖励二爷你的。对啊。云破眼睛一亮，这东西他们不是那么想要吗？就说自己从别的地方买来的，然后卖给他，哪怕是不能卖高价，只要能将欠债的钱给收回来也行啊。好小子。云破拍了拍那亲卫的肩膀说道。没想到你的狗脑子还真的没白长，若是事情成了，我给你升官。多谢二爷提拔。那亲卫也是激动地说。哼，我倒是要看看这星罗国的大祭司到底是什么牛鬼蛇神。云破冷冷地说道。倘若他肯买还好，若是不肯买的话，就休怪我的刀剑不认人了。皇宫中，李寒洲在做碧落瓶的收尾工作了。当碧落瓶的瓶子成了那一刹那，李寒洲看着面前本应该翠绿翠绿的瓶子，却变成了黑白相间的瓶子。但是李寒洲却没有任何的意外，他习惯了，做出来的碧落瓶也是奇奇怪怪的。这个时候，外边有人敲门。进来。李寒洲随意地说着。使者大人。从外面走进来一名太监，恭敬地说道。使者大人，我是来送请柬的。请柬。李寒洲接过那太监双手递过来的请帖。二殿下邀请使者大人晚上到府上一叙，说是给使者大人准备了你十分感兴趣的东西，还请带着少主一起去。太监恭敬地说着。知道了，帮我转告二殿下，晚上我会赴约的。李寒洲笑了笑。好，那使者大人，小的先退下了。那太监后退着离开了，还带上了门。李寒洲看着请帖，露出一丝笑意，又来送钱来了。二皇子府，云破安排了一切，准备了一场鸿门宴，更是在府中埋伏了300刀斧手，同时还邀请了2个江湖上的高手，实力都已经达到了通玄境界。为了李寒洲，云破也算是布下了天罗地网。星罗国少主到。这个时候，外面传来通传的声音。云破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出去迎接。李寒洲带着使命来了。见过星罗国大祭司，见过星罗国少主。云破很是客气地抱拳说道。二殿下客气了。李寒洲笑道。让二殿下破费了，没想到居然要请我们吃饭，这怎么好意思呢？大祭司不用客气，星罗国和我们大周乃是友邦，你们大老远来一趟大周，父皇公务繁忙，都没空好好陪陪大祭司，我这个做儿子的自然要帮父皇分担一些事情。云破笑呵呵地说道。两位略备薄酒，请进。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客气了。李寒洲带着石命走了进去。师叔，这府中埋伏了不少人。石命突然小声说着。李寒洲有些意外地看着石命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感觉到的。石命自己也说不上来，抓抓头说道。莫名其妙的就能感觉到。李寒洲有些诧异，石命难不成还有这方面的天赋？师叔，看来这二皇子要对我们不利啊。石命小声对李寒洲说着。别瞎说。李寒洲却是笑笑说道。二殿下是好人来着，他今天叫我来是要给师叔送钱的。啊！石命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快请坐。二皇子也是客气的对李寒洲两人说着。在场的还有自己麾下的一些将领，每个人都皮笑肉不笑的看向李寒洲两人，表面客气着。李寒洲可不管那么多，大大咧咧的就坐了下来，顺手在桌子上拽了一颗葡萄来吃。真甜。李寒洲一把将葡萄给拿起来，又塞嘴里一把。大祭司真的是个豪迈之人。二皇子也坐下来，然后给李寒洲介绍着自己麾下的这些将士。李寒洲也都一一点头。二殿下也算是所有皇子里面唯一一个手中握有兵权的皇子了吧？李寒洲不咸不淡地问着。听到这话，二皇子骄傲地挺起胸脯，然后假意客气地说道。大祭司开玩笑了，这并非是什么兵权，只是一点护卫，父皇允许我带一支小队历练一下罢了，掌管的也不过3000将士罢了。真不错。李寒洲点点头，3000将士也不少了，只是想造反的话还是差点。云破很热情，连同麾下的将士一杯酒又一杯酒地敬着李寒洲。至于云荒少主的使命，他们压根都没有理会，因为他们都看得出来李寒洲才是云荒的掌权人，或许这个云荒少主不过是个傀儡罢了。酒过3巡，菜过5味，
云破这才终于将话题给转移到了正题上。之前大祭司说过，你们星罗国弄丢了很多的赤炎果是吗？云破笑着问道。不知道大祭司现在还想不想要那赤炎果了？当然要，那可是我星罗国的宝物啊。李寒洲轻叹道。可惜了，我们星罗国还指望着那些东西生活呢。不知道大祭司之前是多少钱一个卖来着？云破看似随意的打听着。好的时候大概能卖到100两一个吧。李寒洲端起酒杯喝了一杯，说着。好。云破大叫了一声好，然后说道。实不相瞒，我从别人那里买来了很多的赤炎果，我一听说是赤炎果，就想到可能是大祭司你丢的那批，于是不惜耗费重金给买下来了。若是大祭司需要的话，只要给我1个本钱，就可以把所有的赤炎果都给拿走。啊！李寒洲一愣。你买到了赤炎果？李寒洲惊讶地说。是啊。云破大手一挥，从储物袋里拿出赤炎果，哗啦啦的赤炎果滚了一地。因为想到是大祭司的宝物，所以就都给买了下来了。既然大祭司能卖到100两银子一个，那这些赤炎果就卖给大祭司吧，我卖90两一个如何？让大祭司净赚10两，虽然不多，但是也能让星罗国多上一笔收入，不是吗？云破笑盈盈地看着李寒洲，想要看李寒洲的反应。若是李寒洲肯买，那自然是最好。虽然90两一个卖自己会亏上好多，但是起码能将几个氏族欠的债给还上。若是他不肯买，那就说明他有问题。300刀斧手以及2个通玄境强者会立刻出手将李寒洲2人给拿下。李寒洲的脸色渐渐的冰冷下来，静静的拿起酒杯在嘴边抿了一口。二殿下，你说你遇到有人卖，所以你就都给买了下来，是吗？李寒洲问道。是啊，因为考虑到是你们星罗国的东西，所以我全都给买下来了。云破观察着李寒洲的表情。好，好啊。李寒洲鼓起了掌。二殿下，在陛下面前，我已经说过，我们星罗国的赤炎果全部都被盗了，也就是说，卖赤炎果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偷我们星罗国赤炎果的人。殿下遇到这样的人，为何不通知我们？说不定就能将那小贼给抓到。结果你居然把东西都买了，现在又来卖给我。殿下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听到这话，云破一愣，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的话的确是有漏洞，但是在李寒洲的面前又怎能露怯？大祭司误会了。云破赶紧说道。卖我赤炎果的那个人实力极强，是一位神秘的剑仙，我知道大祭司修为不低，但是面对剑仙很有可能吃亏，所以我才没敢通知大祭司，我担心你们受到危险不是，所以我就擅自决定将东西给买了下来，还希望大祭司不要介意才是。哦，原来如此。李寒洲恍然大悟，原来是一位剑仙啊，难怪能从我星罗国盗走宝物呢。是的，具体是哪位剑仙我不清楚，但是真的是剑仙。云破说道。那个剑仙前几日还来我府上抢了一个人，神都很多人都看见了，不信的话大祭司可以去问问。二殿下说笑了，我怎么会不相信二殿下呢？李寒洲笑着说。那大祭司，你看这些赤炎果，你们买吗？云破盯着李寒洲问。买啊，为什么不买？李寒洲说道。二殿下帮我找回来赤炎果，还自己搭钱卖给我，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我一定禀明陛下，好好奖励二殿下。好。听说李寒洲要买，云破脸上的笑容更盛了。只要李寒洲把东西买了，他现在宁可赔点钱也没关系。那二殿下有多少货呢？李寒洲问。30万颗。云破压制住内心的激动，说道。大祭司给我2700万两银子就可以了。好啊，没问题。说着，李寒洲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一沓银票，每一张都是10万两。看上去那么厚的一沓，云破都要咽口水了。李寒洲数了数，然后说道。殿下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太感激了，不知道货在哪里。货都在这。说着，云破直接将自己的储物袋都交给了李寒洲，30万颗赤炎果都在里面，一颗不少。太好了。李寒洲从储物袋里拿出来赤炎果，然后将银票给放到了桌子上。大祭司，那我们这笔生意就算是成了。云破说着就伸手去拿李寒洲放在桌上的银票，这么多银子足够还氏族的钱了。但是就当他的手刚刚碰到银票的时候，李寒洲的手却是突然抓住了云破的手腕。大祭司你这是？云破看着李寒洲，发现李寒洲此刻的脸色有些可怕。二殿下，此时一直都没有吭声的石命站起身说道。二殿下是在耍我们。这话是李寒洲刚刚教石命说的，他觉得坑二皇子的事情，石命既然来了，别光吃，也有点参与感才好。此话何意？云破不解。这是赤炎果吗？石命随手将那赤炎果给扔到面前的酒碗里，只见那赤炎果接触到酒之后，上面的颜色竟然突然化开了，露出了原本核桃的颜色，而那颜料还漂浮到了酒杯之中。看到这一幕，在场的人都傻眼了。二殿下看好了，我们星罗国的赤炎
果是不会掉颜色的。李寒洲冷冷地说，然后拿出来一颗赤岩果，丢到了酒杯里。只见那赤岩果就静静地飘在那里，颜色一点都没有掉。而云破的赤岩果已经掉得几乎没有颜色了。李寒洲双指夹出来那核桃，冷哼道：“二殿下真的是会开玩笑啊？”“怎么会？”云破惊慌失措地拿出来一大把的赤岩果，拿起一壶酒浇在上面，结果那些赤岩果全部都掉了颜色，只是一堆平平无奇的山核桃。大祭司，我说这是个误会，你信吗？云破失魂落魄地说着。好一句误会！李寒洲眯着眼睛说道。那我也去和陛下说说这个误会。陛下的好儿子，用一堆核桃就想骗我新罗国2700万两银子。今天这件事，大周皇帝必须给我新罗国一个说法。我新罗国虽然被神缺逼入云荒，但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捏上一把的。告辞！李寒洲愤怒地说着，然后就要和石命离开。大祭司等等！云破慌了，这事不能让周帝知道，让周帝知道了，自己更解释不清楚了。因为云破仔细想了想，不管怎么看，都好像是自己要用核桃骗人家的钱，自己说自己也被骗了。谁信啊？周乾林跑了张啸虎找不到了，自己一点证据都拿不出来，父皇一定会狠狠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彻底对自己失望，太子之位注定和自己没有关系了。李寒洲顿住脚步，二殿下还有什么事情吗？怎么，难不成想要暗中的300刀斧手出来砍死我们不成？那你可以试试看。不，大祭司误会了。云破一惊，这下更解释不清了。大祭司，今晚的事情真的是个误会，希望大祭司能原谅。云破讪讪地来到李寒洲的面前，狠狠一咬牙，拿出来一沓银票。给大祭司造成的损失，我这里只是一点心意，就当我赔罪了，求大祭司不要将这件事告诉父皇。李寒洲瞥了一眼那银票，这么一沓怕是有100万两。想了想，这货怕是也没有多少钱了，这已经算是老本了。好吧，看在周帝对我不错的份上，我也不为难你，希望殿下好自为之。李寒洲将银票接过来，放到了自己的储物袋里。你啊，比你四弟真的是差了太多了，照我看，你四弟比你更适合做皇帝。说完，李寒洲拉着石命就离开了二皇子府。云破站在那里，拳头死死地捏着，眼神中的杀机已经快要藏不住了。二爷，身后的几个将士小心翼翼地凑上来。滚！是。众人赶紧离开，他们也知道云破此时心情不好。离开了二皇子府的李寒洲带着石命在街道上慢慢地溜达着。没吃饱吧？李寒洲笑着说道。前面有个面摊，我们去吃碗面吧。好。石命点点头，他的确是没吃饱。老板，2碗面。坐下来之后，李寒洲对面摊的老板喊着。好。面摊的老板是个老人，热情地招呼着李寒洲2人过来擦了擦桌子，然后转过身去认真煮面了。师叔，你真厉害！石命赞赏地说道。你在很早以前就让张啸虎做了2种赤岩果吧，一种是能掉色的，一种是不掉色的。这张啸虎也是个人才。李寒洲道。颜料调配的倒是不错，不过师叔，你临走之前为什么要说四皇子的事啊？你说四皇子更适合当皇帝，岂不是让四皇子更危险？石命有些不解。傻孩子。李寒洲摸了摸石命的小脑袋，然后说道，我们现在虽然和四皇子走得近，但是也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大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敌人。来的时候凌烟城的惨状也看到了，那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都是大周做的，他们若是内乱起来，对于我们神缺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是因为利益的原因才短暂的被捆绑在一条船上，等这段事情结束呢，我们和大周迟早要有一战。懂了。石命点点头。面来了。这个时候老板端着2碗面走了过来，放在了桌子上，笑着说道，慢点吃，烫。多谢老板。李寒洲吃了一口面，热滚滚的汤非常的好吃，唯有石命看着面前这碗面沉默着。怎么不吃？李寒洲问。石命心不在焉地说，师叔，你说若是大周和神缺真的打起来了，吃苦受难的还是百姓吧？像是这么好吃的面，可能在战争之后都再也吃不到了吧？就不能不打仗吗？石命盯着李寒洲问。可以。李寒洲看向石命，你好好修炼，等你的实力能决定一切的时候，自然可以左右2国是否开战，只要你够强，他们就都会听你的，不敢违逆你的意思，这样不就解决了纷争吗？听着李寒洲的话，石命愣了一下，然后没有说什么，只是低头默默地吃着面。翌日，李寒洲就周帝告辞，并且说自家少主和四皇子很合得来，打算去府上小住几日。周帝自然是答应了，说让年轻人接触接触也是好的。李寒洲和石命堂而皇之的来到了四皇子云秦的府上。大祭司看到李寒洲来了，云秦很是激动，因为李寒洲答应给他的碧水珠，他终于要拿到了。我的碧水珠应该做好了吧？
云晴邀请李寒舟坐下来，然后迫不及待地说着：“算是好了吧。”李寒舟慢吞吞地将碧水珠拿出来，套在一个布袋子里，然后递给了云晴，目光看向别的地方，有些不敢看云晴的脸。我看看。云晴激动地打开布袋，当那一颗血红的碧水珠出现在云晴面前的时候，云晴整个人都傻眼了。这是啥？碧水珠？这颜色不对吧？独一无二的。云晴都要让李寒舟给气笑了。他仔细地看着这血红色的珠子，不管怎么看都好像是什么邪恶的玩意。你别管是什么颜色的，我的碧水珠肯定能避水就是了。不信的话，殿下可以去试试看。对于自己的灵宝，李寒舟也是有他的尊严的。你可以说他制造出来的灵宝不正经，但是你不能说他的灵宝没用。不光有用，而且比别人的灵宝还多一些莫名其妙的用处。虽然这碧水珠还有什么别的用处，李寒舟自己也不知道。他之前偷偷试了试，这碧水珠好像除了能避水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功能。这让李寒舟怀疑，这次的碧水珠仅仅是颜色不一样，其实功能和普通的碧水珠是一样的。好，那我先去试试。云晴带着碧水珠就走了，他要找个地方先去试试这个碧水珠的功能，若是功能强大，才能去北海去寻找王冠。师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出现在门外，紧接着就看到一个波涛汹涌的李长寿从外面跑了进来。李长寿的样子让皇子府中那些护卫们差点没喷鼻血。他身上穿的一层薄纱还露出来不少，一眼看上去又白又凶，就连李寒舟都差点没喷鼻血师兄，你这是干什么？李寒舟不禁指着李长寿身上的衣服说道：“你穿的这是什么样子？”唉，李长寿倒是无所谓，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然后说道：“要不是因为这身皮，我连衣服都不穿。这大周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我都想念柳冬月他们了。你要是想回去，你就先回去，我在大周的事还没完呢。”李寒舟给李长寿倒了一杯茶，李长寿拿起茶杯，几口就给蹲光了，然后问道：“我听石命说你要去找不老泉，你是认真的吗？那不老泉可是在天玄境地中，那里面可是很危险的。无妨，若是有机会的话，我会将转生盘一起带出来的，毕竟那是我们长生关的东西。”李寒舟认真地说：“师弟，我知道你现在实力不错，但是天玄境地那种地方真的很危险。”李长寿沉思说道：“而且这些年来，我能感觉到我长生关似乎被什么人给针对了。这次我误入天玄境的，很有可能就是安排好的。那转生盘就像是有人刻意扔在那里的诱饵。师兄，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希望你也去冒险。运气不好的话，很有可能死在那里；运气再不好一点，等你出来，没准咱俩就成了姐妹花了。”滚！李寒舟没好气地说道：“那人针对的应该不是我们长生关，应该是道门传承。”李寒舟对李长寿说道：“整个天玄大陆被布下了死葬风水局，你知道吗？导致天地灵力无法汲取。而如今我已经解开了其中一个穴，只要我彻底解决死葬风水局，我们道门的传承就能回来了。”我知道。李长寿耸耸肩：“我们长生关的那棵梧桐树就是死葬风水穴之一。”咦，你知道？李寒舟一惊：“那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我跟你说。李长寿奇怪地看了看李寒舟：“你每天除了吃喝赌钱，还有别的事吗？我和你说得着吗？”李寒舟一想也是。不仅如此，李长寿脸色凝重地说道：“死葬风水穴，天玄境地中也有一个，这天玄境地还挺热闹的。”李寒舟眯着眼睛说：“我还是奉劝师弟一句，尽量不要掺和其中。我知道石命的资质是一般，但是人各有命，如今你神功在身，就算不去碰那死葬风水局，我们长生关也可以好好的。”李长寿还是劝着李寒舟：“师兄你不要说了，我答应过老头子会解开死葬风水局的。”李寒舟去意已决：“老头子？”李长寿一愣：“谁啊？”李清风。一直到傍晚的时候，云晴才从外面回来，刚回来，云晴就一脸兴奋地说道：“大祭司，你的碧水珠真的好用，比我以前得到的那些碧水珠效果都好。”那是自然。李寒舟轻哼一声：“我的灵宝效果自然是没得说。那个啥，除了碧水，没发生过别的事情吧？”李寒舟还是不放心地问了一句。这话给云晴问的一愣：“没有啊，什么别的事情？”“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李寒舟暗道：“没事就好。大祭司，我明日就要出发去北海，我也帮你们打听清楚了。半个月之后就是拍卖会开始的日子，天玄境地入门资格的拍卖会就在天古城举办，我就不陪你们去了。”云晴对李寒舟说道：“好，殿下忙你自己的事情，拍卖会我自己去就可以了。”第二天早晨，云晴就匆忙带着人前往北海，去寻找王冠了。二皇子府，二爷，四殿下已经出发了。此时，一名黑衣人来到云破的面前，恭敬地说着：“
云破的目光中杀意满满。通知下去，到了北海就动手吧。是。云破缓缓说道。老四啊，为了你，我请了祭血阁的天罡镜杀手，也算是对得起你了。云晴离开神都的这天，李寒舟带着石命还有李长寿也离开了。反正在这里待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早点到天古城去，等待着拍卖会开始。另外听说天玄书院就在天古城，李寒舟也很想看看这个号称天玄界第一的学院到底是何等恢宏，都叫什么东西。三个人离开神都，骑着马奔着天古城去了。从神都到天古城要横跨3座城，需要骑马7天的时间。但是时间充裕，李寒舟一路上也想看看大周的风土人情。而云晴从神都到北海也是需要差不多的时间，只是北海和天古城完全是2个方向。北海城用了6天的时间，云晴终于是来到了北海城。北海城是距离北海最近的小城，从北海城出去便是硕大的北海。北海城的居民们也都是靠着在北海中打鱼为生。殿下，北海城到了。云晴的亲卫对着马车中的云晴说着。这次来到北海，为了安全起见，云晴也是带了众多高手的，就连通玄境的强者都有2个。而此刻的云晴坐在车里，2根手指捏着李寒舟给他的碧水珠，认认真真的看着。临走之前，李寒舟对他说，他的碧水珠不同以往的碧水珠，除了能避水之外，还有其他的功能，但是需要自己去摸索和发现。但是这一路走来，已经过了6天了，云晴始终没看出来这碧水珠除了避水之外还有什么用处。骗我呢吧？云晴怀疑李寒舟只是在跟他开了个玩笑。云晴从马车上走了下来，然后找了一家客栈休息，其他的护卫都认真的守卫着。然而在对面的一处茶摊上，一名头戴斗笠的黑衣男子若有若无地看向这边，他的腰间挂着一把刀，整个人杀气内敛，似乎非常的没有存在感。就连跟在云晴身后的2个通玄境高手都没有发现此人的存在。等到云晴走进去了之后，那黑衣男子依然是在喝茶，没有任何的举动。此人正是祭血阁的天罡镜杀手，被云破高价请来杀云晴的。只是他没有在这北海城中动手，因为他刚刚发现在这小小的北海城中居然还隐藏着一位天罡镜的高手，暂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倘若是官方的人，自己在这里动手杀人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想好了，明日云晴就要下北海了，到时候直接在北海之中将云晴给斩杀。云晴若是死在海里，鲜血会吸引来很多的凶兽，到时候云晴的尸体被凶兽给啃食了，根本就没有人怀疑云晴是被人给杀了的。而与此同时，李寒舟3人也来到了天古城中。庞大的天古城给人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李寒舟等人进入城中之后，发现天古城和之前去过的别的城池真的是不一样。城中的街道上都能看到很多读书人，并且所有的建筑也都有一种古色，有时代的影子。师叔，这城中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很温和。石命这个时候奇怪地看着天空上，空气中有泄露出来的灵力。李寒舟伸出手来，能感受到这天地间竟然有淡淡的灵力，这种灵气非常的渺小，但却实实在在地充斥在空气中，的确是灵力。一旁的李长寿也是有些惊讶，然后说道，若是所料不错的话，这些灵力应该是从天玄境地中泄露出来的吧。如此淡淡的灵力笼罩在空气中，所以天玄书院才能出现那么多的强者。看来这天玄境的真的要走一趟了。李寒舟愈加坚定了要走一趟天玄境地的信心。要去天玄境地，首先要去天玄书院吧。李寒舟随便喊住了一个路人小哥，这位小哥，请问天玄书院怎么走？那小哥看了看李寒舟3人，然后笑着说道，3位是想要去天玄书院投宿的吧？前面那条街左转，能看到一个广场，然后往南走就看到天玄书院了。天玄书院能投宿的吗？李寒舟有些惊讶，若是天玄书院能投宿，那岂不是说他们连住宿费都省了？当然可以啊，但是想在天玄书院投宿的人很多，真正能进去的没有几个。那小哥笑了笑，然后就走了。3人相视一眼，然后就奔着天玄书院去了。越是靠近书院，越是能感觉到空气中的灵力变得浓郁，但是这种灵气的浓郁只是相对于城门口来说的，若是想在这种灵力的情况下修炼，那还是不太可能的。耳畔总是能响起读书声，让人觉得心情愉悦。当3人来到天玄书院门口，李寒舟一眼便是看到牌匾上写着的天玄书院4个大字，4个字蕴含着极强的浩然之气，仿佛能驱灭一切邪祟。此时在天玄书院的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李寒舟3人也好奇地走上去，碰巧这个时候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乃是一个年轻的书生。他的目光扫下所有人，然后说道，诸位想来我天玄书院投宿，规矩我就再重复一次，我们会根据你们的修为给你们安排相应的弟子，只要你们可以在任何方面胜出我们天玄书院的弟子，你们就有资格进入天玄书院投宿，就这么简单。快开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此刻人群中一名男子兴奋地说着。
还有这样的规矩？李寒洲思索起来，任何方面，这么看来，天玄书院教的东西很全啊，里面的人竟然这么自信。那你先来吧。那书生指了指刚刚说话的那个。好。男子兴冲冲地走上前去，然后跟着书生进入到一个房子里，具体考核什么，外边的人不知道。然而过了一会，男子却是一脸沮丧地出来了，早已没有了之前的兴奋。承让了。刚刚的书生走出来，笑着说：怎么输了？那男子的好友连忙上来问。男子无奈地摇摇头：我是五品，他们天玄书院的弟子也是五品，结果一招我就败了。一招？两个好友不敢相信，同样是五品的修为，竟然差距会这么大。下一个我来。这个时候，一名年纪大的老者走了上来。老先生请。那书生弟子非常客气地将老者给请进了屋子里。结果过了一会，那老者一脸懵逼地从里面走了出来。其他人看到这表情，也就知道这老者肯定输了。老先生承让了。书生抱拳说道：先生的棋艺很是不错，若是再磨练几年，一定会有所成就的。这话说出来，其他人才知道这老者是在里面跟人比下棋，结果输了。连续2个人的败北，立刻就让其他人都感觉到压力山大。师叔，我们怎么办？石明一脸担心地看着李寒洲说：有什么好担心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李寒洲倒是一点不担心，自己一点真气都没有，外面看起来就是个普通人，到时候真的要比试的话，分配给自己的也就是个普通人，自己做一个普通人还不跟玩一样。师父，石明又看向李长寿，先问师叔，再问师父啊，你这个叛徒自己想办法去吧。李长寿轻哼一声，接下来进去的人几乎都是垂头丧气的出来。李寒洲数了数，进去考核的一共有46个人，但是真正成功进去的只有2个人。李寒洲很好奇，这天玄书院真的是什么都教啊？据说有人手一人进去跟天玄书院的人比边框都输着出来了。接下来这位，那书生客气地对李寒洲说着：这个给你。李寒洲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一个布袋，递给了石命，然后说道：我进去等你们。石命摸了摸那袋子里的东西，顿时眼睛一亮，原来师叔竟然把这个东西带出来了。李寒洲跟着那弟子进入到那房子里，李寒洲进来之后才发现，外表看着只是个房子，但是里面的空间大得很。这位先生只是个普通人，那我们天玄书院也出一位普通弟子，不知道先生要比什么？比下棋，还是书画，还是钓鱼，或者是边框什么的？那弟子好奇地问。比武。李寒洲笑着说道：我书读得不好，只是略通一些拳脚功夫，就找个能打得出来吧。比武。那书生诧异，还头一次看到连修为都没有的人要选择比武的。怎么比？俩人薅头发吗？好。书生也只好照办，准备去后面找一位略通拳脚的普通弟子。不用比了，你通过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一位浑厚的声音：是副院长。那书生恭敬地对着远方一拜。李寒洲也是笑笑，抱拳道：多谢。那书生心中却是奇怪，副院长居然亲自开口说不用比了，这还是第一次，他不禁有些好奇地看了看李寒洲，此人莫非是副院长的亲戚不成？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竟然免试？然而在天玄书院的某个湖边，一名老叟正在钓鱼，看起来只是个平平无奇的老者，整个人却好似和周围的天地融为一体，仿佛自身演化天地。在这个时代，竟然还能看到一身精纯伶俐的人。老者笑着摇摇头：这还比什么？我就先进去了。李寒洲走出来，对着李长寿和石命说道：你们2个加油。那下面这位姑娘吧。那书生看了看李长寿，说着：好。李长寿走上前去，人群中也都传来了惊叹的声音，因为李长寿长得真的是太漂亮了。走进屋内，那书生对着李长寿说道：这位姑娘，你想比什么？我就跟你比吧。李长寿盯着眼前的书生说道：跟我比？书生一愣，然后笑着说道：这位姑娘，我乃是我们天玄书院的书门首席，虽然我是一介书生，但是我的修为也是有9品境界，姑娘你只是个普通人，不管比什么都是姑娘吃亏才是。书门。李长寿打量着眼前的书生，然后笑盈盈地问道：那小书生，你叫什么名字？小生许浩然。名字不错。姑娘还没说要比什么呢，要不别比了，你直接偷偷算我过了，如何？李长寿说着，还给许浩然抛了一个媚眼。谁知许浩然根本不为所动，轻笑道：姑娘，这招对我没用的，我们书门中人洁身自好，就连合欢谷的媚功都能挡住，那就没办法了。李长寿没想到美人计不管用，只见李长寿伸出双手，几下就将自己的头发给弄乱，然后一把将衣服扯下来半块，露出半个酥胸，小声都说了：你这对我没非礼啊。
李长寿一边大喊着，一边奔着门口跑去。许浩然当场脸色大变，他们书门中人最看重的就是脸面，此刻若是让李长寿出去这门，这个样子大喊非礼，那自己岂不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只见许浩然一步踏出，瞬间化作一道虚影，阻拦到了李长寿的面前，然后用手捂住了李长寿的嘴，一脸惊恐地说道：姑娘，我算你过了还不行吗？哦。李长寿穿好衣服，平淡地说了一句：谢谢公子。等李长寿走出门的时候，许浩然的心都在哆嗦，这他妈什么人啊，差点被毁了清白，这要是传出去，这以后这个首席还怎么当？唉，刚刚那个人就破例放进去了，这人又破例放进去了。许浩然走出门去，眼神有些奇怪地看了看石命，暗道这3个人是一起来的，前2个人都不正常，这个小子看起来老老实实的，应该是个正常人吧。小兄弟，你进来吧。许浩然对石命说着。好。石命小跑着上去了，下面的人们也都议论着，这3个人不简单啊，一起来的，竟然进去2个了，真是厉害。好奇他们比的是什么东西，居然这么轻松就通过了。好奇怪，刚刚好像听到有人喊非礼，是我听错了吗？有一名耳力比较好的人有些好奇的抠了抠耳朵。石命走进屋内之后，许浩然说道：小兄弟，你有3品的修为，那我就叫一名3品的师弟过来跟你比，这也是我们的规矩。好。石命乖巧的点点头，总算遇到个正常的了。许浩然松了一口气，然后问道：小兄弟，你说吧，你想比什么？比砍柴。石命认真的说道：比谁砍柴砍得快。许浩然点点头，这个要求也还算正常，毕竟比边框的都有，砍柴算什么？于是没多一会，许浩然就给叫来一位青年，青年的皮肤黝黑，手中握着一把斧头，同样是3品修为。这位是我天玄书院立门中的弟子，3品修为，我让人准备了50根木桩，你们谁先劈完谁就算赢。孙浩然说。此刻摆在2人面前的都是木桩，深黑色的木桩看起来就不是普通的木头，坚硬的程度比起一般的木头要硬。这位兄弟，那我们现在开始。那青年对石命说着。好。石命点点头，然后就从布袋子里把自己的斧头给拿了出来。许浩然和那青年本来的脸色还算正常，然而当石命把斧头从袋子里拿出来的时候，2人的脸色慢慢从平淡化，做了惊愕。般若斧。许浩然和青年的下巴都要惊掉了，我错怪他了，这3个人没一个正常的。许浩然无语道：谁家拿神兵砍柴啊，这还比个屁啊。那青年也是气得斧头一摔就走了。般若斧用来砍柴，那就跟切豆腐似的，他这斧头怎么比？好了好了，算你过了。许浩然也是无语，连师弟都认输了，也就不用比了。你用般若斧，你早说啊，我连柴都懒得搬了。啊，多谢这位兄弟。石命客气地说着，然后就进去找李寒舟和李长寿去了。许浩然看着石命离开的身影，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每天都做的工作，今天莫名有点累。进入天玄书院之后，有弟子过来给李寒舟他们安排了房间，让他们休息，并且告诉他们天玄书院中的地方大多数都可以去，书院中的先生开的课也都可以去听，这倒是引起了李寒舟的兴趣。这天玄书院分书门、立门、武门、玄门4种，其中4门之中又分大大小小各种学科，几乎来天玄书院中什么都能学到。李长寿对李寒舟说道：但是进入天玄书院学习，学费很贵不说，对资质也有要求，但是天玄书院走出去的强者也多，剑仙、刀仙、酒仙、灵宝师、名将、炼药师比比皆是，那大周岂不是很强？李寒舟诧异地说：非也。李长寿摇摇头，天玄书院是中立的，它虽然是在大周，但是并不归属于大周，天玄书院有教无类，在这里不光有人类，甚至还有妖族呢，这么神奇。李寒舟觉得这天玄书院倒是很神奇，他决定休息过后，明天去书院中到处看看，看看他们教的东西都有什么有意思的。翌日清晨，云晴带着手下租了一条船，已经来到了北海之上，一直到中午的时候，云晴才终于按照古籍中记载找到了位置。殿下，那里就是古籍中记载着的荒岛，所以皇冠应该就在这下面。身边的亲卫指着不远处的一处荒岛说道：没错，是这里。云晴笑着说道：今日有这碧水珠，我一定能将那古皇冠给拿回来。殿下，水下危险，还是让我替你去吧。一名强者走上来，有些担心地说着。不用。云晴摇摇头，这东西我要亲自去拿，那殿下一定要小心。身边的人说着，有碧水珠在，没有问题。云晴将碧水珠给挂到了脖子上，然后纵身一跃，就从船上跳了下去。随着云晴跳下去，那周围的海水竟然全部散开，在云晴的周围撑开了一个空间，真的是一滴水都没有沾染到衣服上。很快，云晴就来到了海底。
如此强的水压，竟然没有半点问题。云晴看了看身边，笑着说道：“大祭司的避水珠是真的好用。”而这个时候，云晴看向四周，发现了远处有一艘巨大的沉船，而传闻古皇冠就在那沉船之中。只是云晴没有注意到，在他不远处的荒岛上，那黑衣刀客早就已经等候许久了。他本来是想等云晴下海的时候就将云晴给斩杀的，谁知道昨天又收到了云破的信。云破决定让他等云晴将古皇冠给拿上来之后，再将他斩杀，然后将那古皇冠给拿回来。所以他现在只能等着云晴出来。云晴在海底的沉船中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古皇冠，上面镶嵌着5颗非常绚烂的宝石，而且那皇冠在水下这么久，竟然依然闪耀着光芒，实属宝物。云晴已经想到在父皇生辰的时候将这个东西贡献上去，父皇得有多开心了。太子之位还能跑得掉吗？上去！云晴拿着皇冠就上了水面。殿下，众多护卫看到云晴从海里出来了，赶紧呼唤着，他们也才放心下来。找到了！云晴激动地说着。什么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护卫都大吃一惊，纷纷拔出兵器。云晴也是一愣，猛地回头看去，却是发现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海面上竟然站着一名黑衣刀客，那几乎实质般的杀意犹如风暴一样的压迫上来。有刺客！2个通玄境的强者这个时候也是赶紧出手，飞身到海面上，凭借着轻功屹立于海面，保护殿下。一些护卫弯弓搭箭，用箭矢瞄准那黑衣刀客，直接射出。嗖嗖嗖！那些箭矢还没等靠近黑衣刀客，箭矢竟然全部扭曲，然后掉入海里。刹那间，整个海洋似乎都平静了下来。这黑衣刀客缓缓说道：“四皇子殿下，有人要你的命，我是来拿你的头颅的。”找死！2个通玄境强者勃然大怒，立刻就要出手。然而下一刻，2人就感觉身体无比沉重，好似被什么东西给压制了一样。领域是天罡境。天罡境！云晴的脸色都变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竟然有天罡境的强者来杀自己，那自己不是死定了？自己请来的2个通玄境高手，根本不可能打得过天罡境强者的。四皇子得罪了！黑衣刀客抬起手来，一刀斩出，直奔云晴的头颅，速度之快犹如闪电一般，就连2个通玄境强者都反应不过来。唰，刀气纵横，将海面都给切出一道深沟。云晴以为自己死定了，然而他睁开眼睛，忍不住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发现自己竟然完好无损。他不禁诧异地看向那黑衣刀客。黑衣刀客，没想到四殿下竟然还是个高手，竟然能躲开我这一刀。黑衣刀客皱眉说道。然而他觉得很奇怪，云晴的修为都没有达到超脱，是怎么躲开自己这一刀的？云晴，我有吗？我这么厉害？殿下！其他人看到四皇子没事，也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刚刚真的以为四皇子要死了。殿下，快跑！2个通玄境强者此刻感觉身体沉重，根本使不上力，只能让云晴快跑。云晴也知道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转身就踏着海面跑去。避水珠能让他沉入海底不沾水，更是能让他在海面上狂奔。然而看到四皇子要跑，黑衣刀客却是没有半点的紧张。在他看来，四皇子这样的猎物根本就不可能跑得掉的。唰，几乎是一个呼吸的时间，黑衣刀客就来到了云晴的身后，手中的刀如同霹雳一般斩出。这一刀比起上一刀还要可怕，已经发出了音爆的声音，速度更快。一刀之后，海面都被削平了一样。四殿下，你的人投我！黑衣刀客说到这里，却是震惊不已，因为他发现云晴依然没事，又躲过了自己这一刀，还在继续往前跑。就连云晴也是不敢相信，自己到底是怎么躲过这一刀的。他只感觉那刀杀来的时候，自己的身体自动就将他的刀给躲开了。莫非自己武道觉醒？自己是什么万中无一的修炼天才，天命之子不成？死！黑衣刀客不信邪，一个连超脱境都没到的蝼蚁，竟然能躲开自己2刀，简直是奇耻大辱。若是传出去，自己堂堂继血阁金牌杀手，杀一个超脱境不到的蝼蚁，用了超过3刀，还不让人笑死，影响自己的信誉啊！杀！这次他认真了，领域全开，刀气轰杀天地，几乎每一刀杀的这天地暗无天日，黑压压的气浪碾压下来，仿佛要将这片海域都给崩灭。然而不管他连斩多少刀，云晴就好像是一条泥鳅一样，总是能躲开他的刀。滚过来！黑衣刀客决定不用刀了，直接伸出手，准备把云晴给抓过来掐死。但是他的手就要碰到云晴的身体的时候，云晴的身体竟然自动就躲开了他的手。不可能！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离谱了。云晴自己都觉得事情太离谱了，这可是天罡境啊！天罡境杀自己竟然这么费劲吗？自己的身体总是能避开他的攻击，这是为什么？殿下快跑，跑到北海城就好了，
北海城有北海大将军坐镇。后面的人大喊着：“对啊！”云晴这才想起来，北海大将军坐镇北海城，他可是天罡镜，这杀手未必是北海大将军的对手，不能让他回北海城。黑衣刀客知道，云晴一旦回了北海城，他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北海城里的那个天罡镜实力很强，已经快要达到立仙境了。缚仙锁，黑衣刀客直接动用灵宝，一根绳索就那么飞了出去，欲要将云晴给捆起来。但是他的缚仙锁刚到云晴的身边，云晴就直接躲开了缚仙锁的捆绑，身体好像是一条泥鳅一样。雷鸣钟，黑衣刀客一咬牙，拿出来一个遍布雷弧的钟，然后狠狠一敲，刹那间海面上乌云汇聚，紧接着金色的雷霆不断的劈下，轰轰轰！海中的鱼不知道死了多少，但是云晴依然是躲开了云晴，就这样一直跑，终于跑到了北海边上，北海城近在咫尺了。黑衣刀客也追到了海边，连续出了上百刀，又是动用灵宝，他此刻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结果竟然连云晴的毛都没有碰到。云晴也是喘着粗气，凭借他的修为倒不至于累成这样，而是吓得被一个天罡境的杀手追杀，没吓尿，云晴就觉得自己勇气可嘉了。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能躲开这个人所有的攻击。你到底怎么做到的？黑衣刀客恶狠狠地看着云晴，他觉得自己职业生涯都毁了。堂堂天罡境杀手，杀一个没到超脱境的人竟然失败了，还给自己累成这个狗样，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还上哪能接到活去？我不知道。云晴无奈地说道。你别追了，前面就是北海城了，你杀不掉我的。黑衣刀客看了看云晴身后的北海城，知道自己是没有机会了。今天这笔账我林氏水记下了，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黑衣刀客说完，纵身一跃，消失在云晴的视线中。看到他走了，云晴才瘫坐在地上。原来他叫林氏水，林氏水，林氏水。突然云晴愣了一下，然后拿出脖子上挂着的红色碧水珠，眨了眨眼。不会吧？云晴有些瞠目结舌。李寒舟的话响起在耳边，我的碧水珠除了避水，还有别的特殊作用，就等着殿下去发现吧。避水珠不光能避水，连名字里有水的人的攻击都能闪避。云晴傻眼了，卧槽，真的假的？如果是真的，那这珠子真特么是宝贝啊！而这个功效，就连远在天玄书院的李寒舟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的避水珠肯定有点别的用，但是具体有什么用，李寒舟也是一无所知。哪怕他现在知道了自己避水珠的功能，李寒舟都会骂一句：太扯淡了。天玄书院是很热闹的，李寒舟三人在天玄书院中到处转，有各式各样的弟子在做着不同的事情，看得三人眼花缭乱，还真的是教什么的都有。而天玄书院的4门之中，李寒舟对玄门是最有兴趣的，他很想知道玄门是教什么的，莫非是玄之又玄的事情不成？当李寒舟提议去玄门看看的时候，却是引起了李长寿和石命的反对。石命比较想去立门看看，看看里面的人都有什么手艺，而李长寿也对玄门不感兴趣，他想去武门看看，去看这天玄书院中的弟子修炼的都是什么武学。最终只能李寒舟独自一人来到玄门。相比较其他3门，李寒舟明显发现玄门的气氛要冷清不少。走在玄门的街道上，能嗅到空气中飘来奇怪的味道，同时还有人在吵吵闹闹的，不知道在争论着什么。对于李寒舟的到来，这里的弟子压根都没有理会，因为天玄书院的投宿人不少，他们平日也在这里溜达，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只要不打扰他们学习就行。玄门书楼，李寒舟走着走着就看到前方有一处书楼，李寒舟眼睛一亮，这里的书楼应该也是可以随便看的吧。李寒舟很喜欢看书，也想看看玄门到底是学什么的，于是就走了进去。书楼中的藏书并没有多少，只有1层。此刻在书楼中还有不少的弟子正在看书，李寒舟也是放轻了脚步，然后从架子上找下来一本书看。万物生态。看着奇怪的名字，李寒舟翻开了书，看着看着，李寒舟有些诧异，这书上记载的都是一些动物的特征，还有植物的特征、药效之类的，简直像是一本动植物百科大全。李寒舟又从旁边找一本书看了看，还是差不多，只是讲解了天玄界的一些虫子之类的。走到另一个区域，李寒舟又找到一本书，这是……看到里面的内容，李寒舟有些傻眼。这本书讲的是各式各样的材料混合在一起产生的反应，书中甚至有人猜想说，人类之所以不会被憋死，是因为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有人类需要的物质。还有人提出，空气很有可能是由无数的微小颗粒组成的。这特么是化学课啊！李寒舟有些懵逼，然后又走到另一个区域，找了几本书看了看，发现这里讲的是水沸腾的时候温度有100度，但是有人发现，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甚至不用100度，水就能沸腾起来。还有人提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连续看了几本，这面的全都是物理书。李寒舟可算是知道玄门是什么了，
教的都是物理、化学、数学这类的知识啊。只不过看了一会，李寒洲发现这上面的内容都是比较浅显的那种，也就相当于初中生的水平，甚至有很多内容都是错的。可是李寒洲觉得，作为一解人，能研究出物理化学已经很不错了，就是不知道他们研究这玩意有什么用，也没看到他们利用这些知识做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啊。这个世界不还是一直处于古代的水平？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依然靠抖，不会学以致用，学这些东西能有什么用？李寒洲笑着摇摇头，学门没什么意思。李寒洲已经准备离开了。大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气得发抖的声音从李寒洲的身后传来。李寒洲诧异地回头看去，发现竟然是一名老者，怀中正抱着一本书，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李寒洲说道：“你居然敢说我们学门学的东西没用？”李寒洲一愣，然后赶紧说道：“我没说你们学门学的东西没用啊！你放屁！老夫刚刚亲耳听到的。”老者恶狠狠地瞪着李寒洲：“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时候又跑过来不少玄门弟子，当他们看到老者的时候，都恭敬地说道：“拜见门主。”李寒洲诧异地看着眼前的老者，此人竟然是玄门门主。你是什么人？谁让你进来的？老者盯着李寒洲说道。投宿的人只是过来看看书。李寒洲如实地说着。哼！一名玄门弟子冷哼道：“看书不应该去书门看吗？来我们玄门看，你看得懂吗？我们玄门的书是禁止外人看的，反正你们也看不懂。就是装模作样的看书，都侮辱了我们的学术。”另外也有一玄门弟子不屑地说道：“你说我玄门的学术没用？”老者走上前一步，高傲地盯着李寒洲说道：“我们玄门致力于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根本不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够明白的。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听着众人的话，李寒洲的火气也上来了。不就学了一点粗浅的知识，牛气什么？就你这些破玩意，我还不稀罕学呢，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些粗浅的东西罢了，小孩子都明白。李寒洲没好气地说着，说完转身就要走。你站住！老者真的生气了。你说老夫的学术小孩子都会？好，老夫很多年都没有遇到这么头铁的人了，今天一定要给你点教训。老者气得血压都飙升了。门主，教训他。就是要打架吗？李寒洲皱皱眉，看着面前的老者，虽然有超脱境的修为，但是很明显不是自己对手。打架？老者冷笑道：“那是午门的武夫才干的事情。这样吧，我给你提出一个问题，你若是能答上来，老夫赔你一件灵宝；若是你答不上来，你要当着四门的面给我们玄门道歉。”哦，李寒洲眼睛一亮，还有这种好事？就你那种初中生的水平，想考我？不如这样吧，若是我答上来了，我也给你出一道问题；若是你答上来，我依然去道歉；若是你答不上来，你再多给我一件灵宝，如何？李寒洲抹撒着下巴说着。狂妄！老者怒道：“若是老夫答不上来，老夫玄门门主的位置让给你坐。”哦，那倒是不用，我也没有兴趣坐你这个玄门门主的位置。李寒洲摇摇头。你玄门门主气的都快脑溢血了，自己乃是天玄书院的门主，是很有地位的，结果李寒洲竟然看不上，这让他恨不得现在就让李寒洲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好，那我要提出问题了，你给我听好了。玄门门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其他的弟子们也都义愤填膺，同时此刻也都可怜地看向李寒洲。玄门门主问的问题都是很难的，保证难到李寒洲怀疑人生。请问？李寒洲无所谓。有的时候在墓地附近都能看到绿色的火焰，俗称鬼火。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玄门门主问出了这个问题，他的眼神中闪过一抹狡诈之色。这个问题也是他近几年一直在研究的问题，而上个月他才终于弄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世人愚昧，大多都以为鬼火是人死了之后化作鬼魂弄出来的，所以对鬼火也是非常的忌惮。玄门门主猜测李寒洲肯定也是这样以为的。哦，鬼火。李寒洲也是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玄门门主竟然问出了一个不是那么弱智的问题。对于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而言，能明白为什么会诞生鬼火，的确是很厉害的事情了。答不上来了吧？玄门门主冷笑着说道。愿赌服输，你现在就到天玄书院的广场上，当着四门的面给我们玄门道歉。道歉！其他的弟子们也都喊着。喊什么？喊什么？李寒洲慵懒地说道。问题问的是有点水平，不过也就那样，不就是鬼火吗？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那你倒是说说看，老夫听着。玄门门主得意地说。不就是死去的人身体之中有一种叫做磷化氢的物质，这种磷化氢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然后生成了火焰，磷的燃点很低，只有38度左右，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鬼火。李寒洲淡淡地将鬼火的事情给玄门门主说了一遍。此话一出，
玄门门主的脸色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变成了现在的瞠目结舌。为什么？他为什么会知道？他可是经过了好多年的研究，才终于明白是人体中有一种物质和空气反应生成的火焰。他甚至都还没来得及给这种物质起名字。磷化氢？不，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李寒洲是怎么知道的。此人一听就是胡说的，什么磷化氢，根本就没有听过这种东西。一名弟子冷笑着说，编个名字就可以出来招摇撞骗了。就是，门主，此人信口胡说，让他给我们道歉。另一个弟子也在怂恿着。怎么样，我说的对吗？李寒洲看着那脸已经成了猪肝色的玄门门主问。尽管玄门门主不愿意承认，但是他最终也只能无奈的点点头，说道，你说对了。什么？其他的弟子也都大吃一惊。李寒洲说，对了，我的灵宝呢？李寒洲此刻伸出手要灵宝，他赶紧要回来，不然都担心这老东西待会耍赖。我给。玄门门主一脸的不情愿，但还是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一件灵宝。这是我天玄书院副院长亲自炼制的灵宝，用得好了，可以对抗天罡境强者。玄门门主说着，将一幅画卷送了出去。画？李寒洲好奇地看着手中的画卷，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幅山水画。这是墨羽人间图。玄门门主一脸的不舍，可以将活物收到画卷之中封印起来。好东西啊！李寒洲眼睛一亮，一听就很高级。好了，那么我还用出题吗？李寒洲看了看玄门门主，我都拿了你一个灵宝了，再拿你一件有些不太好意思了。狂妄！玄门门主一听又炸毛了。不要以为你答对老夫一个问题，你就有资格考老夫。你问老夫，若是答不上来，怎么都行。玄门门主来了脾气。李寒洲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老壁灯是玄门门主，身上的好东西肯定很多。那我问了啊。李寒洲沉思片刻，然后问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问题。李寒洲随手从旁边的书架上拿出来一本书，然后手一松，直接将这本书给扔到了地上。紧接着在所有人一脸诧异的时候，李寒洲问，这本书为什么会掉在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呢？这算什么问题？一名弟子无语道，东西扔出去当然会掉在地上，怎么会飞起来呢？你这也算是问题？另外一个弟子笑道，这不是常识吗？小子，你在耍老夫？玄门门主也是恼怒道，东西不掉在地上还能掉在哪？李寒洲耸耸肩，对啊，东西是掉在地上，但是你想过为什么吗？为什么会掉在地上而不是飘到天上去？这的确是常识，但是原理是什么呢？原理当然是玄门门主刚想要说，但是话到了嘴边他却卡壳了，整个人当场懵在那里。对啊，东西为什么会掉在地上而不是飞上天呢？为什么？这种东西从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这是什么原理？这种问题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其他的弟子此刻也都面面相觑，他们也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我就不信你知道。一名弟子嘴硬地说着，我自然是知道的，但是我不能白白告诉你啊。李寒洲伸出手，既然说了，那就再给一件灵宝吧。玄门门主此刻有些脸红，老夫身上没有灵宝了。哈！李寒洲一愣，老头你别耍我，你堂堂天玄书院玄门门主，身上没有灵宝了？就那一件，你怎么可能会那么穷？那个啥，玄门门主咳嗽一声，四门之中，其实我们玄门最穷，因为有很多实验需要用到钱，然后也没有来钱的渠道，所以老夫也没有办法。算了算了，李寒洲无奈，当我倒霉。说完，李寒洲就准备离开。然而这个时候，玄门门主却是一把拉住李寒洲的胳膊。干嘛？李寒洲诧异地回头看着他。所以到底是为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掉在地上而不是飘在天上呢？玄门门主一脸渴望地看着李寒洲，就连玄门门主身后的弟子们也都眼巴巴地看着李寒洲。这种听起来很扯淡的问题，开始听的时候真的觉得是耍人玩的，但是仔细想想就发现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大学问罢了。看他们一脸好奇宝宝的样子，李寒洲也只好给他们解释说道，万有引力，万有引力。玄门门主听到这4个字，眼神中有迷惑。我们所在的世界有一种力量叫做引力，吸引着我们站在地面上，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会掉在地上而不是飘起来。李寒洲给众人解释着。不对啊！有弟子立刻提出异议，柳絮就会飘在空中，鸟儿也会飞在天空中，这种力自然是有强度的，鸟儿凭借翅膀抗衡着引力飞上天空，但是它若是不扇动翅膀，不就掉下来了？而且柳絮自身的重量很轻，是以靠风的力量飘起来的，并且柳絮最终的归宿依然是落到地面上，不是吗？李寒洲认真地给众人解释着。众人顿时哑口无言。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玄门门主此时激动得浑身颤抖。李寒舟刚想说这是一个叫做牛顿的人提出来的，但就怕说出来这玄门门主又会问自己牛顿是谁，麻烦死。于是李寒舟只能开口说道：有一天我在树下睡觉，一个榴莲掉到了我的脑袋上，于是我就思考出来了这个问题。好了，我可以走了吗？玄门门主听到这话，竟然直接激动地说道：仅仅是一个榴莲掉在头上，就能想出万有引力，阁下莫非是我玄门的天选之人？还请受老夫一拜。说完，玄门门主对着李寒舟抱拳一拜。其他的弟子看到玄门门主都拜了，也都赶紧跟着拜，还希望先生能加入我玄门，振兴玄门。玄门门主一脸恳求地说：李寒舟，我就是来溜达的，我加入你玄门是什么鬼？我没有兴趣，告辞。李寒舟转身就要走。老师！谁知道玄门门主大喊一声老师，然后就直接跪了下来，满脸激动地说道：你若是不答应，老夫就长跪不起，求先生留下。其他的弟子也都赶紧跪下来。我靠，多大的人了，还玩这一套？李寒舟有些无语，玄门门主这么大岁数了，竟然给自己跪下了，求自己当他的老师。李寒舟都没有想到出门溜达就遇到这么离谱的事情。正当李寒舟准备不理会这个老壁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时候，却是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声音：柳振南，你这是干什么呢？怎么还给一个小辈跪下了？顺着声音看去，发现此刻在书楼的门口站着同样是一名老者，只是这老者一身浩然正气，颇有一种大儒之风，鹤发童颜，给人一种非常牛逼的感觉，论逼格都比玄门门主要高上一个层次。真是可笑，我天玄书院的玄门门主竟然在这里给一个小辈下跪，若是传出去，岂不是丢我天玄书院的人？大儒不屑地说道。玄门还是和以前一样，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哈哈哈哈！大儒的身后跟着不少书生模样的弟子，此刻也都哈哈大笑起来。玄门门主老脸一红，于是站起身来，呵斥道：达者为先，这位先生的学问远在我之上，我跪下拜师有何不可？就他！一名书生弟子忍不住看了看李寒舟，只能说明你们玄门的学识太低了。那大儒摇摇头，污蔑恩师。柳振南怒道：胡东儒，你给我恩师道歉。李寒舟无语，自己什么时候成他的恩师了？不过看这个老学究一样的老东西，李寒舟也很是不爽。不瞧不起谁呢？你了不起，胡子白了不起，我给他道歉。胡东儒笑着摇摇头，不要胡闹了，言归正传，我带着弟子来是听说你们玄门研究出来了一种很容易风干的墨水，我们来要上一些，看看效果好不好。想屁吃！柳振南怒道：污蔑恩师，还想要我们玄门的墨水？滚回去吧，没有墨水给你们用。今天不给恩师道歉，以后我们玄门做出来什么东西都不给你们书门用。玄门门主怒道：你这老东西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胡东儒也生气了，你们玄门年年垫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若不是我们书门还愿意买你们点东西，你们玄门的弟子都要喝西北风去了。你还不知道感恩戴德，因为一个无知小辈就跟我翻脸。柳振南，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多了，想要挑事是吧？等等，李寒舟终于听不下去了，他这个当事人就在这里，什么都没说，怎么莫名其妙就被卷到里面去了？还有，你个老壁灯，你说谁是无知小辈呢？你说的无知小辈，不会说的就是我吧？李寒舟指了指自己。胡东儒身后的一名书生弟子笑了笑，然后说道：此人乃是我书门门主，他说你无知，你不用觉得难听，因为在他面前任何人都是无知的。放屁！柳振南走上前来，吹着胡子说道：我就看不惯你平日里装逼的样子，还说什么人在你面前都是无知的。那我问问你，你可知道为什么东西会掉在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去吗？这问题一出，胡东儒明显愣了一下，身后的弟子们也先是一愣，紧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傻了吧？东西当然会掉在地上，又没有翅膀，怎么可能会飞到天上去呢？哈哈哈，一群蠢货！玄门这边的弟子此刻也是骄傲地挺起胸脯说道：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你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就知道。你们只知道东西会掉在地上，你们也知道人不吃饭会饿死，但是你们完全不懂其中的原理，所以说你们才是蠢货。就是，玄门这边的弟子也不示弱，直接和书门的弟子吵了起来。你们放屁！书门的弟子不乐意了。你们知道这些玩意有什么用？科举的时候难道考这种东西吗？你们知道这些东西只会让你们越来越穷，屁用没有。你们还当个宝贝呢。就是我们书门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你们玄门敢比一比吗？你看看将来走出去天玄书院，到底是我们书门的弟子更受人尊敬，还是你们玄门的废物会更被人高看一眼？一名书门的书生冷嘲着说：你
玄门的弟子们都涨红了脸，因为书门弟子说的没错，他们书门的弟子的确是要比他们更被人高看一眼，但是他们追求的是这个世界的真谛，书门就很高人一等吗？此时此刻，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胡东如看了一眼李寒舟，目光之中寒光一闪，说道：看来这位小兄弟对我书门有些看不起啊。我没有看不起书门。李寒舟上前一步，淡淡的说道：我也没有觉得读书人不好，但只是觉得你们的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读书读的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圣人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大胆！胡东如震怒，我们书门弟子用不着你来评论，你算是什么东西？胸中无半点墨，只会和玄门这种下门中人鬼混，怎会理解书中奥义？就是给我们道歉，胆敢侮辱我们读书人，如今天玄书院怎么什么人都叫进来吗？门主，我觉得应该将此人赶出去。赶出去！书门弟子怒吼着。你们敢！柳振南护在了李寒舟的面前，老师才高八斗，岂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能比的？老师说的没错，你们的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柳振南老匹夫，此人侮辱我书门弟子，就算是你今天也护不住他，否则我就将他告到院长大人那里去。胡东如指着李寒舟说道：小贝，你现在道歉来得及，我为何要道歉？李寒舟依然硬气，这些书门中人真的是太过分了，他今天就还要出这个头了。柳振南如此护着他，让李寒舟也有点感动，感觉这老头平日里也没少被书门中人欺负，准备帮他们出口气。既然你说我胸无点墨，那我们就比一比，看看到底是谁胸无点墨。李寒舟盯着胡东如说着。哈！柳振南愣住了，他不禁回头看着李寒舟，小声说道：恩师，你要和他们比什么？你要和我们比什么？胡东如也脸色古怪地说道：若是比玄门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可不必，我们书门中人看不上那些东西，自然也没有任何的研究。呵！李寒舟冷笑道：和你们比玄门的知识，那算是欺负你们。既然你们书门中人都那么骄傲，觉得自己学富五车，那我们就比诗词。李寒舟的话一落，玄门这边倒吸一口凉气。李寒舟疯了不成？书门中人也是先愣了一下，紧接着发出了爆笑的声音。哈哈哈哈！要和他们书门中人比诗词歌赋，这简直太可笑了。敢吗？李寒舟平静地看着他们问。赢了如何？输了又如何？胡东如看了一眼李寒舟说：赢了，我给你们书门道歉，然后从此滚出天玄书院，此生都不再进来。若是你们书门输了，我要你们书门给玄门道歉，并且是当着四门的面。李寒舟冷声说道：好，这可是你说的，并非是我们书门逼你这么做的。一名书生走上前来，然后抱拳说道：门主，让弟子和他比试比试。胡东如点点头，这个弟子叫做钱万树，在作诗方面很有天分，也做出来过好几首非常不错的诗词。喂，我跟你比。钱万树走上来得意地说道：我也不欺负你，让你们玄门出题目，我们比作诗，你敢吗？来。李寒舟点点头，然后对柳振南说：你出题目吧。啊！柳振南的脸色不是很好看，他觉得李寒舟太冲动了，虽然说书门中人很讨厌，但是他们的确是有真才实学的，尤其是这个钱万树，在书门弟子中也是很有名望的，几首诗词流传很广，甚至不知道得到了多少女子的追捧。和钱万树比诗词，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柳振南只能希望李寒舟待会输的不是那么难看。如今大周处在战乱中，听闻前段时间和神阙还展开了一战，既然如此，就以战争为题做一首诗吧。柳振南只好出了一个。那我先来。钱万树上前一步，然后沉思了几秒，开口说道：烽火连天气，干戈动的惊，将军挥剑舞，壮士展豪情，热血沙场洒，忠魂史册明，胜利终可待，四海乐生平。钱万树的诗词一出，后面众多书门弟子都鼓起掌来。好。胡东如也是点点头。好一句将军挥剑舞，壮士展豪情，将战场上的将士们的风采给写了出来。多谢门主。钱万树笑着说道，然后目光看向李寒舟，说道：该你了，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可够。李寒舟也没想到这钱万树还真的挺厉害，刚说战争主题就写出来一首。论作诗，李寒舟觉得自己10个也比不上钱万树，但是自己虽然不会作诗，可自己会抄啊。前世的时候上学学了那么多首，随便找出来一首都是精品之作，想要赢还不是轻轻松松无需一炷香抄作诗而已，现在就可以了。李寒舟脸不红气不喘地说着。这么快？书门众人都一脸怀疑地看着李寒舟。钱万树能做出来，是因为钱万树可是他们书门的才子，李寒舟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来一首诗？好，你念出来我听听。
钱万树摇摇头，千万不要狗屁不通，那样不算诗。老师，柳振南等人也担心地看着李寒舟。那你且听好了。李寒舟清了清嗓子，然后踱步2步，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下，旋即开口说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听到前面2句，书门中弟子原本那等着看笑话的表情瞬间收敛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震惊。李寒舟真的会作诗，而且前面这2句很精品啊，就连胡东如都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而李寒舟紧接着又念出了后面的2句：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诗念完，现场一片寂静。李寒舟看着书门中人瞠目结舌的样子，心中不禁冷笑一声，比作诗，我杜大家一出手，还不捏死你们这群小趴菜。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胡东如神色有些失神，喃喃地说着。众人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战争的一幕，百姓们流离失所，将士们战死沙场，想要写一封家书回去都是一种奢望。战争给百姓们带来的是绝望，不管是从哪方面看，都要比钱万树做的那首诗要好上不知道多少倍，绝对的精品啊！不可能，我怎么会输？钱万树都不用等别人评判，他自己都知道自己输了。李寒舟的这首诗，就连他都觉得比自己的好上不知道多少倍。然而越是这样，他才越是绝望。自己竟然输了，是我们书门，胡东如也没有办法。此刻他也只好认输。但是还没等胡东如说完，一名弟子走上来说道：我不服，我还要再比一场。周师兄，看到来人，钱万树有些羞愧。你们已经输了，我为何要和你们比？李寒舟摇摇头，我可以下赌注。周奇洛从怀里拿出来一块泛着七彩光芒的石头，说道：我可以用这块灵晶和你赌。其他人都有些惊讶地看着周奇洛，这是连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灵晶，李寒舟眼睛一亮，虽然他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但是李寒舟却能感觉到这灵晶中蕴含着很强的灵力，若是自己能吸收的话，对自己的修为有很大的帮助。好，若是你输了，灵晶给我，然后你们书门当着4门的面道歉。李寒舟说。若是你输了，滚出天玄书院。周奇洛盯着李寒舟说。胡东如看了看周奇洛，想说什么，但是又没说出口。周奇洛的学问在钱万树之上，并且在书门弟子中论作词，周奇洛可当第一，有他出马肯定没问题。胡东如也希望周奇洛能赢，否则输了东西是小，让他们和学门道歉，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那我们比作词。周奇洛率先说道。既然刚刚是以战争为题，那我们还延续这个，以将军为题，做一首词，你可敢？随便。李寒舟此刻无所谓，他的目光全都放在那颗灵晶上面。周师兄加油，让他知道知道我们书门的厉害。其他的弟子们也都紧张起来。周奇洛耍了个聪明，他最近碰巧有一首写将军的词，写得还不错，所以才选了这么个题目。着实是李寒舟刚刚的那首诗，让周奇洛也不敢太小看李寒舟。塞外边关冷月，帐中灯火阑珊，铁马金戈声震地，剑指苍穹意气寒。将军百战间，热血满腔未冷，忠魂一片如丹。壮志凌云平敌寇，何惧沙场万死还。英名千古传。好，词念完，后面的弟子们都惊呼起来，他们觉得这把稳了。就连胡东如也是笑着点了点头，他觉得周奇洛的这首词很不错。玄门这边的弟子们脸色都不太好看，尽管他们的学问不高，但也都觉得周奇洛的这首词很棒，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目光都落到李寒舟的身上，而李寒舟这个时候目光还看着周奇洛手中的灵晶呢。他在琢磨，待会一定要问问这灵晶是从哪弄来的。到你了。周奇洛看着李寒舟说。啊，你念完了啊？李寒舟回过神，你压根没听。周奇洛火了，他感觉李寒舟简直是在侮辱自己。好了好了，到我了。李寒舟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口说道：醉里挑灯看见，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李寒舟的这首破阵子一出，直接震惊四座。胡东如此刻瞪大眼睛望着李寒舟，连嘴唇都在发抖。这是什么人才？仅仅是沉思那么几秒钟，开口就是一个绝妙无双的词。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自己咀嚼着这句话，胡东如仿佛看到了一个不得志的将军。这一首词将一个将军的一生给完整的描绘了出来，让人唏嘘不已。哪怕胡东如想要偏袒自己的弟子，但是面对这么一首词，他都说不出自己弟子赢了的话，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怎么样？李寒舟看着周奇洛。
周奇洛已经面如死灰，他默默地走上来，犹豫片刻，对着李寒洲恭敬一拜，然后将灵晶双手奉上。其他人也都默不作声，连同胡东如在内都后退一步，恭敬地对着李寒洲一拜。这倒是给李寒洲弄得一愣，这么正式。这位先生说得对，我们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今日见先生，才知天地广阔。先生的一首诗一首词，让我受益匪浅。钱万树恭敬地说：愿赌服输，我们回去就准备，给学门道歉。书门众人走了，李寒洲看着他们沮丧的样子，也没好意思问这灵晶的来历了。多谢恩师。等众人走后，柳振南激动万分，又带着众弟子对着李寒洲一拜。今天他们可算是扬眉吐气了。平日里书门中的这些人，一个个把鼻子都放到脑门上去了，高傲得很，谁都看不起。结果今天竟然被李寒洲狠狠教训了一顿，并且还要当着四门的面给学门道歉，听得都爽啊！若不是李寒洲，他们这辈子哪里能听到书门的道歉？李寒洲也懒得纠正他恩师不恩师的了，他拿起手中的灵晶给柳振南说道：这玩意是从哪来的？是说灵晶？柳振南问。对啊，我感觉这里面蕴含着充沛的灵力，这东西是从哪弄来的？李寒洲问。灵晶是自然形成的，柳振南说道。天古城是整个天玄界唯一被灵气笼罩的地方，久而久之，在天古城的一些角落里，就很有可能诞生一些灵晶，乃是天地结晶而成。灵晶中的灵力可以被武者转化成真气吸收，对于修炼是有好处的。只是这东西非常的稀少，价格卖得非常贵，也没有什么人用这个东西修炼。不过也有人会买来备用着，一旦进入真气枯竭的时候，灵晶也是个保命的东西。原来如此，那这东西哪里有卖的？李寒洲又问。这东西卖的不多，就算是天古城的商会中，也就只能买到1-2块。恩师可以等过段时间天古城的拍卖会，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拿出来拍卖的。柳振南认真思索着说。哦，多谢了，我先回去了。李寒洲转身要走。恩师，那书门会给我们学门道歉，恩师不来看看吗？柳振南连忙问。没兴趣，你们去就行了。李寒洲无奈道。不要叫我恩师了，我真的不适合当你们老师。那学生有不懂的问题上门请教，还希望到时候恩师能帮助学生解惑。柳振南又是一拜。李寒洲真的是被这老头搞怕了，挥挥手就走了。怎么都没有想到，就是出来溜达一圈，就搞出这么多事情来。李寒洲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李长寿和石命还没有回来，两人也不知道去哪里溜达了。李寒洲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开始运转自己的北地诀，然后尝试从灵晶之中汲取里面的灵力来帮助自己修炼。仅仅是片刻之后，李寒洲就发现自己的功法和灵晶之中的灵力产生了反应。别看灵晶很小，但这是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灵力的结晶，里面蕴含的灵力是不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浩瀚。李寒洲毫不客气地将所有的灵气全部吸收，那七彩灵晶漂浮在李寒洲的面前。随着李寒洲的吸收变得越来越小，同时李寒洲体内的灵力也可是飙升。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寒洲感觉身体之中的桎梏一下子就被冲破，自身的灵力再度提升了一个等级，从炼气3重提升到了炼气4重。尽管只是1重的提升，但是对于李寒洲来说却是巨大的进步，体内的灵力更为浩瀚，更为精纯，就连运转功法武学都变得顺畅了许多。这让李寒洲心中一喜，若是有足够的灵晶的话，自己修炼到筑基也是有希望的呀。但是这灵晶的数量稀少，想要弄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能去拍卖会上碰碰运气了。李寒洲刚刚睁开眼睛，就看到李长寿坐在自己对面。恭喜师弟，修为又进一步。李长寿惊喜地看着李寒洲说道。师弟，这天地灵力枯竭，你是怎么修炼出灵力的？我也不知道，自然而然的就能修炼了。李寒洲是真的不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就能修炼灵力，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李长寿沉思道。那看来应该是祖师爷显灵了。我修炼了多久？李寒洲看着外面的夕阳，看来时间已经很晚了。3天了。李长寿伸出3根手指。这么久？李寒洲有些惊讶，自己感觉时间只是过去了一会才是啊，怎么就3天过去了？难怪小说里面那些修仙的人动不动就弹指一挥间几百年过去了，看来是真的啊。师弟啊，我越来越看不透你了。李长寿凑上来，凑到李寒洲的面前，两人脸对脸，几乎都要凑到一起了。没等李寒洲说话，李长寿就说道：天玄书院4门之首的书门竟然当着4门的面给玄门道歉，并且还说是你用一首诗一首词教会了他们做人。还有玄门的门主柳振南更是夸张，当着所有人的面认你为老师，如今在天玄书院中你的名号可是非常响亮啊。这2天上门拜访你的人可是多如牛毛，有上门要师的，有想问你有没有道侣的，还有那柳振南来了好几次，说要请教你的问题，但是因为你在闭关修炼，都被我挡回去了。李长寿笑眯眯地说道。我的师弟啊，你还有什么本事，
是师兄我不知道的。以前那个只会吃喝玩乐的李寒舟，真的是李寒舟吗？你隐藏这么多年，到底意欲何求？意欲何求个鬼啊！李寒舟心中默默吐槽，以前那个李寒舟本就是个废柴好吧？是本公子优秀。师兄，你说话就说话，用不着贴这么近，这待会要是让别人看见，还以为咱俩……刚说到这里，就听到啪叽一声，两人扭头看去，发现是小石命站在门口，手里2个热乎乎的饼子已经掉在了地上。看两人望过来，石命一脸的紧张，然后转身就跑了出去。师父，师叔，我什么都没看见。李长寿一愣，这才发现自己现在这个姿势和李寒舟看起来有点暧昧。石命，你听为师给你解释。李长寿赶紧追了出去。李寒舟无奈地摇摇头，自己这个师兄真的是不靠谱，看来还是要想办法给他变回男的才行。而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恩师，学生柳振南来访。这老登怎么又来了？李寒舟有些头疼，现在毕竟是在天玄学府住着呢，人家来了闭门不见也不好，于是就给柳振南叫了进来，拜见恩师。柳振南进门先给李寒舟行了大礼。哎，快起来吧。李寒舟对收这么大岁数的学生可不感兴趣。恩师，学生来讨教一些学问，不知道恩师现在是否方便？柳振南一脸期待地望向李寒舟。哎，问吧。李寒舟说道。听到李寒舟同意了，柳振南一脸的惊喜，简直像是个小孩子一样，于是赶紧凑上来，将自己不解的问题都对着李寒舟问了一遍。李寒舟听着这些问题都不难，大多都是初中生水平，其中有数学，有物理，有化学，甚至有生物方面，于是李寒舟给一一解答。柳振南听得浑身颤抖，这些在他看来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题，对于李寒舟来说，竟然如同吃饭喝水一样的简单。恩师真乃大才。柳振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李寒舟心中轻哼一声，也就是你问的问题简单，但凡你涉及到大学的知识，我可能就不会了。我问你点事。李寒舟对柳振南说。恩师请讲。你坐下来。看这么大个老头子在自己面前站着，李寒舟不舒服。谢恩师。柳振南找个椅子坐下来，然后认真地听李寒舟说。你对天玄境的有多少了解？李寒舟准备多了解一些天玄境地，毕竟里面似乎是很危险。柳振南意外地看了一眼李寒舟。老师准备进入天玄境地。我要取不老拳。李寒舟没有隐瞒。啊！柳振南打量了一下李寒舟。恩师，天玄境地之所以被称之为境地，是因为里面极其危险。恩师的修为我看不透，但是学生还是劝你不要进去。你说说，天玄境地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无从考究了。但是每一个进入天玄境地的人出来以后，对天玄境地的描述都是不一样的。不过他们的描述中都有一个共同点。柳振南认真地说道。在天玄境的寻找不老泉，只可以在白天找，千万不要等到天黑，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出来，否则天黑之后，天玄境地的怪物就会出现。怪物？李寒舟饶有兴趣。什么怪物？不知道。柳振南摇摇头。待到天黑，还能从里面出来的人很少，他们的描述也都各不相同。我天玄书院午门曾出现一人，名叫滕林，修炼枪术，天下无双，最终更是踏入枪仙之列。后来他去了天玄境地，最终再也没有出来。柳振南轻叹道。一代枪仙陨落在了里边，连枪仙都陨落了。李寒舟内心一震，枪仙是什么实力？他不认识滕林，但是他和苏念一交过手，苏念一是剑仙，实力应该都差不多，都是达到仙域的强者。这样的人实力超绝，就算是打不过，跑也很容易跑出来的，结果竟然死在了天玄境地中。李寒舟也问过李长寿天玄境地的情况，但是李长寿压根也没说出来个4、5、6的。他被古传送阵传送进入天玄境地的时候，就已经天黑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李寒舟重视起来，他觉得之前自己想的有点想当然了，觉得天玄境的没什么可怕的。现在看来，被称之为境地，的确有它独到之处，但是里边有不老泉，有转生盘，还有死葬风水穴，这一趟自己是必须要走不可。大不了等到天黑之前，自己办完事就出来。至于说不老泉，柳振南继续说道。不老泉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是每一个进入天玄境地的人都能找到不老泉的，是要看机缘的。又和柳振南交谈了一会，李寒舟对天玄境地也算是有了充足的了解。柳振南走了之后，石命也被李长寿给带了回来。李寒舟看了看石命，问道：最近几日有没有好好修炼我教你的拳法？有。石命点头，然后说道：师叔，我昨天去了午门，听到午门中人都在议论你。午门众人议论我？李寒舟一愣，我也不认识午门的人啊，他们议论我干什么？他们说进天玄书院的时候，师叔你是准备找人打架的，但是副院长给你免了，让你直接进来了，
据说历史上也只有2个人有过这样的待遇，都在猜测，其实你可能是大高手，还希望你有空可以去午门做客。石命认真地说。午门吗？李寒舟倒是来了兴趣。天玄书院的午门可是强者的摇篮，就说从天玄书院午门走出去的仙域强者就有1手指数，这样的地方的确值得去逛逛。于是李寒舟也没有等明天，直接就离开了住所，前往午门。午门在4门之中算是地方最大的，天地间都充斥着一股战意。李寒舟刚刚进入午门中，就能感觉到无数的气息落到自己的身上，仿佛都在探查着自己。但是李寒舟也没有介意，他们喜欢看就看。同时李寒舟的神魂也是感觉到午门的强大，有不知道多少高手坐镇，甚至李寒舟还感应到有一位仙域强者在午门之中，论气息甚至和苏念一都有一比。但是李寒舟没有兴趣和他们打招呼，来的路上李寒舟就想要完善北地诀，将北地诀改良到能支撑道门武学的施展才行，所以就需要大量的武学经验。而这午门正好是这样的地方。在午门的藏书楼中，李寒舟看到了众多强者留下来的武学心得，这对李寒舟来说是目前最缺的东西。所以接下来的7天，李寒舟几乎都没有离开藏书楼，几乎将藏书楼里的武学心得都给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消化。这里面的知识让李寒舟受益匪浅。同时李寒舟根据这些心得也发现了北地诀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功法的运转路线并不适合武道修行者，想要让北地诀强大起来，就要研究出一种新的运功路线来。而这些天的研究让李寒舟已经有了想法。请问是李寒舟大家吗？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来。大家。李寒舟对于自己现在有什么新外号都已经习惯了，就算是哪天有人出来管他叫陛下，他都不会惊讶。回头看去，发现竟然是一名少女，甜甜的正看着自己，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息，2个小酒窝非常的可爱。要签名吗？李寒舟问。因为最近已经遇到不少弟子上来要诗要签名的了，没想到异界竟然也有追星的，而且自己竟然还成了天玄书院的顶流。不是，是副院长有请。少女对李寒舟说道。希望李大家跟我去见副院长。副院长找我？李寒舟有些诧异，副院长找自己干什么？好像不认识他啊。但是既然是天玄书院的副院长，那自己肯定是要去的。带路吧。李寒舟将自己手中的书放回到书架上，跟着少女走着，一路上少女也没有说话，只是蹦蹦哒哒的走着。只是明明走在一条小路上，结果眼前仿佛有一片看不到的结界，只见空间一阵波纹，眼前的景色完全变了，变成了一片湖泊，远处群山缭绕，天空上还传来仙鹤的鸣叫。在那湖泊的旁边，有一名老者正戴着斗笠，在那湖边钓鱼。李寒舟此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无比的惬意和自然。仅仅是看着老爷子在那钓鱼，都让李寒舟觉得非常的舒服，让李寒舟有一种不想离开这里的感觉，甚至想天长地久的看下去。仅仅是气场就影响到了我。李寒舟的神魂强大，自然没有沉沦，同时也意识到这个副院长的实力强大。只见这个时候，那少女竟然腾空而起，在半空中直接变成一只蓝色的小鸟，扑扇着翅膀飞向那老者，落到他的斗笠上。李寒舟有些吃惊，他没想到这个少女竟然不是人类，而是一只妖族。过来坐吧。副院长开口说着。李寒舟走过去，坐到了副院长的身边，望着前面的湖泊，静谧得很。这里的天地让人沉沦，李寒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可是如果将来找个地方隐居的话，李寒舟觉得这里不错。副院长找我何事？李寒舟开口问道。其实并不是我找你，而是我的一位故人找你。副院长看着自己的鱼竿说道。得知你来天玄书院了，他传音给我，希望你能去见他，让我送你过去。你的故人？李寒舟皱眉。我不认识吧？你不认识他，但是他或许认识你。副院长说道。他在天玄禁地等你，他说他有东西要交给你。那您的这位故人在哪里？李寒舟虽然觉得奇怪，但是对方要给自己东西，那就得去看看了，万一是什么宝贝呢？在天玄禁地。副院长看了李寒舟一眼。我知道你本来就是奔着天玄禁地来的，不用你去买资格了，我明天送你进去，今天你好好准备一下。听到这话，李寒舟眼睛一亮。省钱了，能省下好几百万两银子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你去，但是你要记得，天玄禁地中有很多禁忌，不要去触碰，否则就算你一身灵力也要陨落在那里。副院长淡淡的说着。李寒舟瞳孔一缩，副院长竟然能看出来自己修炼灵力。明日午时再来找我，我送你去天玄禁地，你先回去吧。副院长说完，大手一挥，李寒舟只感觉周身的空间瞬间有所波动，下一秒自己竟然出现在了午门之外。好厉害的手段！李寒舟有些震惊，天玄书院的副院长到底是什么修为，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将自己转移出来。
就连这般的人物都觉得天玄境的很危险，那看来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准备才行。至于要准备什么，从柳振南他们交流中，李寒舟多少有点想法的。什么？明天就要去天玄境地？李长寿得知李寒舟明天就要去天玄境地，一脸的不可置信。放心吧，我有准备。李寒舟让李长寿不用担心。我怎么能放心？那地方危险至极。李长寿一脸愁容，对于天玄境地，他是恐惧的。他超脱境接近通玄境的修为，在面对天玄境地的时候，竟然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未知的可怕才是最可怕的。我会活着出来的。李寒舟笑道。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做啥准备了？李长寿一愣。我今天出去买东西了呀。买的啥？顶级灵宝还是神兵利器？李长寿问。李寒舟被李长寿给弄笑了，然后说道：师兄放心吧，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只是有些事情我自己也想搞清楚，我是答应过老头子的。看着李寒舟认真的样子，李长寿也是轻叹一声，他知道劝阻不了李寒舟了。师兄没用，在这种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李长寿的情绪有些低落，师兄你别这么说。李寒舟拍了拍李长寿的肩膀，前面几十年都是师兄你罩着我，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也是师兄给我平息，平日宗门之中也是师兄容忍着我的胡闹，养活着我这个蛀虫，这些我都记在心里呢。从今以后长生关有我。李寒舟认真的说。寒舟，李长寿此时眼圈甚至有些红了。以前一直都因为李寒舟不争气，李长寿觉得很累，要不是师父临终之前要自己好好照顾师弟，可能李长寿也坚持不了那么多年。如今李寒舟终于长大了，只见李长寿伸出手将自己外面的衣服给脱了下去。李寒舟一愣，师兄你做什么？师弟啊，师兄没本事也帮不上你什么，你去天玄境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来，师兄就这点能耐了，在你临走之前，师兄给你留个后吧。来吧，不要把我当你的师兄。李长寿含情脉脉地说。滚！李寒舟抬起手就给李长寿扔出了院子。翌日清晨，李寒舟离开小院，直接去找副院长，从副院长这里才能进入天玄境地。还是昨天那个地方，还是昨天的那个小女孩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小女孩带领着李寒舟再次来到了那个湖边，只是这一次副院长并没有在湖边钓鱼了，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似乎就在等待着李寒舟到来。副院长，李寒舟走上来，准备好了吗？副院长回头看着李寒舟问道。差不多了，能否出来看命运吧。李寒舟咧嘴一笑。副院长点点头，然后提醒说道，还是要提醒你，里面有很多禁忌不要触碰，天若是黑下来了就不要到处乱走，若是找到了不老泉就尽快出来，想要见你的那个人在里面，他会找到你，你不用刻意去寻找他。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希望你能平安出来吧。李寒舟的脸色也是凝重下来。明白。副院长看着面前平静的湖泊，手指一点，刹那间仿佛是镜子破碎的声音传来，从湖面的四面八方竟然涌现出大量的灵力。这种浩瀚的灵力犹如海洋一般，让李寒舟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在这里竟然能有如此强大的灵力。李寒舟扫了一眼，顿时震惊不已。硕大的湖面上竟然飞起无数的灵晶，这么多灵晶。看到这些灵晶，李寒舟眼睛都直了。这么多灵晶，若是都能让自己吸收了，自己怕是都能分分钟达到筑基的境界。扫上眼，这里的灵晶怕是有上千颗，不愧是天玄学院，底蕴果然无比丰厚。但是这还没完，此刻那众多的灵力汇聚到湖面上空，竟然形成了8个字：道家八字真言。李寒舟看到这8个字凝重起来，整个湖面竟然被道门八字真言给封印起来了。看来这湖面应该就是天玄境地的入口了。这道门八字真言乃是曾经道门中的一位高手留下来的，留下这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天玄境地。副院长这个时候说道，天玄境地若是不镇压，必定会惹出来大麻烦。道门八字真言的确是很强大的封印力量，没想到竟然有道门高手能将这八字真言运用得如此好。李寒舟本就是道门中人，他刚刚在八字真言出现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八字真言中蕴含的力量虽然已经损耗的差不多了，可是里面的道法却是十分精纯，甚至比起他来布置的都要好。副院长摇摇头，只可惜太久了，这八字真言早就已经不是曾经的八字真言了，已经是后来加固过的了。曾经这八字真言的能量损耗殆尽，差点惹出乱子，幸好那人留了后手。后手？李寒舟看着八字真言，自然明白，这东西能镇压这里几百年已经不错了，再久的话就够呛了。若是没有及时修补的话，八字真言一破，天玄境的大开，虽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是肯定是要惹出乱子来的。正说着，此刻湖面竟然瞬间一分为二，紧接着一种远古的气息传来。李寒舟定睛望去，发现从那湖底竟然飞上来一个东西，那东西乃是七彩琉璃色，
西瓜大小，仅仅是漂浮在半空中，却让李寒洲感受到了一种窒息感，仿佛一切都被这东西给影响了一样，甚至就连自己体内的灵力运转起来都犹如陷入泥沼。先天灵宝震天锁，李寒洲看着那七彩琉璃色的锁头说道。这还是李寒洲第一次看到先天灵宝，先天灵宝的威压的确不是后天灵宝能比的。震天锁号称能锁天地万物，没想到这东西竟然在这里镇压天旋境地。李寒洲忍不住说道，这就是那人留下来的后手。他知道自己的八字真言无法永恒的坚持下去，于是就寻来了震天锁，锁住这天旋境地的入口。副院长淡淡的说着，然后只见他手掌一抬，竟是抱拳对着天地说道，请夫子借密天月一用。密天月。还没等李寒洲回过神来，此时那天空竟然瞬间崩裂，一把漆黑如墨的钥匙从虚空之中飞来，直接飞到了震天锁的旁边。漆黑的密天月散发出的光芒将震天锁给包裹进去，紧接着就听到咔嚓一声，李寒洲顿时感觉周围的时空流速都恢复了原样，体内的灵力运转也恢复了正常。下一刻，那密天月再度飞入虚空中，消失不见，同时那碎裂的天空也慢慢的愈合了。夫子，李寒洲听说过这个名字，夫子是天玄书院的院长，同时传闻夫子活了很多年，具体现在夫子到底多少岁，谁都说不清楚。以八字真言镇压，更是用震天锁来当后手，我道门中竟然有如此高手，李寒洲的内心中也很是敬佩。自然，副院长平静地说道，此人也是你长生关中人，名叫李清风，曾经的道门第一高手。老道士，李寒洲瞳孔一缩，这一切都是老道士的手笔，进去吧。此刻副院长对着李寒洲说道，万事小心。李寒洲看着湖面，从那湖面之下竟然出现了一条青铜古路，青铜古路渗透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古老，而青铜古路的另外一头延伸到了黑暗之中，饶是李寒洲如此的实力，也看不透那黑暗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多谢。李寒洲深吸一口气，然后便是踏上那青铜古路。只是踏上青铜古路的那一刻，李寒洲发现四周竟然变得一片虚无，自己仿佛进入到了另外一片世界。李寒洲回头看去，却是发现已经看不到天玄书院了，自己的身后也是一望无际的黑暗，身后的青铜古路也已经消失，自己除了往前走，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李寒洲一步步踏出，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那黑暗中，那黑暗仿佛没有尽头，李寒洲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就当李寒洲感觉到一丝疲惫的时候，眼前终于出现了一道亮光。当李寒洲感受到那光芒的时候，同时更是感受到了一缕清风吹来，紧接着李寒洲就诧异地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脱离了那个黑暗的青铜古路，而此刻自己则是在一片荒野上，一眼望向四周，四面八方都是荒野，什么都没有，唯有脚下有一条土路，延伸到远处，不知道通往何处。好诡异的地方。李寒洲四周看看，什么都没有，这天地间的灵力倒是正常。看了看天气，黑云压境。李寒洲想要推算一下不老泉的位置，但是推演之后，李寒洲只能推演出来不老泉就在前方，具体有多远倒是算不到。反正已经进来了，李寒洲决定继续前进，看看这天玄境的到底是怎么个事。李寒洲走了半个时辰，四周渐渐地出现了一些山脉和古树，这里的古树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就连树叶都是罕见的黑白色。正当李寒洲准备摘下来一片叶子看看的时候，突然间从身后传来了铃铛的声音。李寒洲回头看去，不禁瞳孔一缩，在李寒洲的视野中竟然出现了一辆驴车，在那驴车上竟然有一个光头老者正在赶车。李寒洲的内心十分震惊，这里是天玄境地，竟然有人存在。从这老头的身上，李寒洲没有感觉到真气波动，竟然是个普通人。小伙子，赶车老者来到李寒洲的旁边，脸上露出了一个比较不自然的笑容。天要黑了，不要在外面闲逛了，你若是这么慢慢的走，天黑之前怕是到不了清风镇的，要不要我捎你一段？那感情好。李寒洲笑着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叔，上来吧。光头老者点点头，让李寒洲坐在了驴车的后面。铃铛响起，李寒洲坐着驴车往前继续走。一路上，李寒洲和老者想要打探情况，但是老者的话很少，对于李寒洲问的这些问题几乎都不怎么回答，让李寒洲感觉有点无趣。快到了。这个时候，光头老者说了一句。李寒洲往前看去，发现前面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镇子，清风镇。李寒洲念着镇子入口上的大牌子，李寒洲跟着老者进了镇子。这镇子感觉非常的古老，街道上也看不到几个人，即便是看到有人，他们也在忙着不知道什么事情，动作很是僵硬，非常的不自然，到处都透露着诡异。小伙子，天就要黑了，不要待在外面，你找个地方投宿去吧。光头老者瞥了李寒洲一眼说道。
大叔，那你家里……李寒洲想说去老者家里投诉，但是话还没有说完，老者就直接开口说道：“我家里小，住不下。”说完就要驾车离开了，弄得李寒洲有点尴尬。去周家吧，他们家大。临走的时候，老者对李寒洲说：“周家。”李寒洲在镇子里走了好一会，才终于看到有一所大宅院，上面写着2个大字：“周府。”此刻周府大门紧闭，四周鸦雀无声，仿佛这里没有任何人在。同时李寒洲看到周府的门前竟然挂着白色的灯笼，死人了。李寒洲有些纳闷，但还是上前敲了敲门：“有人吗？”半晌后，周府的大门缓缓打开，从里面露出一张苍白的脸，也是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的目光盯着李寒洲看，那种眼神简直能看得人发毛。“你找谁？”声音非常的难听，就好像是用手指甲抓黑板一样，从喉咙中硬挤出来的声音，听得李寒洲不禁皱眉。“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要借宿一宿，可否？”李寒洲客气地问。“进来吧。”那老人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然后对李寒洲招了招手。“多谢。”李寒洲走了进去。“让他带你去客房。”那老人招了招手。这个时候，从不远处走过来一名身穿布衣的老婆婆，怀中还抱着一只猫。她那一双眼睛在李寒洲看来似乎和猫的眼睛很像。“客人，这边请。”老婆婆对着李寒洲说着。“喵！”黑猫也是叫了一声。然而当李寒洲看向那黑猫的时候，却是发现那黑猫竟然有一双人的眼睛，看起来十分诡异。李寒洲装作没看见，他在路上打量着周府。周府很大，可以说是很富贵，但是李寒洲同时也在看着周府的风水。李寒洲发现周府的风水非常好，然而这种好并非是针对活人。作为死人的墓葬来说，这里的风水的确是好极了。聚阴之地，府上悬挂着白色的灯笼，让人觉得很瘆人。到了。老婆婆回头看着李寒洲说道：“客人，你住这里，我要叮嘱客人2句，天黑之后不要出来，晚上不太平。”“多谢。”李寒洲点点头。那老婆婆抱着黑猫走了，只是李寒洲看到那黑猫却是用一种怪异的眼神一直在回头看自己，真是一只怪猫。李寒洲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间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很是简单。李寒洲躺在床上，慢慢的闭上眼睛，思索着天旋境地的事情。从进来到现在，都觉得到处透露着诡异。目前还没有找到不老泉，那个找自己的人又不知道是谁。眼看着天要黑了，李寒洲决定还是修炼一会，养精蓄锐。北地诀开始运转，修炼到第4重之后，李寒洲的灵力运转速度越来越快了，同时隐隐约约有一种沟通天地的感觉。运转北地诀的同时，李寒洲也利用最近看来的经验，尝试北地诀的新的运转路线。就这样，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突然间一阵唱戏的声音传入了李寒洲的耳中。李寒洲从修炼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窗外，发现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了。看时间是快到子时了，李寒洲心中估算了一下，谁在唱戏？李寒洲发现唱戏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只是那唱戏的声音听起来多少有些瘆得慌，声音之中竟然夹杂着一种凄惨的感觉。而李寒洲奔着窗外看去，发现州府之中竟然冒着红色的光芒，门前竟然悬挂着大红灯笼，好似有人嫁娶。李寒洲还记得来的时候府中挂着的都是白色的灯笼，现在却都变成了红色的，这府上真的有古怪。李寒洲本想转身回去休息的，然而就在李寒洲转过身的那一刹那，在李寒洲的窗外突然传来了砰砰砰的声音。李寒洲回头一看，发现竟然是一个皮球，那皮球在地面上弹了弹，然后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动了。李寒洲看了看窗外，院子里并没有人，那皮球就那么在地面上平静地待着，惨淡的月光照下来，气氛有些诡异。咻！李寒洲手掌一出，那皮球就这么飞到了李寒洲的手里。仔细看了看，发现这皮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叔叔，你看到我的皮球了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平静的声音传来。李寒洲抬头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窗外的院子里居然站着一个小女孩。月光的照耀下，那小女孩一身淡红色的衣服，就那么静直地站在那，长长的两个小辫子，但是因为背对着月光，完全看不清脸。声音是孩童的声音，但是那种口吻却蕴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李寒洲仿佛看到那小女孩看不清的面容的脸上露着邪恶的表情。在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李寒洲印证了心中的猜测，这天旋境地闹鬼。李寒洲可是道士，对这东西很是敏感，看来这里白天和晚上完全不一样，到了晚上这些鬼就开始行动了。之前进来这里的人肯定都是死在了他们手中。在外面的世界似乎有什么规则限制，外面虽然同样有鬼，但是人鬼殊途，很少有相互触碰的时候，但是在这天旋境地里似乎没有这样的限制。这天旋境地
与其说是禁地，倒不如说是一片鬼域，所以才被告诫晚上不要出来乱走。一般人没有对付厉鬼经验的，遇到这样的事情，怕是实力再强也没用，因为鬼杀人的方式多种多样，防不胜防，哪怕是实力强大之人，也很容易中招。叔叔，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皮球呀？小女孩的声音再度传来，她已经用这种方式杀死过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是将皮球给自己送过来，在他们出门的瞬间，小女孩就将他们的脖子给咬断。有那种不出门的也没有关系，只要将皮球送到他的手上，送球的人就会进入到自己设置的幻境中。有些人不知不觉中就在幻境里给自己杀死，死状很惨。正当他猜测李寒洲是哪一种人的时候，李寒洲却是将手中的皮球往身后一葬，然后说道：对不起啊，没看见，你去别处找找看吧。说完，李寒洲直接将窗户给关上了。小女孩站在窗外，顿时有点懵逼，怎么不按套路来？我都看见球在你手上了，你说没看见？正当小女孩懵逼的时候，小女孩听到里面传来李寒洲自己嘟囔的声音：这球质量还不错，拿回家给小千竹玩。我尼玛！小女孩都要气炸了，鬼的东西你都骗！我虽然不是人，但你也是真的狗啊！还我球！还我球！小女孩的声音不断的飘荡着，她死死地盯着李寒洲的窗户，有规则限制，她是不能进入房间中的。但是这小球跟了她好几十年了，就这么被李寒洲这条狗给坑去，她很不甘心。但是不管她在外边怎么喊，李寒洲就跟没听见一样。还我球！还我球！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有本事抢我球，你有本事开门啊！开门呐，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而李寒洲这个时候在房间中压根都没有理会外边的这个小女孩，反而是拿出符纸和朱砂画了一些符篆。李寒洲感觉这天玄境地的背后肯定是有人操控，才弄得这里鬼怪横生。李寒洲倒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这里搞鬼。另外，李寒洲也有预感，不老泉今晚很有可能会出现。半个时辰之后，李寒洲已经画好了一些符纸。开门呐！外边的小女孩嗓子都已经哑了，但是李寒洲完全没有开门的意思。正当他感觉到绝望的时候，门突然开了，李寒洲从屋内走了出来。好啊，你终于出来了！小女孩咧嘴一笑，直奔着李寒洲扑上去。她对李寒洲无比痛恨，恨不得现在就将李寒洲的脖子给扭断。定！李寒洲二话没说，一张定身符直接贴上去。那小女孩还没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她就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了。她内心大惊，怎么回事？这个人做了什么？自己怎么动不了了？以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要球吗？哎，就不给你。李寒洲拿着球在小女孩的面前晃了晃，然后就出门去了。小女孩原本惨白的脸竟然气得有些发青。妈的，这个人类好贱啊！放开我，看我不咬死你！但是李寒洲完全就懒得搭理这小鬼。李寒洲有预感，自己今晚在这州府中肯定会有收获。白天的州府就静悄悄的，晚上更是增添了一抹冷色。绕过偏院，李寒洲还没等走上几步，就看到前面有一个熟悉的人影。哟，婆婆，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李寒洲上前打着招呼说。当那老婆婆回头看到是李寒洲的时候，她的目光中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似乎对于在这里看到李寒洲比较吃惊。这位小伙子，你看到我的猫了吗？老婆婆缓缓地走上来，她的动作僵硬无比，看上去那般的不协调。怎么，你们府上的人怎么都这么爱丢东西呢？刚才看到个小女孩在找球呢，您这猫又不见了。李寒洲无语道。我一来你们就丢东西，弄得好像是我偷的似的。你看到我的猫了吗？他缓缓抬起头，那一双眼睛已经猩红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寒洲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视着自己。下一秒，一团黑影就从暗中扑向李寒洲。不是那黑猫还能是什么？但是李寒洲早就有所感应，袖袍之中一道五雷符早已准备好。就在这黑猫即将扑到李寒洲身上的时候，天空之上一道雷霆轰然落下，直接轰中了那只黑猫。喵！黑猫惨叫一声，然后掉在了地上，不知生死。那老婆婆当场目瞪口呆，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打雷了？没看见你家猫？李寒洲摇摇头。我的猫。老婆婆绕开李寒洲，看着躺在地上已经没了气息的猫，她猩红的眼睛变得更红了。她死死地盯着李寒洲说道：是你弄死了我的猫？老太太，不带这么讹人的，我可什么都没干。李寒洲连忙说道。就是你。老婆婆的声音变得凄厉无比。你还我的猫，我要你偿命。一只猫就让我偿命。再说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是你的猫？李寒洲撇撇嘴。白天我来的时候我看过你的猫，你的猫哪有这么虎？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老婆婆的眼睛越来越红，锋利的牙齿露出来，仿佛下一秒就要将李寒洲给生吞。喊你大爷呢！
李寒洲皱眉道：“我这个人不喜欢跟你这老太太一般见识，别逼我扇你啊，给脸不要脸，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没了这只猫，你屁都不是。”此话一出，那老婆婆一怔，显然她没想到李寒洲竟然看得出来她的弱点。没错，鬼杀人也是有规律的，超脱了这个规律，就是没有办法杀人的。像是之前那个小女孩需要有人走出房子，或者是还给她的球，她就可以杀人。而眼前这个老婆婆则是需要借助自己的猫才能杀人，但是如今猫死了，她就只能用一双红彤彤的眼睛干瞪着李寒洲，却对李寒洲没有半点办法过来问你点事。李寒洲看得出来，这老婆婆已经被自己吓住了。老婆婆有点手足无措，自己已经被人看穿了，这可怎么办？你什么你？李寒洲皱眉问道。州府今晚是干什么？怎么还有唱戏的？大半夜的闹什么呢？今天是少爷娶亲。老婆婆只好说道。所以热闹了一些。娶亲？李寒洲点点头。你知道不老泉在哪里吗？不知道。老婆婆连忙说道。我再问你一次，不老泉在哪？李寒洲的语气平淡下来，然而这平淡的语气却是让那老婆婆浑身一抖。她忍不住看了看地上的猫，却也哭丧着脸说道：我真的不知道不老泉在哪，或许老爷知道。你们老爷呢？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啥也不是，滚吧。李寒洲也懒得搭理这老太太，准备去找这个州府的老爷，问问不老泉的下落。顺着唱戏的声音，李寒洲走到了大院里。此刻大院里真的是非常的热闹，不知道有多少的宾客都坐在那里，听着戏台上的人唱戏。戏台上的人唱的什么东西，李寒洲听不懂，但是下面的宾客一个个都直勾勾地看着戏台上，没有人出半点声音，场面十分的诡异。李寒洲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来，然后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猜测到底哪个是老爷。戏台上依然咿咿呀呀地唱着，李寒洲找了半天也没有认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唱戏的声音戛然而止，一瞬间整个大院都变得无比的寂静。那原本散发着红光的大红灯笼，这一刻竟然发出了惨白的光芒，将整个场面都给照耀得无比瘆人。正当李寒洲准备找个人问问看周老爷在哪的时候，突然之间，所有的宾客竟然全部都扭头看向李寒洲，是真正的扭头，他们的脑袋都诡异地扭转了180度，每个人的脸色都苍白如纸，脸上还涂着腮红，一个个露出诡异的笑容，盯着李寒洲看，简直能盯得人发毛。只要这个时候有人喊一声鬼啊，或者是吓得从椅子上站起来，再或者撒腿就跑，那他们就可以杀人了。他们如此盯着李寒洲，就是为了让李寒洲受到惊讶，在神魂失守的一瞬间杀死李寒洲。然而李寒洲看到他们所有人用这种诡异的方式盯着自己看，你们瞅你爹呢！李寒洲没好气地骂了一句。众鬼一愣，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素质？问你们点事，你们周老爷在哪？李寒洲问着坐得离自己最近的一个鬼。那鬼听李寒洲问自己，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第一次碰到有人跟自己打听似的，能不能尊重一下自己鬼的身份？你一点都不怕吗？那鬼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结果摇头的力度有点过大，竟然将自己的脑袋给摇下来了。啥也不是。李寒洲无奈。这位客人，你要找我家老爷吗？这个时候一个沙哑的声音传来。李寒洲回头一看，发现竟然是今天给自己开门的那个老人。老人的手中提着白色的灯笼，带着诡异的笑容说道：客人若是想见老爷的话，就随我来吧。好。李寒洲站起身，跟着老人离去。老人一直带着李寒洲来到了一处院子，院子里面寂静得很，前面更是有一个古老的宅子。老爷就在里面，客人您自己进去吧。老人说完，转身就离开了。李寒洲看着面前的房子，冷笑一声，推门而入。周老爷。然而进门之后，李寒洲却是一愣，门内点着几根蜡烛，白色丝绸横跨屋内，屋内更是贴着一张白色的喜字。与此同时，在那床上竟然坐着一名女子，她的身上穿着寿衣，衣服无风自动，透露着一种诡异，头上还盖着红色的盖头，只是那盖头之下竟然传来一种阴森的声音。随着李寒洲进入屋内，身后的门竟然砰的一声就关上了。你来了，新娘的声音传来，声音让人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忍不住起来了。走错了。李寒洲转身想走，但是砰的一声，门已经自动关上了。几乎是刹那间，李寒洲就感觉到一股阴风吹着自己的后背，屋内的烛火已经开始跃动，冷风嗖嗖，更是传来新娘子那咯咯咯的笑声。眨眼之间，那新娘就出现在了李寒洲的身后，头上的红盖头这个时候也是缓缓地飘落下来。盖头之下，一名女子，脸色铁青，七窍流血，模样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鲜血顺着长发滴落下来。她直勾勾地盯着李寒洲，问了一句：官人，奴家美吗？李寒洲愣了愣，忍不住来了一句：亏你问得出口，你们州府没有镜子，你还没有尿吗？你瞅瞅你那逼样长的，
咋好意思的呢？我是找周老爷的，没有空陪你玩。你大婚之日，我也不爱埋汰你。走了。李寒舟说完就想离开，然而李寒舟刚刚的话却是彻底惹怒了女鬼。你找死！本来按照他的规则，听到自己问题的人，不管是回答美还是不美，再或者受到惊讶，大叫一声有鬼，他都可以杀人。然而李寒舟的回答并不在这列之中，李寒舟竟然给他狠狠埋汰了一顿，彻底惹怒了他。虽然是鬼，但是也是个女鬼，也是有自尊心的。李寒舟的回答彻底让他愤怒，竟然无视了自身的规则，锋利的指甲直接杀向李寒舟的脖子，他要掐死李寒舟。感受到那杀意来袭，李寒舟冷哼一声，五雷符直接轰出，轰！一道雷霆直接轰向女鬼。女鬼感觉到了危机，身影猛地一闪，那五雷符直接轰到了女鬼的肩膀上，剧烈的疼痛让她忍不住惨叫一声，一股青烟从那女鬼的身上冒出来。女鬼的内心无比震惊，眼前这个人竟然这么强，他竟然能克制自己。嗖嗖嗖！就在此时，屋内的白布突然飞舞，奔着李寒舟缠绕上去。雕虫小技！李寒舟大手一挥，一道道烈风席卷杀出，瞬间将所有的布都给撕得粉碎。李寒舟眯着眼睛说道：刚说了懒得搭理你，没想到你还不依不饶，那就先收拾了你。女鬼看到李寒舟奔着自己走来，一股强大的气势从李寒舟的身上弥漫出来，宛若一座山岳来袭，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来人啊！突然间，女鬼竟然直接惊呼起来。李寒舟没想到女鬼竟然开始喊人。而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砰的一声，李寒舟回头一看，发现从外面走进来3个男子，为首之人还穿着白色的寿衣，乃是一名青年模样的人，只是他的模样更为吓人，半个脑袋都已经没了。娘子！那青年来到新娘的身边，相公，此人进来房间里欲要对我行不轨之事，若是相公晚来一点，奴家可能就要被他给糟蹋了。新娘此刻竟然委屈地啜泣起来。禽兽！3鬼冷冷地看着李寒舟，这倒是给李寒舟弄懵逼了，忍不住问道：这算什么？仙鬼跳吗？欺我娘子，受死吧！那青年冷冷地看向李寒舟，身上的杀机暴起。当这男子的气息起来之后，李寒舟却是突然发现，这男子爆发出来的竟然是真气。死！他怒喝一声，身影如风而动，脚下竟然踏着玄妙的步伐，同时他双指如同闪电一般点向李寒舟的咽喉，速度之快，宛若毒蛇。砰砰砰！李寒舟掌心汇聚灵力，直接挡住了男子的3次指法，力道沉而有力，怕是钢铁都要被这3指点出3道洞穴。千钧指！李寒舟发现这竟然是黄河宗的千钧指。黄河宗以千钧指和大开杯手闻名，李寒舟早就不是曾经那个江湖菜鸟了，如今看到这指法自然是认识的。他只是没有想到眼前这个鬼竟然懂得运用黄河宗的指法。轰！果不其然，片刻之后，大开杯手直接施展出来，威力绝伦。但是李寒舟没有打算和他继续玩下去了，一指点出，一道水滴汇聚，直接轰到了那男子的胸膛上。他的真气一泄，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将不远处的墙壁都给撞得粉碎。少爷！其他的2个鬼大吃一惊，也是联手奔着李寒舟出手。然而他们都没有办法靠近李寒舟，就被李寒舟周身的灵力给震飞出去。你也跟着一起去吧！李寒舟轻哼一声，欲要将那女鬼也给斩杀。但是就当李寒舟走过去的时候，原本被李寒舟轰飞的鬼新郎竟然从废墟之中扑上来，他双目狰狞，大开杯手再度施展，直奔着李寒舟的胸前拍上来。砰！开杯断山！这一掌结结实实的拍到了李寒舟的胸脯上。哈哈哈哈！他狂笑，以为李寒舟被自己偷袭成功了。然而当他回过神来，却是发现李寒舟依然毫发无损的站在那里，自己的这一掌的确是拍到了李寒舟的身上，但是李寒舟的身上有一道金光，却是硬生生将他的攻击给阻拦在外。长生观的道家金光咒，完全将他的大开杯手给阻拦在外。还活着！李寒舟也是有些诧异，因为从这个新郎鬼的真气看来，此人的修为也不过是超脱境，超脱境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挡得住自己一击，但是他就偏偏是挡住了。李寒舟这才注意到他那钢筋铁骨一般的身体。你不是鬼，你是僵尸！李寒舟发现了眼前这个人钢筋铁骨，并且身上还有浓厚的湿气，这不是僵尸是什么？居然有人做出来了僵尸！到底是什么人？又到底想做什么？这不可能！新郎僵尸一脸的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的防御自己竟然打不穿。自己变成僵尸之后，铜皮铁骨，不光防御力高，就连攻击的力量也是比以前大上许多。眼前这个人类的实力这么强吗？被自己偷袭居然都没事，我倒是要试试你的身体有多硬。李寒舟目光一凛，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僵尸，非常的有兴趣。于是掌心汇聚雷霆，一掌轰出，那雷霆之力直接将那僵尸新郎给震飞数百米出去，将整个院子都给打穿。巨大的动静似乎惊动了整个州府的鬼怪，但是李寒州也没有在意。别人或许怕这些东西，但是他两世道士又怎么会惧怕这些东西？看到新郎鬼刚刚被轰飞那么远，那鬼新娘知道自己踢到铁板了，起身就想要逃走，但是李寒州的速度比他还有快。就在他转身准备逃走的时候，李寒州的身影一瞬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待着吧。李寒州随手甩出一道定身符，直接将鬼新娘给定在了原地。鬼新娘感觉全身都动弹不得，全身的力量在这一刻完全被封锁。怎么回事？这个人和之前进来的那些人怎么完全不一样？而就在这个时候，后面传来了细小的声音。李寒州回头一看，原来是那新郎鬼正艰难地从那废墟之中爬出来，只是他的行动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灵便了。刚刚动弹两下，还吐了2大口黑血出来。咦，还活着？李寒州倒是有些惊讶，因为刚刚自己那一掌可是用上了5成的力道，换做一般的超脱境的武者，自己这一掌完全能让他们直接从超脱变成超生，但是这鬼新郎竟然还活着，虽然距离死也已经不远了。李寒州刚刚也是想试试看这僵尸的抗揍实力如何，所以也没有出动全力，现在看来这僵尸真的抗揍。然而看到这些抗揍的僵尸，李寒州也知道天玄书院为什么要将这天玄境的给封印了，这些东西若是跑出来，真的是祸国殃民。现在李寒州更是好奇，到底是什么人将这么多鬼怪和僵尸给养在这里，而这天玄境地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整个天玄境的不知道有多大，李寒州无法看到全貌，不然的话倒也是能推算出来1、2。李寒州刚才尝试推演这背后之人，结果发现推演出来的结果是一片虚无，根本没有半点线索。在李寒州看来，对方也是有大手段的人，将自己的因果都给隐藏起来了，现在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推演出来此人的身份。死吧！正当李寒州准备解决这个新郎僵尸的时候，突然在州府的后院中一声沉重的声响传来，紧接着一道黑影冲天而起，竟然直奔着李寒州飞来。只见一口黑棺猛地冲向李寒州，李寒州一掌迎上去，将那黑棺给震退出去，黑棺狠狠地摔到地上，紧接着棺材盖子猛地飞起，砸向李寒州。李寒州抬起手来一道剑指，便是将那棺材盖子给震得粉碎。然而在棺材盖子之后，一道身影此刻手掌抓向了李寒州的天灵盖，同时浩瀚的湿气从此人的手掌中渗出。李寒州手中寒芒一闪，秋藏在手，锋利的一刀砍出。砰！这一刀直接和那手掌对碰到一起。然而李寒州想象中的那种手掌横飞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反而是爆发出了一阵火花，紧接着那身影暴退出去。好硬的肉身！李寒州有些惊讶，秋藏可是神兵，竟然都没能砍掉此人的手。虽然说自己不善刀法，但是凭借秋藏的锋利，竟然也铩羽而归。此刻出现在李寒州面前的乃是一名中年人，他站在那新郎鬼的前面，一双眼睛盯着李寒州，脸上露出了阴沉的表情。此人身上的气息比起那新郎鬼要强大得多，几乎达到通玄境巅峰，半只脚跨入天罡境的境界。看来你就是周老爷了。李寒州平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是我。周老爷说道，这里好久都没有来你这么有趣的人了。你的刀不错，比我之前遇到的那些人用的破铜烂铁要强得多。既然如此，周老爷能不能告诉我不老泉在何处？李寒州开口问。不老泉？周老爷冷笑一声，一个将死之人问这个有什么用？还挺自信。李寒州无奈地摇摇头。来了这天玄境地，你还想活着出去？真当我是空气了？周老爷冷笑道。主人的命令是，来到这里的人都要留下来。说完，周老爷杀向李寒州。他本是僵尸之体，但是能使用武功，从他的路数看，李寒州也认得出来，此人应该也是黄河宗的高手。那大开背手比刚刚的新郎鬼不知道强上多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寒州抓起什么东西直接扔了出去。区暗器，对我没？啊！周老爷压根没有理会李寒州扔过来什么东西，他的僵尸之躯根本无惧任何暗器，哪怕有剧毒都无惧。但是李寒州扔过来的东西打到他的身上，却是让他无比的痛苦。他惨叫一声，从半空跌落，躺在地上艰难的打滚。什么玩意？周老爷忍着剧痛喊道。自从他成了僵尸之后，还没有感受到过如此的痛苦。当他看到从自己身上跌落下来的东西，却是惊讶地说道：米，那一颗颗的不就是米吗？是糯米。李寒州淡淡地说道。来之前特意买的，10文钱1斤。怎么会？这东西他都不知道糯米对他竟然会造成这么强的伤害。我要你命！周老爷咆哮着，体内的湿气滚滚，浩瀚的掌风隔空便是对着李寒州杀来。
李寒洲的雨布九星施展，瞬间躲开，那一掌将李寒洲身后的石屋给轰出一个大洞。但是借助这个机会，李寒洲直接来到了周老爷的身边，手中一剑直接斩出。没用的，周老爷抬起手来阻挡。然而这一次周老爷失算了，一剑之下宛若是切豆腐一样，李寒洲的剑直接将周老爷的手臂给切了下来，瞬间斩飞。什么？周老爷大吃一惊，可是还没等他回过神，李寒洲握着糯米的手便是一掌轰到周老爷的胸前，直接将他的身躯给打飞。周老爷当场吐血。那是什么神兵？周老爷躺在地上，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那被斩掉的臂膀。你说这个啊？李寒洲笑了笑，抬起手中的剑看了看，不过是500年桃木做的木剑而已。来之前，李寒洲可是做足了准备。在进入这天玄境地之前，李寒洲就有所猜测，所以准备了不少驱鬼的东西。没想到在这里真的遇到了僵尸这类的东西。不可能，那仅仅是木头，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周老爷显然不敢相信，他的身躯就连神兵都打不穿，怎么会被木头给斩掉一只手？李寒洲冷笑一声，没有解释。桃木剑本身就是鬼怪的克星，尤其是这桃木乃是500年的桃木，早就吸收了日月精华，威力绝伦。若是能找到雷击木的话，那自然是更强，但是那种宝物实在是少见。这种木剑用来杀人肯定是费劲，怕是一下就断了，但是对付僵尸之流却是非常好用的东西。说吧，不老泉在哪？还有你的主人是谁？李寒洲缓慢地走过去，手中的桃木剑让那周老爷十分忌惮。什么主人？我不知道。周老爷恶狠狠地盯着李寒洲。这里只有我，没有什么主人，不老泉在哪我也还不知道。嘴还挺硬，非要我给你打得神魂俱灭吗？李寒洲不屑地说道。真不是我瞧不起你，这天玄境地就只有你，就凭借你这个废物，你能将枪仙给留在这里？看来我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会说真话了。李寒洲的储物袋光芒一闪，在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根红线。尽管周老爷不知道李寒洲的红线是要做什么，但是他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他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终于是有些害怕了。等等，我可以告诉你不老泉在哪。周老爷还是松口了。哦，然而李寒洲却是咧嘴一笑。我不信。啊！话音一落，李寒洲手中的红线瞬间飞出，直接缠住了周老爷的脖子。当红线触碰到他的脖子的时候，红线上竟然传来一股雷电一般的力量，电得周老爷浑身抽搐，生不如死。爹！那新郎鬼看到这一幕，几乎爬着奔着李寒洲就过来了。他双目暴怒，欲要杀李寒洲。然而他还没到李寒洲的面前，就被李寒洲一指给洞穿了眉心，脑袋都炸碎了。新郎鬼彻底烟消云散，周老爷此刻也在痛苦的嚎叫着。李寒洲的目光则是看向远处。怎么？还要看多久？难道要我请你出来不成？话音一落，只见一阵清风飘过，竟然有一道身影瞬间出现在小院中。他的身法非常快，来人是一名中年人。李寒洲看得出来，此人同样是僵尸体，但是实力完全不是周老爷可比的，怕是已经踏入天罡境。他的目光看都没看周老爷，只是对李寒洲说道：我带你去拿不老泉，拿了不老泉之后就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吧。好啊。李寒洲随手放开了周老爷，但是他此刻也已经快要废掉了，全身都在冒着黑烟。怎么称呼？李寒洲问着面前的男子说。名字吗？那男子皱了皱眉说道，死得太久，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当年江湖送我外号长空剑。听到这个称呼，李寒洲的眼睛眯了下来说道，你就是长空剑墨云。墨云吗？男子沉吟片刻，好像是叫这么个名字。李寒洲打量着眼前的人，知道墨云这个名字是因为李寒洲最近一直在午门中看书，在午门之中有一块石碑，记录着午门这么多年来培养出来的强者，其中上面就有墨云的名字。墨云乃是天罡境，也是一代天才，长空剑绝威力无穷，神鬼莫测。当年在江湖中人看来，墨云是非常有希望踏入剑仙之列的，奈何最后卷入了大周的朝堂之争，死在了朝廷争端的漩涡中。走吧。墨云身影一动，如同那夜色下的流光，消失了。李寒洲也没有废话，紧随其后。但是李寒洲依然是警惕得很，这天玄境的并不简单，这背后的那个主人很让李寒洲在易墨云带着李寒洲离开了小镇，一路奔着北方而去。而半个时辰之后，李寒洲隐隐地听到了有水声传来。夜幕下，墨云停了下来，前方乃是一处崖壁，仿佛是一条死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李寒洲听到了有水滴的声音。李寒洲抬起头来看去，发现在那崖壁上有一滴一滴的水滴从上面滴落下来，那水滴弥漫着绚烂的七彩之光，同时李寒洲还从这水滴之中嗅到了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味道，嗅上一口都仿佛让人神清气爽。不老泉，李寒洲猜测这应该就是不老泉的泉水了。那一滴一滴的水滴滴落下来，正好在下面形成了一个小池塘。
拿了不老拳，往东走30里就能出这天玄境地了。莫云对李寒舟说道。说完，莫云就准备走，而这个时候李寒舟也顾不上莫云了，他炼制的碧落瓶此刻飞出。那是什么？看到李寒舟手中的碧落瓶，莫云在一旁露出了奇怪的表情。碧落瓶没见过吗？李寒舟说道。听说装不老拳要用到碧落瓶，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我听说过，我就是没认出来你的碧落瓶。莫云看着李寒舟手中那黑白相间的瓶子，陷入了沉思，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是买到假货了吧？没见识。李寒舟懒得搭理莫云，自己黑白相间的碧落瓶怎么了？没准比一般的瓶子还要用呢。这泉水的味道还挺香的。李寒舟走到那小水池的旁边，忍不住说道：听说这东西喝了以后能延缓寿命，有莫大的好处。普通人喝了能延缓寿命，你这般修为的怕是不能。莫云淡淡的说道。但是也可以强身健体，洗发自身，或者用来入药，都是不错的选择。李寒舟淡淡一笑，这么好的东西，我本以为找起来会很费劲呢，没想到你们这么简单就给我了。你们不是用这不老泉为引子骗人进来，杀了炼制成僵尸吗？对我倒是蛮好说话的。莫云没有吭声，只是李寒舟心里也清楚，不是他们好说话，而是他们发现李寒舟不好惹。哪怕之前进来诸多强者，但是他们面对僵尸的时候，处理起来肯定非常棘手。可是僵尸的刀枪不入，在李寒舟的桃木剑面前显得那般不够看，所以他们也不想动李寒舟了，只想将李寒舟给快点打发走就是了。只要李寒舟拿了不老泉，乖乖的离开，他们也懒得和李寒舟拼个你死我活。毕竟之前那桃木剑一剑斩去周老爷一条手臂的威力，他们都看在眼里，没有人愿意亲自尝试。哇，不老泉！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来，这个声音让李寒舟和莫云都吓了一跳，两人都看向四周，但是他们却是没有看到人影谁。莫云的手掌已经放到了腰间的剑上，什么人靠近他居然都没发现。李寒舟也是皱了皱眉，他的神魂这么强，竟然没感受到有人靠近，而且天玄境的有8字真言和震天锁封印着，竟然有人能进来，不应该啊！不老泉啊，还没喝过，今天要大饱口福了。这个时候，那声音又传来，李寒舟一愣，那声音好像是从自己的身上传来的，他不禁低头一看，旋即吓了一大跳。他的碧落瓶此刻竟然在开口说话，紧接着还没等李寒舟回过神来，那碧落瓶竟然自己从他的手中跑了下去，来到了小池塘边，自己打开盖子，然后脑袋伸进去，咕嘟咕嘟猛吸起来。这一幕看傻了李寒舟和莫云，这是个什么玩意？他们还是头一次看到灵宝会说话的。莫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自己死得太久，出现幻觉了。然而当他揉了揉眼睛，发现的确是那黑白相间的瓶子趴在那里大口大口的喝着不老泉。李寒舟也是咽了一口口水，自己的瓶子成精了，自己炼制的东西怎么越来越离谱了。然而这个时候莫云发现了不对劲，这瓶子怎么还在喝？眼看那水潭已经下去一半了，以前来的人有人得到了不老泉，但是他们的碧落瓶最多也就是能装那么半升的泉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么一会的功夫，李寒舟的瓶子已经喝了上百斤了，这玩意装不满的吗？住手！莫云大喝一声，出手就要将碧落瓶给抓过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李寒舟拂袖一道掌风轰来，澎湃的灵力中蕴含着雷霆的一掌，直接和莫云对轰到了一起。莫云的身影暴退出去，李寒舟赫然阻拦在了莫云的身前。怎么？不是你们说的让我带走不老泉？我的瓶子还没有装满，你们就想要翻脸了？莫云看到李寒舟阻拦，身上的湿气也是升腾而起。你的瓶子有古怪，莫非是想要将我们这的不老泉都给清空不成？那又如何？李寒舟笑着回头对碧落瓶说道：好瓶子，你就给我放心的喝，喝得饱饱的，能喝多少喝多少。看来没得谈了。莫云缓缓地拔出了腰间的剑，正好我也看看成名100年的天才到底有什么实力。李寒舟也是浑然无惧，长空剑的剑法到底有多么玄妙？一剑长空。话音一落，莫云的身影动了，他的剑杀那间仿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一般，竟然眨眼间就来到了李寒舟的面前。剑光之快，令人啧舌。只是李寒舟的神魂极强，在他有细微动作的时候，李寒舟就已经反应过来了。金光咒，金光漫身，仅仅是凭借手掌，便是和莫云交锋起来。金光咒几乎是刀枪不入，莫云的剑气完全无法影响到李寒舟。与此同时，李寒舟的掌法也是大开大合，凭借自身雄浑的灵力和大天象诀，和莫云打得不可开交大天象诀。莫云瞳孔一缩，手中剑气在虚空之中弥漫出诸多剑影，宛若沧海一般，要将李寒舟给淹没。剑术不错，但是比起那个女人来说，还是差了点。李寒舟哈哈一笑，挥手间风云涌动，天空之上
滚滚黑云压境，那种恐怖的气息降临。只见李寒洲犹如天神降临，大手一挥，无数的雷霆汇聚雷云之中，咆哮间，银蛇游走云海，一道大掌印轰然落下，雷霆汇聚的手掌碾压天地，手掌松握间，便是将莫云的众多剑意全部崩碎，弹指灰飞烟灭。莫云心中大震，目光又瞥了一眼下面还在大口大口喝水的碧落平，也不再藏拙，一瞬间，自身的湿气之下，宛若有一种剑域将李寒洲笼罩其中，空间仿佛被封锁一样。此刻莫云的剑竟然劈开了李寒洲的银蛇，一往无前。领域剑域的加持让莫云的剑变得更快，几乎是道运缠绕，莫云的剑竟然隐隐约约有一种破空的架势。感受到莫云的剑又强上了一个层次，李寒洲也不藏拙，体内灵力如潮海倾泻而出，众多雷霆在半空中汇聚一指，风雨雷电此刻全部汇聚其中。李寒洲一指点出，大天象指，这一指杀出，仿佛天地都在咆哮。莫云能感觉到这一指的可怕，但是他的剑已经出了，无法挽回，剑气摧枯拉朽的崩溃。李寒洲这一指直接杀穿他的剑气，然后点到了莫云的身上。莫云周身的湿气几乎崩溃，身影飞了出去，撞倒了几棵大树。这一指的威力很可怕，但是莫云仅仅是被李寒洲打伤，却是没能要了莫云的命。他如今是僵尸之体，肉身强横得很。然而这已经让莫云感觉到很不可思议了，李寒洲的实力远远地超乎了他的想象。而就在这个时候，那碧落平竟然将水潭中的不老泉给吸干了，但是碧落平却是没有满足，竟然一跃跑到了山崖之上，对着那水滴下来的地方就开始猛吸。那架势，怕是不给这不老泉吸干，他都不会满足的。看到这一幕，莫云的脸色骤然一变。若是不老泉真的吸干了，那这天玄境地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到那个时候，还会有人来天玄境地吗？到时候主人如何完成他的宏图大业？莫云准备忍着伤势出手，但是这次李寒洲没有给他机会。只见李寒洲随手甩出12道符转。李寒洲知道定身符对于这般的强者来说可能没什么用，但是五雷符还是有用的。五雷符克制邪祟，尤其是12道五雷符组成了雷阵，瞬间就将莫云给困在其中。不要乱动，李寒洲冷冷地说道。若是你不动，什么事情都没有；若是你乱动，我的五雷阵就能将你轰得形神俱灭。倘若莫云没有受伤，五雷阵或许没有办法奈何莫云，但是他此刻已经重伤，五雷阵的威力根本不是他能承受的。没用的，你带不走的。莫云也是安静下来，他看到趴在崖壁上大口大口的吸着不老泉的碧落平说道，就算是我不阻拦你，也会有人阻拦你。就是你的那个主人吗？李寒洲瞥了一眼莫云说道。谁知莫云却摇摇头，对付你根本用不到主人出手，毕竟主人可没有时间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李寒洲眉毛一扬，不是他的主人，那就是说在这个天玄境地中还有强者在。不过想想也是，天玄境地毕竟是连天玄书院都觉得棘手的存在，肯定不会只有莫云一位强者。好吃好吃。就在这个时候，那碧落平已经将不老泉给彻底吸干了，他不禁打了一个饱嗝。回来！李寒洲对着碧落平喊道。谁知碧落平却是突然看向远处，他在瓶子上的2个小小的眼睛此刻竟然瞪大瞪圆地看向远处，惊呼道，这味道是什么？味道？李寒洲并未嗅到什么味道，天地钟乳的味道。这里竟然有天地钟乳！碧落平惊呼一声，竟然直接化作一道流光奔着远处窜去。你去哪？李寒洲吃了一惊，这小东西竟然还有自己的思想，就这么跑了，待会肚子里的不老泉都洒出来怎么办？那可都是宝贝啊！李寒洲立刻追了上去。莫云看着李寒洲追去的方向，目光露出一丝冰冷和同情，看着李寒洲的身影，仿佛是在看待一个死人。那碧落平跑的速度飞快，李寒洲一路追着，发现碧落平竟然钻到了一处枯木林中，似乎就不见了身影。小东西跑哪里去了？李寒洲有些无语，自己炼制的碧落平成精了，说出去谁相信？然而当李寒洲来到这片枯木林中之后，李寒洲突然发现这枯木林中有些不对劲，旺气术施展出来，李寒洲发现这里简直湿气冲天，仿佛有什么恐怖的存在。刻意引我来这里吗？李寒洲知道刚刚那一幕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了碧落平，导致碧落平跑到这里来。而当李寒洲在枯木林中走了数百步之后，李寒洲眼前突然出现了震撼的一幕，前方竟然出现了一座座的墓碑，墓碑的后面更是一座座的坟包，每一个墓碑上都有一个名字。李寒洲看着那些名字，有很多名字他都听说过，竟然都是江湖上曾经出现过的赫赫有名的强者。秦魔宗第1代宗主元魔之之墓，上清宗第3代宗主青红上人之墓，明上国大国师赵无痕之墓，战灵宗宗主独孤承霄之墓。
李寒洲游走在这些墓碑前面，看着上面的一个个名字，哪个不是惊艳了一个时代的强者？他们的墓穴竟然都在这里。来到这枯木林之后，李寒洲才突然发现，这枯木林中竟然有人布置了一个大阵，99幻阴阵，难怪这里能培养出僵尸鬼怪。李寒洲看到这里的大阵，立刻明白过来，有人在这里布置了巨阴的阵法，并且在这里用了不知道多少人的鲜血做引，用无数强者的尸骨来打造了这么一片禁地。好大的手笔！李寒洲看着这些墓碑，这里面的强者，他们生前的修为强大，死后依然是带着气运，用他们来布阵最好不过了。就在这个时候，李寒洲看到前方有一个墓碑，那墓碑和别人的墓碑不一样，墓碑仅仅是用普通的木板做的，和其他的石碑完全不同。更主要的是，李寒洲发现这个墓碑并非是为了布阵而存在，仿佛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坟。然而李寒洲在意的不是这个，他更在意的是墓碑上的名字：长生观祖师李清风之墓。看到这墓碑，李寒洲整个人都愣住了。老东西的墓？怎么可能？他的墓碑怎么会在这里？李寒洲踉跄着走过去，眼前不禁浮现了老道士的样子。自己从小在道观长大，老道士就好像是自己的亲爷爷一样的培养着自己，每天要修炼枯燥的北地诀，又要画符，又要学一些骗人的把戏。尽管老道士很严格，但是李寒洲也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关心。长大之后，哪怕自己很叛逆，老道士也很耐心。可以说，老道士就是李寒洲在世界上最亲的人。在得知自己中了3000万的彩票之后，李寒洲第一反应也是惋惜，老道士没有能和自己一起享福。如今看到他的墓，李寒洲的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不声不吭的走了，又一声不吭的死了，还把小爷我弄到这个世界来，你到底在算计什么？李寒洲喃喃地看着那墓碑说着，你真的死了吗？会不会待会你从坟墓里爬出来，然后吓我一跳？李寒洲的手轻轻放到墓碑上，那只是衣冠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响起，声音轻灵婉约，给人一种十分柔和的感觉，只是这种柔和中蕴含着一抹冷意。听到这个声音，李寒洲有些意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样子。当李寒洲转过头去，发现在自己的身后不远处站着一名女子。女子一身白衣，手中提着一个白色的灯笼，她面色苍白，身上的气息飘忽不定，不像是鬼，但也绝对不是人。在这个灯笼女的身上，李寒洲没有感受到强大的气息，她仿佛是一潭死水，更像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李寒洲知道，在这天玄禁地中没有普通人。这衣冠冢是你立的吧？李寒洲没有问女人的来历，他首先问的是李清风的墓。灯笼女缓缓走上前来，走过李寒洲的身边，然后来到李清风的墓前，缓缓蹲下来，手掌轻轻地抚摸着墓碑说道：立了好多年了。李寒洲此时没有吭声，他只是静静看着灯笼女的背影。他感觉这个灯笼女应该是认识老道士的，但是按照时间线来说，老道士已经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人物了。这女人怎么认识的老道士呢？她还喝酒吗？突然间，灯笼女缓缓问道。啊！李寒洲一愣，我是问你，李清风他还喝酒吗？灯笼女回头看了一眼李寒洲，和他生活在一起那么久，他喝不喝酒你都不知道吗？听到这话，李寒洲心中一震，目光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这个女人竟然知道他和老道士认识，怎么可能？那都是自己穿越来到天玄界之前的事情了，是在蓝星上发生的事情。他到底是什么人？逢年过节的时候喝2口。尽管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但是李寒洲还是回答了灯笼女的问题。哼，我就知道。灯笼女无奈地摇摇头，这老东西之前口口声声地答应我说要戒酒，说永远都不喝酒了，结果还是偷偷的在喝。李寒洲观察着灯笼女的表情，加上此时的口吻，李寒洲总觉得仿佛老夫老妻一般。莫非这个是老道士的妻子？前辈尊姓大名？您和老道士是什么关系？李寒洲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开口询问。我和李清风吗？灯笼女露出沉思的表情。死敌吧？死敌？李寒洲笑了，他完全不相信。若说是冤家，可能会相信一些。是前辈想要在这天玄禁地中见我一面吗？李寒洲想到副院长说有人要在天玄境的见自己，应该就是眼前这个人吧。是我。灯笼女的手中出现了一个轮盘，小小的轮盘看上去像是石头做的，但是其中散发的灵力却是非常的浑厚。转生盘。李寒洲盯着那东西，一眼就认出来那东西是转生盘。李清风让我将这个东西交给你。灯笼女走上来，将转生盘递给李寒洲。这是先天灵宝转生盘，这东西曾经是你们长生观的，后来李清风将这个东西交给我保管，说有朝一日遇到你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交给你。李寒洲接过转生盘，皱眉问道：老道士让前辈将转生盘特意交给我，是有什么用意吗？我不知道，他没说。
灯笼女摇摇头，那老家伙鸡贼得很，有些事情是不会跟我说的。多谢前辈了。李寒洲抱拳说，这个东西也是你的吧？这个时候，灯笼女又将碧落瓶给拿了出来，那碧落瓶还在挣扎，但是嘴巴被灯笼女用木塞给塞上了，所以挣扎半天也没有吭出声音来。你炼制的灵宝很有意思，灯笼女看着手中的碧落瓶说道，只不过你将天玄境地所有的不老泉都给装走了，有人会找你麻烦的。那人本来就想要找我麻烦吧？李寒洲看了看远处，目光陡然变得锐利。此人用死葬风水局将整个天玄界的灵力都给封锁，他就算不找我的麻烦，我也是要找他的麻烦的。灯笼女却是突然笑了，你很聪明，不过还是莽撞了点。灯笼女笑着说道，你以为这天玄境地是那么好闯的？那枪仙都葬送在这里，你还敢在这里乱来？罢了，其他的麻烦我都帮你镇压了，但是最后这个麻烦我没有办法帮你。灯笼女看向远处，李寒洲心中一动，他此刻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将所有的不老泉都给收了，这天玄境的肯定是不会轻易放自己离开的。但是灯笼女出手将所有的麻烦都给镇压了，那是死葬风水局的一处风水穴，你若是想要推翻那里，就要解决那最后的麻烦。灯笼女淡淡的说道，我因为某种规则和限制没有办法帮你，只能你自己解决，不过我为你好，劝你还是不要招惹他的好，现在带着东西离开或许是最好的结局。李寒洲将碧落瓶给拿过来，然后沉思一下问道，前辈可知道这些僵尸是什么人制造出来的？是一个疯子。灯笼女一双眼眸出现了淡淡的杀意，现在的你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他暂时没有精力亲手对付你，你可以放心。灯笼女道，等你筑基的时候，我可以再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筑基？李寒洲笑了笑，既然如此，那我就更要将这死葬风水穴解开了。说罢，李寒洲身影瞬间腾空，奔着远处而去。他能感觉到死葬风水穴就在前边。果不其然，远远的李寒洲就看到一棵非常巨大的古树，这古树就是死葬风水穴之一。但是当李寒洲看到古树上挂着的东西的时候，李寒洲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在古树上挂着8口棺材，其中1口石棺在最当中，其余的7口棺材竟然以北斗七星的方式组成阵法，围绕在石棺的周围。七星会阴阵，李寒洲没想到守护在这里的还真是个大家伙，以七星会阴阵让棺材中7个强者的死气来滋润那最中央石棺中的那个强者，这样一来，石棺之中的强者会比活着的时候实力更强，加上僵尸那本身刀枪不入的肉身，更是棘手无比。但是死葬风水穴就在眼前，若是不将其除掉，天玄界的灵力注定没有办法恢复，更何况李寒洲能感觉到在这死葬风水穴的压制下，有大量的灵力在其中，若是能吸收的话，对自己也是有莫大的好处。